师娘，您等一下，徒儿，瓶里的灵液可是对你修炼大有好处。德望峰一间偏房内，长得英俊帅气，五官精致却有些青涩的张涛正坐在大床上不断向后退缩，而他正前方，师娘却拿着一瓶灵液再次朝着张涛逼近。师娘名叫白洁，人长得倾国倾城，尤其是她那张出水芙蓉般的绝世容颜，更加诠释了什么叫国色天香。眼看师娘的道裙已经快要沾到她身上，张涛急忙用手轻轻阻挡。师娘，这样不太好吧？要是让师父他老人家知道了，会生气的。这么好的氛围，你老提他干嘛？乖啊，我的小徒宝宝，来尝尝师娘瓶中的灵液。此时的师娘越说越急躁，将装有灵液的瓶口强行递到了张涛嘴边。看到师娘心急的样子，张涛只能勉为其难的点了点头。那我就尝一点吧。张涛张嘴微尝了一点瓶中的灵液，这灵液如何？不好吃。见张涛有些嫌弃的模样，师娘脸上微微浮现出了一丝不悦。你个小兔崽子，这等好东西别人想吃都吃不到，你还嫌这咸呢？本来就不好吃嘛。我不管，就算不好吃，你都必须得再吃一点。张涛看着眼前瓶中的灵液，只得再尝了一点。师娘，这样可以了吧？师娘闭上眼睛，似乎是在感应着什么，几个呼吸后，她才缓缓睁开了双眼。好吧，此刻就到这里，晚一点我们再继续。啊，晚点还来啊？这样不太好吧？这些都是师父的宝物，要是师父他老人家知道了，会骂死我的。怕什么？他又不会来偏远，我们悄悄的不就行了？师娘对此不以为然，似乎根本没将这种事放在心上。那好吧，师娘说什么就是什么吧。看着师娘满意的起身走出房门，张涛心中有些无语的抓了抓额头。怎么我经历的和这副身体的记忆完全不一样啊？张涛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昨晚从蓝星魂川而来，融合这具身体的记忆后，他得知这里是一个修行的世界，修士以吸收天地元气来修炼。过去的他因为境界很低，所以师娘对他非常的冷淡。可不知怎么的，魂穿后的第一个早上，当他再次遇到难得一见的师娘时，对方竟然像变了个人似的强行缠了上来，又是嘘寒问暖，又是拿出各种天材地宝给他服用。尤其是刚刚师娘非要让他服下瓶中珍贵的灵液，那灵液张涛自然认识，这可是师父的修炼宝物，名叫香凝液，价值不菲，所以他才会怕师父不高兴。不过这香凝液果然是修行的宝物，他只是尝了很少一点，就感觉浑身元气澎湃，充满了他的元脉。面对这等危险的迹象，他自然是不敢怠慢，凭着记忆中的修炼之法，急忙原地盘坐，开始不断炼化体内的元气，为己所用。就在张涛不断炼化的同时，刚走出偏房的白洁却意犹未尽地抿了抿嘴唇。要不是怕他怀疑，我真想一直缠着他。一挥身上的白色道裙，白洁再次感受了一下自身的变化，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今天讨好了他半天，竟然得到了这么多的修为增长，这要是换作平时，没个1年以上，绝对没有如此多的提升。白洁作为张涛的师娘，过去并没有特别注意过他的这个小徒弟，毕竟张涛19岁的年纪，却还只是一名最底层的元者，而他则是比对方高出了4层大境界，早就修炼到了元阳境。挥了挥道裙，白洁很满意自身修为的增长，下一秒他凝聚神智，竟然对着虚空自言自语道：系统，之前接取的胃药任务我已经完成，我要接取新的任务。白洁原本并未激活什么系统，可是在今早遇到张涛后，他脑中突然出现叮的一声，他竟然激活了一个女仆系统。系统给他发布了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几乎全是让他各种讨好张涛，当然奖励也是非常丰厚，其中得到的修为奖励就足以抵得上他苦修1年左右。所以尝到甜头的白洁急忙想接取新的任务。随着他对系统发出询问，他脑中再次出现了系统的声音：现在主动为您搜索新的任务，恭喜您，您幸运地触发了地级任务，采集血气，可获得大量修为以及50女仆币。什么？让我采集血气？白洁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拒绝的。不行不行，这样的任务我如何能做？我想换别的任务来做。对不起，您目前的女仆级别太低，无法更换别的任务。我的女仆级别太低，那我目前是什么级别？之前白洁接取的任务基本都是简单的讨好，所以他都是接一个任务，完成一个任务。半天下来，他对他激活的这个女仆系统还不甚了解。现在为您展示数据面板。女仆白洁，级别拙劣的女仆，唯一主人张涛，修为元阳后期，女仆币28，技能无私修为奉献，
白洁还是第一次看到属于她的面板，好奇之下，他再次问向系统：“这个女仆币是干嘛用的？”当您的级别达到顺手的女仆时，将开启女仆商城，可以用女仆币兑换各种稀有宝物，包括任务刷新。得到回答后，白洁急忙看了看女仆的级别划分，她目前是拙劣的女仆，再往后就是顺手的女仆，而更后面则是精通的女仆，以及看来要提升到顺手的女仆，还需要多做一些任务才行。不过，我的这个技能又是什么？白洁再次查看了一下技能的介绍。无私修为奉献向张涛，奉献您的一定修为，您将在3天后得到双倍返还。什么？双倍返还给我修为？居然还有这种好事！白洁意念一动，迫不及待地想使用这招技能。可下一秒，他脑中再次出现了系统的提示声：对不起，奉献修为时，您需要近距离完成传功，否则奉献修为失败。这怎么能这样？白洁听到系统的解释，顿时有些无语。不过，已经尝到系统甜头的他，如何能放过这等快速提升修为的捷径？小徒儿，我来了！白洁急不可耐地想施展他的技能，这样他便能得到双倍修为的反馈了。正当他准备再次踏入张涛的偏房时，下一秒，他激动的脸色瞬间平静了下来，冷淡地转过身，望着远处飞奔而来的青年男子。这男子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外表生的倒是一副老实模样。此人名叫王野，是白洁的未来女婿，同样也是张涛的未来师姐夫。王野来到白洁身边，老实的弯腰行了一个大礼：“白大人，我父亲到了正堂，正和楚大人协商秘境之事，还请您老一步过去，共同定夺。”白洁见王野的父亲来了，不得不将进屋传功之事往后拖一拖，看来只能等晚点再来了，到时候把技能以及那个任务给做了。白洁一想到施展技能的条件以及新接取的任务，她原本冷漠的脸上竟然泛起了淡淡红晕，瞬间浮现出犹如少女般的青涩。一旁的王野看到这绝美一幕，惊艳的狂咽口水。不愧是五行书院上一届的第一美人，即使嫁到我们九天宗20多年，依旧国色天香。白洁并没有在意王野的惊艳，反而一阵娇羞之后，快速恢复回了高冷模样。脚下轻轻一点，瞬间跃出了偏房的花园，朝着正堂而去。王野看着白洁，连话都懒得回他，一副高冷的模样，让他心中甚是不爽。哼，有什么好傲气的？你就算再厉害，你女儿还不是要成为我的玩物？等我娶了你女儿后，看我怎么玩弄她。王野说到后面，忍不住贱笑2声，随后他也脚下一蹬，朝着正堂飞奔而去。就在两人离开张涛所在的偏房花园时，张涛的偏房内，他正满头大汗地炼化着体内的惊人元气。此时的他身体极度膨胀，看起来像是一个吃撑了的大胖子。当然，这些都只是表象，在他那里，他早已被狂乱的元气填满了体内的每个角落。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白洁给他吃的凝香液达到了地品低阶的程度。在这个世界，宝物拥有明确的等阶划分，从最垃圾的凡品开始，往上便是玄品、灵品、地品、天品，每一品阶又分低、中、高3小阶。而一件地品低阶的修炼之物，岂是张涛这种只有元者境界的最低级修士能染指的？要知道，地品的修炼宝物通常都是元阳境修行者的服用之物，而元阳之前有着元清、元灵、元师，再往前才是元者。加上每一层大境界又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圆满4层小境界，所以那2小口看似珍贵无比的凝香液，此时却将张涛的体内折腾得气血乱涌。那庞大的元气不断撕裂着他体内的元脉，如果不能尽快炼化，他恐怕有性命之忧。忍受着强大的痛楚，张涛心中并未有任何恐惧，反而是咬着牙，心中意志表现得非常坚定。父亲、母亲，你们等着，等孩儿成长起来，定要将你们从天牢中解救出来。张涛强忍剧痛，拼命修炼，就是想将关在监牢中被陷害的父母搭救出来。为此，他就算承受任何折磨，也绝不退缩。其实，像张涛体内元气膨胀成这样，换做别人，早就承受不住，自爆身亡了。可他到现在还稳如泰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修炼的功法非常的特殊。他修炼的功法名叫元法，是几百万年前一名传说中的超级大能在君临天下后，根据毕生的经验自创出来的最强主修功法。这部功法在几百万年前也曾风靡一时，是人人修炼的主功法，可后来却慢慢没落了。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功法有着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修炼起来比登天都难。功法需要修行者将自身修为压缩到极致，才能突破到下一层境界。这样的修行虽然能让自身实力和强度远超同境界，可在境界突破上却远远落后于他人。所以
从古至今，修炼过这部功法的修士就没有几人能修炼到高深境界的，这也导致了这部功法在随后的几百万年间慢慢没落了。直到如今，只有那些底层修炼者在没有好功法的情况下，才会被迫选择这部功法来最后搏一搏。过去的张涛自然就是其中一员。他作为一名犯人之子进入宗门，一直不受师父的重视，所以他自然得不到好的主修功法。可他一心想将被陷害入狱的父母解救出来，在没得选择之下，他只能赌上一赌，选择了这本看似天下第一，实则修炼难如登天的主修功法。这也导致了过去的张涛修炼了3年多，只突破了一层小境界，一直停留在元者中期的尴尬局面。如今的他靠着啄了2口白洁为他喝的凝香液，正好借着体内庞大的元气来压缩自身的修为。也正因为他修炼的是这部功法，才能让他体内韧性十足。很快，随着张涛炼化的时间越来越长，原本被元气胀得鼓起的身体也慢慢恢复了原样。而他的修为经过长达2年多的时间，终于再次得到了提升，一举突破到了元者后期，将体内剩下的元气全部炼化。张涛激动地收了弓，伸手握了握拳头，感受了一下元者后期的实力。张涛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这力量比中期强大了最少1半以上，看来离我救出父母又近了一步。张涛脑中幻想着一家团聚的场景，父亲的慈爱，母亲的温柔，一家人热热闹闹生活在一起的温馨和睦。这样的场景真的还能重现在我身上吗？张涛咬着牙坚定地点了点头，收回心思，看了看窗外已经漆黑的天色，又摸了摸有点饿了的肚子，他想着出去找点吃的。就在他下床准备出门之际，咚咚咚的轻轻敲门声从屋外响起。谁？张涛小声地问道。可下一秒，一个天籁般的声音从屋外响起。是我，快开门。这个熟悉的好听声音自然是今天一天都在讨好他的师娘。白洁急忙上前将房门打开，刚打开房门，他便被眼前一幕惊住了。平时总是一副高冷模样的师娘，此时竟然脸红耳赤，眼神中带着一丝青涩，那含苞待放的模样让未经人事的张涛看得两眼放光，呆呆地站在了原地。白洁看着眼前看傻眼的张涛，没好气地白了一眼。你就让我一直在外面站着吗？不是，师娘，快进。白洁一句话让张涛猛地回过神来，急忙侧身让出位置，邀请师娘进屋。两人来到屋内后，白洁到裙下的小手微微一挥，原本大开的房门哐的一下轻轻关上了。坐到屋内的木凳上，白洁望着一旁恭敬站着的张涛，略带关心的口气问道：白天是我大意了，竟然给你服用了凝香液，不知你现在体内是否有异？没事，我已经完全炼化，还突破了一层小境界，这还得多谢师娘对我的关照。那凝香液作为地品低阶的天材地宝，自然价格不菲，以张涛现在的身价，就是把它卖上10次都换不了一滴，所以他内心非常的感激师娘。见张涛没事，还突破了一层小境界，白洁心中稍微松了口气，随后将纤纤玉手往木桌上一搭，有些紧张的轻轻敲打起来。我来找你是因为九黎古境即将开启，我想让你参加，只是你的修为有些不够，所以今晚我来帮你一把。白洁在过来前就想好了这个借口，毕竟她是张涛的师娘，这大半夜的进入弟子的房间本就有些唐突了，如果冷不丁的又要强行给对方输送修为，那就有些让人起疑了。张涛听到师娘要让他参加九黎古境，脸上满是震惊，急忙摆手拒绝。师娘，这可不行，我只有元者后期的实力，连元师都不是，远不够资格进入。张涛虽然也想进入九黎古境，可他还是有自知之明，能进入九黎古境的修行者最次都拥有元师境的修为，甚至还有元灵境的强者参加。他这个元者后期的实力在九黎古境中根本不够看，虽然他修炼了元法，这个在同境界中无敌的功法，可境界相差太大的话，他的功法再牛逼也是难以弥补的。一旁的白洁可不管张涛怎么想的，他来此只是为了施展技能，让他自己得到双倍的修为反馈，所以还不等张涛解释完，他便玉手一伸止住了张涛的后话，站起身，脸上布上一层红晕，略带一些娇羞的命令道：行了，我自有分寸，你去掉上衣吧。寻常人听到自己的师娘让自己去掉衣服，恐怕会立马胡思乱想，可张涛天性正直，这种在师娘面前裸露的事情，他心里自然是抗拒的。师娘，这样不好吧，我还是穿着衣服和你说话，这样比较方便。张涛的抗拒让白洁心中骚得慌，就像是他特地半夜来勾引自己的小徒弟似的。不过修行之人往往更看重的是自身实力，人伦道德在实力面前经常被甩到一边，因为没有实力之人跟别人谈礼义廉耻，那简直就是在自取其辱。白洁见张涛有些抗拒不从，也不想劝说，毕竟这种事情怎么解释得清，所以无奈之下他只能用强。
举起洁白如玉的纤纤细手，冲着张涛轻轻一挥，张涛便感觉被一股强大的阻力让他不得不后退到床上。随后一阵撕拉声响，他上身的长衣便瞬间撕扯开来，露出他健壮的8块腹肌。看着张涛充满青春气息的身体，白洁竟然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液，深吸一口气，急忙拉回心思，用娇羞的语气冲着张涛命令道：转过去，我传修为给你，整个过程不管你有什么感觉都不准回头。啊，这好吧。张涛听到师娘要传修为给他，一时有些蒙圈了，原本应该抗拒的心一时没反应过来，条件反射地转过去，用结实的背部背对着师娘。不过他刚转过背，就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心中瞬间充满了疑惑。师娘说要传修为给我，莫非他要将自己的修为强行度给我？这不太可能吧，强行度修为不仅会使他的修为锐减，而且还有掉落境界的风险。再说了，我和师娘境界相差太大，以这种方式传我修为，最多让我吸收 1%， 付出和收获完全不成正比。张涛第一时间否定了强度修为的想法，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传功完全就是得不偿失。就在他搞不懂师娘要怎么传功给他时，他听到身后哗哗哗的声音。这个美妙的声音顿时让张涛心跳急剧加速。那是师娘发出的声音吗？不会吧，肯定是自己听错了，她可是我的师娘，怎么可能在我身后宽衣？听错了，绝对是听错了。张涛不相信师娘会做出这等事，可下一秒，一个奇妙的感觉从他背部传来，那感觉就像一缕温泉划过，如玉般丝丝润滑，让人刚一感触就会深深的迷恋上这种感觉。师娘，你这是在做什么？不要说话，平心静气，全力吸收我传给你的修为。白洁的计划很简单，那就是用背对背的方式完成近身传功。因为没有面对面，所以即便心中羞涩，也可避免了不必要的尴尬。用后背紧紧贴上去，张涛那结实的肌肉触感顿时让白洁心跳加速，内心不免有些感慨，年轻的身体当真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想到这，他心中涌出一股莫名的躁动。不过下一秒，他急忙平心静气，拉回思绪，开始将自身的修为一缕缕的传渡给张涛。当然，为了整个传功能平安完成，他并没有一股脑的传功，而是精心控制着传渡的节奏。张涛背后传来的绝妙感觉让他吃惊不已。可还不等他猜测师娘用什么贴着他时，师娘庞大的修为便源源不断地传渡到他的体内。这等变故说明师娘真的在自损修为来帮他提升境界。惊慌之下，他急忙劝阻：师娘，不可，您快点住手，这样会有损您的修为。闭嘴，赶紧凝神静气，吸收我传给你的修为，不要白白浪费了我的心意。系统的技能是让白洁传功给张涛，至于对方能吸收多少没有明确规定，可白洁作为传功者，自然不希望自己辛苦修来的修为张涛没有吸收多少就给白白浪费了。所以见张涛没有权利吸收他传去的修为，语气变得有些恼怒，甚至夹带一丝责备。被师娘这么怒斥一声，张涛也不敢再出声，只能被迫全力吸收师娘传给他的修为。只是他刚吸收还不到3秒，他就突然发现师娘传给他还没来得及吸收的绝大部分修为竟然从体内不断往外泄去。这些泄去的修为说明他已经白白浪费了，而体内仅存的修为也在他体内疯狂乱撞。白天出现的场景再次从他身上浮现，只见他原本均匀的身体又一次膨胀起来，而且越长越大。传功的师娘也发现了这一点，急忙再次减少了传功的力度，以免张涛承受不住原地自爆了。随着师娘的控制，张涛原本膨胀到极致的身体终于停止了继续膨胀，而是一直维持着大胖子的模样。这样的形态张涛根本没空去关注，而是全力炼化吸收压缩师娘传给他的修为。很快，还不到3分钟，才刚刚突破境界的张涛再次感觉他自身的修为已经压缩到了极致。随后砰的一声，一个压抑的声音轻轻响起，这说明张涛的境界再次得到了提升，他此时已经到达了圆准圆满的境界。这样的喜讯放在任何人身上恐怕都会欣喜万分，可当下的张涛却没有那个心思，因为他身后的师娘还在源源不断的给他传渡修为，不得已他只能暂时压抑住心中的喜悦，继续疯狂的吸收身后师娘传来的修为。就在张涛不断吸收修为时，正在传功的白洁突然心中咯噔一跳，他原本元阳后期的境界竟然跌落到了元阳中期。要知道他原本就离突破到元阳圆满已经不远了，如此高的修为，他只是传功了不到10分钟，竟然就让他跌落了一层小境界。不过好在的是，他传多少，完事后就能双倍反馈给他多少，这让他对滑落境界之事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反而是不断地看着系统中技能的倒计时。这个无私修为奉献，技能时间太短了，只能传功10分钟。
身后的张涛也真是的，怎么吸收的这么慢？要不是怕他承受不住，原地自爆了，我真想一股脑的全部传渡给他。眼看还剩最后1分钟的传功时间，白洁心急之下，微微加大了一点点传功的力度。这看似只是一点点的加大，可对身后的张涛来说，却犹如黄河之堤泛滥而来。原本他就已经膨胀到极致的身体，再一次向更加极限的膨胀而去，这让张涛心惊之下，只得拼了命的疯狂吸收和压缩修为。这么多的修为，要是放在平时，张涛想都不敢想。可如今，他却根本吸收不过来。而随着未炼化的修为越来越多，健硕的皮肤之下，因为膨胀过度，已有丝丝鲜血渗漏而出。如此下去，他离自爆身亡只在弹指之间了。眼看他马上就要撑不住，即将自爆，突然背后输送的修为戛然而止。这对于张涛来说，绝对是一次死里逃生。他急忙将体内剩余的修为快速压缩和吸收，下一秒又是砰一个压一声，他身上的气息再次猛地暴涨。他竟然一天之间连续突破3层境界，从元者中期直接突破到了元师前期的修为。这样的修行速度，别说他们9天宗了，就是天都国另外3大宗门加起来也找不出第二个。更何况张涛修炼的是所有修士公认的天底下最难修炼的主功法元法。不过这样过于快速的提升，也让张涛的根基有种飘飘不稳的感觉。他惊慌之下，急忙运功调息来稳定自身的境界，以防出现回落的尴尬局面。而他身后的白洁刚收完功，准备穿上衣服，突然他脑中出现了系统的声音：因为您第一次施展技能成功的触发了隐藏奖励，请正面帮您的主人稳定境界，可额外获得1次双倍修为的反馈。注意，稳定过程中必须同样保持近距离，否则无法获得额外奖励。系统触发的额外奖励对于白洁来说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她作为师娘，大半夜的厚着脸皮悄悄来到自己弟子的房间，还被对背的传功，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能得到系统中奉献修为后双倍修为的反馈吗？可如今他不用自降修为来进行传功，就能额外获得1次双倍修为的反馈，他心中如何能不惊，心中如何能不喜？可他刚欢喜了不到2秒，整张倾国倾城的脸蛋又瞬间变得满脸通红。系统之前所说的要求让他心中多少有些为难，毕竟他可是张涛的师娘，像这样难为情之事，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个系统怎么能这样，让我这般帮他稳固境界，这也太难为情了吧。不过好在的是，这个小徒弟是背对着我的，或许就算是我帮了他，他或许也不会想到什么。在绝对的利益面前，人们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往往喜欢自欺欺人，往最好的方面去想。此时的白洁已经被系统任务中可以得到天大的好处给临时冲昏了理智。他觉得只要对方没转过身，就不会知道他的所作所为。这种掩耳盗铃之事，此时也只有深陷其中之人才会做得出。或许是克服了心中的障碍，白洁如系统所愿，按照系统的要求再次靠了上去。靠上去后，白洁开始用自身的磅礴元气来缓慢引导张涛稳定当下连续突破的境界。而张涛这边，他原本正小心翼翼地稳定境界，可突然师娘从他身后再次靠了上来，这让他心中有些疑惑不已，不知道师娘又想干嘛。他想回头看一眼，可师娘之前明确说过让他不准回头。他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自然是一诺千金，即使心里再好奇，他也不会回头去看个究竟。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了，师娘这是要帮他稳定境界，心中顿时对师娘更加感激了。随着师娘帮他稳定境界，他逐渐有些气血翻涌。这种状态让张涛瞬间心慌意乱，心中更是咚咚狂跳。千万不能让师娘发现异样，不然师娘误会了，那我真是没法解释了。对了，平心静气，压住心中杂念，绝不能再继续胡思乱想了。张涛在师娘的帮助下稳定修为的同时，不得不分心来平息心中杂念。可一番努力之下，其达到的成效却是不尽人意。怎么会变成这样？难道这一点小小的变故我都压制不了吗？无法压住体内的血气，让张涛有些怀疑起了自己。要知道，他不管是穿越前还是融合这副身体后得到的记忆，他的2任父母从小对他的教育都是让他做一个正直的人。可当下他却在这个时候却出现了意外，这让他心中羞愧难当。就在他百般尝试却始终无果之际，唉，一阵无奈的叹息声从他身后响起，随后一股清香的微风飘向他的耳边。小徒儿，都怪师娘不好，师娘一人做事一人当。白洁的相助让张涛的内心变得矛盾不已。您不用管我，我过一会儿自然就没事了。后方的白洁并没有因为张涛一句担心的话而就此打住，反而在帮张涛的同时，一张娇美无双的脸蛋
凑到了张涛耳边：“行了，我自有分寸，你现在放轻松，做到心随意动。”说着，他帮张涛驱散起了翻涌的血气。只是张涛的厉害，让他心中产生了不小的震撼。在师娘的帮助下，张涛体内翻涌的血气还不到5分钟就彻底平息了下来。随着张涛美美的深吸一口气，他体内终于平静了下来，回归到了自然状态。帮张涛解决完难题后，他身后的师娘则是有些心神恍惚的长喘了一大口气。呼，真是不容易，终于完成任务了。师娘一个意念之下，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元气波动，瞬间将一切痕迹全都磨灭得干干净净。随后她玉手轻轻一挥，一件崭新的白色道裙瞬间包裹住她的玲珑身姿，脸上再次恢复到了高冷，整个人的气质重新变回到过去生人勿近的姿态。师娘刚做完这些，张涛也已经从稳固境界中回过神来。下一秒，他双手一抬，慢慢做着收工的动作。此时他体内的根基经过师娘的辅助，已经稳如磐石，不会再有任何问题。高兴之余，他急忙起身，一脸关心地问向身后的师娘：“师娘，您的修为？您……”白洁一伸手止住了张涛的关心，一改之前娇羞的女儿神态，语气多少有点冰冷地回道：“这次我帮你，只限于我们2人知道，如果你敢让第3人知晓，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你。”白洁象征性的警告和威胁了张涛一声，毕竟她是张涛的师娘，这种事绝对不能传出去。张涛原本就没有打算将此事和任何人谈起，自然是满口答应下来。放心吧，师娘，您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铭记于心，我绝对不会将今晚的事情泄露出去一个字。得到了张涛的保证，白洁心里算是心安了一些，原本冰冷的脸蛋也稍微缓和了一点。走上前，用一双复杂的眼神望着眼前这个高大帅气的小男人，下意识地帮对方理了理领口。好了，我该走了，九黎古镜之事我会帮你安排。张涛自从父母被陷害入狱后，便从未得到过任何人的关怀，如今师娘对他如此的体贴，让他感动不已，重重的点了点头，急忙上前帮师娘打开房门。师娘慢走，我一定会在九黎古镜中为宗门，为师父，为师娘争光，绝不让你们失望。师娘满意的点了点头，脚下玉足轻轻一点，如仙子般飘出了偏房，离开了偏园。看着师娘远离的背影，又想起师娘刚刚对他的好，张涛到现在还觉得这一切犹如梦境。脑中回味着刚刚的经历，张涛暗暗下定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好好保护师娘。一处清香典雅的闺房之中，一身白裙飘飘，犹如天上仙子的女人正脸蛋微红，胸口剧烈起伏的用背抵着自己的房门。她之前虽然是在完成任务，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让她有些慌乱不已。深吸一口气，白洁下意识想起了张涛的师傅，这让她心中不免有些凄凉。我一个人生活得太久了，她和她的男人一直关系不和，已经分居长达8年之久了，而她如今刚好40，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可她又不能真的做出更过分的事，毕竟她可是对方的师娘。这层关系让她既害怕又有一些别的想法，急忙甩了甩头，将心中的杂念抛出脑外，脚下轻轻一点，一个闪身之下，她盘坐到自己的闺床之上，双手急忙运功，感受着自身的境界。刚一感受，内心便生出狂喜，甚至惊讶之下开始了自言自语：这个系统真是太厉害了，我不久前才因为传度修为，境界被迫降到了元阳中期，可如今不但让我的修为恢复到了元阳后期，竟然还一举突破了困扰我2年多的瓶颈，直接提升到了元阳圆满。另外3天后的双倍修为反馈，如果我能抓住这个机会，说不定我还能再次突破。这要是真的突破，那岂不是能让我成为元孽境的强者？元孽境是元阳境之上的大境界，到了这层境界的修士，不但可以神识外放，寿命也会暴增，并且随着境界越高，寿命将会越长。当然，寿命的延长也将伴随着一个让女人最动心的变化，那就是能减缓她们容貌的老化，让她们能更长时间的保持青春美丽。这对于白洁来说简直是致命的吸引。试问天下所有女人有哪个不爱美的？她白洁也不例外。所以此时此刻，她非常的希望能突破道元孽境。激动之下，她急忙问向系统，她想知道还有没有新的任务可做。系统，上一个任务我已经完成，快给我新的任务。好的，现在为您触发新的任务。对不起，您的距离太远，无法感应到新的任务，请拉近和您主人的距离，再重新尝试触发新的任务。系统的回答让白洁微微一愣，照系统的意思，她今后都必须伴随在张涛左右，才能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这让白洁心中不免多想一二。这个小徒弟是我伴侣的弟子，今晚之事已经做得很出格了，如果走得太近，他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师娘是在有意勾搭他？
白洁和张涛的师傅当初是奉了宗门的命令，为了私下结盟才临时成的婚。他心里对张涛的师傅几乎没有什么爱意，可就算不爱，他也成婚多年，为了自身的面子，他自然不能做出太过分的事情。转头望了望屋外已是黑透的天色，原本想再次去找张涛的冲动也被他随便找了个借口强行压了下来。他今天刚连续突破了3层小境界，需要安静的环境适应一下，而我的境界经过一跌两升也需要稍微稳固一下才行，看来只能等明天白天再去找他了。白洁要想利用3天后反馈的修为一举突破道元孽境，他就必须在这3天内将自身的实力提升到元阳圆满巅峰才行，否则他将浪费这次天大的好机会。所以即使他对今晚之事感到心中很慌，他也不得不为了做任务而厚着脸皮强行接近上去。就在白洁在屋中稳固修为时，张涛在他的屋中正翘着2郎腿躺在一张简陋的木床上，叼着一根稻草，脑中不断回想着师娘为他的付出，心中感动之余，一颗小心肝犹如情窦初开般咚咚直跳。不过他只是想了一会儿，便猛地摇头，将这一切全都抛出脑外。我怎么能对师娘感兴趣了？不行，她是我的师娘，我可以用一生来保护她，但是我绝不能越雷池一步。张涛从小受到的3观教育让他心中坚守正直的理念，一翻身强行不想心中的杂念，蒙着被子呼呼大睡过去。凤尾鸡清晨打鸣的声音将美梦中的张涛吵醒过来，随意梳洗了一番，他今天还有要事去做。他如今境界已经突破到了元师境，也应该学上一些元技了。元技利用自身体内的元气施展出来的一种技能，通常实力达到元师境后才会有足够的元气去学习以及施展元技。当然元技的威力强弱完全取决于元技的品阶，如果修行者有能耐，可以直接选很高等的元技来修炼。只是张涛作为他师父最不在意的弟子之一，在宗门的地位可想而知，他怎么可能直接搞到高等的元技？只能想着先从凡品的元技修炼起，等以后有机会了再搞一套玄品的元技。出门后他直接朝着传功殿去。传功殿是9天宗弟子们学习元技的地方，殿内整齐地排放着上百个书架，每个书架上都有着不同品阶的元技，其中不但有玄品的元技，甚至还有灵品的元技。张涛对此自然是馋到不行，很想学习一本玄品的元技，只可惜每本元技的学习都需要大量门供或者元金来支付。元金这个世界的通用货币，像一本玄品低阶的元技，价格通常在1000元金左右。张涛作为弟子，每个月的俸禄只有20元金，这些元金在宗门发下来时就被他用来购买各种天材地宝，用于自身修炼了。如今3年多下来，他身上存起来的元金只有68个，连购买玄品低阶元技的零头都不够。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只能将目光锁定到了凡品元技上面，认真地挑选了一番。张涛对一套凡品高阶的截拳法很感兴趣。就在他准备用存下来的钱购买这本元技时，一阵耳熟的讥讽声从另一边玄品元技的书架处传了过来。哼，罪人之子，只配学习凡品元技，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家伙。张涛听到这阵讥讽之声，急忙转身望去。当看见出声之人时，他脸上瞬间浮现出了暴怒之色。此时出声讥讽之人长得尖嘴猴腮，八字眉下，一双小眼睛，让人看一眼就觉得甚是不喜。此人张涛自然认识，对方名叫何力，是害他父母入狱之人的一个仆从，只是不知道怎么来了9天宗。何力同样一眼就认出了张涛，他当年帮他主子陷害张涛父母，可是出了一些力，所以当见到张涛时，他忍不住出声讥讽一番。面对何力当众嘲笑，张涛并未反对，对于他来说，仇人见面就是干，费那么多话干嘛？手中拳头猛地紧握，脚下用力一蹬，举起豆大的拳头，直接朝着何力急速轰了过去。何力见张涛主动攻击他，不禁发出一声冷笑：和你父母一样愚蠢的家伙，我可是元师中期的实力，凭你元师初期的实力也敢与我抗衡，真是不知死活。面对张涛用力挥来的一拳，何力嘴上虽然不在意，可他还是聚起全身元气于双臂，准备交叉在一起硬抗张涛这一拳。在何力看来，张涛境界比他低一层，他凭着高一层的雄厚元气，轻轻松松就能接下这一拳。就在他自信满满，觉得防守万无一失时，张涛的拳头已然逼近他的双臂之上。就在这时，何力原本双臂上聚集起来用于抵挡的元气，竟然被一股神秘之气驱散开了。随后咔嚓一声，没了元气抵挡的双臂直接被张涛一拳轰断成了4节。不仅如此，因为拳头的力量过大，剩余的拳劲猛地撞击到何力的身体，啪的几声，何力当场被轰断了几根肋骨，整个人飞出10几米之远，当场昏死过去。张涛摧枯拉朽，
干净利落的一拳灭敌，顿时引得周围围观的弟子们震惊不已。这怎么可能？元师初期的境界竟然一拳就将元师中期的对手轰成了残废！我的天呀，此人竟然跨了一层小境界，只用了一拳就搞定了对手，这是怎么做到的？就在围观的无数弟子，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时，也有一些眼尖之人看出了其中的不同。不对，那个元师初期的小子，他修炼的主功法好像是天下第一功法元法。什么？元法？对，真的是元法。可他看起来不过20岁左右，他怎么可能用元法将境界修炼到元师初期了？如果说张涛以元师初期越了一层小境界，轻松击败元师中期，就足够让在场所有弟子震惊了。那张涛以20岁左右的年纪，靠着修炼元法突破到元师初期，便足以让在场所有弟子有些怀疑起了人生。要知道，元法是所有修士公认的天下最难修炼的主功法，能在30岁左右靠着元法突破到元师，那就已经算是稀有人才了。可眼前这个小子竟然20岁左右就已经突破到了元师境，这如何能不让他们震惊？弟子们不可置信的同时，张涛也是被刚刚的战绩惊讶到了。他知道元法很强，可到底有多强，他心底也没数。所以这一次的交锋，他除了想痛揍仇敌外，他还想试试元法到底有多厉害。可没想到的是，他只用了一拳就将高他一层小境界的仇敌当场干残废了，这倒是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就在他对元法的强大十分满意且有些沾沾自喜时，一个愤怒的声音从人群后方响起：无耻小徒，竟敢当众行凶，重伤我师弟，看来得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没有教养的家伙。此时出生之人长得一张国字脸，浓眉鹰眼的，很有些气势，而他的实力更是让周围所有人为之一惊。不少弟子第一时间认出了此人，这不是秦树吗？他竟然又突破境界，实力达到了元灵圆满了。这秦树和何力是同一师门，看来此人是要为何力强出头了。秦树的现身让张涛心中暗叫不好，他和对方的实力相差太大了，就算元法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跨7层小境界战斗。所以他脑中飞速运转，想着怎么摆脱掉当下的麻烦。可惜秦树不会给张涛思考对策的时间，他手中换出一根黑色棒子，双手高高举起，朝着张涛飞速攻去，想将张涛一棒子打成残废。面对秦树下死手的攻击，张涛想现在逃走是不可能了，他只得拼死一战。只见他再次紧握着拳头，做好了以卵击石的最坏打算。就在秦树握着棒子逼近张涛，准备给予张涛致命一击时，张涛的身前突然一个恍惚，出现了一个背影。那背影美妙绝伦，婀娜多姿，光是看上一眼就足以让任何男人为之疯狂。背影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啪的一个耳光声，原本气势汹汹的秦树竟然被一巴掌破掉了攻势，甚至被打得满口是血。以大欺小，你又是个什么东西？出手之人发出一阵天籁般好听的怒斥声，而这个婀娜的背影以及美妙的声音，张涛再熟悉不过了，正是他的师娘白洁。张涛没想到在这个危机时刻，师娘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还帮他强出头了一次。其实白洁一早起床便精心梳洗了一番，想来找张涛继续做任务。可来到张涛屋中，却发现张涛已经出门了。跟弟子打听了一下，得知张涛来了传宫殿，这才马不停蹄地来了这里。刚到这里，就见到张涛一拳打残了何力。原本他想等周围弟子散去后再上前接近张涛，可秦树的出现让他不得不现身。毕竟张涛对他来说已经不单单是一名小徒弟那么简单了。不管是在系统中他能通过张涛来做任务快速提升修为，还是昨晚发生的一些羞的事，都无形中加重了张涛在他心中的地位。所以他见秦树起了杀心，自然要出来护短，一巴掌将秦树打得口吐鲜血。白洁的现身让周围弟子们瞬间炸开了锅，这不是白长老吗？这也长得太漂亮了吧，完全不像一个40岁左右的修炼者。可不是吗？那白嫩光滑的肌肤看起来就像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怪不得她的女儿能成为我们9天宗年轻一辈的第一美人。和展现出来的实力相比，众弟子关注的焦点更多的是白洁那倾国倾城的容貌。毕竟高手常有，可绝世美女却不常有。另一边的秦树被白洁一巴掌干得有些蒙圈了，吐出一大口鲜血，微微定了定神。当发现打伤他的是白洁时，身上的力气瞬间没了，一副乖乖模样的赶紧朝着白洁行了一个大礼。白长老，您怎么来了？刚刚弟子一时冲动，并不是真心想以大欺小，还请您见谅。秦树的实力已经不低了，元灵圆满的修为就差一小步便能踏入元清境了。可就算这样，在元阳圆满实力的白洁面前却什么都不是。哼，你也知道你以大欺小了。
你30多岁的年纪欺负一个20来岁的弟子，觉得很有本事，是吗？如果你真有本事，就在半个月后的宗门大比中拿一个好名次出来，否则在这以大欺小，只能显出你内心的懦弱。面对白洁的护短，秦树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只得唯唯诺诺的点头认错。这件事是弟子的错，我不该以大欺小。这位师弟，之前是我错了，还请你不要介意。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活在这个世界的修炼者，如果做不到能屈能伸，几乎走不了多远，就会面临半路夭折。秦树为何力强行出头，并非是因为两人同门的关系，而是何力平时给了他不少孝敬，所以也算是他的一个小弟。见小弟被当众重伤，他自然要为小弟出头了。只是没想到这次踢到了硬茬，教训不成，反被当众呼了一个大耳光，打得满口鲜血。而更重要的是，他一个园龄圆满的修为，却要给一个区区元师初期的弟子当众认错。他这次真是丢人丢到家了。面对秦树的认错，张涛也不想将此事扩大，只得给秦树一个台阶。秦师兄严重了，我和那何力有着一些世仇在里面，你不知道，所以才会有所误会。原来是这样，此人以后的事我绝不会再插手，我这就先告辞了。秦树得了台阶，急忙拱手转头离去。不过他刚走不远，心中便恶狠狠地咬着牙，羞愤到了极点。这个该死的小子让我当众出糗，很好，等以后有机会了，我一定要废了你。现在张涛有白洁护短，他自然不敢有所作为。不过这个面子他早晚要找回来。随着秦树离去，白洁叫来2名弟子，让其将何力扶回去疗伤。而周围围观的弟子见没有热闹可看，也相继散去。白洁这一次的英雄救美，让他在张涛的心中变得更加重要了。上前一步，张涛满脸感激地朝着白洁抱拳致谢道：“多谢师娘出手相救，您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白洁此次前来，本就是为了来找张涛，之前出手也不过是顺手而已。只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一次出手相救，在张涛心中却异常的温暖。要知道，张涛自从父母被陷害入狱，又被赶出家族后，就饱受各种冷嘲热讽。可师娘对他如此的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辈子必须要保护好师娘的信念。白洁对此其实并没有多想，他现在只想靠着张涛来做任务，提升实力。听到张涛感激的话，他也只是微微一笑，便不再放在心上，反而是用张涛才能听到的声音回道：“你等会儿偷偷到我房间来，我有事和你说。”师娘这话刚说完，就觉得有些不妥。偷偷到他房间，这怎么听都像是偷情时才会如此说，这让他原本国色天香的白净脸蛋顿时红了一大片。也不管一旁被这美景看呆了的张涛，顿时有些羞涩的急忙转身离去了。而随着师娘远去，张涛这才慢慢恍惚过来，意味深长的点了点头：“放心吧，师娘，我一定会悄悄的。”张涛原本是想来传功殿找一本元技来修炼，结果元技没买到，还打了一架。虽然一拳将仇敌打成了残废，可最后如果不是师娘出来护短，他这次恐怕要吃大苦头了。回想起刚刚惊心动魄的一幕，张涛紧紧地握着拳头，看来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别说解救父母了，就是宗内一名资深的弟子都能对我造成极强的威胁。张涛这几年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将监牢中的父母解救出来，可他要想实现这个愿望，将面临极其恐怖的势力，以及足以压的让人喘不过气的超级强者。他现在元师初期的实力虽然在同龄中已经很出色了，可在仇敌那里连动别人一个小指头的能力都远远不够。所以这一战他再次明白了，他的解救父母之路还任重道远。收回心思，他想着师娘走时让他悄悄去他房间，莫非师娘又要传功给他？想着昨晚师娘传功让他实力突飞猛进，他内心说不出的激动，而且昨晚师娘还帮了他，那种感觉他到现在都还意犹未尽。想着想着，张涛的思绪越想越歪了，最后他急忙猛甩脑袋，有些自责的怒斥自己：“马德，你一天到晚脑子都在想啥了？她可是我的师娘，昨晚之事只是个意外，意外懂吗？”张涛正直的内心让他不得不强行说服自己，虽然师父从不在意他，但毕竟是他师父，而师娘始终是师父的伴侣。摆脱掉内心涩涩的想法，他左顾右看，悄悄地离开了传功殿。一处清雅别致的正院之内，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头从一根半人粗的石柱旁伸了出来。当发现周围没人时，他急忙飞速朝着一道大门冲去。嘎吱，张涛急忙打开那道大门，然后迅速反手关上，心跳略微有些加速地打量了一眼屋内摆设。这间屋子以纯白色为主调，不管是座椅板凳还是各种窗帘用具，几乎都是纯白色的。
屋子的正中央，一张纯白色的木桌旁，师娘正静静地坐等着。见张涛进来后，随手一招，示意张涛过去。没人发现你来吧？没有。张涛一脸肯定地回道，这让白洁稍微松了口气，随后又尴尬地强行解释了一番。我和你师父分居了8年，他虽住在隔壁，可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和男弟子走得太近，以免产生误会。我的意思，你明白吗？明白，我不会让师娘的名誉受损的。你明白就好，以后来我这还是悄悄的来最好。行，没问题。两人的对话就像是要准备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生怕有人知道。其实白洁这么做主要是她过去身为五行书院的圣女，自身极其注重声誉。张涛的偏园到处住满了弟子，人多嘴杂的，极不适合长期进出做任务，所以他才决定让张涛偷偷来他房间，这样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见张涛诚恳地答应下来，白洁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花心思，而是急忙将话题转到了重点上。我让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些关于你主修功法的事情。师娘说的是元法。张涛一直对元法就很是好奇，心中有着各种疑问，可惜他一个落魄之人哪有资源去了解这些。如今师娘要给他讲解关于元法的事情，他自然是求之不得。是的，就是关于元法的事情。白洁愿意和张涛说这些，并不是他闲着没事干，而是在传功殿帮张涛解决问题后，系统突然发布了一个地品任务，就是让他将元法的心秘和张涛详细的讲述一遍。所以他这才让张涛到他闺房和对方好好说道。你知道元法为什么会成为天下第一功法吗？白洁的问题让张涛尴尬地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元法之所以被天下公认为第一，是因为这部功法极其的特殊。极其的特殊？这怎么讲？张涛瞬间被白洁一句话调动起了最大的兴趣。修炼元法的修士战斗力之强无与伦比，别说跨小境界战斗了，后期就是跨大境界战斗都是轻而易举之事。白洁说的这点，张涛极为认可的点了点头。他之前就是轻松的击败了比他高一层小境界的合力。白洁见张涛点头认同，并未就此停下解释，而是继续说道，元法之所以会如此强大，是因为元法这部主修功法修炼的是天地元气中的精华，别的功法修炼出的元气，在遇到元法修炼出的元气时，会被莫名的驱散开，就像是臣子遇到君王一般，会退避三舍。当然，如果双方实力相差太大的话，这等驱散也就不那么明显了。不过，在境界相差不大的对战中，元法绝对是碾压天下所有的功法，所以元法才会被所有的修士公认为天下第一功法。听到白洁解释完元法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张涛突然恍然大悟，怪不得我说我怎么如此轻松破掉张力的防御，原来元法的元气能驱散开别的功法修炼的元气，这样就等于无视防御攻击了。操，这也太他妈牛逼了！张涛激动之下声音大了好几倍。嗨嗨，不准爆粗口。是，我刚失礼了。白洁见张涛有些激动，无语的摇了摇头，话题一转，继续聊起关于元法的心秘。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元法能成为天下第一功法，自然也不是那么容易修炼的。你知道为什么元法会被所有修士公认为最难修炼的功法吗？白洁再次问下，让原本激动的张涛稍微冷静了一些，有些疑惑地皱着眉头，好奇地问向白洁，难道不是因为他修炼起来需要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资源吗？听到张涛这么一反问，白洁淡淡一笑，微微摇了摇头，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原因。修士有记载的历史就有几百万年，那些远古的家族宗门会缺这点资源吗？张涛想了想，也跟着摇了摇头，更加好奇地望向白洁。白洁见张涛很想知道最深层的原因，也没有藏着掖着，继续解释起来。那些远古家族宗门如果想集中资源培养一名主修元法的弟子，那简直不要太轻松。可为何高境界的修士几乎没有主修元法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修炼元法到了后期几乎十死无生。十死无生？师娘，您此话什么意思？白洁的一句话将张涛吓了一大跳。从白洁的话中，张涛可以听出修炼元法有着莫大的风险，这让他急于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白洁望了一眼张涛，微微叹了一口气，这事就说来话长了。你知道镜像吗？白洁没有急于解释，而是先问了张涛一个问题。这个有一点点了解，听说是修士突破元清境的大境界时会首次出现，之后的每次大境界突破都会再次出现，而且一次强过一次，是修士突破大境界最大的障碍。白洁见张涛知道的并不多，也不再多问，而是继续解释起来。是的，镜像又称镜中影像，它能反射出每个修士心底深处最见不得人的欲望。在突破大境界时，镜像会通过特殊渠道降临到修士体内，
然后他们会无限放大修士心中的欲望，让其沉沦，最后趁机占据身体的主动权。一旦占据了身体，他们便会吞噬掉体内的魂魄，以达到增强他们自身的目的。听到白洁解释到这，张涛心中的震撼可想而知。他没想到这个镜像会如此的恐怖。那有什么办法能对付他们吗？张涛急于想知道解决之法。当然有，而且有很多办法可以应对，其中元法就是镜像最大的克星。什么？元法是镜像的克星？是的，元法是所有未修炼元法的修士所产生镜像的克星，只是修炼元法产生的镜像无法被克制。什么意思啊？您是想说元法可以克别人的镜像，可是修炼元法产生的镜像无法被克制？张涛有些听迷糊了，可又好像听懂了一些。你说的很对，元法可以克制别人的镜像，只是修炼元法产生的镜像无法被克制。不仅如此，修炼元法产生的镜像比普通修炼者产生的镜像要强上好几倍，甚至10几倍。张涛听到这，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笼罩他的全身，这让他有种背心发凉的恐惧感。等等，您是说，如果我靠元法来突破大境界，我面临的镜像会比普通修炼者产生的镜像强上几倍，甚至10几倍，而且还不受元法克制？是的，你这么理解没错。那还修炼个啥？这不明摆着修炼元法，死路一条吗？对，就是死路一条。这也是为什么元法会被所有修士公认为天下最难修炼的功法。那我得赶紧换一套主修功法，重新修炼才行。张涛经过白洁的一顿解释，终于对元法有了一定的深层了解。惊慌之下，他现在只想赶紧放弃元法这个主修功法，改修别的。可白洁的下一句话却让张涛的内心直接跌入了深渊。晚了，只要修炼过元法的修士，哪怕只突破一层小境界，也将沾上元法的气息，不管改修什么主功法，降临的镜像也和元法的镜像一般无二。什么？这下完了，彻底完了！我还要解救我的父母，我不能被镜像夺去身体，怎么办？这该怎么办？张涛下意识地站起身来，在屋中来回走动，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额头上飞流直下，可见他心中已经彻底慌了。不过当他看到师娘时，顿时又想到了什么。师娘耐着心思和他说这些，肯定不是为了打击他修炼之心的，对方肯定有什么解决之法才对。师娘，您和我说这些，一定知道解决办法吧？能不能告诉徒儿？徒儿此生不能止步于元灵境。张涛一双深邃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师娘，想从对方口中得知解决办法。白洁见张涛急迫的样子，也是无奈地叹息一声，微微摇了摇头。几百万年下来，解决元法镜像最靠谱的办法只有一个，不过这个办法同样是百死一生，难如登天。什么办法？张涛听到白洁说办法只有一个，而且百死一生，难如登天，瞬间脸色变得比死了还难看。可有办法总比没有办法强，他现在只想知道师娘口中的办法到底是什么。这个说来同样话长了。我们修炼的元气是修士们对其的总称，而元气的构成是由7元组合的，分别为阳元、阴元、金元、木元、水元、火元、土元7种先天元气。每一种先天元气如果单独凝聚过盛，就会产生一种恐怖至极之物，统称纯元。而纯元又分为纯阳、纯阴、纯金、纯木、纯水、纯火、纯土7大类。张涛听到白洁解释到这，不得不出声打断一二。您说的这些和解决的办法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你要想消灭自身突破大境界时产生的镜像，最靠谱的办法就是炼化纯元，为己所用。哦，原来是这样，那纯元好炼化吗？张涛算是听明白了白洁的意思，他现在只想知道这所谓的纯元炼化的难易程度。寻常修士遇到纯元，100米内必死无疑，就算准备充分接近了纯元，那炼化起来也是百死一生啊！这准备充分之下也是百死一生，那和必死无疑又有多大区别？张涛听完白洁的这个解释，无力地瘫坐在木凳之上，7魂瞬间被吓走了，6魂还是有区别的，百死一生总比10死无生多了一生的希望。白洁这句话让张涛稍微看到了一丁点希望，脑中飞速运转，急忙再次问向白洁：那这么年下来，有修士成功炼化过纯元吗？有的，几百万年下来，有记载炼化过纯元的修士就不下100人啊！几百万年下来，才只有区100来人曾炼化过纯元，这个成功几率着实让张涛再次大吃一惊。他原本想着，人类有记载的几百万年下来，没有个几百万人炼化过纯元，也应该有几十万人吧。结果只有区100来人，这哪是百死一生，要说是一死一生也绝不为过。白洁见张涛再次心如死灰，只得最大程度的开导一二。
其实你也不用那么灰心，在1万年前就有一位前辈靠着修炼元法突破到了元孽境，统治了周边数国，长达3000年之久。什么？这是真的吗？真有人靠修炼元法突破到了元孽境？他是谁？他是不是炼化了纯元？张涛似乎再次看到了一点希望，急忙问下。那个人名叫九黎孽君，这个名字你或许没有听说过，可他的府邸你肯定听说过。他的府邸就是后天即将开启的一处秘境九黎古境。师娘今天让他震惊的事情够多了，可九黎古境是九黎孽君府邸的秘密，还是让张涛大吃一惊。师娘，您是说九黎孽君曾经炼化成功过纯元？是的，他炼化的是纯阳下的一个分支，叫黎阳，这也是他称号的来源。黎阳分支，这又是何解？张涛没想到纯元中的纯阳还有分支，这让他有些好奇不已。纯元虽然分为7大类，可每一种纯元都是天下独一无二的，这让很多先天元气过剩之处无法再形成纯元，故而形成了伪纯元。当然，伪纯元并非是虚假，只是没有真正的纯元那么纯粹罢了，但同样是镜像的最强克星之一。如果你能炼化一种伪纯元，那你突破大境界时便多了一个对付镜像的超级手段。同样，在平时对敌时，拥有伪纯元的你也绝对会如虎添翼，实力暴涨好几倍。听到师娘这么一番解释，张涛突然觉得他的未来又多了一些希望。那九黎古境中有伪纯元的存在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九黎古境已经开启了100多年，前前后后进去的修士多达60多批，可并未见谁发现过伪纯元的存在。不过你进入后可以好好找找，尤其是众人争夺的目标黎阳果。我个人觉得此果和伪纯元中的黎阳有着某种关联，至于是什么关联我就不清楚了。白洁已经将他知道的以及心里猜测的通通告诉了张涛。至于张涛最后能不能在九黎古境中找到伪纯元的存在，那就看天命了。张涛将白洁所说的一切全都牢牢记在了心里。这次九黎古境开启对他来说绝对是一次死里求生的机会。如果他能就此炼化一种伪纯元，那他今后突破大境界便安全了很多。一旁的白洁见张涛跃跃欲试的向往，眼中突然想到了什么，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颗金色的丹药递给了张涛。这颗丹药名叫少阴金骨丹，是一颗天品低阶丹药，丹中含有极强的阴气，如果你真的遇到黎阳，服下它对你能起到一层保护作用。张涛听到白洁说他手中的丹药品阶达到天品低阶，震惊之下急忙摆手拒绝。不可，这颗丹药太贵重了，就是把我卖1万回都不值这一颗丹药，师娘还是收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吧。张涛并非不想要，而是这颗少阴金骨丹达到了天品低阶，一颗天品低阶的丹药每一颗都价值上千万，而且有价无货，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他怎么可能随便就收取这么贵重的宝物？白洁见张涛不敢收，一伸玉手将少阴金骨丹强行塞到了张涛手中。拿着吧，对于我来说就是100颗少阴金骨丹，也没有你的命重要。白洁刚说完就觉得此话有些不妥，好像怎么听都像是一句情话一般，这让他精美的脸颊顿时红了一大片，连眼神都变得娇羞了不少。张涛自然被这一幕看得感动不已，他没想到他在师娘的心中如此的重要，用力握着手中的少阴金骨丹，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心中将师娘的位置放得更深了，轻轻将少阴金骨丹小心翼翼地放进他的储物袋中，一脸真诚地望着眼前的师娘，由心而发地许下一道誓言。师娘，只要有徒儿在的一天，我就是拼了性命不要，也要守护好你。呸，不要总是什么死不死的，师娘不准你死，你要是死了我该怎么办？白洁其实本意是张涛如果死了，那他今后就做不了系统任务了，也就没了快速提升实力的渠道了。可系统规定他不能将这个秘密告诉张涛，所以一句藏头藏尾的话听起来是那么的情味十足。张涛听到师娘这么一说，顿时猛吞口水，连呼吸都有点急促了。虽然他内心不想越雷池一步，可哪个正常的男人能经得住这样的诱惑？我不死，为了师娘，我一定好好活着。白洁见张涛眼中有着异光，知道他刚刚说的话被张涛误解了，可他一时又不好解释。看着眼前这个英俊帅气的徒儿，他经过这2天的相处，对这个徒儿已经是越看越顺眼了。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知道2人再这么相处下去，恐怕早晚要犯错，所以他急忙站起身，一挥手，房门嘎吱一声，瞬间被他打开。行了，回去好好准备一下，等待后天进入九黎古境。好，徒儿告辞了。张涛见师娘逐客了，也没有强行留下来，而是同样站起身，准备就此离去。就在这时，白洁脑中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恭喜您，您幸运地触发了地级任务，将您曾经获得的神秘古卷
赠送给您的主人可获得大量修为以及80女仆婢。得到新任务的白洁急忙出声叫住即将离开的张涛：“稍等，我还有东西给你。”张涛一脸疑惑地转过身，好奇地望着白洁，不知对方还要给他什么。只见白洁走上前，将一卷透着远古气息的黑色卷轴递给了张涛。这是我之前冒险时在一处上古秘境中得到的一份残卷，这里面记载着一套元技，我修炼不了，不过你正好可以修炼，现在送你了。我可以修炼？这是什么元技？张涛接过卷轴后，好奇地想打开瞧瞧，却被白洁当场制止了。你还是回去再打开吧，这2天你哪里都不要去了，就好好研究一下这套元技，如果学会了，对你绝对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真的吗？那多谢师娘了。张涛将卷轴轻轻收进储物袋中，望着眼前一再对他好的师娘，张涛眼中无意识地多出了一缕情愫，而这一缕情愫却让师娘看得心中蹦蹦直跳。可还不等他有所回应，张涛便朝着他再次抱拳告辞一声，悄悄地离开了他的住所。待张涛远去后，白洁望着张涛消失的背影，一股从未有过的少女怀春之心竟然从心中缓缓升起。不过这股少女之心刚刚出现，下一秒她便满脸通红的急忙将其甩出了体外。我这是怎么了？女儿都成年了，我竟然还胡思乱想，看来我的道心还是太浅了。收回心思，白洁将任务一交，她的修为经过连续2次任务已经达到了元阳圆满巅峰，如此2天后的双倍修为反馈，她便可以尝试突破大境界了。不过在突破之前，她还要做很多准备，尤其对抗镜像的准备。要知道，大境界突破最大的难关就是对抗自身的镜像，所以她绝对马虎不得。脚下轻轻一点，她也消失在了闺房之中。张涛简陋的房中，此时的他正好奇地从储物袋中拿出师娘给他的卷轴。这到底是招什么元技？师娘都修行不了，我反而能修行。打开卷轴，张涛只是随意一看，便瞬间愣在了原地，好一会儿才慢慢回过神来。只见他脸上顿时布满了无数的不可思议，甚至被卷中的内容震撼得不断摇头。这居然是元法的配套元技，必须是修炼元法的修士才能进行修炼。张涛没想到这套元技的特殊之处是这么回事，怪不得师娘会说他修炼不了。张涛看了看元技的品阶，这套元技居然没有品阶，这倒是有些出乎了他的意料。如此的话，他学会后能增强多少实力，倒成了一个未知之数。不过看师娘之前介绍时的样子，似乎这套元技很是厉害，这倒是让林涛有些期待不已。认真地阅读着卷中的每一个字，张涛从中得到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让张涛瞬间震惊在了原地。这套元技名叫真元4变，一共分为4层。他手中这张残卷正好记录着第1层的修炼之法，上面写着第1层修炼成功后，施展该元技可以让施展出来的攻击翻倍，这种翻倍只能用于元法施展出来的攻击，包括由元法施展出来的元技。当然施展的条件也是很苛刻的，每次施展第1层的真元4变都需要消耗原本4倍的元气。看来这应该算是一个爆发型的辅助类元技。有了这招元技，等于变相增强了我的所有元技，这简直变态到了极点。张涛对这套真元4变的元技十分的满意，爱不释手的摸了摸，急忙平心静气，开始照着卷轴上记载的修炼之法练习了起来。不过修炼几遍之后，他脸色逐渐黑了下来。这套元技的修炼难度比他想象中要难得多，他修炼了好几遍，竟然连门槛都进不去。果然牛逼的东西都不是那么好修炼的，就像我主修的元法一样。这招元技难练的程度并未阻止张涛的脚步，反而让他更加充满了动力。他要在九离古境开启前将这招元技学会，这样他才有实力在九离古境中寻找黎阳的踪迹。就这样，为了能增加他在九离古境中的实力，他这2天准备什么都不干，只专心修炼师娘给他的元技。很快2天时间一晃而过，今天是九离古境即将开启的日子。每次九离古境开启前，4大宗门、皇室以及一些大宗门、大帮会都会得到数量不等的名额。他们九天宗作为天都国4大宗门之一，自然得到的名额不会少，而得到的名额在宗门内部又会分发到各长老手中，让各长老来安排合适的门下弟子进入。张涛一大早就来到一处正园内，因为他的师傅会在这里宣布这次的九离古境由门下哪些弟子参加。刚来到正园，映入眼帘的便是几百名同门师兄弟。他们来这里绝大多数都不是来看自己有没有被选中，而是来看看这次的九离古境到底是哪几名幸运的师兄弟会被选中。不过他们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师傅会最终选谁，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大概的人选。在等待的同时，大家也就最终的人选互相之间闲聊起来。
这次的九黎古境之行，我看王玉师弟肯定能拿下一个名额，毕竟他只有21岁，却已经拥了元师圆满的境界。不一定，22岁以下拥有元师圆满修为的，又不是只有王师弟一人，林师弟不也在前段时间突破了吗？我倒是觉得何师兄或者柳师兄他们的机会大一些，毕竟他们都是师父眼中最得意的弟子。要想进入九黎古境，是有一个硬性条件的，那就是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一旦超过这个年纪，便没了进入九黎古境的机会。而这个条件是天都国所有宗门、家族，包括皇室在内，共同协商定下的。其原因是想培养各自势力中最有潜力的弟子。而所有进入九黎古境的修士，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能在九黎古境中有机会炼化一颗离阳果。张涛在这些人身后听着他们心中的人选，有说这个的，有说那个的，唯独没人提起他。不过想来也是，他几天前修为只有元者中期，在同门中名不见经传，根本没人注意到他。如今就算实力突飞猛进到了元师初期，也很难入得了这些师兄们的法眼。对此他倒是没什么，毕竟有师娘帮忙，他相信他一定能拿到一个名额。或许是觉得内定了，张涛反而有些轻松，只等师傅前来宣布结果。随着同门师兄弟聚集的差不多了，一名身穿青色道衣、气质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姗姗来迟。此人名叫楚深，正是这几百名弟子的师傅，同时也是张涛的师傅。在楚深的身后还跟着一名高挑可爱的女子。这名女子刚现身，所有男弟子都发出了一阵阵兴奋的惊艳之声，这也瞬间吸引到了张涛的注意。当他看到那名年轻女子时，眼中也是充满了惊艳之色。这年轻女子一身黄裙裹身，长得柳眉凤眼，肤白如玉，一张精致的脸蛋以及2条马尾辫，诠释了什么叫集可爱与美丽于一体。尤其是那身材极限的凹凸有致，该大的地方大得惊人，该细的地方盈盈一握。这样的女人用完美2字来形容也绝不为过。而这个让众弟子惊艳的可爱女人，张涛自然认识，她便是楚深和白洁的女儿楚清怡，同时也是九天宗年轻一辈中的第一美人。面对所有人的惊艳甚至是贪婪的目光，楚清怡有些得意地轻轻昂着头，可见她十分享受这种被人惊慕的感觉。而随着他们2人的到来，众弟子知道接下来就是宣布九黎古境最终名额人选的时刻了。只要能被选上，未来便有了一飞冲天的机会。所以有机会的弟子心中全都期待不已，而过了年纪的弟子也是想看看这一次到底哪些弟子被选上，之后也好结交1、2，早日打下良好的关系。楚深到来后，往正园最上方一站，伸手示意众弟子安静。行了，大家先静一静，这一次的九黎古境宗门的名额有限，分到我手中的名额一共只有2个。楚深此话一出，原本静下来的弟子再次沸腾起来。什么？这一次师父可分配的名额怎么只有2个？要是这样的话，除了楚师妹外，另外一个名额也不知道是哪个幸运儿能最终得到。众弟子之间再次议论纷纷起来，彼此之间的好奇心再次拉满。而拥有机会的10几名弟子，每个人都傲立而战，等待师父宣布他们任意一人获得名额的时刻。就在众人全都翘首以盼之际，楚深也不再墨迹，深吸一口气，当众宣布2个名额的最终人选。第一个名额由我女儿楚清怡获得，她目前只有20岁，实力更是远超同龄之人，已经达到元灵初期的境界，我想众弟子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吧。楚清怡获得第1个名额早就在众弟子的意料之中，所以大家都非常认可的点了点头。宣布完第1个名额后，楚深稍微顿了顿，接着宣布第2个名额。至于第2人，是我和你们师娘共同商定的，此人就是正园的所有人，包括楚清怡在内，全都好奇地望着楚深，他们都想知道第2个名额到底花落谁家。可当楚深真的宣布时，所有人全都听傻眼了，顿时场面鸦雀无声。第2个名额由张涛获得。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弟子全都一脸莫名的回头望向一名高大帅气的男子，而此人正是张涛。张涛听到第2个名额果然是他，心中并未有多少惊讶。在众弟子不可思议的目光中，他快步走了上去。刚来到楚深和楚清怡身边，原本静悄悄的郑源瞬间炸开了锅。我靠，有没有搞错？这么宝贵的名额竟然给了一名元师初期的弟子，不公平，这简直太不公平了。就是凭什么要将这个资格给一个只有区元师初期实力的弟子？我等不服。一时间所有弟子全都嚷嚷着心中不服，毕竟能进入九黎古境对未来的成就可是有着不小的帮助，所以每个年轻的弟子都希望能进入其中。如今实力强大的年轻弟子不但没有得到这个资格，反而将机会给了一名实力只有元师初期的弟子。不管是谁听了都大感此次决定不公平。其中年轻一辈
最有机会获得名额的10几人更是直接站了出来。师傅，我们一向敬重您，可您这次为什么要把名额给一个只有元师初期实力的弟子？莫非我等的天赋都入不了您老的法眼吗？就是师傅，我等的实力虽然比不上楚师妹，可好歹也是元师圆满的修为，我们都没有资格进入。这个叫什么张涛的师弟，凭什么有资格进入？面对所有人的质疑和不爽，楚深也甚是无奈。他原本的打算是想将这次机会给另外一名元师圆满境界的弟子，可白洁昨晚找到他，非要让他将最后一个名额给予张涛，他一开始是不情愿的，奈何白洁先他一步突破到了元阳圆满的境界，低了一层小境界的他，在话语权上自然就弱了几分。加上他和白洁的夫妻关系本就名存实亡，所以为了维持双方明面上的夫妻关系，保住九天宗和五行书院的婚姻联盟，他这才不得已做出了让步。只是没想到刚一宣布，众弟子们便炸开了锅。无奈的摇了摇头，他也有些不满的回道：这个名额是你们师娘钦定的，我也无能为力，如果你们有任何异议，可以去找你们师娘询问。楚深一股脑将此事的责任全都推给了白洁，毕竟是白洁强行要将名额给张涛，他可不想为此事坏了当师傅的名声。众人听到是师娘钦定的，原本不少叫嚣之人瞬间停了下来，甚至互相之间小声议论起来。这个张涛莫非和五行书院有什么关系？我看很有可能，不然为何师娘会钦定他？就在不少弟子猜测之际，原本一直站在楚深身后的楚清怡竟然站了出来，一阵甜美可爱的声音从他嘴里发出：我相信这位张涛师弟的实力，我觉得他有资格得到第2个名额。此话一出，众弟子之间再次热闹了起来。不是吧，连楚师妹都站出来帮这个小子说话，莫非此人真的大有来头？我看不一定，说不定楚师妹放弃了王野师弟，和此人暗结良缘，这才由师娘出面强行帮自家未来女婿。人多嘴杂，当一件事不知前因后果时，就会出现各种谣言。楚清怡莫名的站出来帮张涛说话，引得众弟子之间生出了各种猜疑，而这些猜疑落到其中一名五官端正的年轻男子耳中，顿时让他暴跳如雷。只见他直接冲了出来，拔出一柄银色宝剑，怒火冲天的直指张涛：臭小子，我王玉向你发起挑战，如果你失败了，你必须交出九黎古境的名额，并且不得再和楚师妹有任何来往。王玉站出来当面向张涛发起挑战，让绝大多数弟子脸上浮现出了一股玩味般的神情。那楚师妹虽然已经定亲，但王玉痴迷楚师妹多年，人尽皆知，有他出面，这下有好戏看了。嘿嘿，我也想看看这个张涛有何德何能，竟然凭着元师初期的实力就占据一个名额。如果他只是绣花枕头，那王师弟收拾他一顿，他也是活该。就在众人等着看张涛如何回复时，楚清怡却再一次站了出来：不行，我反对这次挑战，你和张涛的境界相差太大，这完全就是一场碾压之战，根本没有可比性。更何况这次的决定是由我母亲钦定的，你要是有本事就向我母亲挑战，在这挑战比你境界第3层的师弟算什么本事？楚清怡再一次帮张涛说话，让王玉更加相信之前周围弟子们的猜测，他痴恋的女人放弃了他的竞争对手王野，转而被这个臭小子挖了墙角，否则为何楚清怡会连续为这个小子说话？想到这，王玉越想越气，手中银色宝剑更是向张涛逼近了几步。臭小子，你难道是个躲在女人背后的软蛋吗？是个男人就接受我的挑战。王玉想怒击张涛接受他的挑战，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的当众教训这个抢他女人的臭小子。楚深身后的楚清怡一眼就看出了王玉的算计，想再次站出来替张涛拒绝。可这个时候，让他以及所有弟子都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张涛竟然上前一步，点头答应了王玉的挑战。好，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没有资格，那我就只能证明一下自己。你的挑战我接了。张涛答应了王玉的挑战，让所有弟子包括楚深在内全都震惊不已，而大家的反应却是褒贬不一，有夸张涛有血性的，也有讥讽张涛不知死活的，更有甚者觉得这两人是不是在唱双簧，而一再帮张涛说话的楚清怡则是嘟着嘴不爽地甩了一下他那洁白如玉的手臂。这个张涛真是个大笨蛋，这种挑战必输无疑，他怎么可能战胜比他高3层小境界的王玉？看来我的任务怕是完不成了。就在所有人都不看好张涛，觉得张涛必败无疑之际，张涛已经站了出来和王玉剑拔弩张了。王玉其实也没想到张涛会真的答应，毕竟对方可是比他低了3层小境界，这等实力的巨大差距，他只需随随便便就能轻松碾压对方。所以当听到张涛答应他的挑战时，他心中大骂对方是个傻逼，这么容易就被他激将了。不过既然对方已经被他怒击，
那他自然是要好好教训这个臭小子，让对方退出和楚师妹的来往。或许是觉得胜券在握，王玉得意地挥了几下手中宝剑，冲着张涛故作大方地说道：“此战是由我发起，就由张师弟先出招吧。”张涛见对方如此轻视他，他心中也是冷冷一笑：“好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了字刚说出，张涛便握紧右拳，朝着王玉一拳挥了过去。只是拳头之上原本淡淡的一层元气，突然之间猛增了1倍。王玉第一时间发现了张涛拳头上的异样，他看得出张涛这招看似只是一拳头，可暗地里肯定动用了元技，只是这个元技看起来朴实无华，就像没有动用一样。眼见张涛拳头即将临近，王玉不屑地冷笑一声。他可是比张涛高了3层小境界，不管对方用了什么元技，都弥补不了两者之间巨大的境界差距，所以挡下这一招对于他来说简直不要太轻松。只见他以剑身当盾，往里注入大量的元气，准备以此轻松挡下张涛的拳头。随着王玉做好一切防御，张涛的拳头也离剑身近在咫尺了。就在王玉觉得挡下这一拳轻轻松松时，突然原本剑身上注入的大量元气竟然发出了无声的颤抖，就像是臣子遇到君王一般，不自主地向四周散去。而王玉的宝剑原本品质就一般，只有选品中阶，没了元气的加持和保护，在张涛全力一拳之下，只见哐当一声，王玉的银色宝剑瞬间被张涛轰成了2段。不仅如此，宝剑的阻挡只是削弱了张涛拳头1/5不到的威力，剩下的力道飞速朝着王玉胸口轰去。王玉见状，心中大感不妙，想急忙建立第2道防御。可这时张涛的拳头已经近在咫尺了，他根本来不及有别的动作。只听咔嚓几声，张涛的拳头瞬间轰到王玉胸口，10几根肋骨第一时间全部断裂，而王玉更是被张涛这一拳直接轰出20多米远，在地上翻滚几圈，卷起一层层飞沙后，连话都来不及说一句，当场昏死过去。王玉被张涛一拳打成残废，昏死过去。这一幕让周围几百名弟子以及楚深、楚清怡全都张大嘴，一脸懵逼之状。他们上一秒还全都认为张涛会被王玉轻松拿捏，最后已被碾压惨败。结果两人刚交手，张涛只用了一招就将王玉反碾压，一拳将其打趴在地。要知道，这可不是同境界之间的对抗，而是跨了3层小境界的越阶战斗。寻常修士别说跨3层小境界了，就是跨1层战斗，那也是出类拔萃般的人物了。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张涛不但跨3层小境界击败了王玉，而且还只用了一拳。一拳哦，这等绝对想不到的结局，一时之间让他们所有人全都被震惊得恍惚不过来了。好一会儿才有人发出不可置信的声音：这个师弟怎么如此牛逼？3层小境界啊，他竟然跨了3层小境界，一拳将王师弟打成了残废。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隐藏了真实境界？不对，此人的功法不是普通的功法。对了，元法，他施展的功法是元法。我的天呀，20岁的年纪竟然就将元法修炼到了元师初期，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逆天资质？一人点醒，众人皆悟。此时所有人这才发现了问题所在，这个张涛师弟居然修炼的是天下第一功法元法。这部功法在场的所有弟子过去都曾窥视过，可最后全都放弃了，因为元法的修炼难度真的是比登天都难，不愧是天下最难修炼的主修功法。可当下这个叫张涛的师弟竟然20岁左右就将元法修炼到了元师初期，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妖孽资质才能做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步？一时间不管是张涛一拳击败王玉也好，还是他自身的功法也罢，全都成为了众弟子震惊不已的对象。即便是他们所有人的师父楚深也是感到震撼非常，好一会儿才微微点了点头，慢慢缓过神来。没想到我的门下竟然有这等天才，怪不得白洁会钦定此人参加九黎古境了。不过就算如此，黎阳果那点特效恐怕于他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啊。楚深以为白洁让张涛参加九黎古境是为了黎阳果，所以并未往深层去想。而张涛一拳击败王玉后，原本对他的质疑声也瞬间荡然无存。大家从最开始的轻蔑以及各种看不起，瞬间变成了高度的认可，甚至有的弟子眼中还浮现出了一些崇拜。楚深见众弟子没人再有异议，也是站了出来。行了，这第2个名额归张涛所有，我想徒弟们应该再无异议了吧。张涛刚表现出来的超强实力算是证明了他自己，所以当下所有弟子全都高呼认可起来。这个决定我等没有异议，以张涛师弟的实力当之无愧。我就说师娘不会偏袒人，他钦定的人肯定不是普通人。一时间不少人开始当起了马后炮。
张涛见名额稳了，心中也是稍微松了一口气。他刚刚和王玉一战，动用了师娘给他的元技真元四变中的第一变人变，在人变双倍攻击的加持下，他才能一拳将王玉重创，将其打成了残废。不然他和王玉相差3层小境界，就算有元法的特殊加持，他也不一定能真的战胜王玉。毕竟3层小境界的差距可不是摆设。随着名额最终确定下来，张涛正高兴之际，突然他感到身体中有一股莫名的精纯元气充斥着他的全身。原本攻击消耗掉的4倍元气不但全部补了回来，而且他的实力还往上提升了1小节。虽然还远不到突破境界的地步，可却是实打实的增长。这突然的变化让张涛心中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实力怎么突然之间莫名增加了不少？难道是元法或者真元四变产生了什么异变？不对，肯定和我的功法无关。可我的实力为什么会莫名增强了？一时之间，张涛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在确定名额归他后，实力猛然增强了不少。这等诡异的变化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实力能有所增强，对他来说绝对是天大的好事。虽然他没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只要是实打实的好处，那就不管他是怎么来的。随着楚申宣布完结果，不少弟子也相继散去。当然也有一些弟子上前来恭贺张涛，顺带拉近和张涛的关系。张涛自然不会拒绝与人交好，他知道他未来要想救出他的父母，少不了需要他人的帮助，所以能结交更多的朋友，他是非常乐意的。和前来祝贺的师兄弟们客气一番后，楚申也走了过来，止住了众人的道喜。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就此散了吧。他们还要去宗内的天云广场集合，前往九黎古境，不要耽误了他们的正事。楚申发话了，众人只得悻悻散去。待所有人都离去，楚申再次认真地打量了一番张涛。没想到我居然还有你这么出色的弟子，很好，很不错。不过你也不能自傲，元法的修炼难度天下公认，你未来要走的路还长着了。楚申并未说出元法产生的镜像有多么的恐怖，毕竟张涛现在才元师初期，面临镜像还早着了。如果修炼不到元灵圆满，镜像对于眼前的弟子来说形同虚设，所以他只是单纯的嘱咐几句。张涛自然是恭敬的点了点头。楚申见该交代的也交代的差不多了，便转身和楚清怡叮嘱道：女儿，争取多抢几颗离阳果服下，这可是天赐良机，千万不要错过了。知道了，父亲，你已经说了不下10遍了。行了，我和他去天云广场了，你就别送了。楚清怡有些不耐烦的嘟了嘟嘴，一转身甩着手蹦蹦跳跳的朝着天云广场的方向而去。张涛则是朝着楚申恭敬的行了一个大礼，急忙跟上了前方的楚清怡。只是两人刚走出楚申的府邸不远处，原本走在前方的楚清怡突然一个转身，两柄粉色宝剑瞬间横在了张涛的脖子之上，一皱柳眉，满脸疑惑的问向身后的张涛，说：你到底是谁？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楚清怡突然的威胁以及莫名的询问，直接将张涛问傻眼了。一脸无语的望着眼前的楚清怡，张涛完全没搞懂对方话中何意。不过见楚清怡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他只能老实回答：我叫张涛，师父之前就已经介绍过我。至于你，我是第一次和你近距离接触，我并没有对你做过什么。张涛莫名的眼神以及无辜的语气让楚清怡眼中更加疑惑了。不过还不等张涛有别的反应，楚清怡却将双剑从张涛的脖子上缓缓地放了下来。就在之前，他父亲宣布张涛得到第2个名额，而张涛走上前和他只有几步之遥时，他脑中突然出现了一道奇怪的声音。那声音自称帮他激活了女仆系统，随即又给他发布了一个灵品任务，让他为张涛争取到九黎古境的资格。如果完成任务，他将得到中量修为以及15个女仆币。他当时震惊之下，有些半信半疑，同时也来不及多思考。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站了出来，按照任务的要求，他帮这个完全不熟悉的师弟强行说了2次话之后，王玉要挑战张涛。他见张涛答应下来，还以为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会面临失败。结果张涛一拳将王玉打败，而名额的确定真的让他得到了不少修为。原本他的实力只是刚刚突破元灵初期的地步，却因为一个任务直接让他的实力提升到了元灵初期巅峰的程度。这样巨大的提升让他内心震惊到了极点。和他父亲告辞离开府邸后，他立马就拿出了自身的兵器，想问出个所以然来。可看到张涛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他心中又迷糊了。难道这个什么女仆系统的出现并不是此人所为，或者此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女仆系统的存在？楚清怡本就冰雪聪明，第一时间就猜出了一小部分。见张涛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这才放下了张涛脖子之上的双剑。
张涛见楚清怡突然来了这么一出，心中也是好奇不已。不过见楚清怡并不打算说出原因，他也只能暂时三缄其口，等以后有机会再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就这样，两人之间有些气氛微妙的朝着天云广场而去。只不过在半路上，楚清怡急忙问向脑中的那道声音：你到底是谁？为什么我完成了你的任务，我得到了这么多的修为增长？我是女仆系统，您绑定了我，我为您发布任务，让您变得更强。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脑中？因为您靠近了您的主人，所以系统自动激活成功。主人？谁？谁是我的主人？现在为您展示您的面板，可以让您更好地了解自己。女仆，楚清怡，级别拙劣的女仆，熟练度12%，唯一主人张涛，不可更改。修为元灵初期，女仆币15，技能女仆的慷慨共享。看到这个面板，楚清怡内心瞬间傻眼了，好一会儿才满是无语的朝着脑中的系统厉声斥问道：你有没有搞错？张涛竟然是我的主人，我堂堂9天宗的天之骄子，年轻一辈的第一美人，竟然让自己的师弟来当我的主人。不行，我拒绝。对不起，您无法拒绝，因为张涛的存在，您才会激活了这个系统，所以这个设定是不可更改的选项。如果您不愿意接受，我会第一时间将您爆头，所以如何取舍由您自己决定。系统的意思就是楚清怡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如果不接受就直接爆了他的头。这可把楚清怡气到不行。你个无赖，你这不是强买抢卖吗？我只遵守公平原则，绝不主导您的意志和选择，如果您选择错误，我就爆掉您的头。系统一本正经地说着他认为的公平，这让楚清怡差点气得口吐鲜血。他想抗拒这一切，可这个系统已经升到他的脑中，他可不敢拿自己的头颅来赌对方话中的真实程度。不得已，他只能暂时接受张涛是他主人的事实。好吧，主人这个事情先放一边，那个叫女仆的慷慨共享技能又是怎么回事？当您完成任务时，您可以得到 80% 的任务奖励，而您的主人会分走 20% 的任务奖励。什么？我辛辛苦苦的完成任务，而他什么都不做，就要分走我 20% 的任务奖励？这也太不要脸了。他是您的主人，自然是应该慷慨分享。屁，什么狗屁主人？我楚清怡天之骄子，多少男人想讨好我，我都看不上，我才不要做别人的女仆，我不要。楚清怡内心嘶吼般的咆哮着，可换回来的却是系统的警告：请您认清您的身份，如果您再抗拒这个事实，您的头颅将不复存在。楚清怡莫名其妙的多出一个主人，还有这个摆脱不掉的女仆系统，让他心中欲哭无泪。他既想利用这个系统来增强他的实力，可他又不想认什么主人。不过在系统的警告之下，他暂时不敢有别的想法，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他打算等自身实力增强之后，再找办法解决掉脑中的这个女仆系统。一旁的张涛并不知道他的出现让身边的楚清怡激活了一个女仆系统，他更不知道他此刻已经成为了这个国色天香大美女的主人。他望着楚清怡苗条的背影，仿佛间看到了师娘那绝美的身影。想起师娘对他的好，以及师姐刚刚帮他说话，他突然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对他好的人。从储物袋中拿出一颗他修炼无聊期间自制的小零食，上前递给了楚清怡师姐。之前谢谢你为我说话，这个很好吃，送给你。这个是张涛学着过去的世界自己制作的小零食。楚清怡好奇地尝了一口，一股甜蜜清香的味道让他眼前一亮。好味道伴随着好心情，这让他不禁重新打量了一番眼前的张涛。人长得倒是蛮帅的，不过你也只能在系统中当我的主人，在现实生活中吗？哼，想都别想。偌大的天云广场之上，此时已经聚集了30人左右，他们都是准备前往参加九离古境的，只是现在还差一点时间出发，大家都在这干等着。张涛和楚清怡此时也已经在队伍之中了，不过闲等无事，他好奇地听着周围弟子们的闲聊。老李，这次的离阳果你有信心摘取几颗？什么？几颗？那东西可是4大宗门、皇室以及各大家族争抢之物，我能搞到1颗就很不错了。哎，如果能多搞到几颗，等我突破元清境，面对镜像时就轻松多了。我也想啊，这离阳果中有着微弱的离阳之气，这离阳之气可是镜像的克星，如果体内多一些这种离阳之气，那元清境的镜像闭着眼睛都能轻松度过。弟子们的闲聊让张涛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大家要去争抢九离古境中的离阳果了。原来这个离阳果中含有一缕离阳之气，而离阳之气作为纯阳下，离阳的一缕气息自然是有克制镜像的作用。可惜张涛的目标并不在此，他修炼的是元法，突破元清境的镜像要比普通修炼者的镜像强上几倍甚至10几倍。
一缕离阳之气对他来说杯水车薪。这也难怪当初师傅会对他说出那番感慨了。众人等了一会儿后，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嘈杂声。张涛朝着声音方向看去，一名长着国字脸、浓眉大眼、外表生的一副老实模样的年轻男子朝着这面走来。待他到来后，原本等待的弟子们不少人都主动上前打起了招呼，有叫王师兄的，有叫王少的，还有叫小副宗主的。张涛自然认识此人，他就是楚清怡的未婚夫，也是他的未来师姐夫王爷。这个王爷21岁便拥有元灵中期的修为，算是此次九离古境之行中境界最高的了。加上他的父亲是九天宗的副宗主，所以此人应该就是他们这次行动的队长了。王爷一路做出老实巴交的模样，不断回应着师弟们的招呼，一直走到楚清怡身前，这才双眼放光地停了下来。清怡妹妹，这次九离古境之行你果然参加了，这下好了，有我在，一定能帮你多抢来几颗离阳果。王爷张口就拍着马屁，一副讨好楚清怡的样子。不过楚清怡好像并不吃他这一套，精美的可爱脸蛋略显一些冰冷。不用了，我们还没有真的成亲，还请你称呼我为楚师妹，不要叫得这么亲密。楚清怡泾渭分明的样子，似乎王爷早就习惯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厚着脸皮继续黏着楚清怡，一直在其身旁嘘寒问暖。这场景尤其是配上他那老实巴交的模样，不知道的会以为他是一个卑微的舔狗。殊不知王爷在嬉皮笑脸讨好楚清怡的同时，内心则是不爽到了极点。你个臭婆娘，要不是你长得如花似玉，老子堂堂的副宗主之子岂会厚着脸皮来讨好你？你就端着吧，等老子娶了你之后，看我怎么收拾你。到时候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王爷眼角闪过一丝阴狠的银色，不过却被他隐藏得很好，没有被任何人发现。一旁的张涛见王爷对楚清怡很好的样子，内心则是肯定的点了点头。师姐夫对我师姐还真是好，看来等他们成婚后一定会婚姻美满。可惜我背负着解救父母的使命，再没有救出父母前，我恐怕无心这方面的事了。张涛其实也想找个伴侣，可他身上的事情太多了，除了要将父母从天牢中解救出来外，还要想办法解决突破大境界时产生的镜像。这两件事已经足以让他头疼不已了。谈恋爱这种事，他也只能是偶尔想想，并不敢花心思在上面。楚清怡听着身旁王爷的各种讨好，越听越烦。她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男人，只是因为从小双方父母定下了娃娃亲，这才成了王爷名义上的未婚妻。而她刻苦修炼，就是想摆脱掉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想凭着自身实力去寻找真正属于她的爱情。听了好一会儿王爷的讨好，楚清怡心烦之下，直接走到张涛身旁。师弟，这次进入九离古境，你跟在我身边，我会保护你的。楚清怡虽然心里不认同张涛是她的主人，可系统做任务给的奖励却是实打实的。她出于快速提升修为的打算，她也必须要想办法保护好张涛。张涛自然不知道师姐的心思，他只当是师姐天性善良，是在照顾他了，这让他心中感激不已。好，一切都听师姐的。张涛和楚清怡有说有回的，让一旁的王爷瞬间不爽到了极点。他内心原本就是一个阴狠小气之人，只是为了形象，他才装作一副老实人模样。见自己还没有得到的女人竟主动和别的男人说话，他心里顿时生出了一缕嫉妒之心。走到张涛身旁，打量了张涛一番后，他猛地睁大了双眼，破口而出：不是吧，九离古境这么大的事情，一名小小的元师初期也能获得资格，这其中莫不是有什么猫腻？王爷发现了张涛只有元师初期的境界后，心中立马就有了针对的心思。而周围参加的弟子当听到王爷的惊讶后，也全都望向了张涛。当看见张涛真的只有元师初期实力时，眼中立马流露出疑惑的目光，甚至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这个小子怕是走了什么后门，所以才得到了这个名额。哼，得到名额又如何？区区元师初期的实力，进去了也是找死。真不知道此人脑子里在想什么。九离古境是随便玩耍的地方吗？张涛没想到王爷会这么说他，而周围弟子对他的质疑更是让他有些尴尬的扯了扯嘴角。对于他来说，眼前之人毕竟是师姐的未来丈夫，而师姐对他又不错，他不好怒怼回去。正当他感到为难，不知如何回话为好时，一旁的楚清怡脑中再次出现了系统的声音：恭喜您，您幸运地触发了0级任务，帮张涛应对质疑，让其脸上有光，面子十足。完成任务后可获得中量修为以及15女仆币。突然接到任务，让楚清怡微微愣了一下，不过她很快就反应了过来。看到任务奖励又是中量修为时，楚清怡心中激动到了极点。如果能顺利完成这次任务，那她的境界便能突破到元灵中期了。一旦突破了这层境界，那她和王爷在修为上就能平起平坐了。楚清怡虽然长相可爱动人，可内心却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子。
一想到可以和王爷平起平坐，他立马就充满了动力。也不等张涛回王爷的话，他便抢先站了出来。2句话就让周围所有人全都对张涛刮目相看。我师弟虽然只有元师初期，但他只用了一拳就将元师圆满的对手轰成了残废。这样的实力，别说在元师初期了，就是在元师圆满中也找不出来几人。楚清怡的2句话让广场上等待的弟子们第一时间炸开了锅。什么？元师初期的实力，只用了一拳就将元师圆满的对手轰成了残废？这牛逼也吹得太大了吧？就是，怎么不说他瞪一眼就把对手瞪成了残废？这岂不是吹得更爽？周围弟子们在听到楚清怡为张涛说话后，全都表示不信。见众人反对楚清怡，张涛准备站出来解释一二。可这个时候，楚清怡却不干了，不爽的怒哼一声：“我堂堂楚清怡，9天宗年轻一辈的天之骄子，用得着和你们在这吹牛吗？我师弟修炼的乃是天下第一功法元法，越阶战斗再正常不过了。”周围弟子们听到张涛修炼的是元法时，瞬间被震惊住了。真的吗？此人修炼的是元法？不可思议！20岁左右就能将元法修炼到元师初期，厉害厉害！哦，原来如此。我说怪不得能以元师初期对抗元师圆满了，原来是这样。大家顿时恍然大悟，看向张涛的眼神也变得认可起来。要知道，他们虽然同为年轻一辈的精英，可他们自问以他们的天资，要想在20岁左右将元法修炼到元师初期，恐怕很难做到。所以当见张涛能做到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时，心中这才肯定了张涛获得名额的资格。就这样，在楚清怡的一番操作下，张涛莫名其妙的被迫装了一回，而众人的佩服也让张涛突然之间就感到脸上有光了。面对这样的2极反转，张涛只能尴尬的谦虚几声：“师兄们高看了，我和大家之间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张涛的谦虚让众人更加认可的点了点头，而周围弟子的一致认同让一旁的楚清怡心中乐开了花，因为他刚刚接取的任务这么容易就完成了，如此简单的程度简直就是在白送他修为。正当他提交任务准备第一时间突破小境界时，脑中再次出现了系统的声音：“恭喜您，您完成了任务，成功的触发了4倍奖励的机会，将这次任务的奖励全部赠送给您的主人，您将在下次完成任务时得到4倍的奖励。如果您选择放弃，您将得到这次1倍的正常奖励。您是选择赠送还是选择放弃？”原本想借着任务奖励突破到元灵中期的楚清怡被系统这么一弄，一时愣住了。他心中自然是倾向于立马得到奖励，这样他就能和王野童是元灵中期了，也就可以和对方平起平坐了。可她并不是一个胸大见识短的女人，下次4倍奖励的机会绝对是一次天赐良机。她想了想后，最终放弃了心中所想，选择了赠送。行，这次奖励就全部赠送给她了，希望下次的奖励能给我惊喜。楚清怡刚做出决定，原本刚和周围弟子客气完的张涛修为突然猛地上涨，元师初期的实力瞬间就提升到了元师中期。这样的变化让周围不少人心中再次感到了一股震撼。我去，这个张师弟原来真是修为是元师中期，这人真是藏得够深的。我的妈呀，元师中期的元法修士，这人的天资绝对胜我几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一直关注张涛的王爷在见到张涛实力猛然提升到元师中期时，心中不光光是震撼，更多的是有着一股担忧。这个臭小子竟然天资如此之高，竟以元法修炼到了元师中期，看来得找机会除掉此人才行，否则此人今后必定是我拿下楚清怡的最大情敌。张涛不知道，他实力的突然提升让他瞬间拉了一个大仇恨。此时的他和周围弟子一样，同样陷入了震惊。他刚刚和周围弟子们客气一番，便准备静静等待着队伍出发。可这时他感到体内突然出现了一股精纯无比的强大修为，这些修为和师娘传给他的修为不一样，好像这些修为原本就是属于他的。他根本不需要炼化，直接就融入到了他的体内，这让他原本只有元师初期的实力不断飙升，最后体内啪的一声，他竟然当众突破到了元师中期。这等莫名之事，张涛自己都傻眼了，心中更是不知该兴奋还是该害怕。怎么回事？我的实力怎么突然暴涨这么多？而且这增长的修为竟然不需要炼化就能直接为我所用，难不成有人暗中助我，或者我卷入了什么阴谋之中？此时的张涛完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胡思乱猜着。毕竟这种突然修为猛涨的怪异事情，任谁遇到都会一时缓不过神来。就在张涛大惑不解之时，在他身旁的楚清怡却是另一番场景。此时的他见张涛实力突破到元师中期后，知道奖励已经成功赠送给了对方。对此他急忙朝着脑中系统问去：女仆系统，
上个任务的奖励已经赠送，我的下个任务是什么？现在为您搜索任务，恭喜您，您成功的触发了灵品任务，帮您的主人在九黎古境中寻找一处离阳池，并助您的主人成功吸收池中之水。完成任务，您可获得2份中量修为，加上4倍奖励，您将获得8份中量修为的奖励，另外奖励女仆币100个。什么？寻找离阳池，还要助他吸收成功？这任务也太难了吧！楚清怡之前做了2次任务，每次难度都不大，可这一次的难度比前2次加一起的难度还要难上好几倍。在九黎古境中，修士要想炼化离阳果不是那么容易的。离阳果内除了有离阳之气外，还有很多别的狂暴元气，要想100%将其炼化成功，必须要在炼化离阳果的同时，一同饮下九黎古境中的离阳水，配合着炼化，否则离阳果中的狂暴元气轻则让修士们经脉受损，重则有生命危险。好在炼化离阳果需要的离阳水不多，只需要在九黎古境中采集1、2就足够了。不过离阳水虽然在九黎古境中并不是什么非常稀奇之物，可要想找到大量聚集离阳水的离阳池，那难度就相当的大了。面对这样的高难度任务，楚清怡心急如焚。就在这时，他突然灵光一闪，想起2年前的九黎古境，从秘境中回来的师兄曾告诉过他一件事情，他们在古境中发现了一处疑似有大量离阳水的地方，还告诉过他具体位置。如此的话，他这个任务倒是有希望可以将其完成。想到这，楚清怡心中立马有了方向，急忙走到张涛身边，用撒娇的口吻略微哀求道：张涛弟弟，一会儿进入九黎古境后跟着姐姐好不好？姐姐带你去一处好地方。楚清怡本就生得貌美如花，尤其是撒起娇来，那可爱甜美的样子更是能融化天下所有男人的心。张涛作为一个年轻男人，哪能经得住这等考验？当即便点头答应了下来。好，我听师姐的。见张涛答应，楚清怡心中高兴不已，脸上忍不住露出开心的笑容。这甜美的笑容让张涛看得惊艳不已。而另一边，王野见楚清怡和张涛有说有笑的，脸上瞬间黑到了极点，手中拳头更是捏得啪啪作响。小子，你死定了，等进入九黎古境后，我一定要找机会弄死你。随着众人等待了好一会儿，一名灰袍裹身的中年男子这才姗姗来迟。此人张涛认识，对方姓刘，拥有元阳初期的实力，是宗内的一名长老。他的出现说明了这次带领他们前往九黎古境的应该就是此人了。果然，刘长老来了后也没有客套，而是直奔主题。九黎古境开启在即，我们先传送到无忧城，再前往丹阳谷。众人之所以在天云广场集合，是因为天云广场上有着一座30多米大的大型传送阵，大家需要通过这个传送阵先到有传送链接的无忧城，再集体前往九黎古境所在的丹阳谷。很快，在刘长老的指挥下，张涛和另外39名弟子一同踏入了传送阵。这座传送阵上有着不少奇怪的符文，而随着刘长老往传送阵中镶嵌几枚纯度极佳的元晶后，符文陡然邹亮，张涛等人眼前突然白光一闪，便来到了另外一处传送阵。这处传送阵位于一栋宽大的宫殿之中。随着他们的到来，负责守卫的兵士则是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都到地方了，快速度下来，还傻站着干嘛？众人在刘长老的带领下走出传送阵，来到宫殿外。一幅车水马龙的场景瞬间浮现在了张涛等人的面前，各种吆喝声以及行人们热闹的赶集声此起彼伏。张涛他们常年在宗门苦修，自然对这种繁华的街景甚是向往，毕竟无忧城也算是天都国的一个大城了。可惜他们有要事在身，只能是沿街看一看，过过眼瘾就算了。很快，他们在刘长老的带领下快速出了城，朝着极远处一片山谷而去。那片山谷在天都国也算是赫赫有名，而那里就是九黎古境所在的丹阳谷了。丹阳谷之所以有名，不光是因为有九黎古境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有着很重的阳元之气。在这里炼制一些和阳元相关的丹药，或者锻造附带阳元的宝物，都会有额外的成功几率。所以这里常年驻扎着不少丹药师以及锻造师。久而久之，这些人在丹阳谷中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发性的小集市。刘长老带着张涛他们就是准备前往小集市和别的宗门、家族以及皇室会合，到时候一起进入九黎古境之中。随着一路不停歇的赶路，1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此时的丹阳谷集市早已是人满为患。或许是知道今天是九黎古境开启之日，很多没资格进入九黎古境的修士们也聚集在了这里。他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看这些人进入九黎古境，而是想趁着热闹在这里做做生意。因为到了地方且离九黎古境开启还有一些剩余时间，刘长老也没有强行要求大家原地静等，而是大手一挥，示意身后这些东张西望的弟子们
可以随意行动。得到刘长老的认可，众人第一时间就分散开来，去寻找各自想要的宝物或者天才地宝。张涛对这个热闹的集市也很感兴趣，他也想在集市中购买点什么。可惜他囊中羞涩，只有几十枚元晶，和他元世中期的修为倒是有些格格不入了。惋惜之下，他无法需求，只能被迫跟在师姐身后干过眼瘾。师姐对此倒是没有拒绝，反而是带着张涛四处闲逛着。转了10多分钟后，张涛在一处地摊处停了下来，很有兴趣地从摊位上拿起一双黑色拳套，仔细看了看。这个黑色拳套相当的残破，应该是久经沙场所制，不过品阶倒是不低，有着选品高阶的程度。这拳套真是个好东西，张涛喜欢的顺口赞美了一句。摊主见张涛有喜欢之意，急忙趁机推销道：这拳套是我不久前从一处战争遗址中得到，可惜就是受损有些严重，你要是喜欢，1万元金卖你了。什么？1万元金？张涛身上总共只有60多个元金，他哪里买得起这等宝物？张涛的反问让摊主以为对方嫌贵，急忙改口道：你要是诚心想要，8000元金给你了。张涛见8000就能买到这件拳套，心中心动不已，奈何他根本没钱，只能尴尬地耸了耸肩，老实地回道：我的钱不够，暂时买不起。摊主见张涛买不起，下意识就露出了商人的嘴脸，买不起还来看什么？耽误我的心情，将我的宝物放下，一个穷鬼居然也来消遣我。被摊主如此鄙视，让张涛心中有些不爽，可他确实是囊中羞涩，只能有些遗憾地将拳套放下。就在他不得不放弃时，他身后一道甜美的声音突然响起：哼，不就是8000元金而已吗？这个拳套我帮他买了。此时说话之人正是张涛的师姐，他见摊主说话如此刻薄，心里也非常不爽，往腰包一掏，拿出8000元金，直接扔到了摊主脸上。摊主拾起砸到脸上的元金，刚想动怒，可当看见楚清怡可爱绝美的容貌时，眼中瞬间充满了惊艳之色。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漂亮可爱的女人，心中的怒气顿时一消而散，同时又无比羡慕地看了张涛一眼，将拳套递给了张涛。你真是有福气，竟然傍上了这么漂亮的女金主，羡慕死我了。摊主觉得张涛长得英俊帅气，这才吃上了楚清怡的软饭。张涛自然听懂了对方的意思，将拳套接过后，从储物袋中拿出一面镜子递给了对方，然后无言地转身离开了。摊主拿起张涛的镜子，疑惑地照了照他那张胡子拉碴的大脸，不明白张涛拿镜子给他干嘛。张涛得到拳套后，爱不释手的又玩弄了几下，这才大步追上楚清怡，一脸感激地保证道：那8000元金算是我借你的，等我有钱了就还你。张涛自然不可能真的吃软饭，只当是借师姐的钱买的。楚清怡对此倒是并不在意，反而是从张涛手中强行将拳套夺了过去。那个摊主嘴太臭了，我看他极不顺眼。再说了，那个人有眼无珠，这双拳套并非普通之物。哦，师姐看出什么了吗？听到楚清怡话中有话的样子，张涛急忙好奇地问下。楚清怡指出手中拳套的一些对方，简单的跟张涛介绍起来。这拳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选品中阶的黑铁所锻造，其实不然。你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有着极淡的灰色，这说明这个拳套锻造的材料并非是黑铁，而是比黑铁贵重万倍的玄晶铁。听到拳套是由玄晶铁锻造的，张涛顿时震惊到了极点。什么？你说的是那个地品高阶的材料玄晶铁？正是，这玄晶铁和黑铁外形酷似，不过玄晶铁有一些极淡的灰色，不易察觉，再加上这拳套太过残破，所以不识货的人只会觉得是战损造成的。楚清怡的父母是9天宗的长老，而他从小培养出来的眼界根本不是这些散修能比的，自然是一眼就看出了这个拳套的非常之处。原本他并不屑于占这种便宜，只是那摊主嘴太臭了，他才借故买走，送于张涛，算是报答张涛让他实力突飞猛进的谢礼吧。张涛见拳套的制作材料如此稀有，可拳套的品阶却只有选品高阶，一时之间让他有些怀疑师姐说的是真是假。楚清怡看张涛略皱眉头，有些不大相信他刚刚所说，顿时一脸没好气的嘟着他那可爱的樱桃小嘴，再次解释道：这拳套的制作材料就是玄晶铁，只不过受损严重，尤其是拳套手背上的这个大洞，明显就是缺了一个重要的零件，这样的残缺才导致这双拳套对外显示的只有选品高阶。听到楚清怡这么一解释，张涛终于恍然大悟，觉得确实如此，急忙从楚清怡手中将拳套夺了回来，爱不释手的再次把玩了几下。楚清怡见张涛这喜爱的模样，无语的摇了摇头。这拳套原本的品阶绝对不可能是选品高阶，或许连地品高阶都嫌低了。如果你能找到那个失去的零件，
这全套的品阶恐怕会瞬间暴涨。只不过那零件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你要想找到，无异于大海捞针。楚清怡并不觉得张涛能找到那个缺少的零件，他只是想提醒张涛不用太过重视。张涛自然也听懂了楚清怡的意思，不过这全套就算不复当年可旋金铁的材料，却是实打实的。如今将其带上，他的实力又提高了不少。而且未来万一能找到那个零件，那这个全套恐怕会立马变成一个超级宝物，这对于他今后解救父母绝对是一大助力。想到这，张涛内心就兴奋得不行。而就在张涛越想越远时，突然一个天籁般的圣洁之声从他身后响起，打断了他的白日好梦。咦，怎么是你？你竟然也来了！身后突然出现的声音实在是太好听了，让张涛忍不住第一时间转头望去。当看见来人时，他再次被惊艳到了。这女人脸蛋白皙，五官完美，一头黑色卷发如高山瀑布一般秀丽壮观，身材和楚清怡相比绝不落入下风。尤其是她的气质犹如天使一般庄重纯洁，只需看她一眼，张涛心中一切的杂念似乎都得到了净化。张涛没想到这世界还能有如此洁白无瑕的美女，这女人的出现同时也让周围众人惊艳不已。这两个女人是谁啊？一个可爱漂亮，一个冰清玉洁，两个都好像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她们俩你都不知道，那个可爱的是九天宗年轻一辈的第一美人楚清怡，至于那个冰清玉洁的正是五行书院这一代的圣女萧希月。什么？他们两人就是号称绝代双骄的楚清怡和萧希月？那在他们身边的帅气男人又是谁？不知道，路人甲吧。楚清怡和萧希月的大名在天都国那是人尽皆知，他们出名的倒不是自身实力，而是他们那倾国倾城的容貌。至于现在还名不见经传的张涛，自然没人认识。楚清怡见身后打招呼的是他的好友萧希月，意外中却带着一点理所当然。西西，我可是九天宗年轻一辈的天之骄子，九黎古境这种盛事，我如何能不参加？也是，没想到1年多不见，你已是元灵初期的修为了，实力增长得挺快嘛，不愧是天之骄子。萧姐姐的修炼速度也不慢啊，你只比我大3个月，却已是元灵中期的修为了，不愧是五行书院的圣女。两人一见面就像征信的商业互吹一番，随后两人都忍不住捂着粉嫩小嘴轻笑几声。客套完后，楚清怡稍微退后了一点，伸手朝着一旁的张涛介绍道：萧姐姐，这是我的师弟张涛，他可是修炼了天下第一的功法元法哦。萧希月听到楚清怡介绍，下意识地望向张涛，可当看到张涛的一刹那，他瞬间愣住了，眼中顿时出现了无比的震惊、复杂、疑惑以及一滴眼泪。楚清怡见萧希月呆呆地望着张涛，不知怎的，心里突然没来由的有些不爽，重重的咳嗽一声，强行将萧希月唤醒。萧姐姐，你莫不是见我师弟长得英俊帅气，一眼就迷上了吧？楚清怡这话虽然是在打趣萧希月，却搞得萧希月和张涛都尴尬地扯了扯嘴角。萧希月被唤醒后，急忙用自身元气将眼角流出的眼泪瞬间蒸发掉了，同时收回了看向张涛的目光，只是时不时的还是忍不住瞟向张涛几眼，眼中竟然充满了一些心疼，而原本白皙的脖子处还出现了几缕红晕。张涛被萧希月的这个眼神看得有些不自然，他能从对方的眼中明显的感觉出这个女人看他的眼神很复杂，好像认识他似的，可他脑中对这个绝美的女人一点印象都没有，心中带着大惑不解的思绪。张涛跟在两人身后听着两人的聊天，楚清怡和萧希月或许是好久没见，两人互相拉着小手一路说个不停，只是闲聊的过程中，萧希月还是时不时的趁着楚清怡不注意转头看向张涛，这个举动搞得张涛一路上都尴尬不已，急忙看了看自身穿着，确定身上确实没有意外凸起的地方，这让他实在是想不通，这个女人在看他什么，或者说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对他感兴趣。张涛可不相信对方是因为他长得帅气就一见钟情之类的，毕竟这个萧希月可不是普通女人，那国色天香的容貌定然不可能犯花痴。可他确定他过去不认识这个女人，这一时之间让张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最近让他想不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萧希月看向他表现出的异样目光他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很快两人带着张涛将集市通通转了个遍，两人倒是在各种摊位上默默看了不少，可最后一件宝物或者材料都没买，倒是张涛一路上被这些宝物和材料馋得口水直流，可惜他现在囊中羞涩，一样都买不起。三人转了20来分钟后，便重新回到了之前相遇的地方，毕竟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即将开启的九黎古境，闲聊闲逛都不过是打发一下时间而已。
楚清怡和萧希月互相说了几句暂时告别的话后，萧希月竟然上前2步，在楚清怡和张涛的疑惑下，将一块血色玉佩递给了张涛。这个东西你且收下，危机时捏碎它，我会及时出现。萧希月突然给张涛一个玉佩，搞得张涛一脸莫名，还来不及询问这是何意，对方却不舍得看了他一眼，转过身朝着五行书院的阵营走去。看着萧希月离去，一旁的楚清怡好奇地走上前问向张涛：看来萧姐姐对你很有兴趣啊，你是不是过去认识她？没有啊，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她。没有？不可能吧，萧姐姐的心气之高，普通男人根本不愿搭理，她如果第一次见你，怎么可能将她贴身的血鹰佩都送你了？张涛看了看手中的血色玉佩，他这才知道这个玉佩原来叫血鹰佩。师姐，这血鹰佩是干嘛用的？这是以自身精血炼制的玉佩，一旦捏碎，精血的原主人立马就能感应到碎玉的具体位置，一般都是赠送给极其重要之人。你还说你们俩不认识？听完楚清怡的解释，张涛更加尴尬了。他确定他过去从未见过萧希月。师姐，这位萧姐姐生得如此漂亮，如果我认识，怎么可能忘记？我确实不认识她。楚清怡见张涛满脸真诚，不像说谎的样子，突然想到了什么，不过随后又不确定地摇了摇头。这举动倒是引起了张涛的注意。师姐，莫非你知道了什么？没有，我哪知道你们俩之间的事？楚清怡无语地白了张涛一眼，他刚刚不过是瞎猜而已，没凭没据的，他也不敢肯定。或许是不想再聊这个话题，楚清怡转身也朝着九天宗的阵营走去。行了，赶紧集合吧，九离古境才是目前的大事。好，一切听师姐的。丹阳谷的一处广阔之地上，一队队泾渭分明的小队各自划分出不同的小区域，集体等待着。只是所有队伍的中间处却留着一片空旷平地，无人站上去，也不知是为何。至于每个队伍带队的长老，则是聚在一起，互相之间有说有笑，也都在等待最后的倒计时。张涛在九天宗的队伍中等着无聊，便仰头眺望着别的队伍成员。当他看到极远处五行书院的队伍时，萧希月明亮的目光也正好看着他。这四目相对，搞得张涛有些不好意思，下意识的点头示意了一下。而萧希月却仿佛眼中有话，用手指了指他的腰间，示意他刚刚送他的血鹰佩别给忘记了。这让张涛更加一头雾水了，根本不知道这个浑身透露出冰清玉洁的女子到底想干嘛。这样的来回互动被一旁的楚清怡第一时间瞧见，没好气地走到张涛身旁，厉声提醒道：萧姐姐可是五行书院的圣女，即使不是下一届的院长，那也是宗门连亲所用，你一个普通弟子就不要乱想了。师姐你误会了，我没有那个意思。没有就最好了，一会儿进入九离古境，你不准乱走，必须跟着我，我带你去一处好地方，知道了吗？师姐明明高挑可爱，此时却偏偏叉着腰，故作长辈模样，那可爱至极的样子让张涛忍不住轻笑一声。行，一切都听师姐的。回应师姐后，张涛不再将目光放在对面的萧希月身上，而是继续阅看着别宗的弟子。当看到四大宗门之一的玄阴教时，他的心中突然出现蹦蹦蹦的跳声，好像如临大敌一般，这让他急忙查看这股不安的来源。这时，一名身材高挑却骨瘦如柴的黑衣男子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在看到此人时，那股不安的情绪陡然狂生，似乎此人冥冥中是他的一个生死之敌一般。可他确定他并不认识此人，或者可以说他过去从未见过此人，这让他心中疑惑不已，不知为何看见此人，内心会感到如此的强烈不安。悄悄指着那人，张涛转头问向一旁的楚清怡：师姐，那个身穿黑衣之人是谁啊？他呀，他名叫叶飞，听说是玄阴教年轻一辈的传奇人物。传奇人物？此话怎讲？在2个月前，此人还只有元者的实力，可不知为何，此人在2个月的时间内，修为忽然突飞猛进，一举突破到了元灵后期，成为了玄阴教最不可思议之人。楚清怡说到此人时，眼中羡慕不已。他在没遇到张涛前，为了从元师圆满巅峰突破到元灵境，可是花了他整整3个月的时间。可对面那个叫叶飞的男子，仅仅2个月就超过了他4年的苦修，还遥遥领先了他2层小境界。听到楚清怡一番解释，张涛也是心中一惊，此人肯定不简单，不然不可能境界突破得如此之快。就在他偷望此人之时，对方也是感应到了什么，第一时间将目光回望了过来。当看到张涛时，对方的眼神中也出现了一缕震惊之色。随后，那叶飞急忙对身边一名同门交代着什么，而被交代的同门竟然隔空看了张涛一眼，随后点了点头，也不知道这2人在说些什么，不过看样子不像是一件好事。就在张涛心中猜测对方想干嘛时，带队的刘长老以及别宗的长老全都一分而散，各自快速回到了自家队伍。回来后的刘长老急忙做出最后的嘱咐：九离古境马上就要开启，
你们进入秘境后，一定要利用好离阳果成熟之前的最后3天，多寻找一些离阳水，这样你们炼化离阳果时才能万无一失，知道了吗？面对刘长老的最后叮嘱，40名9天宗的弟子全都异口同声，知道了。随着刘长老交代完，中间那处无人站着的平地突然出现了剧烈的空间波动，随后哗啦一声，一道3米多高、5米多宽的巨大蓝色光门出现在了平地之上。这道蓝色光门的出现，说明9离古境已经开启。一时间，所有的队伍全都争先恐后的一拥而进。张涛倒是跟在楚清怡身后，不紧不慢地进入到了蓝色光门。刚一进入，原本秀丽的山谷瞬间变成了一处茂密的古老森林。这些大树每一棵都有5、6人粗，可以说是壮观至极。而极远处的森林深处，唯一一座凸起的小山显得是那么的显眼。在山顶处，张涛能隐约地看到一棵大树正孤零零地立在那。此树张涛虽然第一次见，但他瞬间就能猜到，那棵大树应该就是所有弟子的目标离阳树了。而他这次进9离古境寻找的离阳，或许能通过此树找到一些线索。张涛心中正猜想着，耳边却传来了楚清怡的声音：“行了，别看了，我们走吧。”楚清怡朝着一处方向急速而去，而张涛则是收回了目光，急忙跟了上去。和进入秘境的无数弟子也是逐渐的分散开来，所有进入的弟子都准备利用离阳果成熟前的最后3天，在秘境内寻找离阳水，好到时候炼化离阳果所用。而张涛他们刚走不远，之前和叶飞聊天之人竟然悄悄地跟了上去。张涛在楚清怡的带领下，目标明确地朝着一处方向而去。不过两人刚跑了半个小时，楚清怡就猛地皱起眉头，用张涛才能听到的声音悄声说道：“我们被跟踪了，来人境界不低，应该和我一样同是元灵初期，那我们怎么办？要不要截杀他？”张涛听到身后有人跟踪，微微愣了一下。在这种秘境内，被人悄悄尾随跟踪，绝对是不怀好意，所以张涛眼神一下变得冰冷起来，杀意瞬间就浮现了出来。不急，他和我的境界差不多，要凭我们俩截杀他有点难，万一让他跑了，后患无穷，所以需要一击致命。那依师姐的意思，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楚清怡一边装作继续赶路，一边用张涛才能听到的声音说着心中对策。张涛听完后也是微微点头认同道：“好，就依师姐的意思办。”一口枯井处，楚清怡和张涛有些累虚虚的停在井口。赶了5个小时的路，终于到了，行了，我们下去吧。说完，也不等张涛反应，楚清怡第一时间跳到了井中。张涛也没有犹豫，急忙跟上楚清怡的脚步，也跳了下去。而两人刚跳下去几分钟，井口处又出现了一名圆脸男子。这圆脸男子便是跟踪张涛两人5个小时，同样累得气喘吁吁的那名男子。圆脸男子见两人跳了下去，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自言自语一声，也跳了下去。叶飞，我帮你解决那小子，你可要说话算话，助我突破境界哦。圆脸男子跳下枯井后，脸上微微露出了一些震惊之色，因为这口枯井下竟然有着一条长长的暗道，直通深处。这让他瞬间有种感觉，这暗道深处肯定藏着什么宝物，不然这两人怎会如此马不停蹄的赶路？想到里面可能有宝物，圆脸男子立马加快了跟踪的步伐。往里赶了5分钟，突然一个奇怪的身影从一个3岔路口冲了出来，朝着圆脸男子就是猛的几拳。圆脸男子慌忙之下赶忙应对，可那奇怪身影的实力竟和他一样，都是达到了元灵初期的程度，这让圆脸男子暗叫不好，急忙想就此退去。可就在这时，原本回去的路上又突然出现了两人，这两人一人拿着双剑，一人带着拳套，正是提前埋伏在这里的张涛和楚清怡。楚清怡见圆脸男子逃来，双剑挥出几道剑气，将圆脸男子逼退了几步。而这时那奇怪的身影也追了出来，脑袋大的拳头不断朝着圆脸男子轰去，打得圆脸男子手忙脚乱，急忙拿出一把白色宝刀想对抗1、2。可楚清怡却抓住空隙，不断从后面对他猛烈攻击，被两面夹攻，让圆脸男子彻底慌了。这地下隧道挖得太过狭隘，他被楚清怡断了后路，根本逃无可逃。而那奇怪身影因为隧道黑暗的原因，他也看不太清到底是什么东西。就这样，他疲于应付前后的同时攻击。就在他好不容易躲过一次险些被重伤的危机时，突然一个黑色拳头从一个黑暗处猛地发力，朝他攻来。他感受到攻击他的敌人实力只有元师中期，心中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象征性的准备用宝刀抵挡1、2。可当拳头落到他的宝刀上时，他惊骇地发现他宝刀上的元气竟然被驱散开了。哐当一声，他选品高阶的宝刀竟然被一拳轰成了2段。这个突发状况让他心中大惊失色，急忙想2次防御。可那个拳头已经临近，他想全身而退，
绝无可能。不得已，他只能利用境界的优势，强行错开身子，用左肩硬生生地吃了这一拳。只听咔嚓一声，圆脸男子的左肩瞬间被袭击他的人轰成了骨碎，一股钻心的剧痛席卷他的全身，而巨大的力量也让他不断后退。可还不等他后退站稳，背后脑袋大的拳头朝着他的后背又是一拳，直接把他打飞了出去。在他被打飞的路途中，楚清怡急忙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双剑猛地一个交叉斩，圆脸男子的身体瞬间被一分为四，哗哗掉落在地，死得不能再死了。埋伏灭掉圆脸男子后，楚清怡并未放松，而是对袭击圆脸男子的张涛说道：“配合好我，将那具灵品傀儡解决掉。”听到楚清怡这么一说，再借着微弱的余光，张涛终于看清了那具奇怪身影的真正面目。那竟然是一具人形傀儡，只是他的2个拳头有脑袋那么大，这才显得有些畸形。没问题，你主攻，我来偷袭。张涛修炼的元法太过特殊，如果用来偷袭，那绝对是一大利器。楚清怡也听懂了他想干嘛，急忙提起浑身元气，将手中双剑化作2条粉色蛟龙，带着惊人威力，朝着人形傀儡攻去，双龙合并。这招元技有着灵品低阶的品阶，是楚清怡的压箱底牌之一。他知道凭这招元技，即使不能摧毁了眼前的人形傀儡，也能给张涛争取到很好的偷袭机会。人形傀儡见楚清怡动用元技，一对巨手急忙合并到一起，随后又瞬间撑开，变成了一个2米大的防御护盾。奇门遁兆，人形傀儡竟然发出一道拟人般的声音，也同样施展出了元技，不过是一招防御元技。刚施展出元技，双龙便已近身，咚的一声巨响，原本阴暗的隧道顿时被这2招元技震得上方巨石狂落，灰尘四起。而就在这时，张涛突然出现在了人形傀儡的身后，再次一个黑色拳头朝着人形傀儡轰去。人形傀儡抵挡完楚清怡的元技，原本就有些受损，加上张涛是从背后偷袭，让他更加反应不过来。无奈之下，他只能用自身的元气去硬接张涛这一拳。可张涛修炼的是天下第一功法元法，元法的特殊性注定了人形傀儡的元气防御形同虚设。只见咔嚓一声，张涛的拳头瞬间横穿人形傀儡胸口的机关处，这具人形傀儡被张涛一拳爆了胸，一拳搞定了人形傀儡。张涛也是长长的舒了口气，这次还好有楚清怡配合，他才能越阶击杀了元灵初期的人形傀儡，否则让他一个人面对这跨了大境界的差距，可不是之前跨3层小境界那么简单的。看了看躺在地上阵亡的一人一傀儡，张涛朝着楚清怡竖起了大拇指，还是师姐计划周全，一下解决了2个麻烦。哼，你也不看看是谁，我可是天之骄子，解决2个敌人，那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楚清怡傲娇地晃着脑袋，那扎起的2个马尾辫在楚清怡的晃动之下显得异常的可爱。这绝美的一幕让张涛心中对姐夫王野羡慕不已。王师兄真是好福气，以后能娶到师姐这样可爱动人的大美人，真是羡煞我也。张涛并不知道楚清怡并不喜欢王野，而王野只是想玩玩楚清怡罢了。他还以为2人关系很好，用不了多久就能成亲。解决掉守护的傀儡以及后面的跟踪者后，张涛终于忍不住心中好奇，问向一旁的楚清怡：“师姐，我们长途跋涉来到这么远，还解决了一具灵品傀儡，到底是为了什么？”“行了，别问，马上就到了，等下，你高兴都来不及。”楚清怡一副卖关子的样子，让张涛好奇到了极点，跟随楚清怡的身后，快速朝着隧道深处而去。当他们再次赶了5分钟的路程后，前面的场景直接将张涛惊得目瞪口呆。隧道深处，张涛原以为楚清怡来这里是知道这下面有什么秘密藏宝点，结果当看到前方的场景时，他直接懵逼了。这里并不是什么藏宝点，而是一处3米多宽的火红水池。水池内的水十分清纯，光是闻一闻就会让人神清气爽。不仅如此，张涛还觉得浑身上下都有股暖洋洋的感觉，十分的舒服。这让他脑中不禁出现了一个答案：师姐，这池子中的水莫不是离阳水？正是，这是一处由离阳水聚集而成的离阳池，只是不知道累积了多久，居然集起了这么大一池。过去九离古境开启时，修士们只需收集1碗左右的离阳水，便足够安全服下1颗离阳果了。如今这么大一池的离阳水，别说够这一次的所有离阳果了，就是下一次成熟的离阳果也足够了。从楚清怡口中得到确定的答案，张涛心中反而生出了疑惑：师姐，你说的好地方就是这里？当然，这么多离阳水聚集的离阳池，难道不好吗？听到楚清怡的反问，张涛尴尬地扯了扯嘴角：好是好，可我们要这么多离阳水有啥用啊？那离阳果数量有限，多余的离阳水根本无用啊。我当然知道离阳水多了也没用，可我们没用不代表你没用。你是说……
张涛越听越糊涂了，不知道师姐到底想说什么。平常修士之所以拿离阳水没用，是因为离阳水外表看起来清纯，实则内里的元气混乱狂暴。虽然配合离阳果服下能起到双辅双成的效果，可单独吸收大量的离阳水，那就是自寻死路。可你不同，你修炼的是元法，元法有多霸道，你难道不知道吗？离阳水中的混乱狂暴对于你来说根本不是个事。听到师姐这么一解释，张涛终于知道了师姐带他来这里的用意，满脸感激地走上前，一把将师姐拥入怀中。师姐，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哎呀，你干嘛啊？被张涛突然抱住，让楚清怡一张精致的可爱脸蛋瞬间变得满脸通红，急忙挣脱出来后，没好气地白了张涛一眼。趁机吃师姐豆腐，这可不乖哦。没有，我刚刚只是太感动了，所以才……行了，赶紧下池炼化这些离阳水吧，离阳果成熟，还有最后2天多的时间，你得开足马力炼化才行。楚清怡当然知道张涛不是有意的，可刚刚张涛抱他那一下，让他心口咚咚咚的直跳。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感到如此异样的心慌，这让他下意识的想逃避。可他接取了系统的任务，又只能硬着头皮强行留了下来。张涛得到楚清怡的命令，急忙脱去身上的衣服，顿时将一旁的楚清怡羞红到了耳根。你急什么吗？我要先取一点离阳水，之后好服用。你先把衣服穿上。张涛浑身的肌肉，尤其是完美的8块腹肌和那一大坨神秘之物，让楚清怡看得口干舌燥。被楚清怡羞斥了一句后，张涛这才发现他激动过了头，急忙将衣服重新穿上，一脸尴尬地站在一旁。楚清怡红着那张可爱的俏脸，快速打满一壶离阳水，羞涩地丢下一句话，便跑到隧道口去了。赶紧炼化，我在远处等你。看到师姐娇羞地跑了，张涛也没多想，再次将衣服脱光，缓缓步入离阳池中。进入离阳池后，张涛感觉浑身都无比的舒服，犹如是在泡着温泉一般，爽到了极点。不过他没工夫享受这些，而是急忙运转元法，开始吸收炼化身边的离阳水。刚一炼化，原本还激动万分的张涛脸色瞬间露出了一丝惊恐。这些离阳水果真如师姐所说，混乱狂暴，吸收进体内的元气，烤得他元脉剧痛异常。如果不是他修炼的是元法，或许他的元脉会被瞬间烤化了。面对这非人般的痛楚，张涛第一时间就想放弃，毕竟吸收这些离阳水实在是太痛苦了。他刚准备爬上去，可当看到极远处背对着他的师姐时，张涛停住了。不行，我不能放弃，师姐对我这么好，费尽心思带我到这，如果我放弃了，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了吗？再说了，父母在天牢中饱受各种折磨，正等着我前去搭救他们，我怎么能为了这点痛苦就退缩不前？一定要坚持下来，不就是一点痛吗？来吧，就当是磨练我的心智。张涛想通后，重新调动元法，在离阳池中继续吸收炼化起来。只是那股剧痛让他痛到全身颤抖，肌肤惨白，甚至连一点血色都看不到。可就算如此，他也要咬牙坚持，因为人活一世，没有哪个成功者是一路顺风的，每个能成功之人必定会经历各种不同的9981难，最后他们才能修成正果。张涛绝不向这些磨练认输，因为他此生不做凡人。张涛咬牙坚持之下，终于用元法在体内元脉中走了一个大周天。而当他准备走第2个大周天时，他才知道他的元脉被离阳水烤伤了七七八八，咬牙忍受着比之前还要剧烈的疼痛。张涛这次浑身青筋血丝全都冒了出来，可见他已经忍耐到了极限。可就算这样，他还是绝不放弃，凭着坚强的意志继续炼化着。随着张涛不断炼化，背对着他的楚清怡这时也好奇地转过身望去。当看到张涛全身惨白，青筋直冒时，他顿时大吃一惊，也不顾张涛现在赤身裸体，大鹏展翅，急忙走上前，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颗雪白的丹药，送入张涛口中。这是一颗地品低阶的丹药，拥有阴柔疗伤之气，应对张涛此时的状态再合适不过了。正在炼化离阳水的张涛原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突然他感到一股清凉之气席卷全身，让他原本被烤得快黑了的元脉得到了喘息之机。在这股清凉之气的保护下，他的元脉快速修复起来，原本黑糊的地方也被后面离阳水中的元气洗刷得干干净净。不仅如此，他明显能感觉到他的元脉韧性经过离阳水的锤炼被强化了好几倍，这对于他来说绝对是天大的好事。有了这层强化，他未来要想炼化更加恐怖的纯元时，风险绝对会小上很多。随着他的元脉不断强化，原本炼化离阳水的疼痛感慢慢消失了，不但不觉得痛，反而觉得异常的舒服。不仅如此，经过1天多的炼化，他突然听到体内啪的一个破裂声，他的气息再次猛地提升，他竟然一举突破到了元师后期。这离他上次突破只用了1天多，
居然又一次突破了。这样的修行速度，放眼整个天都国，恐怕都找不出来几个。突破境界后，张涛并没有来得及喜悦，因为还有一小半的离阳池水，他还没炼化。耐住心中的狂喜，他继续炼化着。很快，又是接近1天的时间过去，张涛将池中最后一滴离阳水炼化完毕，便抬手收工了。此时的他已经离元师后期巅峰相差不远了。起身穿好衣服，他望向不远处靠着隧道睡着的楚清怡，急速走了过去，轻轻将熟睡的楚清怡背起，快速离开隧道，朝着离阳树的方向而去。此时离阳果最后成熟，只剩半天多点的时间，他要尽快赶到那里，通过离阳树看看能不能找到离阳的踪迹。另外，离阳果成熟前，所有人都会在那里聚集。张涛想到这，双眼瞬间阴冷了下来。叶飞，我和你无冤无仇，你既然派人来追杀我，很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诛之。之前在井底隧道击杀跟踪者后，张涛就发现那名跟踪者正是之前在叶飞身旁之人。此人一路尾随追杀，不用多想，张涛也知道肯定是受了叶飞的指使。只是他想不通的是，这个叶飞和他从不认识，又无冤无仇，为什么会派人来追杀他？而且他看到叶飞时，心中竟然有着一丝莫名的不安，这些都太不正常了。毕竟比叶飞境界高的人多得去了，可张涛看他们时并没有这种感觉，这让张涛苦思冥想了很久，也始终没想通为何，只能背着在他后背熟睡的楚清怡飞速朝着离阳树奔去，想着等遇到叶飞后再当面询问个清楚。随着离目标越来越近，原本做着好梦的楚清怡也渐渐苏醒过来。只是苏醒后，他发现他被张涛背着，靠在张涛背后，他闻到一股强烈的男性气息，让他顿时有些春心荡漾。这个张涛人还挺不错的，比那个王野强上百倍，可惜他修炼的是元法。虽然元法在低境界时实力很逆天，可在元清境以及元清以上的大境界突破上却是难如登天，十死无生。楚清怡在心中遗憾地叹息一声，他楚清怡可是天之骄子，他未来想嫁的男人也一定要是人中龙凤。看着张涛的背影，楚清怡很想帮一把这个男人，但是他对此却是无能为力。毕竟几百万年累积下来的历史，无数次证明了修炼元法注定毫无未来。收回心思，他突然想起之前帮张涛成功吸收了离阳池水，系统的任务还没提交，如今马上要面临争抢离阳果，他自然是要提前将实力提升一些才行。在张涛背上，楚清怡对着脑中系统说道：系统，我已经完成了任务，快给我奖励吧。好的，您完成4倍奖励的任务，获得8份中量修为的奖励，其中 20% 将自动分配给您的主人。系统刚说完，楚清怡便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元气充斥着他的全身。这股强大元气十分的精纯，而且每一丝元气就像是他苦修多年所得一般，瞬间和他融为一体。这么庞大的元气进入他的体内，让他原本就元灵初期巅峰的境界，瞬间就突破到了元灵中期。不仅如此，他的实力还在急速往上提升。很快，仅仅5秒，才刚刚突破境界的他再次到了元灵中期巅峰。3秒后，他体内啪的一声，他便达到了元灵后期的实力。连续突破2层小境界，他体内还不断涌入做任务得到的修为，而他的实力依旧快速提升，一直到达元灵后期巅峰，这才后继无力，最终稳定了下来。此时，不光光是楚清怡的实力得到了提升，就连张涛也因为楚清怡完成任务，分到了 20% 的奖励。只见他的修为不断往上增长，很快便来到了元师后期巅峰，并不断向着瓶颈冲去。眼看还差最后一丝便能突破到元师圆满，突然他体内涌入的元气戛然而止。这等变故让张涛直接懵逼了，他一而再的莫名提升修为，让他心中既惊慌又欣喜。惊慌的是，他一直找不到修为突然提升的原因，对此完全无迹可寻。欣喜的是，实力的增强意味着他离解救父母出天牢又更近了一步。在这份双重的心理感受下，他的内心五味杂陈。而他身后的楚清怡因为境界猛地提升了2层小境界，兴奋之下直接从张涛的后背跳了下来。还不等张涛说什么，他便激动地上前捧着张涛英俊的脸蛋重重地亲了一口。亲完后，他双手挥舞着在张涛周围不断地欢跳起来，可见他内心有多高兴。张涛被楚清怡莫名其妙地亲了一下脸蛋，瞬间脸就红了一小片。他不管是前世还是此生，他在感情中都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所以师姐主动亲了他一下，让他一个大男人竟然感到有些腼腆起来。不过当看到师姐散发出的实力时，他瞬间被惊得目瞪口呆。师姐，你的修为你怎么连续突破到元灵后期了？嘻嘻，这是个秘密，不能告诉你哦。系统曾警告过他，在女仆级别
未达到带着胶圈的女仆前，是不能将系统的秘密告诉张涛，否则修为收回，并且爆头处理。在利益与威胁面前，他自然不可能将系统的事情提前告诉张涛，这让张涛心中不禁有些胡思乱想起来。莫非我刚刚实力突飞猛进和师姐有关？可为什么了？我穿越前的这副身体也和师姐有过一些接触，当时并没有出现过实力暴涨的情况。难道是我想多了？张涛越想越迷糊，毕竟楚清怡不愿意说，他完全无从猜起。有些无语地撇了撇嘴，这种事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寻找原因了。看着眼前活蹦乱跳、可爱至极的师姐，张涛也是开心地笑了。师姐这几天对他真的挺好。在他炼化离阳水时，虽然他绝大多数注意力都在体内，可他还是清楚地知道是师姐为了他一颗丹药，这才让他化险为夷。所以看到师姐开心，他也情不自禁地笑了。楚清怡蹦跳了好一会儿，这才想起刚刚他激动之下竟然主动亲了张涛一下，顿时满脸通红，心中羞涩不已。上前一步望着眼前的师弟，楚清怡眼中透露出娇羞的解释道：刚刚我突破境界太高兴了，这才对你那个，你可不准多想，还有这种事不准你和别人说，知道了吗？放心吧，没有师姐的允许，我不会和别人说起。楚清怡见张涛答应下来，一双明亮的眼睛再次笑得弯成了月牙状，那可爱绝美的模样让张涛百看不厌。待楚清怡兴奋完后，两人再次上路。毕竟离离阳果真正成熟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很快2个多小时的匆忙赶路，两人终于来到了离阳树所在的山顶。当来到山顶，张涛这才发现进秘境时远远看到的小山竟然如此之高，少说有700-800米往上，而山顶的那棵离阳树更是有10几米宽，70-80米高，当真是一棵参天巨树。树上挂着一颗颗如小太阳般闪闪发光的果实，少说有50-60个之多，只是每个果实身上都有着一道细微暗淡的痕迹，看来是因为没有完全成熟的关系。这棵离阳树虽然长在山顶，可树的背后不远处却是一处悬崖，这倒是出乎了张涛的意料。不过此时的张涛可没心情欣赏周围的环境，而是第一时间搜索起早已来此聚集的无数修士。当他看到叶飞时，急忙和师姐说了一声，两人便怒气冲冲地走了过去。叶飞，你竟敢派人尾随我们，还想趁机谋害我和我师弟，你到底意欲何为？楚清怡先张涛一步，第一时间质问起了叶飞。而楚清怡的首先发难，也让周围无数等待之人立马让出空间，准备围观看好戏。叶飞见楚清怡带着张涛前来，瞬间就明白了，他派出去的人多半没命了。既然人已经死了，也就死无对证了，他自然是不会承认楚清怡口中之事。你不要血口喷人，我和你们无冤无仇，我干嘛派人来追杀你们？再说了，你说我派人尾随谋害你们，有证据吗？楚清怡听到叶飞要证据，急忙退后一步，指着张涛说道：我师弟在秘境外亲眼看见你和那追踪之人交谈事宜，这还不算证据吗？笑话，我和我宗门的师兄弟交流，这也算证据？你莫不是想趁机挑起两宗的战争，好在这次离阳果的争夺上渔翁得利？楚清怡说的证据直接被叶飞当场反驳，而他们对叶飞派人追杀也确实只是猜测，前来质问不过是想看看叶飞会不会承认。如今叶飞不但不承认，还给他们扣了一顶大帽子。瞬间不少围观的修士们眼神一下变得不善起来，这个楚清怡莫不是仗着自己长得漂亮就觉得可以为所欲为了？哼，一个元师后期小子的话能有多大可信度？我看这两人恐怕心思不纯。引起周围人的误会让楚清怡很是不爽，尤其是张涛，他一向不喜欢和人争辩，在他看来能动手就没必要避避。师姐，动手吧。张涛不想和这种嘴硬的卑鄙分子打嘴仗，直接换出黑色拳套，准备试试他现在的实力和园林后期的叶飞相差多少。好，倒他。楚清怡原本并不太想动手，毕竟离阳果马上就要成熟了，不能为了叶飞的事情耽误了他来秘境的正事。可这个叶飞死不承认，还借机挑拨众人对他的敌意，这让他心中忍无可忍。当张涛提出直接动手时，已经突破到园林后期巅峰的他心中自然不虚叶飞，直接换出一对双剑，配合着张涛第一时间朝着叶飞攻去。你既然不承认，那我和我师弟就打得你承认。楚清怡和张涛准备2打1，这让玄阴教的几十名弟子顿感不爽。无数玄阴教的弟子也换出手中兵器，准备相助叶飞共同抵抗。而九天宗这边的弟子们也是摩拳擦掌，只要玄阴教的弟子敢集体出动，他们就一拥而上帮楚师妹出头。就在张涛两人手握兵器即将逼近叶飞，且很有可能挑起两宗厮杀之际，突然一道阴风阵阵的白色灵纱横在了双方中间，
硬拦住了双方即将爆发的冲突。楚清怡望着出手阻止之人，脸上顿时布满了疑惑。萧姐姐，你这是何意？此时出手的正是五行书院的圣女萧希月。她见离阳果即将成熟，而双方却在这个时候开战，出于好意，她不得不出面阻止。楚妹妹，离阳果还有半小时不到就要成熟了，你们之间不管有什么恩怨，都可以等离阳果争夺结束后再自行解决。如果你现在非要开战，只会让更多的人卷进来，最后便宜了别人，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还请你三思。萧希月说得非常中肯，让楚清怡原本冲动的气焰立马消减了不少。转头望向张涛，楚清怡建议道：师弟，那贼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还是要以争抢离阳果为主，等果子到手后我们再动手也不迟。这好吧，没了师姐相帮，张涛自认为他目前的实力不一定能胜过叶飞。再说了，他近9里古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那就是寻找黎阳的踪迹。所以见师姐准备事后再算账，他也只能勉强答应下来。和师姐回到九天宗的阵营，宗内的弟子瞬间就炸开了锅。楚师妹，你的实力怎么突破到元灵后期了？就是3天前集合时，你不是才元灵初期吗？莫不是你在秘境中得到了什么天大的机缘？楚清怡自然是不可能将系统的事情说出去，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随便解释了一二。我确实得到了一些机缘，才一举突破到了元灵后期。听到楚清怡承认，所有的宗内弟子全都羡慕不已。至于提升到元师后期的张涛，同样引来了众人的羡慕。那张师弟竟然也突破了一层小境界，看来也是得到了机缘，真是羡慕此人啊！如果我要是和楚师妹一个师门，恐怕这份机缘就是我的了。无数弟子投来羡慕嫉妒恨的目光，而其中一人却是自始至终都皱着眉头，那人便是王爷。他进秘境后就寻找着楚清怡的身影，可一直没找到。如今见楚清怡先他一步来到了元灵后期，而张涛也突破到了元师后期，他心里便知道，这3天里张涛和楚清怡定然在一起。他王爷的女人自己还没玩弄过，竟然有人敢来挖他墙角，心中自然不爽到了极点。走上前去，有些阴阳怪气的冲着张涛说道：师弟真是好福气，这3天跟着楚师妹艳福不浅吧，实力都提升到了元师后期。张涛虽然对王爷的暗讽听着有些别扭，可王爷毕竟是他未来的师姐夫，师姐对他非常好，他自然要敬重眼前这个男人了。这次真是托了师姐的鸿福，我这才有机会突破境界。张涛象征性的客套一下，可在王爷耳中却越听越刺耳，就像是在向他炫耀一般。紧握着拳头，他真想一股脑冲上去，好好教训一下眼前这个小子。可楚清怡就在一旁，他要是现在动手，绝对会招来楚清怡更大的反感。思来想去，他强忍心中恶气，想着一定要找机会除掉这个小子。隐藏着心中怒火，王爷再次恢复到一脸老实人的模样，朝着张涛恭喜道：那真是恭喜师弟了。两人随意交流了几句，便各自不再交流，因为此时的张涛心思根本不在王爷的态度上，或者是在别的什么人身上，他的注意力全在不远处的黎阳树上。他十分好奇的不断打量着这棵大树，总觉得这棵大树和他要寻找的黎阳有着莫大的关系，可他又搞不懂这棵大树到底和黎阳有什么间接的联系。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想着该怎么不引起众人怀疑，逼近黎阳树寻找答案时，突然后方的人群中出现了无数惊呼之声。快看，那是皇室中人，他们果然还是来了。是啊，这些皇室贵族听说每次都是等黎阳果即将成熟之际才缓缓到场，这次也果真不例外。张涛听到后方大部队是皇室中人时，突然他青筋直冒，杀气冲天，一股前所未有的怒气直冲天灵盖。该死，莫非他们也来了？就在众人眺望远处姗姗来迟的大部队时，人群中的楚清怡却突然发现他身边的张涛竟然莫名的怒气冲天。好奇之下，他急忙出手轻拍了几下身旁的张涛：师弟，你怎么如此怒气冲冲？莫非这皇室内有你的敌人？被楚清怡拍了一下，让原本快要怒红眼的张涛顿时冷静了许多，转头朝着楚清怡强行挤出一丝微笑回道：有一些，就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来。张涛的回答让楚清怡有些震惊，这个师弟到底什么身份，竟然和皇室都有仇？就在楚清怡好奇之下，张涛则是不断在皇室的人群中寻找着什么。突然他从皇室后方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瞬间他的身体因为过于愤怒出现了微微的颤抖，一双拳头更是被他捏得啪啪作响。如果不是之前楚清怡拍醒过他，此时的他恐怕已经冲了上去。一旁的楚清怡见张涛咬牙切齿愤怒到极点的模样，也是朝着他的目光望去。当看到张涛死死盯住的那个貌美女子时，他眼中出现了一些异样。
莫非这个师弟和丞相府有什么婚约，然后被悔婚，定下了什么3年之期吗？楚清怡并不知道张涛过去的身世，见张涛愤怒地盯着丞相府的那名貌美女子，这才胡乱猜测起来。而张涛愤怒的原因并非楚清怡所想，那貌美女子张涛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他大伯的女儿，名叫张薇，年方20，和楚清怡一个年纪。不过他的父亲却是张涛最大的仇人，是陷害他父母入狱，将他逐出家族，并且让他颠沛流离，饱经磨难的罪魁祸首。张涛看了看远处的张薇，如今的张薇比他4年前看到时漂亮了太多，瓜子脸，柳眉凤眼，红润的粉唇，秀丽的长发，以及那凹凸有致的身材，都说明了这个女人长得十分的精致漂亮。不过如此漂亮的女人在此时的张涛眼中却犹如一个恶魔一般，让他觉得无比的恶心讨厌。张涛如此憎恶的眼光让皇室人群中的张薇察觉了一二，顺着感应，他下意识地望向了张涛。当看到张涛时，他脸上露出了震惊异常的神色。而他一旁一张刀削脸、五官帅气的年轻男子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张薇的异样，顺着张薇的目光看向张涛，有些疑惑地问向一旁的张薇：“薇妹妹，怎么了？那名9天宗的弟子你认识？他是我二叔的独生子张涛。”“什么？他就是上一代连亲王兼丞相的孙子张涛？”青年男子对张涛的身份感到一些吃惊，同时又提起了浓浓的兴趣。“是的，我二叔和叔母犯了重罪，被关进了天牢，他也被我父亲逐出了家族，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成为了9天宗的弟子。哼哼，一个罪人之子，不管他父母当初是不是连亲王的继承人，如今已是阶下囚，这辈子再无翻身可能。”青年男子不屑地说着。而张薇隔空感受着张涛愤怒的目光，他知道他的这个好弟弟恐怕一辈子都无法再跟他和睦相处了。收回目光，他轻轻一叹，和一旁的男子下意识地聊起了一些往事。“其实我和他小时候挺玩得来的，那时候他经常跟在我屁股后面，如果不是二叔一家获罪，或许我可能会嫁给他。”“什么？你和他？”一旁的男子听到张薇说他可能嫁给张涛时，瞬间愣住了。“我爷爷当初一直无子无女，便抱养了我父亲，可后来又老来得子，生了我二叔，所以我和他并没有血缘关系。”听到这个秘密，年轻男子恍然大悟，看向张涛的眼神微微眯了起来。不过他眼神虽然微微不善，可并未将张涛当回事，毕竟此时的张涛什么都不是，而他则是永宁王的独子，未来永宁王的继承人。另外他还拥有元灵中期的修为，不管是在身份地位还是自身实力上，两人都天差地别，所以他根本不将张涛放在心上。张涛这边一直恶狠狠地盯着张薇，当初是他父亲设计，害得他父母含冤入狱，张薇作为仇人的女儿，不管他们过去如何要好，都间接成了他的仇人之一。如果不是此人身边有不少皇室成员，他现在就想冲上去为父母报仇。随着皇室人员的到来，这次参加9里古境除了半路夭折的修士基本都到齐了。而就在此时，原本还差一点痕迹即将成熟的离阳果突然变得完美无瑕，并散发出一阵诱人至极的清香，这说明离阳果已经成熟了。众人在闻到这股香气后，立马第一时间疯狂地朝着离阳树冲去。“离阳果是我的，都别和我抢！凭你元师圆满的境界，也敢染指离阳果，吃我一招，去死吧！”离阳果虽然有50-60颗之多，可在场之人却拥有500多人，每个人都想夺得1颗，甚至有的还想得到几颗。所以果少人多的处境下，在果子成熟的一刹那，不管是争夺果子也好，还是趁机解决各自的恩怨也罢，一时间原本还和睦相处的众人瞬间恶斗了起来。“死去吧！啊，离阳果是我的了！”哈哈哈！离阳树周围被分割成了几10处厮杀的战场，有的修士刚采摘了1颗离阳果，便被别人从背后偷袭致死，而有的则是剧团抢占一块树下地盘，其中几人负责争夺树上的离阳果，而另外一些人则是负责树下防守。很快，还不到半分钟，离阳树下便已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张涛原本打算第一时间接近离阳树，查看有无离阳的踪迹，毕竟他对于离阳果并没有多大兴趣，因为离阳果那点离阳之气对于他对抗镜像来说杯水车薪，所以他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准备搜索离阳树周围。可张薇的到来让他的注意力瞬间转移到了这个女人身上。只见他趁着混乱之际，第一时间握紧拳头，朝着他这个堂姐轰了过去。“张薇，我要用你的命来换取我父母的自由！”张涛想将张薇击伤，然后趁势带走，用他的性命来交换他父母的性命。那张薇只有元师圆满的境界，而张涛在他元法的强大威力下，擒下这个女人轻而易举。正当他即将冲到张薇身边时，突然一把银色长枪
横空拦在了他跟张威之间。此时出手之人正是永宁王之子张涛。你个罪人之子，也敢在我张天明前面掳我看上的女人，我看你是活腻了不成？滚你妈的！你是个什么东西？给我闪开！面对张天明的阻拦，张涛没有墨迹，直接动用真元四变的第一变人变，带着双倍攻击的加成，一拳朝着张天明轰去。张天明见张涛真的来找死，不屑地冷笑一声。他和张涛可是相差3层小境界，其中还隔着大境界。在他看来，不管张涛如何挣扎，不管张涛动用什么元技，都伤他不得分毫。所以他将银色长枪横在胸前，聚集其体内元气，准备轻松挡下这一拳。只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张涛拳头抵到他的银色长枪时，他银枪上的元气竟然被驱散了七七八八，只剩1成左右的元气。咚！张涛一拳打到张天明的银色长枪上，瞬间将张天明的银色长枪打出了一条长长的裂痕。噗！张天明虽然将张涛的攻击拦住了，可枪裂后产生的余波让他瞬间受了一些轻伤，一口鲜血瞬间吐出。张涛一拳将张天明打成轻伤，虽然出战告捷，可张涛却并不满意，这还是他争斗以来第一次遭到攻击被阻。心中震惊的同时，手中拳头不得不形成一套组合拳，不断朝着张天明轰去。此时的张天明内心的震撼可想而知，他作为王爷之子，自身修为高达元灵中期，而他用的宝物银色长枪更是一件地品中阶的宝物，可如此高品阶的宝物竟然被张涛一拳轰废了。当然，之所以会有这等威力，还是因为他银枪上的元气被张涛的元气给驱散了七七八八，让他的银色长枪只剩一点微不足道的元气在保护，这才让他的宝物被废。面对如此诡异的攻击，张天明自然一眼就看出了门道。元法，你小子竟然修炼的是元法！他双眼瞬间鼓到最大，这个张涛才20不到，竟然靠着修炼元法突破到了元师后期，这可比20岁的年纪修炼到元清境还要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被张天明保护在身后的张威见张涛修炼的是元法，心中也是十分的震撼。没想到他竟然成长了这么多，看来为了报仇，他吃了不少苦。你给我滚开！张涛的拳头不断朝着张天明轰去，想以此击退或者重伤阻挡者。可张天明知晓张涛的底细后，自然不会再像刚刚那样再和对方正面火拼。此时的张天明收起破损的银色长枪，利用自身境界的优势，不断拉开距离，避免和张涛正面硬碰硬。他虽然修炼的不是元法，可元法的大名，天下哪个修炼者不知？他作为王爷之子，自然知道，所以他不想也不敢和张涛正面硬刚。重新换出一张弓弩，利用拉开的距离，不断用元气射出无数弩箭。嗖嗖嗖！那弓弩的品阶比那把银枪还要高一阶，竟然是一件地品高阶的宝物。而这等宝物射出的弩箭威力大到惊人，每一箭都能划破虚空，在射去的箭道上留下肉眼可见的剑痕。而随着无数的弩箭射出，让原本处于进攻方的张涛不得不疲于防守。不过好在张涛修炼的是天下第一功法元法，每一拳的出击都能将弩箭上惊人的元气驱散的七七八八，只剩下极弱的威力被张涛全部轰断。当当当！张涛不断挥舞着拳头，强行抵挡张天明射来的无数弩箭。不过久防必有一失，张涛防下几百道弩箭后，突然啪的一声，他一个不慎，腹部竟然中了一箭。随后左肩又传来啪的一声，他又中了一箭。眼见马上要中第3箭，生命危在旦夕之时，一根白色灵纱隔空而来，将所有的弩箭通通挡去。快走！此时来救张涛的竟然是只和他有过2面之缘的萧希月，这倒是出乎了张涛的意料。他虽然不知道萧希月为什么要来救他，可他知道他这次真的是大意了。在准备太不充分的情况下，被张天明利用远程输出给放风筝克制了。转身向后撤去，张涛拔掉身上的弩箭，准备先离开这个到处混乱的地方，稍微治疗一下伤情。可就在这时，突然他身后一个大掌袭来，趁他重伤注意力不集中之际，重重地打在了他的后背之上。噗！张涛一口鲜血吐出，人直接被这一掌打飞出了30多米之远。而随着他嘣的一声落地，再次一口鲜血吐出，整个人的气息骤然狂降，半条命已经没了。正当他凭着意志缓缓爬起来时，10几米远望过来的一人让张涛心中暗叫不好。此时望过来之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派人跟踪还想追杀他的叶飞。叶飞见张涛被人一掌打飞到他不远处，心知机会来了，瞬间提着一把斧子猛地朝着张涛杀来。面对这等危机，张涛不得不强撑身体，飞速朝后退去。
可他现在重伤之身，加上他的前方是悬崖，他一时变得无路可逃。叶飞见张涛被他逼入绝境，阴笑着发出桀桀的声音。不仅如此，还朝着张涛说出一些莫名的话：小子，如果不是怕你这个变数，我早就启动计划了。如今只要收拾了你，我便能大展身手，完成任务了。去死吧，臭小子，你险些误了我的大事。叶飞举起巨斧，朝着张涛猛地挥去。面对叶飞往死里的攻击，张涛回看了一眼身后悬崖，一咬牙直接跳了下去。对他来说，选择跳悬崖，他还有一点生还的可能，可如果不跳，他此刻必死无疑。张涛的这一跳顿时引来了2阵撕心裂肺般的咆哮。不，这2声自然就是帮张涛拦住张天明的萧希月，以及见张涛危在旦夕前来准备救援的师姐楚清怡。楚清怡见叶飞将张涛逼得跳下悬崖，手中双剑像发了疯似的疯狂朝着叶飞砍去。他这几天和张涛的相处，让张涛在他心中的地位陡然上升，尤其是他从张涛身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修炼快感，这让他内心深处已经逐渐迷上了这种感觉。如今给他带来这种修炼快感的主人不在了，他下意识将所有的怒火全部发泄到了叶飞身上。而另一位关注张涛的萧希月强行逼退张天明后，竟然一路冲到了张涛落下的悬崖边，想也没想，靠着攀爬慢慢的往悬崖下爬去。这一幕伤感的场景，此时落到一人眼中却是得意的狂笑不已。哼，张涛小贼，你还想挖我的墙角？哼，死不足惜。要不是周围人太多，怕杀了你后患无穷，我不至于只从你背后给你一掌，将这个仇恨值转移到那个叶飞身上。如今你死了，楚师妹将再次成为我的囊中玩物。桀。张涛打死都想不到，刚刚趁他重伤之际给他后背一掌的，竟然是他的师姐夫王爷。此时的王爷见张涛掉下悬崖，心中狂喜不已。而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巨大的黑色护罩将他们争抢离阳果的几百人全部笼罩其中。哈，祸患已除，你们都将是我的魂石。跳下悬崖的张涛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生命危机。这座小山虽然不是很高，但也有700-800米之巨，如果真的垂直跌落下去，他就算拥有元师后期的实力，也肯定小命不保。在这等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不断伸手抓向身旁一闪而过的各种可抓之物。啪啪啪，那些可抓之物全都因为年久干枯，根本承受不住张涛下坠的力量，纷纷断裂开来。眼见落了一半，下坠的速度越来越快，生存的机会越来越小时，突然张涛眼前出现了一根拳头粗的树根，他眼疾手快，一把抓了上去。哗哗，树根被张涛扯出了悬壁上的土壤，并不断拉出。不过好在的是，这条树根足够粗长，竟然勉强承受住了张涛的下坠力量，而没有断裂。抓住了救命稻草的张涛自然不敢松手，用尽全力抓着。仰头看了看，这条树根一直通往山顶，这倒是能借此重新爬上去。有了希望的他自然是奋力往上爬去。只是左肩之前受了重伤，虽然弩箭被他拔出，可伤口依旧鲜血直流。强忍着剧痛，张涛用尽全力不断往上慢慢爬去。当他爬到半山腰时，他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大洞，这洞口有半人来高，洞内有些深不见底。不过张涛不知为何从洞内感受到了一股惊人的气息。他这次来9里古境原本是为了寻找黎阳而来，如今洞内传来如此惊人的气息，让张涛顿时眼前一亮。也不管洞内有没有危险，他急忙弯腰爬了进去。随着他越爬越深，那股惊人的气息也越来越重，而且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上暖洋洋的，这种感觉和当初吸收黎阳水时一模一样，这让张涛紧张不已。但愿里面不要是黎阳水才好。张涛很担心里面还是黎阳水，这样的话即使他将其吸收增强一些修为，可镜像的问题他依旧无法解决。所以他怀着极其忐忑的心不断向内爬去。很快，通过张涛快速爬走，1分钟过去，一股逐渐透亮的阳光越来越浓，直到爬到最深处，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山内空间顿时让张涛目瞪口呆。这处空间周围有着无数的树根环绕它们，不断吸收着中间一处拳头大的光球所散发出的能量。而那个光球，张涛生平第一次见到，那是一颗犹如小太阳般的存在。即使张涛现在和这颗小太阳保持了30多米远，他还是能感受到一股炙热的元气正不断烘烤着他。这股炙热元气，如果换做别人，哪怕是楚清怡这种元灵后期的修行者，恐怕都坚持不了几秒就会被烤熟在此。可张涛不一样，他修炼的是元法，这套功法让他自身的承受力远远超过他人。不仅如此，他之前炼化了1大池的黎阳水，也让他无形中对这股相同气息的炙热元气有了不少的免疫之力。
张涛望着前方这颗小太阳，他不用多猜也知道，这定然就是他进入九黎古境寻找的终极目标——黎阳。怪不得九黎古境开启那么多次，前前后后进来这么多人都没人发现黎阳的存在，原来是藏在了山内。也怪不得山顶会长出一棵黎阳树，开出黎阳果，原来都是因为黎阳树的树根不断吸收着山内的黎阳之气。张涛终于明白了秘境中的一切，他突然庆幸自己选择了跳崖，并发现了那个半人高的山洞，否则他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找到眼前的黎阳。只是不远处的这个黎阳并没有师娘当初说的那么恐怖，不仅如此，远远看起来这个黎阳还很有些虚弱残缺。不管了，先炼化了它，再一探究竟。张涛知道机不可失，如今天赐良机就在眼前，他不能有任何的犹豫。缓缓走上前，当离这颗小太阳还有10来米远时，张涛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炙热，这股炙热甚至在慢慢蒸发他体内的血液。不行，这样走过去还不等炼化，恐怕就直接被烤熟了。怎么办？难道黎阳就在我面前，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而无法将其炼化吗？就在张涛心有不甘之际，突然他想到了一物，急忙从储物袋中拿了出来。那是一颗金色的丹药，透露出天品低阶的气息，正是当初师娘给他的少阴金骨丹。少阴金骨丹刚拿出来，瞬间就形成了一层层淡淡的阴冷之气，和黎阳散发出的至阳之气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张涛没有任何犹豫，第一时间将少阴金骨丹一口服下。刚服下，他便觉得浑身阴冷刺骨，全身上下不断打着冷战。不仅如此，他还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身体表面逐渐形成了一层薄薄的冰皮。感受到这股强大的阴冷之气，张涛心中不免有些感叹，不愧是天品低阶的丹药，如果外部没有黎阳散发出来的惊人热气，或许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冰人。此时的张涛内忧外患，如果稍微处理不好，不是被冰死就是被热死。而他服下少阴金骨丹后也不敢有所迟疑，急忙走上前，一把抓住那颗拳头大的黎阳，一张大嘴瞬间服了下去。刚服下，他的身体瞬间膨胀起来。这样的场景，如果不是他修炼的功法是元法，加上黎阳水对自身元脉的改造，他现在膨胀成这样，早就自爆身亡了。服下黎阳的张涛能清楚地感觉到体内有着一阴一阳正不断地较量着，双方就像生死大敌一般，谁也不会让着谁，在张涛体内不断地交锋起来。而张涛一具凡人之躯被这两种天地最极致的阴阳二气一顿搅乱之下，整个人剧痛到了极点，身体不断膨胀成了球状，还因为膨胀的过于极致，身上表面已经出现了不少裂痕，无数的鲜血不断从裂痕中喷滋出来。如今的张涛就像一个膨胀的血人一般，随时随地都面临着自爆的风险。面对这等九死一生的局面，张涛自然不可能任由这两股势力在他体内如此混战。他急忙运转元法，强行炼化体内的两股元气。炼化之下，张涛顿时心如死灰。这两股阴阳之气实在是太庞大了，以他的修为，每次只能炼化一点点，这一点点让他有种杯水车薪的无力感。可他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毕竟他现在的身体已经被这两股势力毁得不成样了。如果再这么长久下去，他必死无疑。想到可能会死在这里，张涛内心突然生出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意志。我不能死在这里，我的父母还等着我去解救，我家的冤屈还等着我去申诉，不能死在这里，绝对不能！给我炼化，通通都给我炼化！张涛死守着最后一份意志，浑身的剧痛虽让他牙齿咬得稀碎，但他也绝不放弃。只是人力岂能和天斗乎？此时的张涛虽然心中绝不放弃，可身体始终有个极限。就在他疯狂炼化之下，终于他顶不住了，眼前一黑，原地昏死了过去。啪！晕倒在地的张涛身上散发出强烈的阴阳之气，这股恐怖的阴阳之气将他浑身上下除了储物袋外，所有东西全部毁得一干二净，其中就包括了之前萧希月送他的那块血鹰佩。当这块血鹰佩破碎的一瞬间，深山外的悬崖峭壁上，一个正不断往下攀爬寻找张涛的绝美女子突然感应到了这股熟悉的力量，这是他精血的力量，位置就在他不远处。有了这股力量的定位，他瞬间锁定了张涛的位置，没有任何犹豫，他用最快的速度朝着定位的方向急速攀爬而去，直到看到张涛进入的半人山洞，他想也没想，直接爬了进去。当他爬到最深处，看到身体散发出阴阳之气的张涛时，他内心的震惊可想而知。他这是怎么了？体内怎么会有如此精纯的阴阳之气？只是这一阴一阳并没有和睦相处，而是在互相制衡混斗。不过正因为这种势均力敌之下，才使得他不至于被任何一方要了性命。萧希月看得出，此时的张涛已经命悬一线了，之所以还没有死，
是因为他体内那股阴阳之气各占了一半天地。这种平衡之下，让他勉强能维持最后一口气。萧希月想上前帮忙，可一时不知该如何下手为好，毕竟他的实力也只有元灵中期而已，这让他心中着急不已，冲着张涛略带哭腔的呼喊道：张涛，你可不能死，你忘了你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了吗？原本纯洁无瑕的萧希月身上竟然散发出了浓浓的情愫，一段陈年往事浮现在他心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那时他还只有11岁，一个人缩在石桥边，忍耐着饥饿，等着被活活冻死。突然，一个身穿华丽服饰只有10岁的小男孩拿着几个热乎乎的馒头给他吃，这几个馒头让他捡了一条性命。而后的1个月，他每天跟在这个小男孩的身后，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那时那个小男孩对他说，只要有他在，就不会让别人欺负他，他会保护他一辈子。他很开心，也很幸福。只是好景不长，1个月后，他被他现在的师父带走，一直被困在5行书院中，每天不断地打磨着基础，做着修炼前的各种准备。直到他16岁正式开始修炼后，他终于找了个机会，趁着师父不注意，悄悄出院去寻找当初那个小男孩。可当他来到故地时，他才知道那个小男孩的父母已经被打入了天牢，而曾经的小男孩也不知去向。如今他回想起这段往事，他脑海中永远都忘不了那个小男孩的名字张涛。望着眼前这个曾经救过他，在他心中刻下永不磨灭印记的男人，他眼中包满了泪花，心中似乎做出了什么天大的决定。只见他深吸一口气，竟然对着虚空莫名地说道：系统，他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我的技能可以用了吗？刚问下，他脑海中响起了一个和白洁、楚清怡脑中一模一样的声音：目前检测到您的主人出现了致命危机，您的技能可以立刻使用。在过去，萧希月和白洁、楚清怡一样，根本没有绑定任何系统。可在9里谷境外，在一次近距离见到张涛时，他脑中竟然激活了女仆系统。在激活系统的瞬间，他还接取到了一个天品任务，就是让他在主人危机时成功的使用一次系统技能，奖励是超量修为，同时获得5000女仆币，以及直接进阶到精通的女仆。他当时好奇之下查看了一下他的自带技能，竟然是让他和张涛完成阴阳结合，在结合的同时将自身所有的修为一次性全部临时传输给张涛，增加张涛的临时修为。技能介绍中显示，这种传输不会影响他的境界，但是传输完后，他12个小时内将毫无修为，必须要等12个小时后才会一次性恢复。在接到这个任务后，他便将由他精血炼制的血阴佩赠送给了张涛，好让张涛有致命危机时捏碎血阴佩，让他能感应到张涛的位置，好方便他前来相救。如今他系统中的主人，现实中让他终生难忘的男人，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虽然心中娇羞不已，可为了能让对方活下来，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心中意念一动，他身上的紫色长裙便哗哗哗地落下，晶莹剔透、纯洁无瑕的身躯出现在张涛跟前。不过此时的张涛已经昏迷倒地，根本没这个艳福欣赏这一切。脱掉衣服的萧希月浑身羞得通红，他过去从未经历过人世，自然青涩到了极点。可他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心意已定，直直地朝着昏睡中的张涛走去。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快乐，能不能让女人快乐，这都是在从侧面反映一个男人本事的大小。显然张涛的本事很大，一阵欢呼后，他微笑着昏迷了过去。而他自身的修为如同系统所说那样，全都的涌向了张涛元脉中，成为了张涛的临时修为。原本昏迷的张涛被这股修为一冲，顿时双眼猛地睁开。不过睁开双眼的张涛并非醒来，而是处在了一个混沌的意识。只见他左眼纯阴色，右眼纯阳色，这代表着他体内一阴一阳已经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控制权。而萧希月临时传给他的修为，让他实力猛然从元世后期巅峰直接来到了元灵初期巅峰。体内原本已经停止的炼化瞬间增强了10几倍，开始疯狂地炼化着体内的阴阳之气。这股惊人的炼化让体内的阴阳之气感到了阵阵威胁，在继续互斗的同时，不得不分出手来抵抗这股炼化。可张涛如今的炼化可不是之前元世后期那慢腾腾的炼化可比，那快速的炼化效率让体内阴阳之气分出来的抵抗全化为了他的修为。这些修为不但快速修复了之前被阴阳之气毁得不成样的元脉，还将元脉的韧性再次加强了好几倍。同时这些炼化的修为还成为了张涛反过来对抗他们的手段。很快，炼化还不到5分钟，张涛体内的阴阳之气就察觉到大事不妙，双方不得不停止了争斗，全力抵抗张涛的炼化。不过此时的阴阳之气已经被张涛慢慢磨去了1/3，剩下的2/3虽然也不少，但却有些到了强弩之末。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被张涛服下的少阴筋骨丹终于面临后继无力，被张涛完全炼化完毕。没了少阴筋骨丹的牵制，黎阳等于没了一个潜在的强敌。这时，原本处在抵抗状态的黎阳瞬间反客为主，主导了整个战场。而原本掌握了主控权的张涛，浑身像一个火红的太阳，炙热到了极点，整个肌肤逐渐变黑，甚至变糊，体内的血液也像是快要被蒸发一般。此时的他急需一个宣泄口，将体内这股强烈的离阳之气宣泄出去。而这时，他感受到身边有股阴凉之气，这股阴凉之气像是让张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让他瞬间看到了希望。在这根救命稻草上，张涛不断宣泄着元脉中的离阳之气，直到他精神一振，原本快要烤熟他元脉的离阳之气似乎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瞬间被排出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虽然让张涛的元脉还是感觉到很炙热，可早已不像之前那么致命了。没了强势的后劲，体内的离阳之气就像蔫了的气球，再也蹦弹不起来了。而张涛急忙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开始用元法疯狂地炼化着体内的离阳。那离阳剑大势已去，只能在张涛体内发出一丝无形中的不甘声，最后通通融进张涛修为之中，和张涛完成了合二为一。刚完成合二为一，原本张涛元师后期的修为犹如吃了10全大补药一般，疯狂地进行压缩，提升元师圆满。元师圆满巅峰当来到最后的大境界瓶颈时，让所有修士都大感头疼的阻碍，竟然像正常呼吸一般，轻轻松松就被突破了。而张涛的境界也瞬间来到了元灵初期。不仅如此，他的修为还在不断压缩增长，只是在压缩到元灵初期巅峰时，逐渐后继无力，终于在突破境界前停了下来。完成炼化与境界突破2件事后，张涛的意志终于完完全全重新掌握了自己的身体，缓缓睁开双眼。这次的双眼已不再是一阴一阳，而是正常的眼色。抬手收工，这场百死一生的炼化终于险之又险地度过了。只是当张涛收工后，看到眼前的场景，顿时愣住了。他竟然白白地坐着，而前方一个熟悉的绝美身影也是一样，只不过这个身影此时已经昏迷了过去。张涛仔细看了看那绝美的身影，竟然是萧希月。而两人如此场面，即使张涛对之前阴阳结合之事完全没有记忆，但他也知道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去，怎么会这样？莫非刚刚的救命稻草是他？张涛看着楚清怡身体上的红掌印，这里除了他还能有谁？唉，张涛无语的轻捶了几下脑袋。我的第一次竟然就这么没了。都说第一次是永远的记忆，可张涛没有记忆。对此，他心中虽然难以接受这等事实，但还是不得不接受。站起身，急忙从自身的储物袋中拿出一套衣服穿上，又将萧希月脱去的衣服为他穿上。穿好后，他急忙出声唤醒萧希月，可对方此时已经重度昏迷了，而且身体还虚脱到了极点，似乎之前经历了什么大战，耗光了他浑身的气力。见唤不醒萧希月，张涛只得先将对方轻轻放下，随后站起身，心中意念一动，一个犹如黎明颜色的小太阳从他体内钻出。这小太阳自然便是张涛炼化的离阳了。不过此时的离阳只有拇指那么大，而且张涛能清楚地感觉到眼前的离阳并非完全体，而是只有真正离阳的1/4。怪不得我之前见到这股离阳时会有种残缺的感觉，原来我并没有感应错，我炼化的离阳果然不是完全体。费了9牛2虎之力，经历了百死一生的绝境，竟然炼化的离阳不是完全体，这让张涛心中多少有些失落。不过他随之一想，又坦然面对了。这离阳可是纯阳下的分支，即使没有纯阳那么毁天灭地，可也不是普通修士能轻易染指的。如果这次遇到的不是残缺的离阳，或许凭我之前的修为还没炼化，恐怕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这次的炼化让张涛想想都有些后怕。不过只炼化了1/4的离阳，对于张涛来说是绝不可能满足的，剩下的3/4离阳他必须要将其找到，然后全部炼化掉。定下了新的短期方向，已经恢复了全身伤情的他将萧希月抱起，朝着洞外而去。离阳树的山顶此时正被一个黑色的巨大护罩笼罩着，护罩内一个高挑瘦弱的身影正不断狂笑着。你们不用再反抗了，既然已经入了我的构中，就都成为我的魂石吧。那狂笑之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逼张涛跳下悬崖的叶飞。此时的叶飞身上的黑衣已经破碎不堪，衣服下的皮肤竟是一块块的腐肉，而他身上的气息也变了，不再是元灵后期，而是来到了元清初期。不仅如此，他身上还散发着浓浓的黑气，这股黑气让人看一眼就会感到心神慌乱，幻想丛生。叶飞得意地狂笑着，似乎战局已定。在他不远处，
已经重伤倒地的一名绝美女子见叶飞模样，强忍着身体元气的流失，厉声怒斥道：叶飞，你个修士叛徒，竟然让镜像附身，你就不怕被反噬吗？反噬又如何？我这一辈子一直被人踩在脚下，这2个月是我活得最精彩的2个月，而这一切都值了。出声怒斥之人自然是重伤的楚清怡，他见大势已去，想唤醒叶飞作为修士的最后良心，可叶飞早已被镜像控制了心底最深处的欲望，已经无法回头了。就在楚清怡还想再劝劝叶飞时，在他身旁，一名长得英俊不凡却气息衰落的男子朝着楚清怡悄悄说道：楚仙子，不要再劝他了，此人已经失了心智，已经拉不回来了。一会儿我爆发最后实力，你带着还活着的40-50名修士一起攻击阵法护罩的一点，逃命去吧。那名英俊男子气度十分不凡，一看就是常年身居高位。楚清怡见英俊男子准备舍生取义，心中也是佩服不已。不过这名英俊男子的身份尊贵，他虽然知道对方所说是最后的办法，可他还是想劝阻一二。张宇皇子，要不我们俩再配合一次，最后试一试。如今场上修为最高的就是元灵后期巅峰的他，以及实力达到元灵圆满的张宇2人。至于其余人，不是奄奄一息，就是早已被叶飞吸光元气和魂魄，变成一具巨皮包骨的干尸。如此情况下，如果他们再不拼死突围，将真的全部阵亡在此。张宇见楚清怡还想最后一拼，急忙一跃抓住楚清怡，将其抛到阵法的最外围，然后朝着苟活的几十人大声嘶吼道：所有人听我命令，朝着护罩一脚进攻，拼尽全力逃出去。说完，他拿着手中的金玉折扇强行朝着叶飞冲去。张宇想凭着他元灵圆满的修为，为众人争取到最后一丝活下去的希望，可这个想法被叶飞一眼看穿，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既然你想死，那我就先成全了你。叶飞不屑地看着朝着他攻来的张宇，手中巨斧用力一挥，一道5米高半米粗的黑色斧器朝着张宇猛地斩去。黑魂魄的斩。叶飞虽然施展出的是灵品中阶的元技，可已经重伤的张宇却不敢大意，手中金玉折扇朝着前方用力一挥，一道2米多长的彩虹锋刃撕裂着虚空，朝着叶飞的巨大斧器而去。长虹贯云，嘣！黑色斧器和彩虹锋刃撞击到一起，发出惊天巨响以及强烈的余波。这些余波直接将张宇掀飞出去，让本就重伤的张宇直接伤上加伤。在落地的一瞬间，再次一大口鲜血吐出，气息骤降到了最低，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而叶飞只是稍微受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轻伤，舔了舔意犹未尽的嘴唇。他不再关注即将被他阵法吸成干尸的张宇，而是望向阵法护罩的一角，正不断拼尽全力轰打护罩的楚清怡等人。不用费力了，凭你们这点实力，根本破不了我的镜像本源大阵，都乖乖成为我的魂石吧。叶飞见大局已定，大声狂笑着，似乎如此豪爽的一刻，他早就等待多时了。见周围众人全都败在他的脚下，他心中终于得到了生平最大的满足。我叶飞苦修5年，却因为资质低下，无人赏识，最后连元者后期都突破不了。如今我将你们所有的同辈天才全都踩在了脚下，我终于做到了同辈无敌，哈哈哈哈！叶飞心满意足的再次狂笑着，随后他原本正常的面容突然开始腐烂，一块块腐肉不断掉落。对此他一点都不惊慌，反而十分镇定，甚至眼神中还流露出死而无憾的满足感。几秒后，他原本正常的双眼瞬间变成了全黑，配合着他腐烂的面容，看起来诡异到了极点。而这时他嘴里发出另外一道充满诱惑的阴冷之声：桀桀，本君祝你完成了心愿，接下来就是该我完成任务的时候了。此时的叶飞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不但生机渺茫，还被一股死气环绕，处于命悬一线的地步。大变模样的叶飞根本不管远处苦苦挣扎的楚清怡等人，而是直直朝着黎阳树而去。只要等我将这颗祸害除掉，我此行的任务就算完成了。等我回到本体后，便能和宗上交差了。这也不枉费我分出一道分身，降临到一名元清圆满巅峰的修士体内，随后又附身到此人身上。叶飞激动之下，抡起大斧便朝着黎阳树斩去。咔！无人阻拦之下，他只用了一斧头，就将10几米粗的黎阳树当场砍断。见黎阳树被斩成2半，生机全无，叶飞心情舒爽到了极点。因为他降临此界，耗时2个多月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兴奋之余，他一转头望向阵法边缘的楚清怡等人，待我将这几十人的魂魄全部吸收殆尽，便可以回圣界了。叶飞手中托着巨斧，朝着楚清怡等人走去。只是他原本腐烂掉落的身体，如今已经逐渐露出了骨头。可就是这样，他也丝毫不在意，因为现在的叶飞身体对于他来说
不过是存在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容器罢了。如今任务已经完成，容器的好坏已无关紧要。远处的楚清怡见叶飞缓缓走来，心知大势已去，此命休矣。可他堂堂天之骄子，绝不向命运低头。我就算死，也要拖你垫背。楚清怡抱着一命换一命的想法，双剑再次化作2条粉色蛟龙，朝着叶飞而去。可如今的他重伤在身，施展的元技连他巅峰时期一半的威力都不到，加上他本身实力就比叶飞低得多，这让他根本就对叶飞造不成任何威胁。叶飞看着飞来的2条蛟龙，不屑地冷笑一声，随意挥出一斧头，便将这招元技轻松破掉。破掉后更是原地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这些修士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死到临头还不肯放弃，看来我只能先送你一程了。说罢，叶飞猛地将手中巨斧掷出，准备给予楚清怡最后一击。面对封锁了他所有路线的一斧头，楚清怡无奈之下只得放弃了所有抵抗，准备接受死亡的降临。就在他心如死灰，觉得自己必死无疑时，突然当的一声巨响，原本飞向他的巨斧居然被弹飞了回去，而攻击巨斧的竟然是一枚普通的石头。这等变故让楚清怡第一时间朝着石头飞来的方向望去。一个背向阳光扛着一人的帅气男子霸气登场，有我在，你谁也送不走。随着帅气男子扛着一人缓缓走来，楚清怡终于看清了来人模样，竟然是他的师弟，系统中的主人张涛。他之前一直以为张涛跳下悬崖必死无疑，可如今见他扛着一人再次回到了山顶，他心中顿时激动地哭了出来。你竟然没死！你竟然没死！张涛在远处看到师姐激动地哭了，脚下一蹬，飞速来到师姐身边。师姐，让你担心了，我回来救你了。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死了。楚清怡直接撞入张涛怀中，在张涛怀里哭得稀里哗啦。原本就已经很虚弱的他，此时整个人都像是瘫在了张涛身上。张涛看着平时可爱漂亮的师姐，如今梨花带雨，哭得不成样子，心中疼惜不已。左手耸了耸扛在肩上昏迷的萧希月，右手轻轻拍了拍怀里的师姐，轻声安慰道：放心吧，我死不了，有我在，我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我相信你。楚清怡从未想过能看见张涛活着是多么高兴的一件事，也从未想过他一个天之骄子竟然会如此的相信别人。此时他将所有的生存希望都放在了张涛身上。那叶飞已经被镜像完全控制了，不仅用阵法将绝大部分人吸成了干尸，还将黎阳树砍成了2半。你能对付他吗？楚清怡虽然心中相信张涛的实力，可2人实力相差太大，况且敌人还是由镜像操控的，这一切都让楚清怡担心不已。张涛听到叶飞已经被镜像控制，震惊之下又恍然大悟。我说第一次见到此人时，这人为什么会让我心中感到危机？原来是被镜像控制了。很好，我如今已是元灵初期，很快就会面临第一次的镜像降临，就让我提前见识一下镜像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张涛轻轻拍了拍楚清怡肩膀，示意他别担心，随后将萧希月托付给了楚清怡，而他则是一脸兴奋地朝着叶飞走去。叶飞见拦下他的竟然是张涛，心中也是震惊不已。见张涛走来，他眯着他那双纯黑的双眼，不屑地发出一声冷嘲：哼，你小子还真是命大，跳下悬崖都不死。不过如今我已经完全控制了这具身体，也完成了任务，我已经没有了任何束缚。既然你跑来送死，那我就将你这个天敌除掉，就当是我回圣界前为同族们再出一份力。此时的叶飞完全没有任何顾虑，虽然张涛修炼的是元法，对他有极大的克制，可他已经完成了任务，就算拼的这具身体被毁，只要能灭了此人，那他这一次的降临也算得上是真正的圆满了。不过他心中虽然是这么想，可他还是不得不谨慎对待此人，毕竟张涛修炼的是极其克制他们一族的元法。为了保险起见，他从储物袋中拿出一顶绿色帽子，这是他降临此界时那名元清圆满修士的最强宝物，一件地品高阶的防御之宝。有了这件宝物辅助，他心中觉得此战稳了。将绿色帽子戴上，他身上瞬间出现了一层绿色的防御护盾，将他无死角的防御在内。做好这一层保护后，他提着飞回来的巨斧，飞速朝着张涛冲去。敢修炼元法，你去死吧，死后的魂魄我要了。远处的楚清怡见叶飞全力朝着张涛攻去，他心中蹦蹦直跳，双手下意识地握到一起，可见他内心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虽然不知道师弟的境界为何会突破到了元灵初期，可叶飞此时已是元清初期的实力，2人相差4层小境界，而且还隔着大境界，他真的能行吗？师弟，我们所有人的生存希望
就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你可千万不要输啊！除了楚清怡如此期望外，活着的40-50人此时也是气喘吁吁，充满着最后希望的望着张涛小子，你可一定要救下我们，我们所有人的性命就在你一个人的手上，救救我们，你一定要救救我们！所有人的潜意识里虽然都觉得张涛以元灵初期的实力对战叶飞元清初期的实力几乎毫无胜算，可他们现在所有人都已经被叶飞师展出的镜像本源大阵吸得血气干枯，只剩半条小命。即使他们心中再不相信，也祈求上天，希望张涛能出现奇迹救他们一命。就在所有人包括楚清怡都期望张涛能救他们一命时，他们期望的主角张涛此时也终于动了，紧握着拳头快速朝着叶飞冲去。叶飞见张涛杀来，手中巨斧直接高高举起，猛地挥出10几道1米多粗的黑色斧器，朝着张涛猛地斩去。去死吧，黑破灭天斩！叶飞借着属于这个世界的身体施展出了这个世界品阶达到地品低阶的元技。这等品阶的元技，如果换作他人，不管是楚清怡还是那张羽皇子，恐怕都会大惊失色，甚至难以抵挡。可张涛面对叶飞超强的元技时，脸上却露出了不屑的笑容。你也太小看我了，区地品低阶元技，给我破！张涛瞬间开启真元4变的人变，在双倍攻击下，配合着元法的特殊性，对着10几道斧器瞬间挥出了10几拳。这每一拳中都带着浓浓的离阳之气。那些看似强悍异常的黑色斧器，遇到张涛挥出带着离阳之气的拳头时，就像是遇到了最大克星一般，触者即破。叶飞看着张涛如此轻易破掉他的最强攻击，心中大吃一惊。尤其是见到拳气上带着的离阳之气时，原本腐烂的脸上露出了惊恐之状。不，这是纯元之力，你体内竟然有纯元之力，你死定了！你竟敢炼化纯元之力，等你突破大境界时，我的本尊定要亲自降临，带着众相剿灭于你！叶飞打死都不敢相信，眼前只有元灵初期的小子，不但修炼了克制他们镜像的元法，体内竟然还有纯元之力，这纯元可是克制他们镜像的最大杀器。如果让此人成长起来，对他们降临这个世界绝对是百害而无一利。面对叶飞的威胁，张涛只能用拳头来对他做出回应。是吗？在你降临之前，那我就先灭了你！破掉叶飞元技的张涛快速逼近了对方，黑色拳头之上带着浓浓的离阳之气，一拳轰向了叶飞。这一拳刚轰到叶飞身上时，叶飞身上突然出现了一层绿色护盾。不过这层绿色护盾只是微微阻挡了不到半秒，便啪的一声破碎开来。而没了绿色护盾的保护，张涛一拳穿过叶飞身体，嘣的一声，叶飞的身体瞬间被炸成了一块块肉碎。至于控制叶飞的镜像，则是变成一缕黑烟，飞到半空，准备破界逃走。小子，你别得意，我如今不过是一道分身罢了，等下次见面，我的本尊定要吃了你的魂魄！眼见控制叶飞的镜像要跑，张涛手中瞬间出现了一个拇指大小的小太阳，小太阳上不断涌现出至纯至净的离阳之气，赫然是张涛之前炼化的离阳。手中握着离阳，张涛朝着准备破界逃走的镜像猛地丢了出去。没有下次了，这次你就给我死在这里！控制叶飞的镜像见到张涛扔来之物时，那团黑烟中的眼睛顿时布满了无尽的恐惧。不，这竟然是纯元中的离阳！不要啊！一阵绝望的惨叫声下，原本想破界逃走的镜像根本来不及打开界面，便被张涛扔来的离阳直接净化得干干净净。张涛跨了4层小境界，将实力高达元清初期的叶飞以及控制他的镜像轻轻松松将其灭得干干净净。这等摧枯拉朽的强大实力，让周围观看这一切奄奄一息的众人全都震惊到了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慢慢缓过神来。我去，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跨了4层小境界，还能如此轻松地灭掉敌人，这他妈还是人吗？我李三一向自认是同辈中的天才，可和此人相比，我他妈什么都不是。这个9天宗的弟子实力也强得太离谱了吧，不但修炼了元法，他最后施展的小太阳到底是何元技？为何如此的精纯恐怖？活着的众人在惊讶张涛实力的同时，也有几人投来了不一样的目光。张涛弟弟，没想到你真的成长起来了，你以后真的会回来报仇吗？不要回来，我爹爹不会放过你的。马德，这小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我之前射了他2箭，这小子不会要了我的命吧？该死，此人竟然靠着元法突破到了元灵初期，难不成我还没玩过的女人真的要拱手送人了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这个9天宗弟子有点意思，竟然炼化了离阳，如果能和此人合作，我便多了一成对抗大哥的机会，这样我便能为2哥平反了。就在这几人生出不同心思时，张涛则是上前将叶飞的储物袋捡起，将他头上戴着的绿色帽子取下，随意看了看。这个地品高阶的宝物倒是个好东西，到时候送给师傅，
虽然他从没在意过我，可他毕竟收留过我，这个绿色帽子就当是对他的报答吧。收好了叶飞的遗产，张涛又将倒下的梨杨树上还未争夺的18颗梨杨果全部摘下。这次进入九黎古境，他的目标虽然是梨杨，可这些梨杨果可以留给师姐服用。对他来说，自从他的父母被诬陷打入天牢后，只有师娘和师姐对他最好了，所以有了好处，他自然第一时间想到他们俩。张涛将梨杨果一颗颗全部收入囊中，引得那些存活下来的修士们羡慕不已。不过他们对此并未有任何异议。这次要不是张涛最后出现灭了叶飞，他们所有人恐怕都得交代在了这里。而随着张涛摘完梨杨果，周围剩下的修士们也已经服下了恢复血气的丹药，每个人都恢复了基本的行动。只是之前血气流失过多，让他们所有人全都脸色苍白，走起路来都有些飘飘然。待张涛摘完梨杨果走过去时，这些修士全都第一时间朝着张涛拱手谢道：“这位张兄弟，在下是8大家族之一的刘秀，这次多谢你出手相救，如此大恩，将来如果有用的找我时，我一定义不容辞。张老弟，在下也是8大家族之一的族人，以后你用得着我时，我也绝不推辞。”能进入九黎古境的年轻修士，无疑不是各宗门、各家族最有潜力之人。张涛能得到他们的相助，对他今后救出父母绝对有着不小的帮助。所以他并没有因为自身实力强过他们便心生傲气，反而是非常谦虚的和每一个人客气的抱拳还礼。多谢大家的厚爱，能和你们再次结交，也是我张涛的福气。如果你们以后有用得着我的时候，只管来九天宗找我便是。张涛豪爽的回答让绝大多数被张涛搭救之人都极为满意。不过此地的梨杨果争夺既然已经结束，他们和张涛感谢一番后，也各自寻找他们仅剩的族人往秘境出口走去。见众人分批离去，张涛上前几步拦住了其中2人，这2人便是张威和张天明了。张天明见张涛阴沉着脸上前拦住他，不让他走，他脸上顿时露出了惶恐之色。张涛，我可是永宁王之子，未来永宁王的继承人，你可不要对我太过分。几个小时前，张天明根本不将张涛放在眼里，可当下的张天明早已没了之前对战张涛时的嚣张。他在见识过张涛一拳就将害惨他们的叶飞当场击杀后，他心里对张涛十分的恐慌，生怕张涛找他算后账。张涛走上前，手中紧握拳头。这个男人之前想要他的命，如今他要是不趁机灭了此人，未来此人动用他王爷之子的势力，恐怕会后患无穷。想到这，张涛自然不会放张天明走。就在他准备解决掉这个祸患时，突然他举起的右手臂被人一把抓住，而抓住他的正是张宇。张贤弟，此人你杀不得。被张宇抓住手臂还被阻止，张涛略微有些敌意地望了过去。你想替他出头？非也，我是在为你考虑。为我？张涛疑惑地收起拳头，想听听眼前之人话中到底什么意思。张宇一招手，示意借一步说话。待2人走远一些后，张宇微笑着解释道：那张天明是永宁王之子，还是独子？永宁王对此人疼爱的不行，你如果杀了他，永宁王肯定会全国通缉追杀你，你到时候就算有9天宗保护，恐怕也很难善后。张宇此话明显有一些威胁的意思，这让张涛听起来很是不爽。哼，难道我现在放过他，他未来就会放过我吗？与其他秋后算账，不如我现在就了结了他，以免放虎归山。非也，你身负为父母深渊的重担，不应该如此鲁莽行事，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张涛听到张宇一句话就道出了他的身份，无比震惊地望向眼前之人。你是谁？为何你知道我的身世？呵呵，在下四皇子张宇。什么？你就是张宇皇子？张宇的自我介绍瞬间惊住了张涛。他虽然和张宇年纪相差不大，可他过去只听过对方的大名，却一直无缘得见。如今见到本人，他自然是万分震惊。张宇淡淡一笑，随意说起了一些张涛不知道的秘事。你父母当初被诬陷，其中有着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这里面关系到皇位继承之事，所以整件事并不是你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如果你真的想救出你的父母，那你必须要从长计议才行。从张宇的话中，张涛瞬间明白了，他父母当初被诬陷，不单单是他大伯搞的鬼，这背后恐怕有着一个惊天的阴谋在里面。这让张涛不得不谨慎对待，不然不但救不出他的父母，连他恐怕都会深陷其中。那依张宇皇子的意思，我该如何才能救出我的父母？很简单，和我合作，我帮你救出父母。和你合作？呵呵，我一个小小的园林初期，也值得你一个堂堂的四皇子如此看得起。张涛略微有些自嘲一声，这倒不是他不自信，而是他现在的实力在皇室面前
犹如沧海一粟，根本微不足道。他可不相信这个张宇皇子会真心想帮他。面对张涛的怀疑，张宇手中金玉折扇一展开，顿时显得潇洒非常，同时也让原本紧张的气氛一下变得随和起来。张贤弟莫要如此小看自己，你的实力在我们天都国的统领中近乎无敌。当然，这还不是吸引我的，你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你以元灵初期的实力，竟然炼化了黎阳，光是这份奇遇，你未来必定无可限量。所以和你合作，对我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听张宇这么一说，张涛倒是认可的点了点头。你倒是好眼力，所有人都没有看出我炼化了黎阳，你却一眼就看了出来，看来你的心智不小。说吧，你想怎么合作？眼前这个皇子和他差不多的年纪，却有如此见识，志向肯定不是当一个区区的皇子。张涛对此倒是猜出了一二，不过他还是想听对方如何回答。张宇见张涛进入正题，微微一笑，反而不心急了，再次聊起了一些密事。既然张贤弟有合作的想法，那我就透露一些皇室的隐秘给你吧。我大哥一心想夺得皇位，可我二哥却是我母后嫡出，按正统应该由我二哥成为太子继位。这样的安排，我大哥自然不服，他便暗地里和我二哥明争暗抢。结果是我二哥输了，他被我大哥诬陷成了谋逆叛国，和二哥相关的所有人全都遭到了株连。听到这，张涛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直接打断了张宇的讲述。你的意思是说，我父母是二皇子一党的？非也，你父母原本并未结党，可正是这个原因才反遭诬陷。并未结党，反而被诬陷，这是什么意思？张涛一时听糊涂了。如果他的父母并未结党，那为何还要诬陷他们？这个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你爷爷当初是当朝丞相，门下后生众多，我大哥想拉拢你们丞相一派，而你父母作为老丞相的正统继承人，自然是被拉拢的对象。可你父母并不愿意搅入皇室的夺嫡之中，所以拒绝了我大哥的拉拢。对于我大哥来说，做不了朋友的都是敌人，加上你大伯背地里投靠了我大哥，所以这才有了这等冤狱。听完张宇的解释，张涛瞬间怒火冲天，整个人身上的黎阳之气立马变得狂暴至极，似乎下一秒就会爆发出来。远处的楚清怡等人见张涛和张宇聊着聊着，突然怒火万丈，全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中张天明脚下一蹬，便要第一时间上前搭救张宇，而楚清怡则是唤出双剑，直接拦在了张天明身前。我师弟没有谈完之前，你们谁也不准动，谁也不准走。说完还转头示意了一下一旁脸色惨白的王爷，让他一同控制住眼前的张天明以及张威。王爷对此自然是极不情愿，他心里巴不得这些人和张涛火拼起来，最好是能将张涛打死，这样眼前的师妹便不会面临被挖走的风险，而他今后则是可以好好的玩弄这个女人了。不过当下楚清怡既然给他示意了，他就算内心再不情愿，也只能继续伪装出一副老实人模样，出手从另一面帮忙挡住眼前两人。张天明只有元灵中期的修为，而张威更是只有元师圆满的境界，被元灵后期巅峰的楚清怡以及同是元灵中期的王爷拦住，他们俩想动弹都难，不得已只能剑拔弩张的和楚清怡两人对峙着。而张涛这边，张宇感受到张涛冲天的怒气，不但不害怕，反而轻轻地拍了拍张涛肩膀，终于把话题聊到了正题上。张贤弟，莫要动怒，我大哥身居高位，加上我父皇即将命不久矣，你如果想救出你的父母，那这个皇位就不能落到我大哥头上。张宇如此一说，张涛如何听不懂？看来你是想夺得这个皇位了。张宇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是的，我大哥害死了我同母的二哥，我岂能就此罢休？我一定要为我二哥平反，讨回公道。只是我现在的势力和大哥相比还相差甚远，所以任何一份能合作的势力我都会努力争取。而你，我有预感，将来你绝对会是我最大的助力。张宇不再藏着掖着，直接将他夺嫡的目的诚心袒露出来。面对张宇如此倾心相谈，张涛心中原本的很多疑惑也逐渐消散开来。他过去一直在想，凭大伯的影响力，怎么可能诬陷得了自己的父母？如今听完张宇所说的一切，他终于明白了其中的恩怨纠缠。原来这一切都是大皇子从中搞的鬼。不过这个大皇子目前在天都国可以说是手眼通天，他要想真正的报仇，除掉这些人，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太过单薄。所以既然他和张宇都有同一个敌人，那彼此合作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张涛没有太多犹豫，朝着张宇重重的点了点头，并主动伸出右手以示友好。好，我答应你，与你合作，今后但凡只要是跟救出我父母相关的难题，我都任你调遣。得到了张涛的亲口答应，张宇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同样伸出了右手握了上去。好，我也答应你，
只要我能扳倒我大哥，我一定为你们家平冤昭雪。两人互相承诺后对视一眼，同时痛快地哈哈大笑起来。张宇见合作达成，便趁势将张天明的事情说了出来。永宁王暗地里表示绝对支持我，所以还请张贤弟看在大家同在一条战线的情分上，不要再为难张天明了。张涛见张天明和张宇是一伙的，只能深吸一口气，缓缓地点了点头。这个我可以答应你，不过他要是再敢挑衅我，那就别怪我新仇旧恨一起算了。张宇轻轻拍了拍张涛肩膀，向张涛保证道：放心吧，我回头会和他说清楚的。两人谈妥所有事后，一起有说有笑的重新走了回去。楚清一见两人好像关系拉近了不少，原本对张天明的敌意也弱了下来。见张涛回来，他急忙上前几步，凑到张涛身边，好奇地问道：师弟，你们俩回头再说，我先把另外一件正事办了。说完，张涛神色愤怒地走向了张威。张天明见张涛怒气冲冲地走向张威，急忙上前拦在张威身前：我不管你们俩有什么恩怨，反正你要想伤害他，就先从我的尸体前跨过。张天明护着张威的拼死之心，让身后的张威神情微微一颤，轻轻拍了拍张天明的肩膀，示意他让开。放心吧，他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张威对张涛太了解了，毕竟他们俩在小时候就是别人口中的青梅竹马，两人从光屁股就在一起玩，一直玩到15、16岁。张涛的个性他再清楚不过了，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绝不牵连无辜，所以他断定张涛只是心里气，却并不会真的对他怎样。果然，张涛走过去后，愤怒的双眼瞪得跟个牛眼似的，却并没有真的出手伤害张威。你跟我走，我要用你跟你父亲换回我父母。张涛朝着张威嘶吼着，可张威却淡淡一笑，上前轻轻抚摸了一下张涛的脸颊。弟弟，你瘦了，也长高了，我记得你以前跟在我后面时还没我高，如今都高出我大半个头了。张威没有在意张涛对他的怒吼，他知道张涛会对他这样是因为他们父母之间的恩怨，而并不是真的针对他。在他心里，张涛永远都是他的好弟弟，是那个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会对他撒娇，会对他说好话，甚至怕他生气的好弟弟。被张威这么一抚摸，张涛原本极其愤怒的心不知为何突然消散了，一股久违的熟悉感觉浮现在他的心头，让他眼中瞬间涌现出了一些泪花。这让他急忙转过身，不敢再看张威，嘴里故作愤怒地说道：你走吧，不要再让我看见你，否则下次我一定会将你抓住来换我父母。说完，张涛一行泪水流下，从楚清怡手中抱过昏迷不醒的萧希月，也不再和张宇打招呼，用尽全力朝着秘境出口而去。楚清怡见张涛突然走了，急忙追了上去：师弟，等等我。王爷见两人离去，自然也不会留在这里，也急忙跟了上去。不过在回去的路上，他一双恶狠狠的眼神直直地盯着张涛后背。张涛，没想到你小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秘密，很好，你敢挖我的墙角，我就让你付出血的代价。我想你的那些仇人应该很想知道你现在的详细情况吧。姐姐。见到张涛三人离去，张宇则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唉，为什么这世间会有这么多的恩恩怨怨？为什么人长大之后会面临如此多的烦恼？长叹一口气，张宇回头给张天明打去一个眼色，而两人则是带着张威也朝着秘境出口而去。秘境入口处，此时已经吵得不可开交。玄阴教的叶飞被镜像控制，在九黎古境中杀了这么多人，这些宗门家族的长辈岂肯善罢甘休？老于，你们玄阴教选人不慎，竟然让这等祸害在九黎古境中杀了我们这么多人，你不给个交代，你今天走不了了。就是这九黎古境是我们天都国共同的财产，你教下的弟子竟然将黎阳树砍成2段，这不是断了我们后辈的未来吗？对，老于，你们玄阴教要是不给个交代，以后天都国就不是4大宗门，而是3大宗门了。一时间，所有宗门、家族乃至皇室都在斥责玄阴教。要知道，这九黎古境之所以会成为天都国年轻一辈最有潜力之人的必经秘境，就是因为九黎古境内有黎阳果，而黎阳果中的黎阳之气有对抗镜像的作用。如今黎阳树被砍成了2段，这黎阳果也就没了，这对于天都国的年轻一辈可是巨大的损失。被众人围着怒斥的老于，此时一把白胡子也是急得快要立起来了。诸位，那叶飞被镜像控制，也不能全怪我们玄阴教，这是镜像一族早就定下的阴谋，你们不能为此着了道，最后做出轻者痛仇者快的错误决定。你们与其在这谴责我，不如将九黎古境中的黎阳果好好分一分，最大效率的利用这最后的资源才是。那老于见众人对他群起而攻之，无奈之下
只得将众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离阳果上。一提到离阳果，不少人的心思一下就被分散开了，全都在问门下弟子到底谁获得的离阳果最多。当得知九天宗一个叫张涛的弟子获得了最少18颗以上的离阳果时，所有人全都开始寻找其此人来。而就在众人将注意力转移到张涛身上时，那巨大的蓝色光门处，一个人引抱着一名绝美女子走了出来。当此人走出来的一刹那，大部分宗门家族的长老们第一时间围了上去。张小子，你手里的离阳果我要了，多少价格你随便开。马德，老李，你什么意思？你们李家想独吞那18颗离阳果吗？张涛小友，我是8大家族之一的刘家，敢问你手里的离阳果卖吗？我愿意每颗出100万元金的价格来购买。100万元金对于身上只有60多个元金的张涛来说绝对是巨款，可他的离阳果可是准备全都给他师姐服用的，这些人就算开再高的价格他也不可能卖。对着周围无数涌上来的长辈，张涛客气地回绝道：不好意思，各位长辈，这18颗离阳果我已经在半路服用了，如果早知道前辈们开出这么高的价格，我肯定会全部留下。张涛知道不管他用什么别的借口都不一定好使，所以干脆就说他已经全部服用，这样没了货源，这些人也就没有必要缠着他了。果然不少人听到张涛说他已经服下，顿时遗憾地长叹一声，转身离去。当然也有几人不完全相信张涛所说。小子，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你将你的储物袋打开，让我们看上一眼，如果真的没有离阳果，我们便不再纠缠于你。就是，臭小子，你的储物袋给本大爷乖乖拿出来，可别逼大爷我动手。那几名不相信张涛之人准备威逼利诱让张涛就范，可张涛根本不怕他们。虽然这些人都是元阳境的强者，可他也不是没有后台的。果然带张涛他们前来的刘长老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娘西痞的，你们想找事是吧？我们九天宗的弟子你们都敢威胁？操，老刘，我们不过是想买几颗离阳果，又不是明抢。就是，我们又不是不给钱。那几人见刘长老站了出来，心中多少还是有些顾忌，毕竟他们的宗门和家族和九天宗比起来还是逊色很多，他们也不愿意为了几颗离阳果真的得罪了九天宗。抱怨几声后，几人也不得不散开，再次和别的人一起围上玄阴教的老于，想让他给众人一个说法。张涛见这些难缠之人走了，也是无语的摇了摇头，抱着萧希月径直朝着五行书院的队伍而去。而五行书院之人看到他们的圣女被一个男子抱着时，全都满脸愤怒地冲了过来。五行书院带头冲过来之人是一名长相普通的中年女子，她见张涛抱着他们的圣女，顿时气急败坏地冲了上来，还不等张涛说什么，便怒气冲冲地质问道：小子，你好大的胆，竟敢猥亵我们五行书院的圣女，还不赶快将她放下！被五行书院之人见面就劈头盖脸的怒斥一顿，换谁来恐怕心情都不会好。可张涛在九离古境中受了萧希月的天大恩惠，他当时虽然昏迷，但是他醒来后也知道定然是萧希月做出了巨大付出，他才能成功炼化离阳，所以他不能恩将仇报，哪怕是被人误会也不行。将昏迷不醒的萧希月轻轻递给了怒气冲冲的中年女子。张涛静下心来，耐心解释道：前辈，你误会了，萧姐姐在秘境中昏迷，我不可能放任她不管，所以这才一路将其抱了回来。中年女子接过萧希月后，发现萧希月真的昏迷不醒，这才恍然大悟，顿时有些尴尬的扯了扯嘴角，不好意思的朝着张涛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这倒是误会贤侄了。一旁的刘长老见两人说开了，也是急忙上前打圆场。何仙子，既然此事只是个误会，那我们大家就此好聚好散吧。此时的刘长老还有要事想找张涛商量，所以自然不想在此多留。那何仙子原本见他们五行书院一个人都没出来，还担心不已，如今最重要的萧希月完好无损的活着出来了，他心中算是松了一大口气。虽然他心中也为其余弟子的阵亡感到些许默哀，但总算是保住了最大的。这样等他回去后也能和院长交差了，所以他也不想在此停留。就在双方准备借此别过时，张涛却突然叫住了何仙子：前辈且慢，我有一样东西需要给萧姐姐。张涛在双方疑惑的眼神中拿出一个储物袋递给了何仙子。萧姐姐在秘境中对我多番照顾，这里面有5颗离阳果，算是我对她的谢意，希望等她醒来后您帮我转交给她。何仙子没想到储物袋中竟然有5颗离阳果，这玩意儿虽然对他们元阳境的修士已经作用不大了，可对于年轻弟子来说绝对是价值连城之物，所以他也没有矫情，将储物袋收好后朝着张涛答应的点了点头。好，这东西等小月醒来后我会交给她。收好储物袋，何仙子和张涛他们再次告别一声，便背着萧希月
朝着五行书院的方向急速赶去。张涛望着萧希月离去的影子，心中多少有些不舍，毕竟这个女人夺走了他的第一次。待萧希月他们走远后，张涛也回头望向了刘长老。刘长老，要不我们也回吧？刘长老望了望远处还在争吵不断的玄阴教那边，有些无语的点了点头。看来玄阴教那边一时半会儿是拿不出个解决方案，我们还是先回宗再说。决定后，刘长老带着张涛、楚清怡以及王爷一同朝着九天宗的方向而去。四人朝着来时的无忧城飞速疾奔。只是刚走到半路，刘长老却突然停了下来，一转头满脸微笑的朝着张涛提议道：张涛小友，听说你这次在九黎古境中收获了不少离阳果，能否卖我3颗？刘长老表现得十分客气，让张涛一时不知道如何拒绝是好。我手里的也不多了，这恐怕……还不等张涛拒绝，刘长老急忙比出一个5字：我不白要你的，我出500万元金换你3颗离阳果，这价格可是远远高出了离阳果的实际价值。刘长老这话倒是说的没错，往年九黎古境的离阳果也并非全都被秘境中的修士们服用，有几个别的还是流入了市场，而离阳果在市场上的定价基本就是100万左右1颗，价值等同于一件地品低阶的宝物。只是如今九黎古境中的离阳树被砍断，以后将再无离阳果，所以张涛手中的离阳果就几乎成了绝品。物以稀为贵，刘长老自然是想花接近市场价2倍的价格和张涛购买3颗。张涛看了看眼前望眼欲穿的刘长老，此人对于他来说不同于别宗的前辈，此人毕竟是自家宗门的长老，如果不答应，将来引得此人恶意报复，那就得不偿失了。况且他手中有着13颗离阳果，就算给师姐10颗也足够师姐服用了。所以他想了想，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拿出了3颗递给了刘长老。好吧，这3颗给您，不过我只能卖3颗，还望刘长老回宗后不要说我手里还有多余的。那是当然，我在这儿替我那不争气的儿子谢过你了。刘长老之所以花如此高价购买，自然不是为了囤积居奇，而是他那不争气的儿子今年都30岁了，还一直卡在元灵圆满巅峰，不敢突破元清境。他作为老子自然是伤透了脑筋，如今能帮他儿子搞来3颗离阳果，想来他儿子应该是有信心跨出这一步了。张涛看到刘长老如此关心他儿子，不禁想到了他的父母，顿时他的拳头再次捏得啪啪作响，心中发誓一定要早日将父母救出，重聚天伦之乐。很快他们4人重新回到了当初来时的无忧城。短暂的待了一会儿后，4人通过无忧城的传送阵重新回到了九天宗。在九天宗的天云广场上，他们和刘长老告别后，王爷也是心有不甘的故作老实人模样，和楚清怡拱手告别。清怡妹妹，我先回我父亲那一趟，回头我再来看你。楚清怡自然是不怎么想搭理王爷，不过王爷如此客气，他又不好服了对方面子，只能是皮笑肉不笑的告别一声。一旁的张涛自然没看出2人之间的隔阂，他见师姐和未来的师姐夫如此相敬如宾，心中不由得点了点头。师姐和师姐夫还真是感情深厚，我今后还是要和师姐适当的保持一些距离才行，免得师姐夫误会。张涛的前世和今生所受到的教育都是让他做个正直的人，所以为了师姐的感情美满，他也得注意下分寸才行。待王爷离去后，张涛随手将装有剩下10颗离阳果的储物袋递给了师姐。师姐，原本我摘取的18颗离阳果都是准备留给你的，只是那萧希月对我有恩，所以我送了他5颗。刘长老为了他儿子，我也不得不卖他3颗，这剩下的10颗我全都送你了。10颗离阳果是什么概念？以现在离阳果绝技的市场行情，就是每一颗卖个200-300万，那都是轻轻松松的事。10颗就等于2-3千万元金，2-3千万元金别说楚清怡了，就是对于他父母都是一笔巨款。可张涛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直接送给了他，这让楚清怡心中顿时感动得稀里哗啦，眼中闪过青涩的泪花，有些不敢看向张涛的眼睛。你马上也要面临突破元清境了，元法的元清境象比普通修士厉害很多倍，我拿1颗离阳果就行，其余9颗你留着自己服用吧。楚清怡心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认可了张涛，所以他一想到张涛也快要面临突破元清境时，便想着只拿1颗就行。可他不知道的是，张涛现在拿离阳果根本无用。师姐，之前人多，我一直没告诉你，我在九黎古境中炼化了离阳。离阳？楚清怡一时没反应过来，张涛说的离阳是哪个离阳？就是纯元中的那个离阳。什么？你竟然炼化了传说中毁天灭地的离阳？楚清怡终于明白过来，张涛口中的离阳到底是什么。一时之间，他被震惊得张口结舌。见平时总是可爱漂亮的楚清怡吃惊成了这样，张涛忍不住噗呲一笑。师姐，
你之前在无忧城吃的小吃我都看到了，那里杨果对我已经无用，你就收下吧。被张涛这么调侃一句，楚清怡这才发现他的失态，赶忙闭上嘴，红着可爱的脸蛋，没好气的白了张涛一眼。你真是坏死了，不过嘛，我喜欢。说完，他迅速朝着张涛的脸颊亲了一下，然后满脸羞红的转过身，甩着他那可爱的双马尾飞速逃去了。楚清怡这一吻瞬间把张涛搞傻眼了，摸着刚刚被对方亲过的脸颊，张涛有些迷糊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师姐，你可不能这么玩啊，未来姐夫才刚走。再次回到简陋小屋的张涛望着熟悉的环境，心中有些莫名的感慨。1个多星期前，他那个时候还是元者中期的修为，如今才1个多星期，他已然到了元灵初期巅峰，而且修炼的还是天下最难的功法元法。这一切都像是在做梦一般，而他之所以能成长得这么快，全靠师娘和师姐帮忙。想到他们俩，张涛顺手从储物袋中拿出了叶飞戴过的那顶绿色帽子。师父作为师娘的丈夫，师姐的父亲，我受了师娘师姐如此大恩，这顶帽子宝物我理应送给师父。张涛其实还挺想留着自己戴的，毕竟这顶帽子宝物可是地品高阶的宝物，市场价值大几百万以上，这么贵重的宝物，如果不是感恩，他怎么可能轻易送出？决定后，他站起身，重新出了门，朝着师父的正院而去。一处富丽堂皇的正房门口发出一阵哐哐哐的敲门声。进来吧。屋内之人此时正在打坐修炼，见有人找他，便急忙收了弓，邀请来人进屋。嘎吱一声，房门被一名英俊帅气的小伙打开，此人正是一路奔来的张涛。他进屋后，急忙上前几步，朝着坐在最里面背靠墙壁的中年男子行了一个大礼。徒儿拜见师父。张涛拜见之人自然就是楚深了。楚深见来人是张涛，微微愣了一下，随后随意地问道：你们从九黎古境回来了？正是，我和师姐都从九黎古境中平安回来了。楚深听到自己的女儿也回来了，眉头微微一松，放心的点了点头，随后再次认真的打量了一下张涛。瞬间他被张涛流露出的修为震惊的目瞪口呆。徒儿，你的境界，你竟然突破到元灵初期了。要知道当初在正院集合，他对众弟子宣布名额时，张涛那时候才元师初期，如今这才过去几天，张涛就已经提升了整整一层大境界，来到了元灵初期。而且在宣布名额时，他就知道张涛修炼的是天下最难修炼的元法，这样突破的速度，在他的认知里，几万年恐怕都找不出来第二个。所以一时之间，楚深被震惊的张口结舌。张涛倒是没有感到自得，而是简单的解释了一二。我在九黎古境中和师姐一起得到了一些机缘，我成功突破到了元灵初期，师姐也成功突破到了元灵后期。什么？连青怡都到了元灵后期？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没有不想自己儿女活得更好的父亲，楚深也一样。当听到楚青怡突破到元灵后期时，他露出了激动的笑容。见师父很是开心，张涛顺手从储物袋中将那顶绿色帽子宝物拿了出来，上前几步递给了楚深。师父，我在秘境中灭了一个大敌，这是他身上最好的宝物。我想着师父这些年不嫌我修炼缓慢，一直收留我，所以这件宝物徒儿想转赠于您。楚深接过绿帽子宝物看了看，这顶绿帽子宝物上刻着一只玄武，威风凛凛，好生霸气。楚深只是看了一眼，就觉得甚是喜欢，将绿帽子放到一旁，楚深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从自身的储物袋中拿出了几瓶丹药，递给了张涛。这件宝物想来你也获之不易，当师傅的不能平白占了你的便宜，这几瓶地品中阶的丹药算是为师回赠给你的，望你再接再厉，修为越走越远。张涛接过丹药后，心中自然是激动不已。他离元灵中期就差一点点便能突破，如今有了这些丹药，他只需要服下炼化，这层小境界便能轻松突破了。楚深见张涛对他回赠的丹药十分满意，也是微微点了点头。行了，丹药你先收好，4天后便是宗内3年一度的宗门大比，你到时候也报名去长长见识，争取拿个好名次。听到宗门大比，张涛略微有些吃惊。这宗门大比可是9天宗内部的一件大事，是宗内所有弟子之间的一次竞技较量。3年前他曾有幸远远见过一次，不过当时的他刚拜入师门，实力也只有元者初期，自然没资格参加。如今3年过去，他竟然也能参赛感受1、2了。当然张涛对宗门大比的第1名奖励也是十分向往。听说每一届的第1名都可以在9天宗的9天山上享受一次9天温泉的浸泡，那9天温泉传说是一处圣品宝地，在里浸泡能增加大量的修为。圣品是天品之上的品阶，这等品阶的宝物
整个天都国都只有区区几间。而九天宗之所以在此立宗无数年，也是因为这个有着圣品品阶的九天温泉。如果他能在这次的宗门大比中得到第1名，那他就能进入九天温泉中浸泡了。张涛对此十分的渴望，不过他也知道，凭着他元灵初期的修为，即使是配合上元法，即使是配合上残缺的离阳，恐怕也很难做到。所以他最起码要趁着这最后4天将修为提升到元灵中期再说。楚深见张涛对这次的宗门大比很感兴趣，也不再强留他，而是挥手示意道：行了，你是个有孝心的徒弟，这次宗内大比想必你也想拿个好名次，我就不多留你了，你回去将我送你的丹药服下，好好修炼几天。对了，你顺带去隔壁看看你的师娘，她自从你们离开后就一直闭关，她如此器重你，你也应该去见个礼。张涛听到师父提起师娘一直闭关，不知为何他心中莫名的生出了一些不好的感觉。和师父告辞一声，他便着急出了门。出来后，张涛急忙朝着隔壁的正房而去。而就在他准备进入师娘房间时，不远处的一处过道上出现了一道甜美的疑惑声：咦，师弟怎么从我父亲房中出来，又去了母亲房中？他这是进去干嘛？发出声音的自然就是楚清怡了。他之前回屋中稍作休息后，便想着来给父母报个平安。刚来到院外，就看见张涛从父亲房中出来，又急忙朝着母亲房中而去，这让他心中多少有些好奇，也悄悄地跟了上去，想看看两人在屋内干嘛。张涛来到师娘门口，心急之下也没敲门，一伸手直接将师娘的大门打开。刚打开，还不等他反应过来，他便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将他吸进了屋内，而打开的大门也哐当一下紧紧关上。被吸进屋内的张涛急忙想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此时正在龟床上打坐的师娘浑身媚态，原本就倾国倾城的她，加上娇媚的神色，直接能迷倒天下所有男人。张涛自然被眼前这一幕惊艳的心中蹦蹦直跳，还不等他询问，原来浑身媚态、脸色红润的师娘突然之间脸色变得苍白无色，整个人的气息变得混乱不堪，满头大汗地冲着张涛使出全身力气的命令道：宝贝徒儿快走，师娘被镜像所困，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你速速离去，不要被我误伤。听到师娘这么一说，张涛顿时脸色吓得惨白。他惊吓不是因为师娘被镜像所困会威胁到他的生命，而是听到师娘被镜像所困，心中担心到了极点。他没有听从师娘的命令，反而急忙大步上前来到师娘身旁。师娘，你不能有事，你绝对不能有事，我该怎么帮你？快告诉我，不管让我做什么，我都在所不辞。对于张涛来说，自从父母被诬陷入狱后，他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饱受无数冷言冷语，从未有人对他好过。而师娘前段时间对他的好，他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所以见师娘被镜像所困，他不会也不可能离师娘而弃。白洁见张涛不听他的，反而还上前企图帮他，心中是又急又气。刚想说点什么，他苍白的脸上瞬间布满了娇媚之状。只见被镜像操控的白洁一个上前扑倒在了张涛怀中，嘴里发出阵阵妩媚之声，不断环绕在张涛耳中。我好想你，自从上次和你分开后，我每晚都在想你。白洁如此直白，让张涛心中慌乱不已。师娘不要这样，师父就在隔壁，你快恢复理智。张涛知道白洁此时被镜像控制，已经迷失了心智，可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帮对方，只能不断的呼喊，想唤醒对方的意志。满脸娇媚的白洁可不管张涛怎么想，被镜像控制心智的他，心中只想得到他想要的。张涛对此自然是吓得急忙起身，连连后退。师娘，你真的不要这样，你快醒醒！啪！张涛因为不断后退，一路退到了墙壁，而墙上挂的字画也瞬间掉落了下来。可如今的他哪有功夫在乎这些？就在张涛慌乱之际，白洁突然将他绝美的脸蛋扶到张涛耳边：宝贝徒儿，我对你这么好，你也不想我再受折磨吧？白洁的这番请求让张涛愣住了，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一墙之隔看似很近，有时却是2个世界。屋外偷偷靠近的楚清怡此时正好奇地在白洁房间的纸窗上开了一个小眼，他想看看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可当他看到屋内的一幕时，直接原地傻眼了。此时屋内的白洁已经被镜像占据，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正当他不知白洁接下来要干嘛时，下一秒他看见了惊人一幕。这一幕看得楚清怡愤怒不已，想进屋阻止两人的这等行径。可当他双手放到门上时，他又止住了，心中不断的摇头否定着：不行，我现在要是进去了，那他和我父亲之间就真的完了，还有我和张涛之间恐怕也很难发展下去。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就在这时，
久违的系统声音竟然在他脑海中再次响起。恭喜您，您幸运地触发了0级任务，在半个小时内不能踏入白洁的房间，完成任务后可以获得双份中量修为以及40女仆币。系统突然发出的任务帮楚清怡做出了决定。面对这个任务，楚清怡只能咬着牙一狠心，决定先不进去，等张涛出来后再说。在屋外等待的同时，他突然想看看他的父亲此时在干嘛。他轻轻来到隔壁楚深的正房外，在窗纸上也开了个小眼，往里一看，此时他的父亲正戴着张涛送他的帽子宝物，还不断地照着手中镜子，一边照嘴里还一边说着极为满意的话。这顶帽子戴起来还挺好看，挺适合我的。楚清怡在门外听着他父亲说出这话，心中差点气到吐血。父亲啊，父亲，一墙之隔发生了那等事，你不但浑然不知，竟然还配合着戴起了帽子。这个张涛真是太坏了，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他。其实楚清怡看得出张涛是被迫的，这一切都是被镜像控制的白洁在强行逼迫，可他还是将气撒在了张涛身上。看了几眼父亲后，他再次回到白洁的窗沿上。此时的白洁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可就在这个时候，以为即将大功告成的白洁突然卡住了他自己的脖子，脸色一瞬间变得痛苦不堪，原本妖媚的脸蛋竟然浮现出了无穷的惧意，有些不可置信的对着他身前的张涛发出了撕心裂肺的不甘声。不可能，你竟然修炼的是元始太乙真经，而且你的体内为什么会有如此精纯的纯元之力？不，我就差最后一步就能完全掌控这具身体，我不甘心，我不甘心。白洁发出一阵心有不甘的恐惧声，让一旁的张涛以及屋外的楚清怡全都惊懵了。还不等张涛询问白洁怎么了，对方的身影竟然变得有些模糊，出现了一道和白洁一模一样的黑色残影。只是那道黑色残影刚刚出现，便砰的一声变成一缕黑色青烟在空中消散开来，而白洁则是眼前一黑，直接晕倒在了地上。张涛见到这一幕，急忙上前将白洁扶起，稍微查看了一下白洁的处境，发现白洁只是脱力晕倒，并无大碍，这才放下心来，将师娘拦腰抱起，缓缓走到床边，将师娘轻轻放下。张涛望着眼前美如天际的师娘，想起刚刚的一切，他不知道今后该怎么面对师娘还有师父。为师娘盖好被子，张涛又将衣裤整理了一番，心中叹息一声，又望了师娘一眼，便转身悄悄出了门。刚走出房门，一双白嫩的纤纤玉手从他侧面一把抓住了他的耳朵。好啊，你居敢和我母亲那样。张涛听声音就知道是他的师姐楚清怡，这等变故让张涛立马心慌不已，毕竟屋内的师娘可是师姐的母亲。他急忙强忍耳朵的疼痛，将师娘的房门关好，然后小声解释道：师姐，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师娘被镜像控制了，身不由己。如果你真的要怪，就怪我好了，千万不要怪师娘。张涛自然不想因为刚刚之事破坏了师娘和师姐的家庭，因为对于他来说，不管是师娘还是师姐都对他非常好，他不想看到他们任何一个人伤心。我当然要怪你了，你真是坏死，坏死了。楚清怡说着说着，突然小声地哭了出来，一双洁白如玉的小手不断捶着张涛的胸口，发泄着心中的愤怒。其实楚清怡心里知道此事不能怪任何人，不管是母亲还是张涛，他们其实都没有错。母亲被镜像控制，所以才会身不由己。张涛想走走不掉，被母亲拦住，所以才会有之后的事。当然正因为如此，他母亲才靠着张涛的帮助灭掉了体内的镜像，死里逃生。说起来他应该感谢张涛才是，可发生的这种事他如何感谢得出来？百感交集之下，他恨张涛不是，不恨张涛也不是，干脆直接捶起张涛胸口，哭了出来。张涛看着眼前梨花带雨的师姐，原本可爱的精美脸蛋因为哭泣变得楚楚可怜，他心疼地将师姐抱入怀中。师姐，都是我的错，你别哭了好不好？张涛知道此事不能怪任何人，要怪就怪他的实力不够，不能让师娘第一时间摆脱掉镜像的控制。张涛看着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师姐，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楚深的房间内发出一阵响亮的质问声，谁在屋外哭哭啼啼？这一声让原本哭泣的楚清怡直接吓了一跳，急忙擦干眼泪，带着有些抽泣的声音向屋内的楚深回道：父亲，是我，是清怡啊，你怎么不进来？在外面哭啥啊？楚清怡不敢让父亲知道母亲和张涛的事情，可这个张涛实在是太可恶了，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他又心有不甘。望着眼前同样被楚深声音吓到的张涛，楚清怡忍不住噗呲一笑，眼角挂着泪花，嘟着可爱的小嘴，没好气地搓了一下张涛的肋骨。明天陪我去逛街。
听到楚清怡提出这个要求，张涛哪里敢拒绝？好好好，没问题。明天逛街，我想买的东西全由你买单。好好好，没问题。不管我想买什么，你都不准拒绝。好好好，没问题。此时的张涛犹如做错事的孩子，不管楚清怡说什么，他都只能点头答应。他之前和刘长老交易，得到了500万的元金，这么多元金让师姐消费一下，他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只要师姐不再追究他和师娘之事就行。楚清怡见张涛全都点头答应下来，心情稍微舒畅了一些，一抬头没好气地瞪了张涛一眼。那你现在还不走，等着让我父亲发现你啊？张涛急忙点了点头，转身朝着院外悄悄离去。楚清怡望着张涛离去的身影，眼中露出一丝狡诈的神色，哼，看我明天不狠狠宰你一顿。说完，他心中还是有些生气的，一把推开了楚生的房间，进屋去了。回到简陋小屋的张涛有些郁闷地摸了摸额头，哎，事情怎么变成这样了？也不知师娘以后会怎么看我，她会不会以后都不理我了？在张涛心中，师娘的地位已经仅次于他的父母，所以一想到师娘以后可能会不再理他，他心里就难受到了极点。可就在这时，他体内突然又出现了之前发生过的诡异现象，他的元脉中又一次莫名的涌入了大量的修为，他原本就差一点点突破的境界瞬间冲开了瓶颈，来到了元灵中期。这等没来由的好处再次让张涛又喜又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体内怎么又突然出现了一股修为？而且这股修为也太精纯了，就像是我苦修多年得来的一样。之前张涛获得这些精纯修为时，师姐都在身旁，可这一次师姐并未在他身旁，这让他不禁怀疑之前的猜测是不是想多了。他突然获得修为，其实跟师姐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想不通的摇了摇头，他将师父给他的几瓶丹药拿了出来。虽然我最近的奇遇很多，但是该有的刻苦修炼还是不能停。对于张涛来说，4天后的宗门大比，如果他能得到第1名，那他就能进入9天温泉，让他的实力大增，这样他离解救出父母的愿望也就更近了一步。所以他要珍惜这最后4天的时间，争取将修为再往上增长一些。从瓶中拿出一粒丹药，张涛将其一口服下，开始了枯燥无聊的打坐炼化。就在张涛炼化的同时，楚深的房中，他十分震惊地看着眼前的女儿。青怡，你的修为，你怎么修炼得如此之快？这才过去几天，你都已经到了元灵圆满了。嘿嘿，我在9离古境中得到了一些机缘，所以这才突飞猛进。楚青怡自然不能和楚深说实话，是系统让他提升得如此之快。其实他的境界原本只是元灵后期巅峰，可他刚刚把系统的任务提交了，瞬间得到的双份中量修为让他再次突破，来到了元灵圆满。而这几天时间就突破了3层小境界，也让楚深震惊到不行。楚深见自己的女儿越变越强，心中高兴的同时也不得不出声提醒一二。境界提升快固然是好事，但是稳固境界，尤其是心境，更是重中之重。你如今到了元灵圆满，接下来就要面临第1次大境界的镜像降临了。你要知道，自古以来9成9以上的修士突破失败都是过不了镜像这一关，你必须要准备充分后才能进行突破，知道了吗？楚深担心的话落到楚青怡耳中，让他不禁想起刚刚母亲被镜像所困，最后靠着张涛的帮助才得以解困，那等他突破大境界时，也要不要像母亲那样依靠张涛的帮助了。想到这，楚青怡瞬间满脸通红，眼中羞涩到了极点，嘴里忍不住脱口而出：呸呸呸，我才不会靠他帮助。一旁的楚深正在不断提醒楚青怡，却听见楚青怡冒出这么一句莫名的话，一时有些疑惑地问向楚青怡：青怡，你在说什么？什么不会靠他帮助？正房内，楚青怡见自己失言，顿时害羞地上前摇了一下楚深的胳膊。哎呀，爹爹，你就不要什么都问了吗？看着身旁可爱羞涩的女儿，楚深无奈地摇了摇头。好好，不问，爹爹不问，总降了吧？见楚深不再问他，楚青怡急忙将话题转移到了他目前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上面。爹爹，你和母亲分居了8年多，你们俩就不能和好吗？白洁和楚深毕竟是楚青怡的父母，他自然希望2人能和睦相处。可楚深听到楚青怡这话，却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和你母亲原本互相之间就没有什么感情，能在一起不过是宗门为了私下结盟才这么安排的。如果不是为了2宗的结盟，我和你母亲应该早就散了。而我现在应该和你小妈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楚深虽然和白洁分居，但不代表他一直是一个人。他在10年前就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女人，只是碍于宗门，这才将其纳为了妾。不过在楚深心里，这个女人的分量就算是100个白洁都比不上他一个。楚青怡听到楚深这么说，
心中多少有些凄凉。他虽然知道父亲不爱母亲，母亲也不爱父亲，可他毕竟是他们两人一起生的，他心里还是希望两人能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如今从父亲口中得知了他的心意，楚清怡知道他的这个愿望或许终究只能是个愿望了。见父亲早就心意已决，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希望父亲能和小妈开开心心的生活，而母亲能早日找到他真正喜欢的那个男人。想到这，楚清怡脑中浮现出了张涛的模样，瞬间他猛地摇头，心里不断的否认道：呸呸呸，他想和我母亲好，想都别想。想着想着，楚清怡突然之间感到心跳加速，一股前所未有的慌乱感浮上心头。哎呀，我到底在想啥了？都怪那个张涛，他真是坏死了，看我明天不把他辛苦赚的500万给他花得干干净净。楚清怡心里想着的都是明天怎么报复张涛。一旁楚生说的关于他小妈各种好的话，他一句都没听进去。末了，他心不在焉的跟楚生告辞一声，便回到了自家的闺房。回到闺房后，楚清怡同样是在闺床上盘坐起来。他最近修为突破的太快了，尤其是即将面临第一次镜像降临的接骨眼上，他父亲说的话他不得不谨慎对待。拿出一些固本精元的丹药，将其通通服下。楚清怡想着先稳固一下境界，然后再将张涛送他的离阳果全部炼化掉。凤尾鸡清晨打鸣的声音说明新的一天又来了。一大早，张涛刚炼化完一颗楚生送的地品中接丹药时，屋内响起哐哐哐的敲门声。张涛不用问也知道，定然是师姐来了，急忙上前打开房门，果然是师姐。只是今天的师姐穿着一身粉红色的道裙，原本就精美可爱的脸蛋竟然画上了淡淡的青妆，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更加美上了3分，这让张涛第一时间看傻了眼。楚清怡见张涛眼中惊艳的神色，心中顿时生出莫名的喜悦。怎么样，师姐我这身打扮漂亮吧？张涛被楚清怡唤醒，直接伸出大拇指，不断的点头赞道：岂止是漂亮，我看天上的仙女恐怕都比你逊色几分。听到张涛夸赞，楚清怡心里感到又甜又高兴。哼，还算你会说话，走吧，昨天你答应我的，陪我去逛街。张涛自然是不会反悔，急忙进屋收拾了1、2，便跟在楚清怡身后朝着宗外而去。楚清怡这次打算狠狠宰张涛一次，自然不可能在宗内的小集市里逛了，他将目标直接锁定到了离九天宗最近的八方城内。这八方城是天都国远近闻名的主要大城，而八方城的城主还是九天宗的长老，所以在八方城内有着很多九天宗的弟子。楚清怡带着张涛刚来到九天宗，立马就引起了不少骚动。这楚清怡可是九天宗公认的年轻一辈的第一美人，自然引起了无数弟子的眼馋。不少人在看到楚清怡时都忍不住互相之间窃窃私语。我去，这楚清怡长得也太可爱太漂亮了吧，我老林见过无数美女，可和她比起来全都变得黯淡无光。那可不，听说楚清怡和王爷那小子定了娃娃亲，那王爷也真是好命，靠着他老爹是副宗主，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这么好的白菜让那头猪拱了，真是太可惜了。这些认识楚清怡的弟子，大部分人都听说过楚清怡和王爷曾定下过娃娃亲，当然两人会不会真的走到一起，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王爷靠着他老子的关系获得美人，自然是让宗内的大多数弟子们很是瞧不上，觉得王爷的普通长相和楚清怡这等天仙般的美貌完全不般配。众弟子在聊着楚清怡和王爷之事时，不少人也对楚清怡身后长得英俊帅气的张涛好奇不已。那小白脸谁啊？长得这么帅，莫非他将楚清怡从王爷身边挖走了？不认识，不过看他年纪轻轻就有元灵中期的修为，一点都不输给王爷，想必也是个不可轻视的人物。这些弟子虽然不认识张涛，可张涛20岁左右的年纪就有元灵中期的修为，他们谁也不敢轻视了张涛。楚清怡听到周围弟子对他和张涛议论纷纷，不爽的一把挽住张涛的胳膊，冲着周围人怒斥道：看什么看，我想和谁逛街关你们什么事？楚清怡可爱的脸蛋因为生气瞬间嘟了起来，原本应该让众人敬而远之的神情，在周围人看起来却生出了另一种俏皮可爱。一时间更多的人围了上来，见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楚清怡也懒得去管他们，挽着张涛的手臂，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在街上逛了起来。这让无数的围观者都一脸羡慕地望着张涛的背影。我要是此人就好了，能有如此美人相随，让我死了都值得。哎，人比人气死人，为什么我身边的婆娘却是这个歪模样？什么？你说谁歪模样了？你给老娘说清楚。没有，媳妇你最漂亮了。张涛被楚清怡挽着，让无数的围观男子既羡慕又嫉妒，而被楚清怡挽着的张涛却是十分的别扭。
身边的楚清怡已经和王野定了亲，虽然两人还没有真正的提亲，可在张涛眼里毕竟是名花有主了。他可不想因为自己让师姐和师姐夫的关系搞得很僵，所以他下意识地缓缓将楚清怡挽着他的胳膊慢慢往外抽去。楚清怡见张涛想抽出胳膊，一瞬间挽得更牢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这好吧。就这样，张涛的手臂被楚清怡用力地搂住了。美女，这是选品高阶的道裙，穿在你身上能更加显出你的气质。这件道裙只卖你3万元金。美女，这是从他国运来保养肌肤的精品，你这么年轻漂亮，更需要好好保养。这一瓶只要2万元金。美女，这是皇室才能用得到的极品胭脂，轻轻擦拭一点就能让你锦上添花。这一盒只要15000元金。一路上，无数的摊贩不断向楚清怡推销着他们的商品。这些人经商多年，自然知道女人的钱是最好赚的，尤其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更是愿意为了维持自身的美花上更多的钱。楚清怡这次出来原本就是为了痛宰张涛一番，所以这些他平时根本舍不得买的东西全都一股脑通通买下。一旁的张涛看着楚清怡买这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心中虽然有些心疼，但还是付钱买下。毕竟大丈夫一言既出就要说到做到。很快才逛了3个多小时，张涛为了帮楚清怡购买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已经花了100万左右了。逛完所有摊位后，张涛心中稍微松了一口气，如果能花100万消了师姐心中的恶气，那也是值得了。就在张涛以为师姐准备回去时，楚清怡却表示肚子饿了，等吃了中午饭后再继续逛。听到这话，张涛心中直翻白眼，这女人啊，怎么一到了逛街就永远不觉得累也不觉得乏了。张涛昨天答应过楚清怡，今天一切都由他做主，所以他现在也只能被迫听命了。两人选了一家8方城内最豪华的酒店，直接上了2楼。这家酒店的2楼比1楼清静很多，同时能上来的都不是一般人。两人刚上来还没坐稳，一名穿着9天宗服饰的圆脸男子便朝着张涛他们走了过来。此人来到楚清怡身边，有些轻浮地冲着楚清怡说道：想必你就是我们9天宗年轻一辈的第一美人楚清怡了吧？你是何人？楚清怡有些嫌弃地打量了一下眼前之人，这人实力和他一样，都是元龄圆满，不过年纪上却比他大了10几岁的样子。圆脸男子没有介绍他自己，反而让开1、2，指着对面一桌的一名9天宗弟子说道：那是我大哥阿斌哥，他想和你深度沟通1、2，给个面子，请吧。圆脸男子话中有着一些威胁味道，这让一旁的张涛十分的不爽。如果不是顾及对方是同门弟子，他现在就想出手废了他。楚清怡和张涛朝着圆脸男子所指的方向望去，一名拿着折扇、长得秀眉单眼的男子朝着楚清怡微微点了点头，只是那男子看向楚清怡的眼神中明显有着淫秽的目光，而对方的实力也让张涛和楚清怡为之一惊。这个阿斌看起来32、3岁，却有着元清圆满的实力，这么年轻还拥有这等实力，怪不得会如此猖狂。楚清怡自然不可能过去，直接一口回绝道：哼，什么货色也配入得了本姑娘的法眼。楚清怡不屑的声音顿时引得对面的阿斌不爽地扯了扯嘴角，而那圆脸男子见自己认的大哥不高兴了，立马充当起了恶犬的角色。马德，不要以为自己长得漂亮就给脸不要脸了，我大哥让你过去相陪，是看得起你，不要比我们动粗。楚清怡被圆脸男子再次威胁，刚想动怒，一旁的张涛却猛然起身，还不等圆脸男子反应过来，手中已经换出黑色拳套，一拳朝着圆脸男子轰去。那圆脸男子见张涛一个元龄中期，比他低2层小境界的实力，竟敢率先对他出手，满口黄牙的大嘴顿时不屑到了极点。小子，你找死，看你大爷怎么废了你。只见圆脸男子同样一拳对了过去，他仗着自己比张涛高2层小境界，根本不打算换出武器，而是准备和张涛来个硬碰硬。在他看来，他只需随意一拳便能轻松解决掉张涛，只是他打错了如意算盘，崩！当2拳轰到一起时，其中一人的整条手臂直接被轰断成了无数碎渣，散落的满地都是，而一个痛苦异常的尖叫声也在酒店的2楼不断回荡。啊，我的手居然断了！你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跨了2层小境界，一拳打断了我的手。此时痛苦不已的自然是刚刚嚣张的圆脸男子，他原本以为凭着高张涛2层小境界的优势，随便一拳就能将张涛打个半死，结果张涛没有被伤到分毫，他却直接反过来被轰断了一条胳膊。捂着断掉的胳膊，圆脸男子不断痛苦地嘶吼着，可下一秒又是一拳头直接打在了他的肋骨上，只听见啪啪啪连续10几声，他的10几根肋骨全部断掉，
整个人直接撞到酒店角落，晕死过去。而打出这一拳的自然还是张涛。蛇造，既然不想好好吃饭，那就别吃了。这名圆脸男子2次威胁他的师姐，张涛岂能轻易放过？师姐在他心里虽然比不上师娘重要，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恶语威胁的。如果对方非要这么做，那就只能送他一副棺材。张涛一言不合，直接跨了2层小境界，将强劲的对手轰得半死，顿时让2楼吃饭的众人惊得目瞪口呆。不少人第一时间发出了各种疑问：这小子谁啊？他刚刚施展的功法莫不是天下第一功法元法？我看好像就是元法，这小子未免也太变态了吧！才20岁左右的年纪，竟然凭着元法突破到了元灵中期，怪不得能如此强悍。元法的大名天下修士，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可这等主修功法，众人却根本不敢随意修炼。如今见到如此年纪轻轻就将元法修炼到元灵中期的绝世天才，他们对此的震惊比张涛2拳搞定圆脸男子更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正对面的阿斌见他收的小弟被张涛如此轻松搞残，心中顿时不爽到了极点，手中原本饮水的杯子瞬间被他附上了浓厚的元气，朝着张涛猛地掷去。张涛见阿斌攻来，不敢轻敌，急忙开启真元4变的第1变人变，带着双倍的元气攻击，一拳轰在了飞来的杯子之上。啪的一声，杯子被张涛一拳打碎，而他在驱散了杯上的一些元气后，竟然还是受了一点点轻微的震伤，这让他内心不禁打起了12分的谨慎。不愧是元清圆满的强者，这才刚交上手就让我受了轻微的震伤，看来这将是一场硬仗。不过就算你高我6层小境界，我也不是没有底牌的，如果非要逼我，那我只能提前暴露黎阳的存在了。张涛并不想现在就将黎阳的存在暴露出来，他想将此底牌用到3天后的宗门大比上。不过见对方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张涛大步上前，第一时间将师姐护在身后，毕竟对于他来说，他这一路走来，师姐对他十分的好，所以他不允许有任何人伤害师姐，如果有，那也只能从他的尸体上跨过才行。楚清怡见张涛面临如此大敌，竟然还第一时间将他护在身后，一股前所未有的感动涌入他的心头。望着张涛的背影，他第一次从这个男人身上感受到了什么叫安全感。阿斌见张涛准备和他一战，嘴角忍不住冷笑一声，心中自然不可能虚对方。虽然他知道张涛修炼的是天下第一功法元法，可他的境界却是元清圆满，两者相差6层小境界，他不相信他收拾不了眼前这个小子。就在他站起身缓缓走过去，准备好好收拾一下前方小子时，突然一阵响亮的拍手声从楼梯处响起，一个悦耳的女子声音也从楼梯处传来。有意思，我们九天宗实力达到元清圆满的灵兵，竟然欺负一个只有元灵中期的同宗弟子，真是好有本事啊。楼梯处传来的拍掌声以及悦耳的嘲讽声瞬间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吸引了过去。而随着出声之人缓缓走上来，众人全都露出了惊艳之色，甚至狂吞口水。上来的这名女子年纪有25、6岁的样子，可长得却是五官精美，身材高挑，尤其是那对巨峰更是用汹涌澎湃来形容也不为过。而且这个女人的美已经可以和张薇的美相提并论了，只是张薇的小了很多，顶多算是大蟠桃，而这个女人却已经到了哈密瓜的地步。张涛第一时间也是被这对雄伟壮观的伟大神器所吸引了一二，不过当听到身后不爽的重哼声后，张涛这才回过神来，看着这个身负神器实力同样达到元清圆满的女人走来，张涛正想请教此人姓名，他后方的楚清怡却抢先一步，笑着脸迎了上去。玉慧姐姐，你怎么来了？楚清怡这么一说，张涛这才知道来人竟然是他们九天宗弟子辈里大名鼎鼎的玉慧师姐。玉慧见楚清怡走过来，伸手在楚清怡可爱的俏脸上轻轻捏了一把。这才3个月不见，你又变漂亮了，不仅如此，你竟还突破到了元灵圆满。和姐姐说说，你是怎么突破的如此神速的？楚清怡被玉慧这么一问，下意识地看了张涛一眼，不过他不可能将系统的事情告诉眼前的玉慧，只能随便找了个借口，我就是得到了一些机缘而已。对了，和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师弟张涛，你别看他只有元灵中期的实力，可他比我还小1岁，而且他修炼的是天下第一功法元法。楚清怡介绍起张涛时，就像是在介绍自己的家人一样。而玉慧听到张涛比楚清怡还小1岁，就有元灵中期修为时，本就有些惊讶了。可当听到张涛修炼的是元法时，原本就很大的眼睛再次鼓得更大了，可见他心中对张涛修炼资质的震惊。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英俊帅气的张涛，玉慧突然明白了什么，冲着楚清怡似笑非笑的调侃道：我说你都20岁了，怎么还不和王野成婚？原来是找到更好的了。
被玉慧这么一调侃，楚清怡顿时有种被人看穿的感觉，可爱的脸蛋瞬间变得通红，没好气的轻轻捶了玉慧肩膀一下，发出蚊子般细小的反抗声。你不要乱说，我和她只是师姐弟而已。玉慧看到楚清怡这副害羞模样，哪还不知道楚清怡话中真假，故作原来如此的样子，可眼神中却满是不相信的戏谑之色。一旁的张涛也是被两人这样的对话搞得有些尴尬，他和楚清怡自然不会有什么，毕竟师姐已经定过亲了，虽说是娃娃亲，但也算是定了亲，所以他轻轻咳嗽一声，想纠正一下玉慧的想法。可就在这时，对面的林冰却不爽到了极点，冲着阻拦他的玉慧催促道：玉慧，你要叙旧就到一旁去慢慢叙，不要挡着我收拾这小子。张涛之前2拳将他小弟轰成半死，他这个当大哥的自然是脸面无光，也不管今天能不能得到楚清怡，他现在只想先废了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楚清怡见林冰要对张涛出手，心中担心不已，而这时他脑中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恭喜您，您幸运地触发了0级任务，恳求玉慧出面帮您的主人解决眼前的麻烦，完成任务后可获得双份中量修为以及30女仆币。原本楚清怡就打算求助玉慧，如今系统发不出的任务更是给他指明了道路，也没有犹豫，他急忙晃着身子冲着玉慧撒娇般的恳求道：玉慧姐姐，这个林冰的小弟威胁我，还对我出言不逊，我师弟这才出手帮我废了他小弟，可这个林冰仗着一大把年纪，却要在这以大欺小，你就忍心让我受欺负吗？楚清怡和玉慧虽说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可面对楚清怡这种可爱到极点的撒娇，就算同样是大美女的玉慧也是招架不住。当然玉慧心中明白楚清怡会对她撒娇是不想让眼前这个师弟受伤，所以微微点了点头，冲着林冰回怼了过去。林冰，你一个30多岁的人了，竟然在这欺负一个20岁不到的年轻人，你还要不要点脸了？如果你想打，我可以陪你过过招，正好马上要宗门大比了，让我提前看看你到底精进了多少。林冰见玉慧要帮张涛出头，他心里知道今天想收拾这个小子恐怕是不可能了，只能恶狠狠地瞪着张涛，阴冷地点了点头。很好，臭小子，我记住你了，想来你也会参加宗门大比，别让我在比赛中遇到你，否则我一定要亲手废了你。哼！林冰见玉慧在这里，他今天很难讨到什么便宜，加上马上就要举办宗门大比了，他可不想在这冒险和玉慧火拼，所以他想了想，最后只能不爽的怒哼一声，也不管那圆脸男子的死活，直接下楼结账去了。林冰离去后，周围众人见没有好戏可看，也全都散开了。而楚清一见麻烦解除了，还顺带完成了系统任务，高兴之下急忙让出一个位置，邀请玉慧入座。待3人重新入座后，楚清怡还没来得及问玉慧，玉慧反而首先问向了张涛：我听说元法可以克制修士突破大境界时产生的镜像，不知是否当真？张涛没想到玉慧会问他这个问题，微微点了点头，不置可否地回道：确实可以克制，效果应该还不错。张涛想起之前帮师娘对抗镜像时，那镜像对他可是恐惧到了极点。听到张涛承认，玉慧瞬间双眼放大，语气中带着一些请求的味道：我已经到了元清圆满，等宗门大比后，我就要准备尝试突破元阳境了，到时候还想请张师弟助我一臂之力。玉慧刚提出心中请求，还不等张涛回答，一旁的楚清怡却急忙出声拒绝：不行，我师弟不能帮你。楚清怡想起他母亲是靠引下张涛那些东西，最后才顺利灭掉了镜像，所以如果让张涛帮忙，那就要让玉慧也引下那些东西。想到这，他立马就表示不同意。玉慧听到楚清怡言声拒绝，有些好奇地看向楚清怡：为何他不能帮我？因为哎呀，反正我是为了你好，他不能帮你就是了。那种事情楚清怡如何能当面说得清？而一旁的张涛也明白楚清怡想说什么，一时间两人就像心有灵犀一般，全都脸红到了极点。楚清怡脸红是因为那种事他想想就觉得骚得慌，而张涛脸红是因为他总不能让玉慧喝下那些东西吧，所以光是想想他就觉得脸红的不行。玉慧见两人神态怪异，出于年长的经验，他断定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这到底是什么秘密呢？玉慧心中好奇不已。玉慧心中很是好奇，可他见两人都不想说，他也不好再仔细询问，只能先抛开这个话题，和楚清怡聊起了别的。听说你去了一趟九黎古境，怎么样？得到了几颗离阳果？楚清怡被问到这个问题，下意识地瞟了张涛一眼，有些甜甜地回道：我自己费了9牛2虎之力抢了1颗，不过师弟他事后送了我10颗。什么？送了你10颗离阳果？玉慧听到张涛如此大手笔地送了楚清怡10颗，顿时大吃一惊。这离阳果虽然对元灵境降临的镜像
克制效果最好。可他元清境突破大境界时，离阳果也能起到不错的效果，所以离阳果对于他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如果不是每次的九离古境只允许22岁以下的年轻一辈进入，他早就想进去争夺了。所以见张涛送了楚清怡10颗，他既吃惊又羡慕。张涛对此自然是出声解释一二：师姐对我很好，所以将离阳果送给她是我应该做的，可惜我只剩了10颗，不然再多的我也愿意送她。张涛原本是想为楚清怡解释一二，可在玉慧听起来却像是两人在秀恩爱一样，微微叹息一声，似笑非笑地调侃道：哎，我要是有这么好的男伴就好了，不至于无依无靠，连个送我离阳果的人都没有。玉慧这么一说，顿时引得一旁的楚清怡满脸通红，至于张涛反而一副君子坦荡荡的模样。张涛因为王爷夹在中间，所以他一直对楚清怡没有什么僭越的想法，而玉慧别有所指的调侃，在他听来也就听不出什么别的意思。或许是不想再聊这个话题，楚清怡急忙询问起玉慧别的事情。玉慧姐，3年一次的宗门大比还有3天就要举办了，这次你有信心拿下第1名吗？一旁的张涛听到楚清怡聊起宗门大比，也是好奇地望向身旁的玉慧。毕竟他要想拿下第1名，这个玉慧对于他来说也是大敌之一。面对楚清怡的问题，玉慧倒是没有藏着掖着。这个不好说，这次宗门大比实力强悍之人比比皆是。就之前那林冰，别看他刚刚灰溜溜的走了，其实我不一定真的能胜他。而且此人在宗内可是夺冠的最热门人选。张涛没想到那林冰实力竟然那么强，连眼前同为元清圆满的玉慧都自认可能不敌，这让他心中不免感到一股不小的压力。也不等楚清怡继续发问，他急忙问向玉慧：那除了林冰外，还有哪些人是夺冠的热门人选？玉慧见张涛对宗门大比如此感兴趣，再次忍不住调侃道：怎么，张师弟对这次比赛的第1名也感兴趣吗？张涛对此也没什么好隐瞒的，自然是重重的点了点头。我身负重任，急需9天温泉来提升境界，所以这次的第1名我也势在必得。玉慧见张涛只有元灵中期，竟敢说出这种狂言，心中虽然100个不相信张涛能最后夺冠，可还是欣赏的点了点头。有魄力、有追求的男人是最迷人的，不过如果只是好高骛远、满嘴大话，那就让人觉得厌烦了。既然你我目标相同，那我就大方一点，和你分享一下我的情报吧。玉慧虽然不知道楚清怡为什么不让张涛协助他，帮他对抗镜像，可他心底深处还是想结交张涛1、2，所以他并没有对张涛吝啬，而是慷慨地分享起他得到的所有情报。这次宗门大比最有机会夺冠的便是双骄4王，双骄便是我以及另外1名元清圆满叫夏兰的女修士，而4王分别是林冰、王强、赵坤以及碧霄子，他们4人同样是元清圆满的境界。其中林冰夺冠的几率最大，因为他的综合实力比我们5个人都强，而且强的不止一点点，我估计起码强上1/4。至于其余参赛者全是元清圆满之下的境界，相对来说夺冠的几率便小了无数倍。张涛听到林冰实力如此之强，心中不由得为刚刚捏了一把冷汗。如果刚刚他和林冰硬拼，恐怕就算用上了离阳之力也会惨败收场。看来他自身元灵中期的境界还是太低了，必须得想办法在宗门大比前突破到元灵后期，甚至到元灵圆满才行，这样他才能有和林冰一战的实力。随着玉慧继续介绍元清后期中有越阶战斗实力的黑马时，他们点的美味佳肴也上齐了。3人一边吃一边聊。10分钟后，张涛对这次宗门大比有一丝夺冠机会的所有弟子几乎有了基本的了解。酒足饭饱后，张涛想着回去继续修炼1、2，可玉慧却在这个时候冲着楚清怡提议道：下午在这八方城的拍卖行有一场年度拍卖会，清怡妹妹要不要和姐姐一起去看看？楚清怡和张涛不一样，她对宗门大比第1名没什么兴趣，所以她见有好玩的自然是满口答应下来，这让张涛也不得不留下来跟着去参加八方城的拍卖会。下楼结完账，张涛跟在楚清怡身后又随便逛了会儿，3人便朝着拍卖行而去。很快3人来到一处宏伟的建筑前，这建筑起码有10几万平方米，外形也建得十分气势磅礴，而这里正是他们前往的目标八方城拍卖行。此时的八方城拍卖行外人流不息，不少修士都往里面缓缓赶去。张涛3人付上3000元金购买了2楼的门票后，也跟着走了进去。一进入会场，眼前顿时人山人海，少说有好几万人同时聚集在此，互相之间吵吵嚷嚷，一派热闹气象。整个拍卖行内一眼望去，共分为了3层。第一层是最普通的参与者，基本都是元师或者刚刚突破元灵的修士来凑个热闹的。
第二层则是像玉慧这种有点实力、对拍卖物品有争夺兴趣的，至于第三层却是一个个的小包间。听玉慧说，里面坐着的基本全是元阳境的强者。这样的规模，可见这1年1次的年度拍卖会档次着实不低。等他们就坐，等待10几分钟后，随着一名穿着暴露的女子上台，也宣示着这次的年度拍卖会即将开始。那女子上台后，先简单的说了一下拍卖规则，大致就是不许在拍卖时起武力冲突，不许恶意拍下宝物后不付钱等等。随着女子宣布完后，一名50来岁、实力达到元阳中期的中年男子走上台去。好了，大家静一静，老夫叫钱铎，是本城的副城主，这次的年度拍卖会就由我来主持。现在就为大家上架第一件拍卖品离阳果。随着钱铎自我介绍完，拍卖会算是正式开始了。只是这第一件拍卖品就让张涛有些大感意外，他原本还以为第一件宝物会是什么稀奇之物，没想到竟然会是离阳果。钱铎待侍从将2枚离阳果拿上台后，便开始公布起拍价格。9黎古境中的离阳树被毁一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了。这2枚离阳果相当于绝品，吃1颗就少1颗，所以按卖主的要求，每1颗的起拍价为15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万，并且2颗离阳果不分开拍卖。好了，大家现在开始竞拍。钱铎简单介绍一遍商品后，便开始了正式拍卖。而观众们在听到离阳果今后即将成为绝品时，一时间2楼之人纷纷举手竞争。我每颗出170万，我出175万，我出190万。不仅如此，就连3楼也加入了竞争之中。老夫出220万，老谢，我儿子马上要突破元清境了，给个面子，我出230万。哼，什么面子不面子，价高者得，235万。离阳果的价格水涨船高，很快就突破了250万以上。张涛没想到离阳果竟然拍卖到了这么高的价格，他当初以500万的价格卖给刘长老3枚，如今算起来他真是亏大了。不过刘长老作为当时护送他们的长老，他也不好服了对方面子。很快随着加价声逐渐冷清下来，最后这2颗离阳果以每颗280万的价格被3楼中的其中一人拍得。第一件拍卖品就拍出了560万高价，让观众们瞬间变得热情高涨。而随着第2件的上架，又一轮新的抢拍再次上演。观众席上的张涛陪着楚清怡2人静静地看着，他对这些拍卖的宝物兴趣不是很大，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元金有限，400万的元金在这种档次的拍卖会上显得有些单薄，所以他决定除了必要的宝物，他绝不出手。随着一件件宝物拍出，上百件宝物全都各有归属，其中有3件宝物还落入了玉慧的囊中，这让一旁的玉慧心情大好。至于楚清怡和张涛，一件都没拍下。待一把银枪被人拍下后，侍从再次呈上了一个白色拳套。这白色拳套刚一拿出来，张涛便心动不已。那钱铎也没废话，直接介绍起了宝物。此物名叫玄冰云雪，是一件地品低阶的宝物。别看它品阶只有地品低阶，可它却带着一丝玄冰之气。大家都应该知道，玄冰乃是纯元中纯水下的一个分支，这拳套能拥有一丝玄冰之气，在对战时绝对会让你的敌人倍感头痛。这件拳套按照卖主的要求，起拍价12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3万。现在开始竞拍。钱铎刚宣布完，张涛便迫不及待地喊出了130万。他如今手中的拳套是一件玄品高阶的黑色拳套，这个拳套套身虽然是由地品高阶的玄金铁打造，可拳套上方有着一个大洞，最重要的部件全部丢失，导致这个拳套品阶大跌。而他即将参加宗门大比，自然急需一把强力的兵器，从外部提升一些他的综合实力。随着张涛刚喊完价，便瞬间被别的声音赶超了过去。张涛自然是不可能放弃，也加入了争夺大军。很快，随着张涛大手一伸，将价格抬到了213万，一时之间便再无人加价了。看着没人在竞争，张涛心中狂喜不已，静等钱铎数完5声后，宣布他拍得此宝。就在钱铎即将数到5时，突然2楼的人群中传出一个让张涛有些熟悉的声音：我出230万。此价一出，立马吸引了无数观众的注意力，同时也伴随着众人疑惑的声音：那不是九天宗的林冰吗？他都元清圆满的修为了，要一件地品低阶的宝物，用处不大吧？不知道，说不定他是帮朋友买的。张涛见和他竞争之人是林冰，心中咯噔一跳。他知道以此人的实力，这件地品低阶的拳套对方根本用不到，而且他之前从玉慧口中得知，此人用的兵器是扇，并非拳套，那就更没有高价竞拍的道理。所以此人之所以会抢拍，多半是来捣乱的。见林冰如此可恶，张涛自然不会服输，
毕竟这件地品低阶的全套，他非常想要。一伸手，他也再次加价，300万。张涛也不墨迹，一口气将价格提升了70万。虽然这个价格已经可以购买2把地品低阶的兵器了，但物以稀为贵，全套这种宝物本来就不是常规兵器，所以好不容易见到一件，他自然不想放过。远处的林斌见张涛再次加价，嘴角不禁发出得意的冷笑。他确实如张涛所想，他根本不需要这件宝物，只是之前在酒楼，他的小弟被张涛2拳打得半死，而他还没能为小弟出头，这让他顿感颜面扫地。所以见张涛很想要这个全套，他便做起了搅浑水的举动，恶意抬高价格。而随着张涛再次出价，原本就打算让张涛大出血的他，自然不可能落下。我出330万，再一次刷新价格，立马引来了观众们的窃窃私语。那林斌好像和那小子杠上了，这下有好戏看了。就是那小子明显就是志在必得，看来这件宝物那小子要大出血了。果然，林斌刚喊完价，张涛想都没想，再次举手报价。我出400万，400万已经可以买一件不错的地品中阶宝物了。当然，这也是张涛目前几乎所有的钱了。林斌见张涛加到400万，他想都没想，直接加价到了430万。加完后，还冲着远处的张涛得意地晃了晃脑袋，好像他让张涛多花钱，心里感到爽得不行。见到林斌如此模样，一旁的玉慧也看不下去了，冲着张涛说道：“张师弟，你要是钱不够，我借你，千万不要输给了那种小人。”对于玉慧的支持，张涛自然是感激的点了点头。不过此时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别的变化。只见他向玉慧借来一个储物袋，然后做出往里查看一番的动作。随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直接大口一张：“我出800万，这件宝物我势在必得。”说完还学着林斌模样摇头晃脑一番，似乎在反嘲笑林斌一样。而这价格一出，立马引起满堂的起哄声，不少人还发出阵阵惊讶之声。疯了，这两人疯了，800万啊！我要是有这个钱去买一件品质不错的地品高阶宝物，难道他不香吗？你懂什么？输人不输阵，这两人是较上劲了，两人不过都是在争一口气。果然，张涛刚对着林斌做出得意的样子，林斌直接想都没想，再次举手加价：“我出1000万，小子，你有本事就继续加啊！”林斌想着，等张涛再次加价，他便见好就收。毕竟1000万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如果真用这笔钱来购买这件地品低阶的全套，那他可是亏出血了。所以他在加完价后，也同样的反嘲讽了张涛一句，想激张涛继续加价。而就在他等着张涛再次加价时，原本做出势在必得样子的张涛，却将手中的储物袋还给了玉慧，对着林斌拍起了手掌：“恭喜林师兄斥资1000万购买了一件地品低阶的宝物，小弟在这恭喜你了。”张涛如此说，表明他已经退出了争夺。这一反转，直接让林斌当场看傻逼了。待负责主持的钱铎数完5声，确定他为最后得主时，林斌立马站起身来，气得破口大骂：“小子，你敢耍我！好，很好，老子不找机会收拾掉你，老子今后跟着你姓。”此时的林斌气到上气不接下气，1000万啊！他竟然花了1000万买了一件地品低阶的宝物，还是他用不着的全套。就算他转手卖出，起码亏850万左右。这么多钱，直接让他的钱包缩水了3/4以上。这个巨大损失让他比吃了屎还难受，一时血气上冲，噗的一声，一口老血直接被气得喷了出来。林斌虽然吃了天大的亏，可他却不敢耍无赖，只得去后台交钱将宝物买下。当他拿到宝物时，一双手都在气得发抖。回到座位后，当看到张涛再次学着他之前摇头晃脑的模样，直接气得差点晕了过去。张涛见林斌气到不行，心里没有买到全套的恶气也算是完美的发泄了出来。一旁的楚清怡和玉慧见张涛将九天宗年轻一辈的最强之人搞得又是巨亏，又是气得吐血，也是捂着嘴在一旁乐呵不止。张师弟，你这也太损了吧，那林斌可是出了名的小气，他以后可能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听到玉慧这么说，楚清怡也是急忙收住了笑容，一脸担心地望着张涛：“是啊，师弟，你以后得小心一些才是。”见师姐如此关心，张涛不在意地冲着师姐摆了摆手：“之前在酒楼他如此轻薄你，我现在让他大出血一次，也算是帮你出了口恶气。”张涛反算计林斌，并不只是因为林斌和他抢宝物，更主要的是此人对他师姐不敬，他心里一直对此不爽，所以也趁着这次拍卖好好的整了林斌一次。楚清怡听到张涛竟然是为了替他出气，顿时感动的眼泪汪汪，忍不住轻声哭了出来。见师姐哭了，张涛立马有些慌了，急忙关心的问道：“师姐，
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一旁的玉慧看到两人一唱一和的，忍不住对张涛生出一丝异样的眼光。你可真会哄女孩子开心，就是我刚刚听了都有种心动的感觉。听到玉慧对张涛说那种话，楚清怡竟然冲着玉慧娇羞地捶着胳膊，不准你心动。噗呲一声，玉慧被楚清怡这可爱到极点的样子直接逗乐了，急忙小声回道：好好，我不动心，行了吧？一旁的张涛见两人说着莫名的对话，心中反而有些无语的抓了抓额头，这都哪跟哪啊？怎么就突然对我心动了？这女人真是搞不懂。就在张涛对这种事有些迷糊时，突然他心中咯噔一下，他之前在九里谷境外买的黑色拳套竟然对他发出了极度渴望的信号，似乎有什么东西强烈的吸引了他。就在张涛对此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拍卖台上的侍从再次拿出了一件新的拍卖品，那是一个只有半个拳头大小的黑色圆环，圆环中央有着2指大的大洞，像似缺少了什么东西。而钱铎接下来的一番介绍，直接将整个拍卖会的所有观众全都震惊到了极点。这是一个从5国战纸中找到的残件，本身并没有品阶，可制作它的材料却是星痕石。大家应该知道，星痕石是天品中阶的炼器材料，每一块都价值3000万以上，而且是有价无货。所以只要找到这个残件的用处，那绝对会实力暴涨。至于这个由星痕石锻造的残件，起拍价只需要100万，大家开始竞拍吧。拍卖会的所有人在听到这个残件是星痕石锻造时，全都吃惊不已。可当听到起拍价需要100万时，几乎所有人都发出了一声冷笑，甚至出言讥讽起来。这八方城的拍卖行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就是一个已经锻造过的材料，不管它之前什么品阶，一旦锻造后就无法2次利用，花100万买这么个东西，当我们傻啊？一时间会场上骂声不断。毕竟这种常识性问题，只要是有一点点见识的修士都知道，如果这不是一个残件，而是原材料星痕石，他们自然会蜂拥竞拍。可一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残件，花100万购买，那不是纯纯的冤大头吗？瞬间会场上骂声越来越多，负责拍卖的钱铎也是无语的摇了摇头，准备宣布这件物品流拍。而这时一个响亮的声音突然打破了这份怒骂：我出100万买来研究1、2。此时出声的自然是被自己拳套被迫感兴趣的张涛了。其实如果不是拳套发出感应，他断然不可能花100万去购买这么个没用的玩意儿。不过既然拳套发出强烈的感应，那他只能买来赌一赌了。果然张涛刚一出声，立马引来在场无数人的哄堂大笑。小子，你要是钱多就送大爷几个花花100万买这么个破玩意，你真是头铁。小朋友，你或许不知道吧，不管是什么材料，只要被锻炼成宝物就无法2次利用。你这100万完全是在打水漂。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在发出各种嘲笑，就连一旁的玉慧也是投来满脸的疑惑。张师弟，莫非这残片你知道有何用处？张涛不确定地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只是想买来看看。见张涛如此说，玉慧也只能无语地叹气一声。眼看有人要买，负责拍卖的钱铎自然是十分高兴，急忙开始倒数。随着钱铎即将数到50，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我出。此时出声的正是之前吃了大亏的林斌。他见张涛再次出价，立马想报之前吃了大亏的仇，想再次加价让张涛多出点血。可这时他却看到张涛投来一副极其希望他出价的神情，这让他喊到一半的声音戛然而止。收回了声音，林斌心中大呼好险，这个该死的小子差点又上了他的当，还想再算计我，让我接盘，哼，门都没有。林斌自得地笑了笑，似乎他刚刚真的看穿了张涛的阴谋诡计。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刚刚张涛见林斌要出价，心中顿时吓了一跳。如果此人和他竞争，他必定要继续加价，到时候说不定会引来更多人的兴趣。那竞争到最后，恐怕以他的经济实力很难拿下这块残片了。所以他看到林斌举手要出价，立马他就上演了一场影帝级别的演技。只见他瞬间做出了想让林斌出价的神情，他赌林斌看到他这个神情多半会放弃加价。果然他赌对了。负责拍卖的钱铎见无人加价，只得一锤定音，宣布张涛获得了残片的归属权。来到后台交钱时，一些工作人员还一脸好奇地询问张涛：小伙子，你是不是知道这块残片的用处？张涛自然不可能将黑色拳套的事情说出来，自然故作不知地摇了摇头。我就是觉得这块残片的材料是天品中阶，想着哪天真的找到了它的作用，我就发大财了。那些工作人员听张涛这么一说，全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可惜他们哪里知道，张涛并不是冲动下才购买的这块残片，而得到残片的张涛
急忙将其收进储物袋，重新回到了座位。只是他刚回到座位，正想好好查看一番残片时，却发现储物袋中那块黑色残片竟然没了。这可把他搞蒙圈了。那黑色残片可是花了他100万买来的，怎么放进储物袋后就突然消失了？正当他不明白怎么回事时，他惊奇地发现，他原本只有选品高阶的黑色拳套，品阶竟然一下提升到了地品高阶，而且原本手背上巨大的漏洞竟然镶嵌上了那块黑色碎片。这等变故让张涛又惊又喜，他没想到那枚黑色碎片居然就是黑色拳套丢失的碎片之一。如今找回了其中一块，他的黑色拳套直接提升到了地品高阶，他这次可真是赚妈了。张涛望着储物袋中的黑色拳套，心中欢喜到了极点。目前一件地品高阶的兵器少说要700-800万，那还是没人恶意争夺的情况下，而就算700-800万，以张涛的身价也是买不起的。可储物袋中的黑色拳套他却只花了100万就轻松搞定，他这次真是赚了天大的便宜。重新认真地查看了一下镶嵌了黑色碎片的拳套，拳套身上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拳套中央处还是有着一个明显的大洞，只是相比之前的洞，这个洞小了1圈罢了。看到这，张涛心中又喜又叹，看来这个拳套还没有修复完，不过没有修复完都已经是地品高阶了，如果找回所有配件还不知道是什么品阶。张涛一想到找回所有配件，这个拳套有可能是天品宝物时，心中就激动到不行。当然他也知道这种事情可遇而不可求，他这次是机缘巧合下得到了其中一块碎片，可其余的碎片还有多少，在哪里，他却一无所知。不过从之前钱夺口中，他倒是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刚融合的碎片是从一个叫五国战址的地方得到的，这倒是给张涛找到了一个大概的寻找方向。只是在张涛的记忆里，五国战址凶险异常，以他目前的实力去了就是找死，所以他只能等以后自身实力强大一些后再做此考虑。收回心思，张涛重新观看着各种拍卖品。不过他之前得到了天大收获，对于后面出现的拍卖品几乎提不起多大兴趣，而一旁的玉慧也少有出手，似乎在等待什么宝物出现。至于楚清怡，从始至终就没有举过一次手，虽然他这次出来是准备痛宰张涛一顿，以报昨天他对他母亲所做的那种事，可他心底深处又不想真的将张涛的钱花干净，所以矛盾之下，他索性一个都不买，就当是来开开眼界。很快，随着一件件宝物被拍走，拍卖会终于迎来了最后的高潮。只见原本由钱铎一个人主持的拍卖会，突然上来了一名极为富态的中年男子。这中年男子虽然秃了头，大腹便便，可他的修为却达到了惊人的天阳圆满，想来应该是这座八方城的城主了。而此人出现后，钱铎竟然退后了一步，给这个中年男子让出了位置。中年男子上来后，简单的自我介绍了一番：老夫是八方城的城主司徒明，这最后一件宝物拍卖就由我亲自主持。说完，他从自身的储物袋中拿出了最后一件拍卖品，而宝物刚拿出，一股犹如被海水灌入的汪洋之感瞬间席卷了拍卖会上的所有人。不少人还不等司徒明介绍，便发出前所未有的震惊之声：纯水之力！这件宝物中似乎散发出了纯水之力，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至纯至净的水之力，这绝对不是纯水下的任何一个分支能拥有的纯净之力，这绝对是纯水之力，绝对没错。随着一些有见识之人认出此宝的一些能力，顿时所有在场之人，包括张涛在内，全都沸腾了起来。纯水之力是什么？那可是7大纯元之一，纯水才能形成的恐怖力量。而司徒明拿出的最后压轴品竟然含有浓郁的纯水之力，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这让所有人全都好奇地打量着钱铎手中的宝物。那司徒明手中散发出纯水之力的宝物是一颗拳头大的水晶球，也不知道干嘛用的，只知道这颗水晶球散发出天品高阶的威能。而面对众人的各种猜测，司徒明也没有卖关子，而是简单地介绍起来：这颗水晶球的锻造材料我也不认识，不过想必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件宝物品阶之高，有着天品高阶。而最重要的是，这件宝物不仅带有浓郁的纯水之力，而且还是一件辅助类瑰宝。我也不墨迹，起拍价40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最终报价可以付原金，也可以用别的宝物进行抵扣。大家开始竞拍吧。4000万的天价一出，将整个拍卖会瞬间拉到了另外一个档次。其实这件宝物对于司徒明来说早已超出了这次年度拍卖会的规格，只是拿出这件宝物之人身份极其尊贵，他只能提前2个月在全国进行宣传。而此时3楼的所有包间内坐着的有一半都是为了争夺这件宝物而来的贵宾，所以
在众人惊呼高攀不起的天价中，4000万的价格瞬间被拉高了一大截。我出4500万，欧阳老兄，4500万，你就想拿下这件宝物？我出5000万，5200万。很快，还不到5分钟，就有人出价到了6800万。这样的价格已经可以购买一件品相一般的天品高阶宝物了。所以，当有人出价6800万后，原本激烈的竞争一下缓了下来。当然，司徒明并不觉得6800万是最后的报价，他也没有按照平时的规定倒数5个数，反而是盯着3楼中最大的几个包间，等待他们的出声。随着1分钟过去，其中一个大包间内传来一个无语的叹气声。既然几位道友都这么沉得住气，那就由我来开场吧，我出8000万。大包间传出的男子声音瞬间将价格提升到了8000万，而此人的出声也让在场所有人，包括不少3楼包间的强者发出震惊之声。我靠，那包间内竟然是袁聂镜的前辈，看来这颗有着纯水之力的水晶球，袁聂之下恐怕无缘得到了。众人在叹息的同时，其实心里也清楚，一般天品中阶的宝物就会出现袁聂镜的强者出来进行抢拍，更何况这是一件天品高阶的宝物，还是一件带有浓郁纯水之力的瑰宝。这样的宝物就是和圣品的宝物相比也不会逊色多少，所以有袁聂镜的强者出现也很正常。随着男子爆出8000万，另一个大包间内传出了一个妩媚的女子声音：君弟弟，你果然年纪小，沉不住气。不过既然你带了头，姐姐我也得跟上不是？我出8500万。很快，另外几个房间的袁聂强者也分别出了声，将价格再次拉到新高，一举来到了1亿1300万。此时观看着这场竞拍的张涛已经被这个价格惊得狂咽口水。1亿1300万啊，他能买多少宝物了？可这么多钱，这些人只为购买一件宝物，这真是境界不同，层次也不同啊。而随着价格来到1亿1300万，突然中间最大的包间散发出一股惊人气息，顿时所有人包括负责主持的司徒明都震惊地脱口而出：袁聂圆满。随着最大包间散发出惊人气息，从包间内也传出一个苍老的男性声音：老夫也不欺负你们这些晚辈，我出1亿4000万，这个价格已经可以购买一件圣品低阶宝物了。那苍老男子一出声，顿时别的大包间的袁聂强者瞬间没了下文。从各大包间内多多少少传来一些叹气的遗憾之声，看来这1亿4000万早已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价格预期。而随着苍老男子的这次报价，这件宝物也基本尘埃落定了。就在所有人包括司徒明以及张涛在内对苍老男子的最终报价以及散发出的实力感到吃惊不已时，最大的包间内刚刚报价的苍老男子竟然恭敬地站在一名带着白色纱巾的年轻女子身旁，弯腰请示道：小姐，宝物已经拿下，之后如何安排，还请您示下。那年轻女子虽然带着白色纱巾，可是从她高挑完美的身材以及脸颊隐约的轮廓，可以直接断定这名年轻女子绝对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只是如此漂亮的女人却一直闭着眼，即使一旁实力达到袁聂圆满的苍老男子向她征求意见，她也没有睁开过双眼，反而是一直闭着眼，冲着苍老男子满意的点了点头，发出柔软到极致的声音：会后好好查查是谁盗走了这件宝物，如果有必要可以将这座城池直接屠了。那女子说起话来温柔到了极点，可一句话却视无数修士为无物，也不知她到底是心柔还是心狠。楼下的张涛等人见最后一件宝物也尘埃落定，便和身边的楚清怡以及玉慧轻声建议道：拍卖会结束了，天色也要转暗了，要不今天就到这，我们先回宗吧。楚清怡两人自然对此没有异议。很快三人出了拍卖行以及八方城，朝着九天宗而回。回到九天宗后，玉慧先一步告辞了，而楚清怡则是故作大方模样，对着张涛肋骨戳了一下：今天我还算满意，昨天之事我就原谅你了，如果你今后敢主动对我母亲那样，我以后都不理你了。放心吧，绝对不会。张涛自然不可能主动对师娘那样，他昨天也不过是被迫的而已。见师姐满意的走了，张涛心中不禁担心起了师娘，也不知道师娘醒了没，要不去看看吧。在九天宗内最让张涛上心的绝对是第一个对他好的师娘了，所以他没有犹豫，直接朝着师娘的正房悄悄而去。很快随着嘎吱一声，张涛跨进了师娘的房间，走上前看了看，师娘还在沉睡，看来昨天被镜像搞了那么一下，把她折磨得够呛。张涛也没有打扰师娘，而是将师娘掀开的被子重新给她盖好，便轻轻出了门。只是他刚离开，原本眼睛紧闭的师娘突然睁开了双眼，一转头望向张涛离去的大门口，眼神中充满了无比复杂的神色。好一会儿才微微叹息一声：哎，小徒儿，我不知该如何面对你，这才装睡过去。
白洁刚发出一声心中感慨，突然他脑中响起了久违的系统声音：恭喜您，您幸运地触发了地级任务，想办法化解您和主人之间的尴尬，完成任务可以获得双份大量修为以及110女仆币，同时您的女仆级别将提升到顺手的女仆，并开启女仆商城。系统发布的任务以及完成任务后的奖励让白洁心动不已。如今的她和楚清怡一样，都对张涛或多或少产生了修炼依赖。要知道，她在激活系统前，为了突破到元阳圆满，可是已经苦修了2年多，还一直触及不到突破的瓶颈。可激活系统这才多少天，她不但突破了元阳圆满，还一举突破到了元孽初期。这样的修行速度是她做梦都不敢想的。而这种快速修炼所产生的强大快感，也让她一步步的沉迷进去。翻身起床，白洁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套精美的白裙。这件白裙是当初她成为5行书院圣女时穿的一件道裙，对她来说意义深重。可她此时却想穿着这件衣服去见她的宝贝徒儿。来到落地镜旁，白洁从镜中打量着自身，突然她眼中出现了一丝惊艳之色。她现在不管是肌肤还是气质，都比突破元孽之前再次提升了一个档次。就连常年看见自己容貌的她都感到了一丝惊艳。看了看自身完美的身材，她脑中不禁出现出了一些臆想：如果自己的宝贝徒儿看到自己穿着这身打扮，会是什么模样了？她会不会感到很惊艳？白洁想着想着，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少女般的羞涩。意念一动，她手中的白色道裙瞬间换到了她的身上。换上道裙后，原本就美若天仙的白洁竟然拿出她10几年不用的金贵胭脂，稍微的轻轻装点了1、2。看着镜中已经完美到极点的自己，她心里想着一会儿去自己徒儿的房间，该怎么化解2人之前造成的尴尬。就在白洁陷入深思时，楚清怡的闺房内，回到房间的楚清怡躺在床上，脑中竟然总是浮现出张涛帅气的面容。想着想着，她可爱的脸蛋微微一红，心跳也急剧加速起来。随后她想起昨天母亲和张涛的一幕，顿时她嘟起那张粉嫩的可爱小嘴，轻哼一声：这个坏师弟想当我爹爹门都没有，等我靠着这个系统提升实力后，看我怎么每天管着你，让你和我母亲一点机会都没有。你这辈子就乖乖待在我的身边吧。哼！想到这，楚清怡急忙翻身坐起，将张涛给她的10颗离阳果以及她自己抢来的1颗离阳果通通拿了出来。看着眼前的11颗离阳果，楚清怡喝了一口离阳水，便开始一颗颗的炼化起来。她准备先将这些离阳果全部炼化，然后将之前在八方城酒店接取的任务提交。最后她准备利用完成任务时给予的双份中量修为，开始冲刺元清境的大境界瓶颈。就在楚清怡选择闭关的同时，回到屋内的张涛却是在炼化完1颗师傅给的地品中阶丹药后，焦头烂额的来回走着。不行啊，我就算将这5瓶地品中阶的丹药全部炼化完，恐怕也提升不了1层小境界，这该怎么办了？之前那股神秘的精纯修为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出现？楚深之前送张涛的5瓶地品中阶的修炼丹药，如果换做别人炼化，不说提升个2、3层小境界，提升1层小境界，那还是随随便便之事。可到了修炼元法的张涛这里，5瓶加在一起下去，他恐怕连1/3都提升不了。这等修炼速度，也难怪会被天下所有修士公认为最难修炼的主攻法。另外，那股神秘的精纯修为，张涛一直搞不明白他是怎么来的。而宗门大比还剩最后不到3天，他心中第一次渴望那股神秘修为能来个10次8次，这样他就能飞速提升了。想了好一会儿，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对于这种莫名之事，他现在是一点头绪和办法都没有。叹息一声，他只能先将师傅赠送的丹药通通炼化完，然后再说了。重新回到木床上盘坐起来，他开始了新一轮的炼化。很快1瓶丹药就被张涛炼化完毕。正当他准备炼化第2瓶时，漆黑的屋外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还不等他询问来者是谁，屋外传来了一个久违的美妙声音：徒儿，你在屋吗？我是师娘。张涛听见屋外师娘的声音，嗖的一下就从床上跳了下来，兴奋地来到门边。刚准备打开房门，他心中又担心的咚咚直跳。昨天之事，师娘会不会埋怨我？我一会儿该怎么面对师娘了？张涛心中忐忑不安，最后想了想，决定等师娘进来后，他就发自内心的认错，这样师娘应该会原谅他吧。做好决定，张涛心中还是略微慌张地打开了房门。他觉得房门后的师娘应该脸色极为难看，或者怒气冲天。可当他将房门打开后，却是一张比过去还要美上3分，且带着笑意的师娘，这可把张涛既看惊艳了，也看傻眼了。还不等他张口，师娘却将手中竹篮提了起来：还不让我进去？我给你炖了浓熬汤啊！师娘张嘴说的第一句话不是骂他，不是怒斥他，竟然是微笑着
说给他炖了浓熬汤，这可把张涛搞懵逼了。不过既然师娘开了口，他自然是急忙侧身让出位置，让师娘进屋。待师娘进屋后，张涛下意识地将房门关上，跟在师娘身后来到了陈旧的木桌旁。师娘将手中装有浓熬汤的砂锅轻轻放下，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番眼前的张涛。徒儿，你修为又精进了，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听到师娘上来第一句就是对他的关心，张涛直接感动地哭了。师娘，昨天我……张涛心里一直在意着昨天之事，他怕师娘生气，怕师娘以后都不理他了。所以白洁虽然没有主动提起此事，他却不得不将此事拿到明面上来。白洁见张涛哭了，情不自禁地走上前，轻轻将张涛搂入软软的怀中，缓缓地抚摸着张涛的后脑勺。乖啊，宝贝徒儿，昨天之事不能怪你，当时是我被镜像控制了，而且最后要不是那样……白洁说到这时，白皙的脸蛋瞬间浮现出了一丝红润和娇羞。如果不是你，我已经被镜像完全控制住了，甚至连魂魄都可能被吸没了。所以你不要自责了，来，尝尝师娘给你炖的浓熬汤，好好给你补补。宽慰完，白洁放开张涛，伸手帮张涛盛了一碗浓熬汤，递给了张涛。张涛听白洁这么一说，心里顿时好受了很多。可白洁最后说的那句话，却让张涛听着怎么感觉那么别扭。接过浓熬汤，张涛喝了一大口，感觉美味极了，又吃了一只碗中浓熬，感觉火候刚刚好。白洁看着张涛乖乖地吃下一碗，便再次给张涛盛了一碗，还多盛了几只浓熬。怎么样，味道好吃吗？很美味，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美食了。听到张涛的夸赞，白洁竟然露出了一丝微笑。这锅浓熬汤可是他精心炖制的，花了他很多心思，而他过去已经10多年没有这么花过心思了。见张涛喜欢吃，白洁突然觉得花的功夫都值了。待张涛吃完，白洁正准备再盛一碗，可张涛却急忙推辞道：够了，师娘，这可是传说中的大补之物，我还是少吃一些为好。因为昨天和师娘发生了不少事，所以张涛总担心他会做出更过分的事情。张涛不想再吃了，白洁也没有强求，而是问起了张涛关于九黎古镜的事情，尤其是关于黎阳之事。张涛对此自然视之无不答，只要是师娘想知道的，他通通毫无保留地讲述了一遍，即便是萧希月的事，他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师娘。当听到张涛和这一代的五行书院圣女发生了关系，白洁生平第一次竟然像个小女生一样嘟起了嘴巴。你可真是个小坏蛋，我们五行书院到底怎么招惹你了？你竟然连续祸害了2届圣女。听到白洁这么一说，张涛莫名的慌了，急忙摆手解释道：师娘，这事并不是我想要发生的，当时我满脑子都处在一片混沌，只是醒来后才发现事情变成了这样，你不要为此生气好不好？在张涛心中，师娘的地位仅次于父母，所以他很担心师娘会生气。白洁见张涛如此在意他的感受，淡淡一笑，微微摇了摇头：我没有生你的气，我只是担心这一届的圣女，她为你丢了宫杀，一旦被发现，她多半会受到极重的惩罚，甚至还会为此丢了性命。什么？怎么会这么严重？张涛心中咯噔一跳，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不负责的男人，他原本想实力再精进一些后，便去找萧希月看怎么处理此事，到时候不管让他付出什么样的天大代价，他都认了。可当听到师娘说萧希月可能会为丢了宫杀有性命危险时，他既自责又担心。白洁也看出了张涛的心思，轻轻拍了拍张涛大手，轻声宽慰道：只要那名圣女掩饰得好，暂时不会有多大的风险。不过听你说她比青姨还要大3个月，想来此人作为圣女并不是为了宗门联盟，应该是五行书院想将她培养成下一任的院长。如此的话，你必须要在半年之内，也就是对方22岁那天前向对方提亲，否则他一旦进了五行书院的传承仪式，他丢了宫杀之事必然暴露。听到时间如此紧迫，还要让他上门提亲，他一时有些为难了。那萧希月在他的印象里，他只见过几面，根本没有任何情感。虽然这个萧希月和楚清怡被称为绝代双骄，可张涛不是那种看见美女就走不动路的人，一段没有感情只有性的婚姻，在他心里是拒绝的。一旁的白洁见张涛有些为难之色，以为张涛不想负责，脸上顿时有些不悦起来。你夺走了那个女人的第一次，难道你想就此逃避，做个负心汉吗？被师娘误会，张涛急忙摆手解释：不是，我不是不想负责，如果就那件事，对方让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愿意。可我对他并没有感情，我担心，我就算娶了她，婚姻也不一定会幸福。听到张涛这么一说，白洁微微愣住了，一段往事浮现在他心头。他当初奉了宗门的命令，和九天宗的第一天才楚申成了婚。2人虽然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可实际上
他们双方都相处得很不开心。那楚深虽然对他处处彬彬有礼，可他看得出此人对他毫无兴趣，而他对楚深也并不喜欢，甚至说连心动都没有过一次。这段婚姻如果不是因为涉及到双方的宗门，他或许早就和楚深一拍两散了。所以听到张涛的解释，白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件事你到时候看着办吧，我也不好说什么，强扭的瓜确实不甜，我不想你。白洁想说她不想张涛重蹈他的覆辙，可话还没说出口，他就止住了，一起身，内心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乏力感。行了，浓熬汤放在这里，你多补补，我先走了。说完也不等张涛回应，他便瞬间消失了在原地。张涛望着白洁突然离去的背影，他有些疑惑，师娘怎么突然就走了？白洁离开张涛的房间后，竟然有些魂不守舍的回到了他自己的正房外。刚想进屋，他脑中想起了张涛和萧希月之事，让他不禁想起了隔壁的楚深。来到楚深门外，他正想进屋和对方聊聊，可他还没打开楚深的房门，就听到里屋传来哈哈哈的欢笑声，其中还有一个让他熟悉的女人声音。那女人他当然知道是谁，那是楚深娶的小妾。这个小妾其实和白洁国色天香的美貌相比，相差10万8千里，可这个小妾却是楚深心中最爱的女人。里屋的欢声笑语让白洁伸到门前的双手又伸了回来，一股无尽的寂寞充斥着她的内心。原来郎才女貌并不一定幸福，她已经找到了属于她的幸福，那我了，谁又是我的真正幸福？白洁脑中第一时间浮现出了张涛，可她却缓缓地摇了摇头。她和张涛之间的特殊关系，要想堂堂正正的在一起，恐怕很难过得了世俗的眼光。想了想，她心中叹气一声，回到了属于她的房间。就在白洁回屋的同时，八方城的一处密室中，八方城的城主司徒明拿出一个储物袋，竟然对着一名国字脸、威武霸气、实力达到元孽圆满的男子恭敬地递了上去。宗主大人，宝物已经成功拍卖出去，确实是中间最大的那个包间拍去的。此时司徒明恭敬对待的对象正是九天宗的宗主玄机子。玄机子对司徒明满意的点了点头，将储物袋接过后一挥手，示意他可以下去了。而司徒明刚离开，已是一宗宗主的玄机子竟然对着阴暗处有些卑微的拱了拱手。前辈，您吩咐的事我已经帮您办到，除了这1亿4千万的报酬外，您承诺给晚辈的丹药。玄机子刚发出询问，阴暗处之人便丢来一个玉瓶。玄机子急忙抓住，小心翼翼地打开瓶口，想查看一下里面的丹药。刚打开瓶口，瞬间一股和之前水晶球一模一样的纯水之力充斥着整个密室。不过玉瓶中丹药散发出的纯水之力和那颗水晶球相比，却淡了几10倍不止。可就算这样，也让一宗之主的玄机子兴奋的手舞足蹈。末了，他好奇地问向阴暗处之人：前辈，不知那个最大包间的是什么人？哼！阴暗处传来一个魅惑十足的女子怒哼声，而这一声竟然将一宗之主的玄机子吓得连忙跪了下来。是晚辈不好，不该多舌，还请前辈原谅。玄机子连忙道歉着，可原本在阴暗处的女子却突然一个恍惚，消失不见了。感应到那女子真的走了，玄机子突感背后发凉。原来刚刚那短短的几秒钟，他竟然吓得满身大汗，整个后背已经全然湿透。将手中玉瓶和装满1亿4千万的储物袋轻轻收起，玄机子虽然刚刚被吓了一大跳，可转瞬间他又兴奋到了极点。哈哈，真是天降横财，这次不但做了一笔无本买卖，得到了如此巨款，还顺带得到了带有纯水之力的丹药。如此的话，我找个最佳时机便可以开始突破困扰我15年之久的大境界了。玄机子兴奋的大笑几声，也消失在了密室之中。玄机子消失1个小时后，城主府的正房之中，作为八方城城主的司徒明正兴奋地数着手中储物袋的收获。哈哈，这次年度拍卖行真是赚了不少，之前宗主大人临走时还赏了我4千万，这下发财了。司徒明看着储物袋中的各种收获，心中美滋滋的。正当他准备将这些收获好好收藏起来时，突然他的房门被猛地打开，一个苍老的人影出现在他房中。他见有陌生人突然闯进来，刚想动怒，便从这名老人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实力。此人竟然是一名元孽圆满的超级强者。司徒明虽然离元孽境就差一层小境界，可就算他突破到了元孽初期，也远不是此人对手。所以他原本想动怒的火气瞬间熄了下去，恭敬地上前拱手问道：不知这位前辈深夜来访，所谓何事？嗨嗨，老夫的声音你应该不会听不出来吧？说吧，白天你拍卖的水晶球是何人教育你的？老人发出和白天拍卖会时最大包间的老者声音。瞬间司徒明便知道了眼前之人来此的目的，知道是冲着那水晶球背后之人而来的。对此他不敢隐瞒，也知道这种事
不是他能搅和进去的。急忙恭敬地回道：“是我们宗主大人亲手交给我的，不过似乎这枚水晶球也不是他老人家所有，而是别人让他进行转卖。那是谁将那颗水晶球交给了你家宗主？”这个晚辈就不知道了。那人一直是在密室和宗主大人单独见面，我从未见过其真容。司徒明将他知道的通通说了出来，可老者对此答案却很不满意，一伸手，一块水做的镜子朝着司徒明直接照去。司徒明被水镜一照，顿时发出一声凄惨以及绝望的叫声，随后他猛地瘫倒在地，并且七孔流血，翻着白眼而死。那老者用水镜照了司徒明后，急忙查看水镜中的影像，那影像竟然全是关于司徒明的各种记忆。待他快速看了一遍，发现此人果真没有说谎后，他不满意地摇了摇头，随后恭敬地朝着屋外说道：“小姐，看来此人说的都是事实，就是不知道那个什么九天宗的宗主，知不知道是谁盗走了您的左眼？”老者刚汇报完，便再次请示道：“要不要老奴将那个什么宗主抓来问问？”他请示完，屋外便传来一阵柔和到极点的女子声音：“算了，定然是族内出现了什么叛徒，才盗走了我供奉的左眼，到此变卖。我们还有要事去办，就不要招惹这些地方上的势力了。待我们办完要事，再将这个宗派或者将脚下这个国家途径也不迟。”屋外声阴柔和到极致的那个女人，竟然用最柔软的声音说出了最狠的话。也好，这次我们悄悄出来，任务艰巨，先不节外生枝也行。老者一挥手，将司徒明的尸体以及储物袋一同收起，随后他和屋外的蒙面女子一同消失不见了。喔！凤尾鸡清晨打鸣的声音，说明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此时的九天宗天之竞技场内，早已是人山人海。这些人来这里，并不是为了竞技，而是来此报名的，因为后天就是九天宗的宗门大比了。此时无数人在这里排队报名，其中就包括了张涛在内。张涛昨晚花了一夜时间，将楚身送他的五瓶地品中阶丹药通通炼化完毕，结果如他一开始所料，只增长了1/3不到的修为。而他炼化完这些丹药后，一下变得无事可做，只能先到这里排队报名，然后再想想如何才能精进一些修为。在按部就班排队的同时，他也听着身后之人的闲聊。听说了吗？这次除了第1名的奖励不变外，所有的奖励都提升了一个档次。是啊，我也是听到这个消息才壮着胆子前来报名，否则我这元石后期的实力根本不想参加。张涛听着身后之人虽然聊着这次宗门大比的各种奖励很是不错，可他对此毫无兴趣，因为他眼里最在意的只有9天温泉。很快就排到了张涛，当他拿到14668排号时，整个人都微微傻眼了。我去，这次比赛到底有多少人参加？我的排号竟然都排到了14668。张涛其实知道，这次宗门大比之所以会空前盛况，是因为这次的大比但凡参加的都会有奖励，这也导致一些原本不敢参加或者不想浪费时间参加的弟子们全都一拥而上。收好排号后，张涛想去找师姐在一起去一趟八方城，可来到师姐门外叫了几声，屋内也没人答应，他不得不自己一个人前往八方城。其实楚清怡此时正在自己屋内炼化离阳果，他之所以不回答张涛，是想着一举突破到元清境，到时候好让张涛震惊1、2。一想到他到时候以元清境的实力出现在张涛面前，对方可能会吃惊不已时，楚清怡就强忍着想见张涛的冲动，耐心地炼化着剩余的几颗离阳果。张涛再次来到八方城时，却发现今天的八方城格外的森严，城内士兵大批量的来回巡逻搜找，也不知道城内发生什么事了。不过张涛对这些事情好奇心不大，而是在城中逛了起来。他这次出来最大的目的是想将手中的300万元金换成丹药，供他自己修炼。可当他在药店中听到一瓶地品低阶的丹药就需要50万左右时，他当场就有些犯难了。要知道他师父给他5瓶地品中阶的丹药都只让他提升了1/3的实力，那他就算将这300万元金花光，也顶多是买来6瓶地品低阶的修炼丹药。这6瓶地品低阶的修炼丹药对于张涛来说最多能增长2成不到的修为，这样的提升于他当下这个处境已经是起不了关键性的作用了。可他一时也没有别的提升渠道，无奈之下他只能将手中的300万元金全部换成了丹药，并重新回到了九天宗。回到九天宗后，张涛再次选择了闭关修炼。虽说他花光所有钱购买的丹药无法让他突破到元灵后期，但能增长1分是1分吧，毕竟元法的修炼难度可是比天下所有功法都要难得多，他也不指望能一步到位。很快再次到了夜深人静，此时的张涛双手一抬完成了收工，手中拿着一个空瓶子，心中微微一叹，300万就这么花光了，
我的实力却只增长了1成多点。看来等这次宗内大比后，我还是得去外面多找找机遇才行，不然我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我的父母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被我解救出来。一想到父母在天牢中被无辜关押了4年多，张涛心中就忍不住的自责。他如此刻苦修炼，只为能将父母救出，如今长途漫漫，他的愿望还任重道远。这也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得到9天温泉奖励的原因，因为他太想和父母再次团圆了。下了床，张涛将昨天师娘为他煲的金毫汤通通喝光，正准备趁着夜深人静准备上床休息，突然门外再次传来了师娘的声音：“宝贝徒儿，快开门，是我。”张涛听到师娘来了，兴奋的瞬间冲到门口，打开了房门。门外站着的正是他的师娘，不过今天的师娘似乎穿的有点少，这让张涛第一时间狂吞口水。而这一幕正好被师娘看见，娇羞了白了张涛一眼，却并没有出声责备：“你啊，脑子里总想着坏事，还不让我进去。”张涛急忙让出大门，可他心里却有些发苦：“师娘，这可不能怪我啊！您这样，哪个男人会不心动？”待师娘进来后，张涛还没来得及询问师娘来此何事，师娘就说出了一句让张涛上头的话：“到床上去吧。”师娘这句话要是换做任何人听了，恐怕都会直接扑过去。可张涛向来正直，他虽然有些上头，可理智还是大于了冲动。只见他急忙退后几步，有些为难地摆了摆手：“师娘，这样不行的，这要是让师父知道了，恐怕以后我都见不到师娘了。”白洁知道张涛肯定想多了，没好气地白了张涛一眼：“我知道你参加了宗门大比，可你现在的实力，就算加上元法和离阳，你也很难拿到好成绩，所以我今晚过来是想帮你一把。”听到师娘这么说，张涛羞愧的恍然大悟，不过想起之前师娘传渡修为给他，这让他再次摆手抗拒道：“不行，师娘你好不容易突破了大境界，这个时候传修为给我，很容易跌破大境界，这绝对是得不偿失。”张涛说的白洁自然知道，不过他昨晚得到了双份大量修为的奖励，让他的境界已经来到了元孽初期巅峰，只要他控制好传渡的节奏，在出现境界不稳时急忙取消传渡就行。当然他这么做除了想帮张涛外，他系统技能的 CD 时间也早就好了，而且由于他的女仆级别进阶到了顺手的女仆，他传渡修为时张涛还能有额外的 10% 必定吸收，这样大大的降低了传功时的修为浪费。加上如今的他已经和第一次传功时的心态不一样了，他现在只希望自己传给张涛修为，能让张涛变得更强。也不等张涛有所别的反应，他一挥手，张涛再次露出了后背：“行了，我自有分寸，你上床背对着我，我们还是用老办法传功。”白洁用命令的口吻对着张涛吩咐着，他知道如果不这样，张涛是肯定不会从的。果然，张涛见白洁一脸认真的模样，只得乖乖爬上床，背对着白洁。而他刚坐好，就听到身后哗哗哗的声音，这声音顿时让张涛心跳急剧加速，同时也让他忍不住想转过去看看。不过在没有得到师娘的同意前，他自然不会转身。身后的白洁在看到张涛结实的后背时，下意识地出现了一些恍惚。就在他呼吸都变得有一些急促时，却传来了张涛的声音：“师娘，您怎么了？”张涛的询问将白洁从臆想中拉了回来，急忙调整了下心境。白洁坐到张涛身后，再次使用背对背的方式：“宝贝徒儿，你尽最大可能的炼化我传给你的这些修为，因为什么？”白洁说到原因时断言而止，搞得张涛听得有些莫名不已。“没什么，我马上传修为给你，你平心静气，全力吸收。”白洁原本是想说，她提升到顺手的女仆后，这个无私修为奉献 CD 时间也变长了，之前是3天传渡一次修为，如今已经变成了15天一次，所以15天内他无法再次传渡修为给张涛。可话到了嘴边，他又想起系统让他的女仆级别没有提升到最高时是不准透露系统的存在，这才让他即将说出口的话也咽了回去，也没再说别的。白洁运转自身功法，开始缓慢地朝着张涛传渡起修为。随着白洁修为的传渡，张涛体内再次充满了大量的修为，不过这些传来的修为还是老样子，绝大部分都从张涛体内泄了出去，剩下的倒是比上一次要多了 10% 左右。面对师娘如大海般磅礴的修为传渡，张涛自然不能浪费了师娘的这番心意，他不再分心想别的，而是全力炼化起师娘传给他的修为。很快，只用了3分钟，他原本连园林中期巅峰都还差很远的修为，竟然在砰的一个压抑声后，他再次突破来到了园林后期。这让张涛高兴的同时，也有些担心身后师娘的境界。“师娘，
要不就到这里吧，我已经突破一层小境界了。不要分心，好好炼化，我现在还没有到达极限，你莫要浪费了这次天赐良机。白洁想着下一次传度修为得等半个月后了，而他这个系统技能是他传多少就能双倍返还给他多少，所以对他来说，不管是为了自己的宝贝徒儿，还是他自身的修为，他都会尽可能的传度到极限。很快又是3分钟过去，此时张涛的境界正向着园林后期巅峰攀升，可身后的白洁境界却在这时出现了不稳的状态。感受到师娘境界有回落的迹象，张涛急忙强行中断了白洁的传功，而由于张涛中断，白洁原本差点回落的境界也显之又显得得以保住。张涛见师娘为他冒了如此大的风险，感动的同时内心更是心疼的不行，也不等师娘同意他转身，他自己着急的转了过去。师娘，你不要紧吧？白洁回过头，当看到张涛已然回头望着他时，原本应该发火的他此刻却由心底深处发出了灵魂疑问：好看吗？好看，不是，我刚刚是着急才转过身的。张涛急忙再次转过身，嘴里虽然道着歉，可他脑海中刚刚那完美的一幕却永远都挥散不去。白洁见张涛腼腆的模样，轻轻一笑，觉得张涛害羞的样子真的是好可爱，一挥手换了一件花边白裙。好了，你可以回头了。张涛回头见白洁已经换好衣服，这才急忙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件青色长衣换上。穿好后，他紧张地问着眼前的白洁：师娘，您的境界没事吧？没事，我原本还想再传一点修为给你，不过你既然断了传度，这次只能这样了。看到眼前的徒儿如此的关心在乎他，白洁内心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本不该属于他这个年纪的冲动。走上前，轻轻坐到张涛身旁，白洁一双纯净无瑕的大眼睛盯着张涛深邃的双眼，朝着张涛耳边吹着一股暖暖的春风。今晚你想我留下来吗？白洁这话一出，顿时面红耳赤，他也不知道为何会冲动说出这种话，或许是受了昨晚楚生和他小妾的影响吧。自己有名无分的和楚生生活了这么多年，为了宗门他付出了太多，他突然好想为了自己好好的活一次。师娘如此这般让张涛心乱不已，在他心里，他对师娘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不管是同样美若天仙的楚清怡，还是萧希月，或者比他们稍逊几分的张薇，还是玉慧，都不曾拥有。我张涛被白洁纯洁的大眼睛注视着，加上他这2天喝了太多的金好汤，让他的理智一时间有些停滞了，只想凭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来问答师娘的问题。正当他准备说出内心想法时，突然一个急速的脚步声从屋外传来，这让原本气氛烘托到极致的张涛2人急忙分开，保持了一些距离。而这时嘎吱一声，张涛的房门被打开了，一个长得和白洁很像却同样倾国倾城的大美人站在了门外。师弟，我已经……这大美人自然便是楚清怡了。她花了2天时间，终于将11颗离阳果全部炼化完毕。不仅如此，11颗离阳果自带的精纯元气也让她的修为来到了园林圆满巅峰。她原本想等着突破大境界后再来见张涛的，可她不知为什么2天没见到他这个师弟，她心里空荡荡的，所以也等不到大境界突破了。她趁着夜色直直的来到了张涛的房间，只是刚推开门，她话还没说完，就看见张涛和白洁在同一个房间。一时之间，她心中既尴尬又有一股莫名的愤怒充斥着她的内心。屋内的白洁见楚清怡来了，知道今晚只能到此为止了。况且她境界虽然没有回落，可还是危险至极，她必须回去好好稳定一下境界，才行走到楚清怡身边。白洁此时白净的脸蛋依旧是面红耳赤，她有些不敢看楚清怡的眼睛，只是随意的解释道：我找你师弟有点事，现在已经谈完了，我先回去了。说完也不等楚清怡出声，她便羞涩的瞬间消失不见了。白洁虽然没有说什么事，可她满脸羞红的表情，楚清怡可不相信2人半夜在一个屋内会是什么普通之事。见白洁走了，楚清怡气不打一处来，甩着身后的2个马尾辫，直接冲到了张涛身边，一把捏住张涛帅气的脸蛋，眼中瞬间包满了眼泪。你答应过我不会和他发展下去的，你说谎，你骗我。刚说完，楚清怡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那哭声听起来真是委屈至极。张涛最见不得女人哭了，更何况还是对他很好的师姐了。他急忙摆手解释道：师姐，刚刚师娘来是因为宗门大比马上开始了，她来传一些修为给我，我们真的什么事都没做。听到张涛的解释，楚清怡抽了抽鼻涕，可爱的小手抹了抹眼泪，有些半信半疑地望着张涛。你说的是真的？可为什么他临走时会脸红成那样？楚清怡虽然可爱动人，可作为天之骄子的她也是十分的冰雪聪明，她一下
就看出了不同寻常之处。张涛不想将他和师娘刚刚差点的冲动说出来，只得将另外一个原因说了出来。师娘传功给我，需要我们背对着背，所以师娘可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吧，加上你又来了，脸就红了。张涛的解释让楚清怡听起来勉强合理，原本的怒气瞬间消散了许多，伸出手指在张涛肋骨上戳了一下。算你老实，你突破到元灵后期了。张涛不断点着头，并将自身修为毫无保留地展示给楚清怡看。楚清怡对此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你实力又提升了这么多，想必拿下第1名又多了一些把握了吧？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如果能突破到元灵圆满，应该能有1半以上的把握。张涛现在的修为只是元灵后期多1半的修为，连到元灵后期巅峰都还有不少的距离，而宗门大比还有1天时间，他估计很难突破这一层境界。楚清怡见张涛信心不是很足，瞬间露出神秘一笑。放心吧，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突破到元灵圆满的。楚清怡说这话自然是有底气的，他在八方城酒店做的任务现在还没提交，只要他提交任务，张涛作为他的主人立马就能得到 20% 的修为分成，加上他这些年也有不少积蓄，还积累了不少人脉，他相信他全力帮忙之下，张涛应该能成功的突破到元灵圆满。张涛自然不知道楚清怡的想法，不过他听到楚清怡如此帮他，心中的感动可想而知。师姐，你对我真好，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娶你。张涛感动之下，下意识地发出一声感慨，可落到楚清怡耳中，却让他心中听得蹦蹦直跳，用他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害羞地回道：干嘛非要下辈子？什么？楚清怡说的声音太小了，让张涛一时没听清。好了，我见过你了，我现在要回去突破大境界了。楚清怡自然不可能将他刚刚说的那句话再说一遍，急忙转移开了话题。张涛听到楚清怡要突破大境界，心中顿时一紧，急忙提议道：师姐，那境象可是凶险异常，你突破时我在外面守着你吧，万一有什么变故，我好第一时间冲进去救你。张涛担心的话落到楚清怡耳中，也让他感动得不行，轻咬着粉粉的嘴唇，眨着那双可爱的大眼睛，轻轻点了点头。好吧，不过我可不想那样。说完，楚清怡瞬间满脸通红，脑中浮想起白洁那时候的场景。楚清怡的脸红也同样让张涛也脸红起来。不会，除了师娘，我不会让别人也。此话说出口后，张涛又觉得哪里不对，而楚清怡听到张涛如此回答，立马不爽起来。为什么只有他可以，我难道不行吗？楚清怡下意识地说出此话，可刚说出，她瞬间意识到她自己说错话了，一时之间可爱的俏脸红得跟个熟苹果一样，也不管张涛了，直接娇羞地跑了。张涛尴尬地抓了抓额头，有些无语地摇了摇头。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师姐，你可不能这样哦，不然要是让师姐夫知道了，她会生气的。说到这，张涛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些异想，不过想着想着，张涛猛地一摇头，急忙将这些想法抛出脑外。我都在想啥了？师姐，你等等我。张涛急忙全力追向楚清怡。楚清怡的门外，张涛打起12分精神，有些紧张地蹲守着。他之前见过师娘面对镜像时，差点被镜像控制，险些没了性命。而师姐在他心中的地位仅次于师娘，他不允许师姐在突破大境界时有任何的意外。就在他担心时，突然他体内一股精纯元气流入他的元脉之中。感受到这股强大的精纯元气，张涛瞬间激动坏了。来了来了，那股神秘的精纯元气又来了，只是有些不够啊。流入张涛体内的精纯元气只是让他来到了元灵后期巅峰，却离突破到元灵圆满还早着了。不过能有这样的意外之喜，他还是很兴奋的。毕竟这么多修为，如果让他服用丹药，起码要花500-600万元金以上。再次得到神秘的精纯元气，固然让张涛高兴了一会儿，可兴奋一下后，他再次将注意力放到了楚清怡的屋中，并随时做好冲进去的准备。师姐，你可一定要顺利突破大境界啊！清晨的阳光暖和的让人无比舒服。此时的楚清怡屋外，张涛已经焦急地守候了一个晚上。突然他听到屋内传来一些说话声，就像是楚清怡在自言自语一般。不过在一声怒哼之后，声音戛然而止。正当张涛对此有些不明所以时，屋内传来楚清怡的呼叫声：师弟，你进来吧。听到这个呼声，张涛急忙冲了进去。当看到脸色正常并且已经突破到元清境的楚清怡时，张涛心里的大石也算是放了下来。走上前，张涛还是关心地问道：师姐，你突破大境界没事吧？没事，刚刚在最后突破的关键时刻，有个镜像降临到我体内，他想蛊惑我，不过我炼化了11颗离阳果，轻松就将他灭掉了。楚清怡说起此事倒是轻轻松松，
毕竟11颗离阳果，那就是11缕离阳之气，这每一缕离阳之气都足以对抗元灵境，突破元清境，降临的境象了，更何况是11缕。张涛见楚清怡轻松度过，微笑着点了点头，整个身心都放松了下来。同时，因为这几天都没怎么休息，加上昨晚又熬了一个通宵守候，导致他刚放松就哈欠连天。楚清怡看到张涛困成这样，心里知道张涛昨晚肯定一夜没睡，在门外守护他。他瞬间感动地跃起身来，朝着张涛的脸颊亲了一下。师弟，你真好。被楚清怡突然亲了一下，让张涛稍微有些尴尬。刚想说点什么，楚清怡却让出归床的位置，向他提议道：师弟，你困成这样，就在这里睡一觉吧。听到楚清怡让他在这里睡觉，张涛急忙摆手拒绝。不可，要是师姐夫来找你，看到我睡在你的床上，那你可就有嘴都说不清了。张涛并不知道楚清怡不喜欢王爷，他一直以为楚清怡和王爷定了亲，哪怕是娃娃亲，他也应该尽量避免对方误会。楚清怡见张涛拿王爷出来当挡箭牌，心中瞬间有些不开心了。哼，我让你睡这，你就找借口。如果是我母亲让你睡下，你也会拒绝吗？楚清怡拿白洁来质问张涛，这一下将张涛给问住了。他对此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心中顿时生出了退意。师姐，既然你已经顺利突破，那我就回去补一补觉，毕竟明天就要开启宗门大比了，我需要一个好的状态。说完，也不管楚清怡什么态度，张涛一灰溜的瞬间跑了。他对楚清怡也不是没有感觉，只是他觉得师姐和王爷已经定了娃娃亲，他不好夺人所爱。而楚清怡见张涛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还借故跑了，顿时气得嘟起了他那可爱的小嘴。哼，等宗门大比结束后，看我不找个机会把你给强了。等你做了我的男人后，你就别想再对我母亲动歪心思了。楚清怡想得很简单，他只要和张涛发生了关系，那张涛再想和他母亲有点什么，或者想当他爹爹，那就不可能了。只是他不知道，其实爹爹有很多种的。比如张涛回到自己简陋的小屋后，洗漱一番便倒在了床上。他这几天太累了，几乎没怎么好好休息过，刚上床便呼呼大睡过去。而梦里，他梦见他将父母从天牢中解救了出来，他们一家再次开开心心地生活在了一起。这梦做着做着，他脸上浮现出了幸福的笑容。哇！清晨的凤尾鸡再次将九天宗上上下下的弟子们一个个吵醒。今天一大早，所有弟子在听到凤尾鸡的叫声后，全都激动地起了床，因为今天是九天宗3年一度的宗门大比开启之日，所有参赛的弟子都希望能拿个好点的名次，这样奖励也能更好一些。就在所有人蓄势待发之际，张涛也是早早的起了床。他昨天睡了一整天，一早起来，他的精神可以说是到了最鼎盛状态。简单洗漱一番，他便直接朝着天之竞技场而去。当他来到天之竞技场后，整个人瞬间被会场的气氛给看懵逼了。此时的天之竞技场少说聚集了7、8万名弟子以上，他们几乎全都报名参加了宗门大比。当然，其中绝大多数弟子都是抱着拿个保底奖励而来的。不过张涛并不是，他现在拥有元灵后期巅峰的实力，虽然离突破到元灵圆满还早得很，可既然到了巅峰，那他只需要再想想办法，跨过这一层肯定是没问题的。一旦他踏入元灵圆满，那他和元清圆满的那几人便再次缩小了距离，而他凭着元法以及炼化的残缺离阳，完全有了一战之力。站在茫茫人海的人群中，张涛闲来无事，只能先到处逛逛，等待宗门大比的正式开始。就在他闲逛之时，突然前方一处热闹非凡的场景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急忙走上前，他想看看这一大堆弟子聚集在哪，到底在干嘛。就在他准备上前时，突然一只白净纤细的玉手轻轻地拍了他后肩一下，而他刚转身，一对汹涌神器便第一时间吸引了他的目光。在张涛的印象里，能拥有哈密瓜一般神器的只有一人，而拍他后背的正是此人玉慧。玉慧一早来到天之竞技场，便朝着这里而来。刚到这里就看见张涛的身影，他原本就十分想结交张涛，毕竟张涛修炼的是天下第一功法元法，对镜像有着很大的克制，而他对即将突破的元阳境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便一直想找机会让张涛帮他。不过之前的几天他为了准备宗门大比，没时间来找张涛。如今偶然见到张涛，他自然是兴奋地走了过来。张涛见身后拍他的是玉慧，也是有些惊讶，怎么是你？怎么就不能是我了？玉慧露出成熟女人的一笑，她毕竟比张涛大了6岁，所以相比张涛，她显得成熟了很多。这好吧，你来这也是为了前方那处聚集之地。张涛觉得刚刚他提的问题确实有些冒失，急忙将话题转移到了前方的那群人身上。是啊，宗门为了让宗门大比
能全民参与，便在前面开设了一处压注点，让大家压谁能获胜，压对的可以得到相应比例的回报。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张涛没想到九天宗为了宗门大比，竟然开设了一个临时赌场，他对此自然是想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玉慧对此倒是不置可否，和张涛一起走了过去。不过玉慧刚走过去，顿时引得众人惊呼不已。快看，那是这次宗门大比最热门的人选玉慧，没想到她又变大了。就是上次看到她时，她就已经很大了，没想到这次更大了。周围弟子第一时间关注的并不是玉慧的实力，反而是大小。一旁的张涛听到这些话，心里不是很爽，毕竟玉慧也算是他的朋友了，自己的朋友被这么口无遮拦的说着，他自然不太高兴。就在他有些动怒时，玉慧反而微微拉住了他。等他们说背，天下男人有哪个不好色的？我都不在意，你何必动怒？玉慧早就习惯男人对他那里的议论，他对此内心也是比较自豪的，毕竟他拥有的这一对，那可是所有女人想拥有都没有机会拥有的，所以他一点都不在意。不过他见张涛对此好像不爽，反而在劝说一句后出声调侃道：张涛弟弟，莫非你对杰杰有兴趣？见不得别人那样说我。玉慧的这句调侃可把张涛尴尬到了极点，他对玉慧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不过是觉得一个女孩子被男人一直关注那里有些太过分了，只是玉慧都不在意，他又何必多此一举？无语的撇了撇嘴，急忙摇了摇头。玉慧姐，你想多了，我就是觉得别人这么说我朋友，我不太高兴罢了。呵呵，你真把我当你朋友？这个当然，你既然是楚师姐的好朋友，我自然是把你当朋友来对待。张涛丝毫没有犹豫的回答。玉慧也不在意张涛为什么把他当朋友，反而是冲着张涛撒娇般的晃了晃。那既然你把我当朋友，我突破元阳境时，你帮帮我，好不好？啊，这……张涛没想到玉慧还在对帮他之事上念念不忘。他炼化残缺的离阳后，加上元法，确实对普通修士产生的镜像有着极强的克制，可他并没有找到另外的帮助之法。总不能让眼前这个大美女用那个办法把这种话，他也说不出口啊。况且眼前的美女如此的摇晃，让他的眼睛非常难受，甚至让他的正常思考都变得迟缓了很多，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为好。玉慧也看出张涛很是为难，虽然他不知道原因，但他也没有在此时为难张涛，停止了剧烈的动作。他看得出张涛虽然很正直，可还是抵不住他巨大的诱惑。他相信这个男人迟早会沦陷在他的温柔乡中，所以他不急，他只需要等一个最佳的机会就行。想通后，他没有和张涛过于纠结大境界相帮之事，而是带着张涛一起挤到了下注台前。玉慧来此倒是目的明确，也没有看倍率，直接压上去500万元金买他胜利。一旁的张涛自然不可能如此冲动，他好奇地看了看各参赛者的赔率，赔率最低的不出所料是夺冠呼声最大的林冰，赔率是1比 1.1。 玉慧的赔率要高一些，是1比 1.2， 排在了第4。至于另外一些热门，张涛全部简单的看了看，基本都在 1.2 到 1.4 之间。张涛突然很好奇他的赔率是多少，走上前询问了一下负责下注的弟子，一番查找之后终于找到了他的赔率。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当他看到自己的赔率时，张涛有种社死的感觉，他的赔率竟然高达1赔20倍。当看到自己的赔率高达20倍时，张涛尴尬的同时又看到了天大的机会。而一旁负责下注的弟子也是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下不下注？这个叫张涛的无名小子，此人目前赔率是1比20倍，要下就速度，不要挡着后面弟子的下注。张涛自然是要下注，他急忙数了数储物袋中的元金，刚数完，他脸上瞬间有些尴尬起来。他之前为了修炼，去八方城将剩下的300万元金通通买了丹药，而且还全部服用了。如今他的储物袋内只剩下区7000多元金，这点元金就算全压他获胜，那最后的彩金也不过才15、16万而已。这些彩金对于现在园林后期巅峰的张涛来说，已经完全不够看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看向一旁的玉慧。玉慧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你想借多少？玉慧不怕张涛开口，他就怕张涛对他没需求。这个看你能借我多少了。张涛自然是想多借点，可他又不知道能借到多少，说多了怕对方为难，说少了又感觉自己吃了大亏。我储物袋中倒是还有400多万，你如果要借的话，我可以借你400万。不过借你的这些钱我不需要你还，我要你在我突破大境界时帮我一把。玉慧知道这是一次开口求张涛办事的机会，所以他眼珠一转，立马就开出了条件。听到玉慧开出这个条件，
张涛有些为难地抓了抓额头，内心有些纠结起来。这次倒是一个天大的机会，如果能借此大赚一笔，那我在元晶上短时间内足够我周转了。可我除了那个办法，并没有别的办法相帮。或许我可以先答应他，毕竟他突破大境界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说不定就找到别的办法了。张涛内心综合了一下利弊，觉得反正对方不会立马突破，留给他想办法的时间还有不少，所以先答应对方也没事。不然他一时半会儿上哪去找几百万下注？想通这些后，张涛缓缓地点了点头。好吧，我答应你，等你突破大境界时，我会全力相帮。玉慧兜兜转转，终于让张涛承诺帮他，他心中瞬间激动到了极点。他现在已是元清圆满巅峰的境界，而他之所以不突破，并不是为了等宗门大比，而是他对应付大境界的境象信心不足。如今有了张涛的相帮，他相信他突破的成功率起码大了30%。得到张涛的承诺后，玉慧毫不犹豫地从储物袋中拿出了400万元金，递给了张涛。记住你的承诺哦，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应该会信守承诺吧？张涛虽然不认为自己是个君子，但大丈夫一言既出就说到做到。他现在就怕到时候找不到别的办法，对方在得知那个办法时，他自己都会临阵退缩。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张涛现在也考虑不到那么远了。从玉慧手中借来400万元金，张涛毫不犹豫地买了他自己。当他下注的一瞬间，周围前来压注的无数弟子全都像看傻子一般望着张涛，甚至互相之间还打探起来。那个张涛是何方神圣？此人竟然压了他400万，莫非他所压之人是这次宗门大比中的一匹黑马？黑个锤子马，一个元灵中期的修士能是什么黑马？此人要不是脑子有病，就是想一夜暴富，想疯了。此时张涛的介绍上还是2天前的介绍，那时候的他还是元灵中期，可如今他已经是元灵后期巅峰了。这样的修炼速度，如果让这些人知道，或许他们才会明白什么才叫真正的有眼无珠。张涛自然不会去管他人对他的怀疑，毕竟他就算费尽口舌去解释，对方也不可能相信他的实力。一旁的玉慧见张涛借去400万，还以为张涛会压他们元清圆满的几人，结果却压了他自己，这倒是让他忍不住打趣道：你很有魄力吗？居然赌自己能得第一。我说过，这次的9天温泉我势在必得。玉慧听到张涛如此有信心的一句话，不禁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个帅气男人，也不知为何，他心底深处居然有一丝丝相信这个男人所说。滑稽的笑了笑，他自然是圆滑的点了点头。那好吧，我赌我获胜，你赌你获胜，就看到时候我们2个谁能最后登顶。好，没问题，我会让你大吃一惊的。那就拭目以待。玉慧现在有求于张涛，自然不好服了张涛的面子，尽量说着客套的话。可他心里除了那一丝丝相信外，剩下的全是不相信。毕竟张涛现在就算拥有元灵后期的实力，可要和元清圆满的修士争夺第一，那完全就是天方夜谭。两者之间可是相差了5层小境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而随着2人立下约定，便相视一笑，各自点了点头，朝着不同的方向分别离开了。不过玉慧刚走几步，便回头望着张涛离开的背影，眼神中倒是对此人越来越有兴趣了。张涛师弟，就让我看看这个号称天下第一的功法到底有多厉害，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哦。张涛重新找了个位置站等着，顺带眺望一番，看能不能在人群中找到师姐和师娘。不过他扫视了好几圈都没有见到。正当他准备放弃寻找时，他的双眼突然被人蒙住了，而他身后则是传来一个古怪的声音：猜猜我是谁？嗨嗨，师哥、师弟、师妹。张涛将所有的都猜了一圈，唯独不猜师姐。这引得身后之人松开双手，没好气地捶了张涛后背一下。讨厌，你怎么知道是我？我刚刚明明变了声。张涛无语地撇了撇嘴，老实地回道：我在宗内的弟子中，既对我好又愿意和我亲近的，只有师姐你了，不是你还能是谁？哼，算你聪明。听到张涛这么说他，楚清怡开心地轻扬着头，配合着他那可爱的双马尾辫，形成了天下最可爱的一幕美景。张涛自然是很喜欢看到师姐可爱的一面。和师姐闲聊了几句后，张涛正想问问师娘来了没，这时周围所有弟子都发出了一声哗然。张涛被一变故打断了询问，急忙朝着众人关注的方向望去。只见天之竞技场的主席台上，一名国字脸、威武霸气、实力达到元孽圆满的男子，带着一群实力强大之人站了上去。此人张涛在上一次天之竞技场中见过，他便是9天宗的宗主玄机子。此时的玄机子带着几名副宗主以及众多长老一起前来主持宗门大比的开幕仪式。听到众弟子热烈的欢呼声后，玄机子伸手示意大家静一静，而他也是发表了几句开幕感言。
这次是我们九天宗第1316次宗门大比，在这，我作为九天宗宗主，希望所有参赛的弟子们都能拿到一个好的名次。废话不多说，在这我宣布，这一次的宗门大比正式开始。随着玄机子宣布宗门大比开始，天之竞技场的50座比武台上立马跃上去了50名裁判。这些裁判上台后，便第一时间宣布起对战编号。天之1比5台153号对战43261号，另外421号与6321号请台下准备。天之2比5台853号对战23582号，另外964号与2631号请台下准备。因为这次报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为了效率，前期的比赛基本都是一队人上台竞技，另外一队人提前在台下准备。不过上台的虽说是竞技，可很多还不到5秒就解决了。因为这次的比赛几乎宗内所有弟子都报名参加了，导致大家的境界差距之大。很多人一上台见自己的对手过于强大，还没有比就直接放弃了。这样1分钟下来，快的时候能比10组以上。随着不断的有人胜出，有人淘汰，很快就轮到了张涛。当16号比武台念到他的名字时，他激动万分地走上了比武台，准备大打出手。可他刚上台，还没看清对方长什么样子，对方就直接宣布了放弃。这倒是让张涛原本想大显身手的想法直接落空，上台才2秒钟就直接获胜下了台。这等比赛过程让张涛觉得甚是无趣。当然这也没有办法，毕竟这次宗门大比参加就有奖励，所以大家都想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遇到一个实力比自己低的，将排名往前靠一靠，这样奖励能丰厚一些。如此顺利的就将上午的比赛进行完了，张涛只能静等下午的比赛。他初步计算了一下，光是这种无效率的筛选起码要好几天，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毕竟他现在的实力只有园林后期巅峰，还不足以完全对抗元清圆满的那几人。无聊的坐在看台上等待着下午的比赛。很快下午的比赛也轮到他了，只是还是老样子，上台2秒他就直接获胜了。不过这次他看清了对手的实力，竟然是一名元者中期的弟子，这让他无语到了极点。哎，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吗？比完后张涛没有再继续留下来，因为今天他最多就比2场，所以待在这也没用，还不如回去想想办法怎么突破到园林圆满。回去的路上他发现师姐在等他，和师姐互相询问了一下各自比赛的情况，两人都相视苦笑一声，似乎都对今天的获胜感到有些无趣。就在张涛准备和师姐告别一声，然后他想回去想想怎么突破到园林圆满时，一旁的楚清怡脑中却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恭喜您，您幸运地触发了地级任务，帮张涛寻找大量的修炼资源，让其炼化完毕。完成任务后可获得大量修为以及60女仆币。楚清怡还是第一次接到地级任务，她之前一直在做0级任务，给的修为奖励也不过是中量修为，最多就是双份中量修为。可这次却是大量修为，这倒是让楚清怡惊喜万分。而且这个系统任务就算不发布，她也会尽最大能力的帮张涛或购买或借来大量资源。如今有了这个任务，对她来说算是意外的天大收获。冲着准备回去的张涛，楚清怡故作神秘地说道：师弟，你先回去，等会儿师姐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楚清怡这话倒是让张涛好奇不已。师姐，什么大大的惊喜？你先不要问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听到师姐如此说，张涛更加好奇了。不过既然师姐让他等一会儿，那他只能先回去等着了。回去的路上，张涛想着莫非师姐要帮他搞一些资源来。想到这，张涛也是期待万分，不知道师姐到底能帮他搞来多少资源。如果这些资源能让他突破到园林圆满，那就太好了。这等期望光是想想就让张涛感到拭目以待。刚回到屋内，他正准备等师姐来找他，他的房门却被突然打开，他条件反射地脱口而出：师姐，你来了。刚说出，他便发现来人并不是师姐，而是他的师娘。见是师娘来了，张涛内心格外的激动。师娘，你怎么来了？白洁自然听出了张涛话中的激动，不过他进来时听见张涛先说的是师姐，也就是他的女儿，他内心还是微微一震。莫非他和青怡之间已经走到那一步了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和他岂不是再无机会了？白洁心中人生第一次感到了一股酸酸的感觉。他没想到他的第一次吃醋竟然是对他的女儿。不过他刚有点醋意，立马就将其抛之脑后，恢复了原样。望着眼前看到他一脸激动的徒儿，他又莫名的觉得有些开心。今天的比赛还顺利吗？有些无趣，刚上台还不到2秒，对方就认输了。看来这2天恐怕很难遇到对手。
张涛对白洁自然是知无不言，哪怕是内心的话，他都不会有任何隐瞒。白洁上前几步，坐到张涛的桌子旁，一伸手示意张涛也坐下。你不用心急，在百强出来之前，你很难遇到对手。不过百强之后的比赛，你的对手会一个比一个强，甚至你还有可能提前遇到元清后期，甚至元清圆满的强敌。白洁说的话，张涛自然明白，对着一旁的白洁认可的点了点头。师娘说的是，到时候恐怕会有不少恶战。听到张涛话中有些担心，白洁轻轻一笑，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大堆瓶瓶罐罐，这里最次都是地品低阶的丹药，其中还有3瓶地品高阶的丹药，你先拿去服用。我知道你志在第一，服下这些丹药，如果能提升一点实力，你便能多上一份胜算。张涛见师娘对他心事如此了解，而且还如此帮他再次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这4年多饱受的冷嘲热讽实在是太多了。当一个人受尽冷眼时，突然有一个人对你很好，你会全身心的想报答他。此时的张涛只想用一生来报答眼前的师娘。师娘，你对我真好，你放心，此生我会拼尽所有，好好的照顾你，保护你，不管是谁，我都不允许他伤你分毫。这句感恩的保证原本稀疏平常，可到了白洁的耳中却异常的甜美。开心的笑了笑，他已经快20年没有这么开心过了。上一次这么开心还是生下楚清怡的时候。将东西都拿给张涛后，白洁也没有打算留下来，毕竟他需要给张涛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练化。站起身上前帮张涛整理了一下衣领。好了，师娘先走了，我期望看到你夺得第一时的那一幕，好好加油。一定，我一定会拿下第一，为了我，也为了师娘你。张涛用力的点了点头，向师娘郑重的保证道。白洁对此满意的点了点头，便消失在了房间之内。待白洁走后，张涛将桌上几十个瓶瓶罐罐全都收好，这些加起来起码值个2-3千万元金。可这么多元金，师娘竟然直接送给了他。这份恩情，这份对他的好，天底下除了他父母，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所以张涛心中对拿下宗门大比第一期望更大了。从瓶瓶罐罐中先选出了几瓶地品低阶的丹药，也不等师姐了，他一口将其服下，开始了炼化。白洁送完丹药回到屋中后，心中对刚刚张涛对他的保证还美在心里。不过一想到张涛开门时叫的是他女儿的名字，他心中就有些慌乱。如果宝贝徒儿真的和我女儿在一起了，我该怎么办？退出吗？还是和我女儿一起？想到这，白洁一向高冷绝美的脸蛋红得跟个苹果似的，猛地甩了甩头。她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想到关于张涛的事情，她就会变得想尽量顺从对方。轻轻叹气一声，她收回心思，心中意念一动，换出了系统。她刚刚送张涛如此多的丹药，除了她真的关心张涛外，还因为她现在女仆级别进阶到了顺手的女仆，开启了女仆商城。在商场内有着各种超强的宝物，以及各种不需要接近张涛就能接到的任务。当然这些任务无一不跟张涛有关，只是接取这些不是由系统触发的任务，是需要女仆币的。他过去做任务倒是积累了不少女仆币，之前在看到其中一个赠送张涛修炼丹药的任务，他毫不犹豫地接了。只是这个任务的奖励只是一份大量修为，虽然奖励不多，可他心中并没有觉得花了2-3千万元金的丹药做任务有什么不值，反而是担心丹药够不够张涛服用。可惜他自身的丹药就这么多了，如果可以，他还想多拿一些给张涛。提交任务后，白洁的修为往上恢复了不少，如今的他只等后天系统技能的双倍反馈了，到时候他应该能一举突破到元孽中期。不过他现在已经到了元孽境，按宗门规定他可以成为9天宗的副宗主了，所以他准备将自己突破的消息汇报上去，这样他便能得到无数珍贵的赏赐，而这些赏赐他就算自己用不到，也能给他的宝贝徒儿用。想到这，白洁消失在了他的闺房，朝着宗主府匆匆而去。夜深人静的偏园，张涛屋内，他刚炼化了3瓶地品低阶丹药，突然屋外传来敲门的声音。听到这声音，他急忙收了弓，没有再激动地喊出外面来人，而是小心地问道：外面何人？是我，师弟。听到是师姐来了，张涛急忙上前将房门打开。此时的师姐有些灰头土脸的，甚至还有些风尘仆仆的味道。也不等张涛邀请他进屋，他直接跨了进去，拿起桌上的茶杯倒了一杯茶水，一饮而下，随后一伸手将一个储物袋递给了张涛，这已经是我最大的努力了，能借的我都借遍了，你要是最后拿不下第一名，我可为你试问。张涛接过储物袋看了看，里面的丹药价值竟然不比师娘送他的低，少说也有2-3千万。只是师姐送的丹药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地品低阶的丹药，只有少数的地品中阶。
至于地品高阶，倒是一瓶都没有。可就算这样，张涛也知道师姐定然是放下了面子，找了不少人相借才能筹到这些。他和师姐相处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对师姐的性格也知道一二。对方虽然表面可爱漂亮，但内心却很是要强，一直以天之骄子自居。可平时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为了他厚着脸皮去借来这么多丹药，他心中的感动已经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了。张涛这次没有被感动的流泪，而是不由自主地上前一把将师姐拥入了怀中。师姐，你对我太好了，你让我这辈子怎么报答你才好？楚清怡听到张涛感动的话，又闻着张涛身上让他喜欢的味道，用他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嘤嘤细语地回道：你用一辈子对我好不就行了？他这句话不好意思大声说出来，毕竟他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脸皮相对薄一些。因为楚清怡说的声音太小了，张涛没有听清楚，不得不松开怀里的楚清怡，好奇地问道：师姐，你刚刚说什么？我说，哎呀，你就是个大笨蛋。楚清怡心里急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能怒骂一声。他对张涛都这样付出了，对方竟然还不知道对他主动一点，这让他心里有些不爽。当然他知道他现在明面上还处在和王爷定亲的状态，可这种娃娃亲在他眼里根本就不在意，他只需要找个机会解除和王爷的娃娃亲就是了。见张涛不上道，楚清怡略微有些生气地丢下一句，便甩着他的两个可爱辫子气嘟嘟地跑了。答应我拿下第一名。见师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张涛握着师姐送他的丹药，重重地点了点头。师姐，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如今对于张涛来说，拿下宗门大比第一，不单单是9天温泉的浸泡资格了，还有师娘师姐对他的期待。所以这个第一名不管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他让路。将房门关上，张涛重新回到木床上。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师娘和师姐给他的丹药，向极限的境界冲锋一夜的炼化，让张涛的修为增长了不少，可离小境界的突破还是有不少的距离。这让张涛不得不再次感慨，元法不愧是天下最难修炼的功法，这么多丹药下去，居然从元灵后期巅峰突破到元灵圆满都做不到。不过他并不泄气，因为他现在的丹药储备还多着了突破当下境界，只是1-2天的事。收了工，张涛随意洗漱了一下。今天的比赛即将开始，他不得不将修炼之事先放到一边，再次来到天之竞技场。今天的宗门大比已然开始，很快张涛就迎来了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可惜和昨天还是老样子，刚上场2秒，对方就直接认输了。无趣地走下台，张涛看了看现在目前剩余的参赛者，如今经过3轮的筛选，已经只剩下7000人左右了。如此的话，他应该很快就能对上强劲的对手了。上午的比赛因为人数少了几倍，所以很快又轮到他了。只是这次的比赛依旧老样子，2秒钟自动获胜。无聊之下，他只能回到选手等待处观看着。如今让他关注的只有师姐以及那6名元清圆满的对手。可惜那6人和张涛一样，几乎都是不战而胜，他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很快时间来到了下午，张涛再次获得2场胜利后，终于进入了1000名以内。而他这次比完后，今天就没有比赛了。不过他并没有走，而是等着师姐胜出后他再一起离开。等了差不多半小时，终于轮到了师姐上场。就在他以为师姐也会像他一样不战而胜时，对面竟然走上来一人，而这人张涛认识。见到此人以及他的境界时，张涛心中咯噔一跳，有种不好的感觉浮上心头。这恐怕是场硬仗，师姐你可一定要获胜啊。此时楚清怡对战的竟然是当初在传宫殿想为仇家仆人合力出头的那名元灵圆满的弟子秦树。不过此时的秦树已经突破到了元清境，和楚清怡一样同是元清初期。不过楚清怡和秦树不一样，他的实力提升得太快，导致他的综合实力和自身境界有些不符。张涛很担心自己的师姐会不敌对手秦树。就在他担心之际，2人也在裁判的声音下开始了较量。师姐首先唤出了他的一对双剑，一招双龙合并打了出去。可惜他现在已是元清初期的修为了，可他的元技还只是灵品低阶，已经有些跟不上境界了。师姐打出的2条紫色蛟龙看似强大，可在同样实力的秦树面前却构不成什么威胁。对方唤出他那根黑色棒子，只是随便阻挡了1、2，便轻松化解了这招元技。楚清怡原本就对比赛没有什么兴趣，见对方综合实力比他强，他有些想放弃了。可这时秦树见占了上风，竟然出声暗讽道：上次你母亲帮一个贱小子拦住了我，让我备受羞辱，我还以为他的女儿有多厉害，没想到竟然是个绣花枕头，光有一身境界，却中看不中用。
被秦树如此嘲讽，楚清怡自然不干了。他虽然和秦树相差10来岁，按天分来说，对方连舔他脚丫子都没资格可作为天之骄子，被如此羞辱，他如何忍得下？你个油腻大叔，羞得放肆！我今天就是拼了性命不要，也要好好教训你一下。此时的楚清怡有些气过头了，手中双剑猛地交叉在一起，一对长5米、宽5米、由元气组成的紫色十字斩朝着秦树猛地斩去。这是楚清怡的最强杀招，威力达到灵品高阶的元技紫玉十字斩。秦树见楚清怡动用了最强杀招，嘴角露出了不屑一笑。小小灵品高阶元技也想和我争锋，看我怎么破你！秦树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他却不敢真的轻敌，毕竟这个十字斩好歹也是灵品高阶元技，他如果一个不慎，定然会被这招元技重伤。不过他如今已是元清初期的实力，有些原本无法施展的元技，他已经能用浓厚的元气轻松施展了。只见他手中黑色长棒猛地举起，自上而下猛地朝前拍去。尝尝我的地品低阶元技金箍一棒。一道20多米长的金色棒子从天而降，直接拍打在了楚清怡施展的十字斩上。啪的一道清脆声，楚清怡施展出的灵品高阶元技轻松被秦树地品低阶的元技破掉，剩下的余威也猛地朝着楚清怡拍去。噗！棒影落到楚清怡身上，瞬间将楚清怡打得口吐鲜血，气息一落再落，直接受了极重的内伤。秦树见楚清怡被他击伤，他自然是想将上次被白洁羞辱的仇对他女儿出一出。他提着手中黑色棒子直接冲了上去，准备再次发难。眼见这根棒子即将打到楚清怡，突然一道帅气的身影第一时间冲上了比武台，将重伤的楚清怡直接拦在了身后。而此人正是已经气到不行的张涛。他见对方取胜后还要往死里攻击，想也没想就跳上了比武台，将自己的师姐护在了身后。因为张涛的现身让原本冲过来的秦树愣了一下，不过见对方是上次让他受辱的罪魁祸首时，他的情绪更加激动了。小子，是你，很好，看我今天不一棒子拍死你！上次被白洁当众羞辱后，他的名声就一落千丈，很多之前跟随他的小弟都选择跟了别人，这不但让他少收了不少保护费，而且还成了不少人茶余饭后的笑柄。如今这个让他蒙受巨大损失的罪魁祸首出现，他自然要一雪前耻。而另一边，张涛自然不会虚他，别说对方只有元清初期，就是元清中期来了，他也不放在眼里。就在两人即将交战到一起时，突然又一道中年男子的身影出现在了两人当中。此人是秦树和楚清怡对战的裁判，同样也是当初护送张涛他们去九黎古境的那名刘长老。刘长老挡在中间后，直接阻止了两人的争斗，冲着张涛和秦树说道：这次宗门大比是1对1比赛，不允许有场外援助，这场秦树获胜，你们俩下去吧。刘长老虽然宣布了结果，可不管是秦树还是张涛都不可能对此善罢甘休。刘长老，此人伤我师姐，我今天必须让他付出代价。笑话，你以为你走了天大的狗屎运，晋升到元灵后期就有和我对战的资格？小子，你还嫩了点，我只需要动动小指头就能将你轻松打趴下。秦树当初并未见到张涛施展过元法，所以他认为自己元清初期的实力能绝对碾压张涛，所以他根本不将张涛放在眼里。中间的刘长老见两人不战一次，绝对誓不罢休，只能无语地摇了摇头，对着张涛说道：你师姐受了重伤，急需救治，这样吧，你听我的，下线去，明天的比赛我帮你安排，让你和此人对上，如何？刘长老在离阳果仪式上得到了张涛的恩惠，让他的儿子在炼化离阳果后顺利地突破到了元清初期，所以他的心自然是向着张涛的。不过比赛有比赛的规矩，他不可能让两人现在解决恩怨，耽误了后面的比赛，所以他个人做主，帮张涛安排和秦树之间的对抗。听到刘长老的安排，张涛稍微消了点气，毕竟刘长老有一点说得很对，他师姐受了重伤，需要救治。好，这件事就拜托刘长老了。不用客气，你先带着你师姐下去吧，后面之事我会帮你安排。得到刘长老保证，张涛恶狠狠地瞪了秦树一眼。秦树，你明天完了。哈哈，笑话，就凭你？对，就凭我。张涛为身后的楚清怡服下一颗疗伤的丹药后，一把将重伤的楚清怡抱起，朝着天之竞技场外冲去。楚清怡躺在张涛怀抱里，虽然身上很疼，可心里却甜蜜蜜的。抬头望了望之前为他强出头将他保护在身后的张涛，他可爱惨白的脸上竟然慢慢出现了红晕。闻着张涛身上的气息，他心中第一次希望能永远靠在这个男人身上。师弟，你刚刚护着我的样子好帅哦。楚清怡心里甜甜的说着，同时他还能听到他胸口处
咚咚咚的急速跳动声，似乎他被这个男人抱着，让他重伤的疼痛都烟消云散了。伸手轻轻挽着张涛脖子，楚清怡满心幸福地靠了上去。很快，张涛抱着楚清怡来到他的房间，将楚清怡轻轻放下。张涛满脸着急地询问道：“师姐，你伤情如何？要不要我为你运功疗伤？”“不用，就是正常的震伤。你之前已经为我吃过疗伤药，我打坐治疗一下就行。”楚清怡其实受的伤不轻，可他不想让张涛耗费修为帮他疗伤，毕竟接下来的宗门大比对手会一个比一个强大，他不想张涛有任何闪失，所以他情愿自己慢慢疗伤，也不愿意张涛为他消耗修为。听到楚清怡这样说，张涛稍微放松了一些。不过看着师姐受伤的地方，张涛顿时火冒三丈。该死的秦术，很好，你彻底惹怒我了。看来上次师娘给你的教训还不够，你还不知道你到底惹的是什么人。等着吧，明天我要是不废了你，为我师姐报仇，我他娘的跟着你姓。一旁的楚清怡见张涛为了他动怒，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他知道张涛出手，对方肯定完了，因为在他心里张涛是无敌的。好了，师弟，我没有大碍，你就先回去炼化丹药吧，先突破到元灵圆满，这才是重中之重。那你这里，张涛自然知道现在要先突破到元灵圆满，可师姐受了重伤，他哪里沉得下心思修炼？放心吧，不会有大碍的，几天后我就会恢复如初了。那好吧，你有什么事就第一时间来找我。好，你去吧。张涛再次担心的看了楚清怡两眼，最后还是听话的离开了。如今他身上的重要之事太多，除了要争夺宗门大比的第一外，黎阳另外3/4的寻找，以及手中全套圣域灵剑的寻找，他都需要强大的实力。而更需要他实力的是解救被关押在天牢长达4年之久的父母。在这个愿望前，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为他让路。所以即使他现在很担心楚清怡，也还是得回去提升境界。只是回来后，张涛虽然炼化着丹药，可心里还是时不时的担心师姐的病情，这导致了他的炼化效率降低了一大半。原本打算今晚进阶到元灵圆满的，竟然炼化1晚上后还差了那么一点点。而随着天色渐亮，张涛第一时间来到师姐房中，见师姐正在疗伤，而且脸色好了很多，他这才放心了下来。看着脸上依旧很惨白的师姐，张涛用力地握着拳头，愤怒地冲向了天之竞技场。来到竞技场后，他第一时间寻找到了刘长老。刘长老，昨天你答应我的事安排的如何了？刘长老脸上流露出一些为难之色。安排倒是安排了，但不是立马对战，而是需要你在打2场后，在下午才能和对方一战。什么？下午才能对战？那如果那厮提前输了怎么办？刘长老原本以为张涛会担心他自己要多比2场，可能熬不到第3场，结果张涛却担心实力达到元清初期的秦术会提前输了。微微笑了笑，刘长老向张涛保证道：“放心吧，我查看过了，秦术对战的2场，对手最多只有元灵圆满，应该输不了。倒是你的第2场应该对战的是一名元灵圆满的对手，你如果提前输了，这可就不好办了。”刘长老并不知道张涛的实力，更不知道张涛修炼的是元法，以及炼化了黎阳，所以这第2场是他特意如此安排的。他希望张涛输在第2场，这样就可以避免和秦术的对抗了。毕竟在他看来，元灵后期怎么可能对战的赢元清初期？这简直就是一场完全没有胜算的对抗。而他之所以会这么安排，也是因为心中感激张涛，才特意让张涛知难而退。张涛自然不知道这些事情，他见刘长老有些担心他，满是感激的点了点头。放心吧，刘长老，元灵圆满而已，你就等着帮我安排第3场和秦术的对抗吧。刘长老见张涛如此有信心，也是微微愣了一下，无奈的叹息一声，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也朝着张涛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提前做好准备吧。张涛的第1场遇到的是一名元灵初期的对手，当他冲过去时，对方第一时间喊了认输，不得已他只能被迫获胜。很快就轮到了第2场，也不知是不是刘长老有些担心张涛，所以这场竟然是由他来主持。只见张涛的对手正如刘长老所说，是一名元灵圆满的弟子。刘长老见张涛上台，急忙小声提醒道：“如果一会儿你感觉争斗很吃力，胜算渺茫，要及时喊认输，我会第一时间终止比赛。”刘长老担心张涛抵不过对面的对手，毕竟对方可是元灵圆满的修为。在这个等阶分明的世界，每一层小境界都不是随便划分的。既然划分了，那就说明每一层小境界之间都有着不小的差距。所以刘长老出于好意提醒了张涛一声，可他不知道的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并不适用于张涛。随着刘长老大喊一声开始，对方便提着一把狼牙棒朝着张涛直直地冲了过来。
眼看对方附着元气的兵器即将砸到张涛身上，张涛一个躲闪，轻轻松松就避开了对方的攻击。如今的张涛就算不动用元法的元气，光是自身靠元法修炼的深厚基础，就能轻轻松松碾压元灵圆满。更何况他现在离元灵圆满就差一点点，就能突破。他一个躲闪后，手中唤出黑色拳套，朝着近身的对手猛的就是一拳。那人还没看清张涛的出招，就被张涛一拳打在脸上，噗的一声，一口鲜血喷出，在比武台上翻滚了好几圈，直接晕倒在了比赛场上。这简简单单摧枯拉朽的一幕，让一旁担心张涛的刘长老直接看傻了眼，好一会儿才缓缓反应过来，一脸不可思议地走了过来。你这实力真的只有元灵后期吗？货真价实，如假包换。张涛的回答让刘长老有些怀疑这场比赛张涛是不是在假打，毕竟他从来没有见过一方连元气都没怎么动用，就一拳将高了一层小境界的对手轰晕趴下的场景。狂咽一口唾液后，他满脸震惊地宣布张涛获胜。获胜后的张涛走到刘长老面前，刘长老，下一场应该就能对战秦树了吧？对，你真是让我出乎意料，我原以为你就算这场能胜也是险之又险，没想到你如此迅速拿下比赛，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但愿你和秦树的比赛能再让我惊讶一场。刘长老象征性的这么一说，而他心里并不相信张涛能击败秦树，毕竟两者相隔2层小境界，其中一层还是隔着大境界，这样的对战怎么看都不可能获胜。张涛下台后并未离去，而是闭着眼静静地等待着下午的比赛。如今的他并不急于突破到元灵圆满，他要用元灵后期的实力将那个秦树轻松打败，这样才能做到杀人诛心。很快时间来到了下午，下午的比赛比上午的比赛竞争激烈了太多，因为只要赢得下午的比赛就等于进入了前64强，所以前来围观的弟子也比上午多了几倍。一时间上万名弟子在观众席上观看着。随着一场场比赛结束，18号比舞台上主持的刘长老终于喊出了张涛的编号。听到终于该自己了，张涛双手捏得啪啪作响，他今天要粉碎了此人的修炼之心儿。随着张涛和秦树上台，绝大多数弟子瞬间对张涛这一场较量失去了兴趣，因为两人之间的实力相差巨大，根本没有可比性。他们认为张涛会在第一时间认输，结果张涛却出乎了他们的意料，做出了对战的准备。这倒是让一些好奇的观众想看看张涛凭什么对战，同样也想看看张涛会被输得多难看。就在所有人都不看好张涛时，上台的秦树却握了握手中黑色长棒，一脸激动地望着张涛。小子，你既然挺过来了，我还以为你会半路夭折，不过你的这次宗门大比就到此为止吧，我会好好收拾你一顿，让你知道靠人不如靠己，就算你师娘帮你，你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此时的秦树信心十足，他根本不将张涛放在眼里，毕竟他高了张涛2层小境界，而且其中还隔着一层大境界。张涛自然不吃这一套，他不屑地反对道：哼，没本事的人总喜欢舌燥。说到这，张涛冲着对方比出一个一字，用自身最大的声音向竞技场所有观看的弟子宣布道：一拳，我只用一拳，如果我一拳搞不定他，我当场自废修为，永不修炼。张涛用最洪亮的声音当场发出这种誓言，瞬间将所有弟子的目光全都吸引了过去。一时间观众席上的弟子全都发出哈哈大笑。哈哈，那小子莫不是脑子有病，就算是和那秦树同境界之人也不可能一拳搞定对方，就是两者之间还相差了2层小境界，这样的哗众取宠也有点太过了。哼，装逼时有多爽，打脸时就有多惨，看着吧，这小子输定了。所有人都认定张涛必输无疑，可就算他们这么认为，全场所有人的目光还是被张涛的一句话吸引了过去。就连正在比赛的那些弟子也都停下了比赛，想看看这个满嘴大话的小子是如何一拳搞定实力高他2层的秦树。就在所有人都看过来时，作为另一方的秦树直接被张涛这种极尽羞辱的话搞得恼羞成怒。张涛这种话简直就是在蔑视他，根本没有将他放在眼里，这让他原本轻视的心瞬间提起了12分精神。他要让这个当众羞辱他的小子知道，逼不是这么装的。只见他紧握着他的黑色棒子，满脸怒火地朝着张涛冲去。小子，你死定了，吃我最强元技金箍一棒。秦树将黑色棒子高高举起，一道20多米长的金色棒影朝着张涛猛地砸去。既然这小子要一拳打败他，那他就反其道而行，一棒子拍死他。张涛见秦树动用他最强元技攻来，会心地笑了笑，他就是要在对方全力以赴的情况下将对方击败，这样才能真正的杀人诛心。来得好，
看清楚了，我是怎么一拳击败你的。说完，张涛换出他地品高阶的黑色拳套，紧握着拳头也直直地朝着秦树冲去。双方的瞬间交锋，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他们想看看这个叫张涛的小子到底有何本事，敢放出如此豪言。就在他们观看的同时，秦树的巨大金色棒影也砸了下来。眼看张涛就要像之前的楚清怡那样，马上被这招元技击成重伤。突然，张涛紧握的拳头气息猛然翻倍，用元法狠狠地轰在了那根金色棒影之上。那金色棒影可是地品低阶的元技，而张涛只不过是普通的一拳。可威力强大，达到地品低阶的金色棒影，当触碰到张涛施展元法的拳头时，却像是大白天见了鬼一样，瞬间四散而逃。面对驱散掉的棒影，张涛这一拳轻轻松松就将秦树的最强元技当场破掉。不仅如此，他的拳头还飞速朝着秦树轰去。秦树见张涛轻易破除了他的元技，惊恐之下急忙调动全身元气防御。可下一秒，嘣的一声，张涛的拳头瞬间将秦树身上的防御元气驱散得七七八八，而轰到秦树身上的张涛嘴角则是发出一缕不屑的冷笑。就这字刚说出，一圈40-50米的横向鱼环向四周猛地扩去，而秦树就像被10吨巨物撞击一般，直接飞了出去。飞出去的同时，秦树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痛苦以及绝望。不，这一声是秦树发出的最后不甘声。而这一声过后，他体内出现无数啪啪啪的断裂声。此时的他不仅肋骨被张涛打断，连脊椎、手骨、腿骨全部被张涛震断。而在他被轰出比武台倒地的一瞬间，整个人当场昏死过去，大半条命直接没了。秦树被张涛一拳打飞出比武台，并且当场半死不活，瞬间让整个观众席甚至是负责裁判的刘长老全都张大嘴，鸦雀无声。他们从未想到一个人能跨2层小境界，仅用一拳就将对手如此轻松的击败。当然，他们不知道的是，刚刚的张涛还没有用尽全力，他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杀害同宗弟子，所以才只是震断了对方全身骨头，废了对方的未来。可就算这样，也足以让观看他比赛的上万弟子震惊得目瞪口呆。这种震惊持续了好一会儿，才陆陆续续有人恍惚过来。一时间，整个竞技场瞬间爆发出了剧烈的掌声，同时伴随着大家的震惊声。卧槽，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此人竟然真的一拳将高他2层小境界的秦树当场轰得晕死过去。我去，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那小子竟然施展的是元法，那个号称天下第一的元法。这兄弟看起来20岁左右，他到底是怎么做到以元法突破到元灵后期的？哇哦，这个小弟弟怎么这么帅？不行了，太迷人了，我想帮他暖床，我想跟他生小猴子。绝大部分人都看出了张涛刚刚施展出的是天下第一功法元法，而元法的大名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这套主修功法的修炼难度也是天下公认最难的。可这个叫张涛的小子竟然靠着元法突破到了元灵后期，而且还将元清初期的秦树一拳打成了残废。这他妈还是人吗？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变态之人？所有人都被张涛这一拳震惊到了极点。原本这些人没有一个看好张涛，哪怕是刘长老也是觉得张涛必败无疑。可张涛只用了一拳就直接征服了他们所有人。一瞬间，这些被张涛征服的上万弟子全都肃然起立，发出阵阵崇拜的高呼声。张涛兄弟，你打得太棒了，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精彩的比赛。张涛小友，请收下我的膝盖，原谅我对你的嘲讽，是我目光短浅，竟然不知道真神就在我的眼前。帅哥哥，我要做你的小迷妹，我要做你的小狗狗。观众席上各种崇拜之声此起彼伏，就连实力达到元阳境的刘长老也是满脸认可的走到张涛身边。我没想到你竟然修炼的是元法，而且以20岁左右的年龄靠着元法修炼到的元灵后期，看来我真的是老了，竟然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刘长老佩服的倒不是张涛一拳击败了秦树，而是张涛以20岁左右的年纪靠着元法修炼到了元灵后期。这样的修炼比一个20岁的年纪突破到元阳境还要让人震惊几分。毕竟元法有多难修炼，他活了50多岁，自然是太清楚了。面对刘长老的夸赞，张涛自然不会得意忘形。他知道他实力就算如此强了，可面对他的大伯，面对解救父母的重担，他还早得很了。刘长老过誉了，我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只是不知这场比赛我胜利否。之前刘长老的焦点全放在张涛施展的元法上了，竟然忘了宣布张涛获胜。他急忙认可的点了点头，上前举起张涛的右手，向上万人当场宣布，这场比赛张涛获胜。
而随着刘长老的宣布，观众席上再次爆发出了一阵阵崇拜的欢呼之声。确定这场对战获胜后，张涛朝着刘长老感激地点了点头。这次多谢刘长老，让我帮师姐报了仇。此时的刘长老对张涛已经不仅仅是对张涛帮他儿子的感激了，更多的则是由心的佩服。言重了，你拥有这等天分，如果能以元法突破到元清境，那今后我还有求你帮忙的时候。元法对镜像克制之事，像刘长老这种活了50多岁的人来说，自然是知道的。不过张涛现在只有元灵后期，对他的帮助并不大。可如果张涛能以元法突破到元清境，那绝对是一飞冲天的存在。毕竟几百万年下来，能将元法修炼到元灵圆满巅峰的天才不计其数，可真正能突破到元清境的却少之又少。他虽然心里觉得张涛能突破到元清境，希望也很渺茫，可他不怕1万，就怕万一张涛真的做到了，那他现在放下身段去结交此人，到时候说不定此人会反过来帮他一把。刘长老的低姿态让张涛多少有些受宠若惊，毕竟他现在还只是一名元灵后期的弟子。如果我能顺利突破到元清境，那到时候只要是刘长老需要，小子会尽可能的帮你。得到张涛的承诺，让刘长老心中狂喜，对待张涛也更加客气了。聊完这些事后，张涛朝刘长老点了点头，便下台去了。毕竟后面还有别的弟子需要比赛，他不能一直站着比武台。下台后，张涛不再留下来看比赛，而是直接朝着师姐的闺房而去。没有进入师姐闺房，张涛在门外朝着屋内的师姐大声地说道：师姐，那秦树我已经将他全身骨头震碎，帮你报仇了，你好好在屋内疗伤，静等我拿下宗门大比第一。说完，张涛转身朝着自己住处而去。而屋内的楚清怡当听到屋外张涛所说，10亿滴感动的眼泪从他可爱的脸颊上一滑而落。虽然他没有中断疗伤，可从他脸上的微笑中不难看出，他此刻很幸福。张涛回到简陋的小屋后，再次开始了符丹修炼。如今他已经进入了64强，接下来的对手绝对不会有漏网之鱼，所以他将面临一个个强劲的对手。而在这之前，为了以防万一，他必须要突破到元灵圆满才行。服下几颗地品低阶丹药，张涛利用元法霸道的修炼之法进行几颗丹药的强行炼化，很快才炼化了2瓶地品低阶的丹药。张涛便听到自身砰的一个压一声，他的境界终于来到了元灵圆满。突破境界后，张涛没有着急继续服用丹药，而是起身感受了一下自身实力。我只是突破了一下小境界，我现在的实力竟然比元灵后期巅峰强了1/3左右。有了如此的增强，张涛对获得宗门大比的第1名信心更足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自然不会就此停下，再次拿出还没炼化完的大量丹药，继续开始枯燥的炼化修炼。随着第2天的到来，张涛在炼化1颗丹药后再次收了工。一晚上的符丹修炼，他的实力又提升了不少。当然这些提升都是用钱砸出来的，毕竟师娘和师姐给他的丹药就价值5、6千万，这么多钱就是元阳圆满的修士也差不多要掏空1大半的储蓄，而这么多丹药却只够张涛修炼一层小境界。这也让张涛再次体会到了元法修炼起来到底有多难。收拾一番，来到天之竞技场。今天观看的弟子明显比昨天还要多上一些，毕竟从今天开始就算是进入了正式的对抗了，不再会像前几天那样50个比武台进行快速的筛选。张涛刚到天之竞技场，就有不少弟子发出了欢呼声，想来昨天张涛给他们带来的震惊还余温未消。张涛在等待席上静静地观看着每一场比赛。64进32是一场一场的比赛，其目的还是想让弟子们能从比赛中学习和领悟一些竞技的精髓。很快，漫长的等待下，终于轮到了张涛。当才判念到他的名字时，他激动地冲上台，准备看看今天的对手会是谁。可他刚上台，还没看清对手，对方居然直接认输了，这可把张涛郁闷坏了。这都64强了，怎么还有直接认输的？当他看清对方实力后，这才明白过来，对面的实力其实也不弱，有着元清初期巅峰的实力。可此人昨天看过他的比赛，张涛一拳将秦树打得半死的场景，他到现在还记忆深刻。当见到张涛是对手时，他只能苦笑一声，选择了放弃。就这样，张涛直接进入了32强。无语地走下台，张涛等待着32进16的比赛。当裁判再次念到他时，他这次没有那么激动了，而是慢慢地走上了比武台。不过当他上去后，瞬间再次充满了斗志，因为他这次对战的可不是一般人，是号称9天宗元清圆满之下的第1人。张涛此时对战之人名叫肖战，之前在八方城酒店中，玉慧曾对他谈起过，此人可能是这次的黑马之一。在玉慧的介绍中，
此人以好斗成名，对战经验非常丰富，曾有过越阶战斗的经历。当时的他和元清圆满的敌人打得不分胜负，这样的实力在元清后期中绝对是超强悍的存在。张涛在32进16的比赛中遇到此人，算是一个强劲的敌人了。不过也正好让他提前感受一下普通的元清圆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实力。随着两人就绪，昨天看过张涛比赛的一些弟子瞬间发出了欢呼声。张涛小兄弟，这次你还能再创一次奇迹，给我们大开眼界吗？就是张涛小哥，让我们看看你的极限在哪里。这样的欢呼让不少昨天没看过张涛和秦树比赛的弟子全都好奇不已。这个园林圆满的小子很强吗？对于他们而言，张涛不过才园林圆满，和元清后期相比可是相差了3层小境界，这样的争斗能有什么悬念？就在众人好奇之时，张涛却抢先发起了攻击。他之前在元师后期时就因为境界相差太大，被当时园林中期的张天明风筝过，所以此战他要先发制人。对面的肖战昨天走得早，并未见过张涛和秦树之战，他见张涛冲来，瞬间心中冷笑一声，无知之辈竟想螳臂当车。他虽然觉得张涛必输无疑，可他却并没有轻敌，手中唤出一把紫色长枪，朝前猛地一刺，长枪化作一条10来米长的紫色蛟龙，朝着张涛张牙舞爪而去。小子，你既然不认输，就别怪我欺负你了。肖战的这招元技品阶可是达到了地品低阶，虽然不是他的最强杀手锏，但也是他的底牌之一，所以他出手便是这招，可见他并未随意对待此战。张涛见肖战刺出的蛟龙袭来，同样发出冷冷一笑。别看肖战是元清后期，可他修炼的却是元法，元法能成为天下第一功法，那可不是吹的。不过张涛也没有轻敌，他直接开启了真元4变中的人变，手中紧握黑色拳套，气息猛然翻倍，带着浓烈的元气，朝着刺来的紫色蛟龙一拳轰了过去。迎面而来的紫色蛟龙龙嘴一张，想撕咬掉张涛的拳头，可当蛟龙嘴接近张涛拳头时，龙头上的鳞片竟然全部褪去，一颗龙头竟被驱散了蛇头，蛇头又再次被驱散成了蚯蚓头，而这时被驱散了七七八八的龙头这才撞上了张涛的拳头。咔嚓一声，这威武霸气的蛟龙被张涛轻松破掉。而张涛并未就此打住，而是趁势朝着肖战猛地挥去，想一鼓作气将肖战击伤，甚至是击败那肖战原本以为此战就是走个过场，随便打打就能获胜。毕竟张涛的实力不过才园林圆满而已。可当见到张涛一拳破掉了他的元技后，他心中的震惊可想而知。原本就没有轻敌的他立马打起了12分的精神，眼看张涛向他继续轰来，他哪敢应接，急忙利用自身境界的优势飞速后撤拉开距离。就这样，张涛的拳头犹如打在了棉花上一般，根本没有命中肖战。看着远处不敢正面硬刚的肖战，张涛自然不可能给对方游走的机会，而是急忙全力追了上去。肖战，你可是元清后期的实力，难道你还不敢和我这个园林圆满的修为正面一战吗？张涛想激怒此人，可肖战30多岁的年纪还久经厮杀，哪是一两句话就能被轻松激怒的？小子，你莫要激我，我在刀口上摸爬了10几年，难道连你修炼的是元法都看不出来吗？我承认在功法上你比我厉害，可在境界上你可是比我低了3层小境界，这场比赛你没有胜算了。肖战几年前曾经对战过修炼元法的修士，元法越阶战斗的恐怖他至今还记忆深刻。不过对战过元法的他知道，元法虽然正面强的一逼，可修炼者通常境界较低，所以对战元法的修炼者最好的办法就是放风筝。肖战收起他的紫色长枪，换出了一把地品低阶的弓弩，利用拉开的距离不断向张涛射出带有元气的弩箭。对他来说，只要不让张涛近身，张涛就拿他没有办法。肖战的这个办法固然很好，可这种不敢正面对抗的场景却让观众席的上万名弟子发出阵阵唏嘘之声。肖战你也太逊了，堂堂元清后期的实力竟然不敢正面应战，靠游走放风筝，真他妈的丢人。就是肖战，你拿点魄力出来，正面击败那叫张涛的小子，不要丢了我们元清后期修士的脸。肖战听到观众席上一阵阵对他的唏嘘声，他心中也是有些窝火。他好歹也是元清后期巅峰的实力，而且曾经还和元清圆满的对手不分上下，可如今面对这个只有元灵圆满的年轻小子，他却连正面对抗都做不到，只能用这等下三滥的手段来取胜。不过他志在拿下此次宗门大比的第一，再不济也要拿下前10，所以他即使觉得这样很没面子，他也断然不可能在32进16中输掉比赛。面对肖战不断的弩箭攻击，张涛只能一边追一边被迫防守。不过
当初他在元师后期时就差点完美防守住拿着地品高阶弓弩的张天明，如今只是拿着地品低阶弓弩的肖战，那更是对他构不成威胁。只是这样磨下去对张涛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毕竟久防必有一失的道理他心里清楚。在追了对方5分钟还是无果后，张涛心中微微一叹，看来不提前暴露自己的底牌是肯定不行了。张涛原本是想将底牌留到最后，这样才能出奇效，可眼前这个肖战实在是太鸡贼了，根本不给他正面对抗的机会。不得已，张涛只能做下这个决定，停止对肖战的追逐。张涛傲立而战，冲着远处的肖战不屑地冷笑一声，看来你很有对战元法的经验，可惜我并不是普通的元法修士，接下来就让你知道放风筝对于我来说完全就是多余。说完，张涛猛地跃起3米高空，在上万观众的注视下，一拳朝着身下的比武台猛地砸去。当张涛停止追逐时，不少观众都好奇不已，那张涛怎么不追了？莫非是想放弃了？不知道，如果这样就放弃，那真是太可惜了，我还想再看一次以弱胜强的越阶之战了。就在观众们对张涛停止不追感到大惑不解时，那肖战也是有些疑惑。按他对元法修炼者的了解，张涛体内的元气应该还剩很多，对方应该想方设法拦住他才是，怎么就突然不追了？不过张涛不追对他来说绝对是天大的好事，他可以全力朝着张涛射出弩箭。就在他打着这等如意算盘时，张涛突然跃上了3米高空，在他的注视下猛地一拳从上而下的轰向了比武台。而在张涛的拳头触及到比武台的一瞬间，一圈恐怖至极的离阳之气以张涛为中心朝四周猛地散去。肖战见此哪敢轻视，急忙聚集全身元气进行防守。可当那圈离阳之气撞击到他身上时，他惊然地发现他的防御元气竟被驱散了七七八八。不仅如此，那离阳之气极为霸道，撞击到他身体的瞬间，对他体内还造成了一股炙热的熬伤。噗！实力达到元清后期巅峰的肖战被这一圈离阳之气直接震得口吐鲜血，受了不轻的内伤。这等变故顿时引得周围观众们震惊不已。我靠，那张涛刚刚用的是招什么元技？怎么散发出如此恐怖的阳气？马德，我还以为这小子要放弃了，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底牌，太牛逼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如此牛逼的？一时之间，观众席上传来了阵阵欢呼声。在他们看来，此时比武台上的局面已经胜负确定，张涛再一次完成了以弱胜强。而那肖战虽然还有一战之力，也没有被逼出比武台，但是张涛那招无死角的攻击让肖战的风筝战术已无用武之地。面对观众们提前对张涛获胜的欢呼，比武台上的肖战内心却是不甘心到了极点。如果不是比赛规定选手不能离开比武台，他也不至于败成这样，最起码在张涛发出那招全范围攻击时，他可以靠退得远远的来进行伤害躲避。可如今比武台只有那么大，他光是游走不让张涛近身就已经是费劲走位了，而那招全范围的攻击以他现在的实力完全没有应对之法。不得已，他只能发出遗憾的叹息声，在上万人的目光中举起了右手。我认输了。肖战的认输让在场所有关注这场比赛的弟子们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太棒了，打得太棒了，张涛小子，你再次刷新了我的见识，看来这次宗门大比的冠军争夺怕是有好戏看了。就是我之前压了双骄四王不少元金，现在看来我也应该买点此人获胜才行。一时间，观众们对张涛能拿下第一名突然生出了一些信心，不少人急忙朝着压注点去，想趁着张涛的赔率调低之前赶紧多下几注。而台上的张涛见肖战认输，他也是客气地走上前和对方握了握手。如果是在野外，我不一定能胜得了你。张涛刚刚那招虽然威力强大，但是弱点也很明显，只要对手迅速逃远，其实不一定能造成多少伤害。肖战见张涛如此谦虚，也是认可的点了点头。江山辈有人才出，一代新人胜旧人，你是我厮杀如此多年遇到的第一个让我肃然起敬之人，真希望能看到你进入决赛，加油，我看好你。肖战虽然败了，可并不阻碍他心中对张涛的佩服。两人在台上握了握手后，同时发出了一阵阵豪爽的笑声。而就在两人握手之际，选手台上抖着一对神器的玉慧则是双眼放出一丝金光。这张涛实力太强了，尤其是刚刚那招充满离阳之气的元技，就算是我对上，恐怕也不一定能阻挡得下。还有，此人真的修炼的是元法吗？他的境界怎么突破的这么快？这修炼速度也太惊世骇俗了吧！就在玉慧对张涛的实力以及修炼速度感到不可思议时，长得秀眉单眼的林冰也是慎重地眯起了双眼。他昨天并没有看过张涛的比赛，
可今天的这一场却让他意识到了张涛的威胁。不过他能成为此次宗门大比最有夺冠希望之人，他也不是没有强大底牌的。有意思，我原本以为你是个小人物，没想到你却散发出了大能量。很好，只要你后面不败，我们迟早会交手的，到时候让我见识一下号称天下第一的元法到底有多强。就在林斌对张涛越来越感兴趣时，观众席上的一个角落里，一个长相老实巴交的男人正恶狠狠地紧握着双拳，嘴里的牙齿更是咬得啪啪作响。马德，他又变强了。为什么他会进步得如此神速？不但超过了我，还将我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不行，我王爷没有玩过的女人绝对不允许别人染指。张涛，你就先风光一下吧，我已经派人通知了你的仇敌，你的成长之路也差不多到此为止了。张涛下台后并未打算等待后面的比赛，他这几天忙着修炼，几乎没吃多少东西，加上刚刚全力追逐肖战，让他消耗了非常多的体力，导致他现在饥饿难耐，想着先回去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再回来应对接下来的比赛。提前离开竞技场，张涛回到居住的小屋，随便弄了点吃的，便再次回到天之竞技场。不过他刚回来便见到了让他错愕的一幕，有着夺冠热门的玉慧竟然被击飞出了比武台，重重地落到了比武台下，而台上站着的竟然是林斌。这场对抗显然是林斌获胜，而玉慧战败。随着玉慧不甘心的起身，直接朝着张涛的方向走来。来到张涛身边，玉慧微微叹了口气，那林斌果然厉害，我和他虽然同为元清圆满巅峰，可他的实力却足以越阶战斗了，你之后遇到他切不可掉以轻心。玉慧好意地提醒了张涛一句，在他看来，剩下的4名元清圆满的参赛者基本都没有和林斌对抗的实力，如今唯一稍微有希望的只有眼前这个无比神秘的张涛了。放心吧，我会全力以赴，绝对不会轻敌的。玉慧虽然失败了，可心情并不是很差，他对9天温泉的奖励并不是非常向往，他现在已经到了元清圆满巅峰，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在突破大境界上。他原本想利用9天温泉稍微有对抗镜像的辅助效果来帮他突破元阳境，可之前张涛答应过要全力帮他突破大境界，他一时之间也不怎么需要9天温泉的辅助了。好奇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张涛，玉慧将他心中最大的疑问问了出来。张涛师弟，你修炼的是元法，怎么提升得如此之快？莫非你有什么修炼秘诀？被玉慧问起此事，张涛也是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不管是师娘的传功，还是那莫名的修为增长，他都不可能说出，所以他最后只能将这个原因推到了师娘和师姐赠送的丹药上面。我师娘和师姐给了我非常多的丹药，这才让我几天之内突飞猛进，如果没有他们的相助，我不可能突破得如此快。哦，我说一向要强的青姨妹妹怎么会半夜来找我借丹药？原来都是为了你，你可真是好福气哦。玉慧说着说着捂着嘴，另有所指的笑着。被玉慧如此打趣的笑着，张涛有些尴尬的扯了扯嘴角，他一直不敢对师姐有别的想法，毕竟师姐和王爷可是定了亲的，所以他不想在这个话题上过多纠缠，而是问起了别的。玉慧姐，你这次比赛失利后接下来准备干嘛？我可能会先将境界突破到元阳境吧，然后我想去五国战纸去碰碰运气。因为张涛答应过要帮他突破大境界，所以有了张涛的帮助，玉慧对突破到元阳境信心十足。去五国战纸，那里可是凶险异常，你要一个人前往。其实张涛原本的打算也是准备宗门大比后启程前往五国战纸，毕竟他手上的黑色拳套碎片就是在五国战纸中找到的，只是那五国战纸凶险万分，他自己单独前往也担心力有不及。如今见玉慧想去，他一时之间有了想同往的想法。玉慧虽然胸大，但并不无脑，他怎么听不出张涛话中之意，饶有兴趣地看了看张涛。怎么，你也想前往？那我们可以彼此做个伴，有我这等美人相随，你可有眼福了。这等眼福怕是不好销售啊。玉慧的美景，哪个男人会不心动，会不喜欢？张涛也喜欢看，可看得越多，内心就会变得越心躁，这对于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玉慧见张涛调侃他，脸上瞬间露出一缕玩味的笑容，悄悄凑到了张涛耳边。要不你跟了我吧，你想怎样我都任君选择。玉慧这话一出，张涛瞬间噗的一声，一股无妄血灾喷了出去。见到这一幕，玉慧急忙捂着他那樱桃粉唇，顿时哈哈大笑起来，调戏般的向张涛挑了一眼，一转身乐呵呵的走了。望着玉慧的美妙背影，张涛无语的摇了摇头，这女人还真是懂得男人的心中所好。张涛虽然爱看，但他不可能将心思放在这个女人身上，他的父母还等着他去解救，他的使命还任重道远。离开天之竞技场的玉慧则是回头朝着张涛的方向望了望，
这个小男人还真是有意思，怪不得青怡妹妹会芳心暗许。玉慧和张薇一样，虽然也是1等1的大美人，可他们接近张涛并未激活系统，也没有被系统强行凑对，而他们接近张涛不过是因为张涛散发出的魅力吸引到他罢了。饶有兴趣的点了点头，他微笑着回自己住处去了。张涛虽然打败了肖战，进入了16强，但今天的比赛还没比完，他不可能像玉慧一样先行离去，无聊的等待着，他顺带看看别的竞争对手的实力。很快又轮到他上场了，可惜这次的对手比肖战差远了，只是一名元青中期的对手。只不过此人见张涛上台并未认输，而是想试试张涛到底有多强。结果自然是在张涛一拳之后昏死着被人抬了出去。就此张涛顺利进入了8强。进入8强后就剩3场比赛了，其中2场会在明天进行，最后一场决赛会在后天举行。张涛比完后也没有停留，而是回到住处再次服丹修炼起来。今天的比赛让他认识到了林彬的厉害，连同为元青圆满巅峰的玉慧都被此人打败了，他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如今的他只能最大程度地抓住最后时间，快速提升实力。一晚的再次苦修，张涛修为得到了不少提升，虽然还远没到园林圆满巅峰的程度，但也比刚突破时又强了1成以上。随着天亮，他再次来到天之竞技场进行今天的比赛。只是今天的他额外的打起了精神，毕竟对手就剩7个，而且全都是强者。很快就轮到了他的比赛，这次的对手是一名元青后期有些姿色的女子。那女人见张涛上台，想靠着姿色让张涛掉以轻心，可惜不管是白洁、楚清怡、萧希月还是玉慧、张薇，都比此女美上10倍不止。看惯了倾城大美人的他，怎么可能被这个有些姿色的女人所迷惑？在众多观众的注视下，他毫不手软的一拳将对手打出了比武台。只是这一次他没有获得多少掌声，反而观众席上爆发出唏嘘一片。张涛这个小子下手也太狠了吧，那小美人生得如此漂亮，他怎么下得去手？就是如果我是他，就借机好好的拉近彼此关系，做不了女伴，做个炮架也行啊。对于张涛摧枯拉朽的解决对手，绝大多数的男弟子都觉得惋惜和气愤。成功进入4强后，张涛望着坐在对面的林彬，想着下一场或许就会对战他了，急忙将状态调整到最佳，随时做好对战此人的准备。就在他养精蓄锐的同时，观众席上则是爆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的拍手叫好声。毕竟8进4的比赛可是比前面的比赛精彩了太多，尤其是现在这场夺冠热门排在第2和第3的王强以及赵坤，竟然在8进4的比赛中遭遇了。两人实力相差无几，争斗起来自然是各自拼尽了全力，各种宝物、元技以及强力底牌层出不穷，让养精蓄锐的张涛都被这等争斗吸引，忘了自身正事，在选手席上津津乐道地看了起来。而随着两人大战了接近半个小时，在两人分别施展出了最强底牌后，两人同时受了极重的内伤，有些倒地不起了。原本以为这场比赛会是一个平局，结果那赵坤咬着牙拼着全身力气缓缓站了起来。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他最终进入了4强。如此进入4强的选手便是张涛、林彬、赵坤以及碧霄子了。至于双骄中的玉慧和夏兰已经被提前淘汰了。4人在选手席上各坐一个角落，分别等待着下午的半决赛。只是此时的他们互相之间都充满了敌意，毕竟9天温泉的奖励只有第1名可以享受，而他们4人都想得到这个奖励。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到了下午。当负责裁判的长老走上台时，他们4人的心全都提了起来，不知道接下来的2场比赛是谁对战谁。那长老上台后便当众宣布起半决赛的对战名单。第1场由林彬对战。张涛3人听到林彬的名字时全都皱起了眉头，毕竟林彬作为这次宗门大比最有希望夺冠之人，他的实力绝对是强到不行，不管他们3人谁对上他都将是一场艰难之战。可正当他们3人等待那名长老宣布另外一名对战之人时，那名长老竟然微微愣了一下。只见他手中的名单上原本写着的张涛竟然被人给划去了名字，而是重新写上了碧霄子的名字。这样的涂改肯定是最高层临时的决定，如果不是宗主干预，也肯定是副宗主出面进行了干预，不然不可能将早已写好的对战名单临时修改了对战名字。不过他作为长老，见名字已经修改，自然是按照修改过后的名字进行宣布了。林彬对战的是碧霄子。当长老宣布林彬对战碧霄子时，张涛微微松了口气。他虽然心里不虚林彬，可如果在半决赛上对战此人，那就算他胜了，恐怕都是险胜。而明天的决赛，恐怕他会负伤上阵，到时候
受了重伤的他要想夺冠，变数就大多了。如今林彬对战的是碧霄子，那他下面那场对战赵坤可就太轻松了。因为此时的赵坤脸色惨白，呼吸有些混乱，一看就是受了极重的内伤。这样的伤情，张涛要想获胜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或许是知道自己稳进决赛了，张涛心情一下放松了很多，在选手席上静静地看着林彬和碧霄子的争夺，他想看看这个林彬到底有多强。林彬上台后换出了他的金色玉扇，而碧霄子则用的是双刀。两人上台后，观众席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毕竟不管是林彬还是碧霄子，都是这次宗门大比的夺冠热门。待负责裁判的长老宣布开始后，林彬首先出手。只见他手中玉扇朝前猛地一挥，5到10几米粗的金色扇刃划破着长空，朝着碧霄子而去。面对林彬开局就施展出的地品中接元技，碧霄子也没有藏着掖着，他手中双刀一口气连砍18下，刀挥出4、5米粗的银色刀刃，和林彬施展出的扇刃急速撞去。嘣嘣嘣，双方一交手就直接拿出压箱元技，开场就是地品中阶的元技。那金银两色的元技对撞，瞬间掀起阵阵余波，吹得100米开外的观众们头发散乱，可见其威力不俗。而这等碰撞也将会场上观众们的激情瞬间调动到了最高。精彩，开局就是大招，而且还打了个平手，看来这场对决有好戏看了。我原以为碧霄子会稍逊一筹，没想到此人也是真人不露相，不错，有意思。在观众们的惊讶声中，两人瞬间近身到了一起，乒铃哐啷的无数交战声在比舞台的各个角落发出，两人互战到一块，实力竟然不相伯仲，这倒是让看台上的张涛有些微微皱起了眉头。都说林彬实力强过另外几人一个档次，可现在看来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夸张了，难道是言过其实了？张涛摇了摇头，否定了这个想法。毕竟林彬能击败玉慧，那就说明此人绝对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果然，就在他们两人近身战了10来分钟后，林彬抓住一个机会，将碧霄子逼开了10几步之远。随后手中玉扇突然爆发出一股让张涛有些排斥的元气。碧霄子，我没工夫和你在这慢慢磨叽，下面这招我就将你直接解决。哼，大言不惭，你想轻松解决我，得问我手中双刀愿不愿意。碧霄子和林彬在境界上并没有什么悬殊，所以他并不觉得林彬真的能一招解决了他。而林彬也真的如他所说，不想再磨叽，手中金色玉扇突然变成黑色玉扇，扇上瞬间缠绕着一股黑色旋风。远处的张涛当看到这股黑色旋风时，心中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刚刚他会对此有些排斥。这个林彬竟然炼化了一些阴风之力，怪不得他能力压同境界的对手。阴风之力是纯阴下的一个分支，和离阳是天生互克的属性，这也难怪张涛会对林彬接下来的元技感到排斥了。不过就算林彬掌握了阴风之力，张涛也不虚，因为他炼化的是1/4的离阳，而林彬不过是炼化了少许阴风之力，两者之间有着天差地别。碧霄子见林彬金色玉扇上散发出了阴风之力，心中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林彬竟然有这等手段。不过他碧霄子也不是吃素的，只见他手中银色双刀瞬间染成金色，一股少许的锐金之力出现在了双刀之上。这一幕同样让张涛微微震惊，没想到这个碧霄子也有2把刷子，锐金之力可是纯金下的分支，锐金对抗阴风，这下有好戏看了。碧霄子同样炼化了少许的锐金之力，双方在纯元之力上竟然不相伯仲。不过阴阳天生克制五行，碧霄子虽然炼化了锐金之力，但是最后能不能反压制林彬的阴风之力，那就不好说了。只见双方已经卯足了最近的力气，准备动用双方最强的底牌。林彬因为先出手，所以他先发动了进攻。只见他手中的黑色玉扇猛地向前挥出，一股30多米粗、上百米高的小型龙卷风瞬间形成。那龙卷风内阴风阵阵，强大的威力将周围的空间都强行进行了扭曲。吃我这一招，地品高阶元技风卷残云。面对林彬如此强悍的一招，碧霄子一点不虚，而是双手将金色双刀高高举起，从上至下猛地双刀斩去。哼哼，别以为就你学会了地品高阶元技，看看我的地品高阶元技金龙玉凤。碧霄子的双刀瞬间化为一龙一凤，龙为金龙，长约30多米，凤为玉凤，展翅也在30多米。这一龙一凤在气势上绝不输于林彬施展的小型龙卷风。就在两人都各自施展出了最强元技时，不管是观众席上的弟子还是选手席上的张涛，全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这可是最强底牌之争，谁胜谁就能赢。那小型龙卷风带着阴风之力，将周围空间搅得扭曲异常，
而那一龙一凤则是张牙舞爪地朝着龙卷风撕咬而去。撕啦撕啦，一龙一凤不断撕咬着龙卷风，而龙卷风也不断撕裂着金龙玉凤，双方不断发出碰撞的撕拉声，互相不断抵消着。还不到3秒钟，原本巨大的龙卷风以及凶猛的龙凤竟然互相抵消了2/3。就在双方互相都在伯仲之间时，那残余的龙卷风突然散开，将苟活的龙凤包裹其中。咔嚓一声，龙凤被龙卷风搅得粉碎。林冰施展的地品高阶元技还是略微占了一点点的上风，而龙凤破碎的瞬间，碧霄子被一股强大的反震之力震得他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此战已然分出胜负，受了重伤的碧霄子满脸的不甘心。此时的他受了极重的内伤，而反观林冰因为元技拼赢了，只是受了轻微的余伤，两者之间已经分出了胜负。不甘心的叹息一声，碧霄子不得不选择认输。林冰，你果然是我们弟子中的第一人，我认输了。不过元清境只是我们的起点，并非我们的终点，我迟早会超过你的。哼哼，等你超过我再说吧。碧霄子不甘心的话，在林冰看来不过是最后的逞能。他一旦拿下第1名，享受了9天温泉的浸泡，他的实力将会遥遥领先此人。所以对于碧霄子最后的倔强，林冰根本不放在眼里。被林冰有些看不起，碧霄子很是不爽。服下一颗疗伤药后，一跃跳下了比武台，灰溜溜的走了。此时的他虽然败给了林冰，可明天还有一场争夺第3名的对抗。虽然第3名的奖励远不如第1名，可也比第4名好上很多，值得他争取1、2。随着林冰和碧霄子的较量结束，便轮到了张涛和赵坤的对抗了。双方上台后，观众席上同样爆发出了激烈的欢呼声。不过这些欢呼声中绝大部分都是在为张涛加油，毕竟以强胜弱毫无看点，而以弱胜强反而能让人觉得精彩万分。张涛上台后和赵坤客气了几句，便在裁判的一声令下开始了进攻。不过他刚握紧拳头冲向了赵坤，此人便当众宣布了认输。这结局虽然在张涛的意料之中，但还是多少觉得无趣。其实赵坤并不是不想和张涛一战，而是他上午一战的伤情很严重，他自认为凭着重伤的身体和张涛对抗胜率极低，所以他退而求其次，避免伤上加伤，好争夺明天的第3名。就这样，张涛轻轻松松就进入了决赛。和赵坤客气地握了握手，互相客套了几句后，张涛没有去别处，而是直接回了自家小屋。今天林冰表现出来的强大实力，张涛全都看在眼里。他看得出这个林冰并未施展出完全的隐藏实力，所以明天绝对是一场硬仗。而他只有最后一个晚上修炼了，这个晚上他准备将剩下的丹药通通炼化，能将实力提升一些是一些，说不定到时候他能不能最终获胜，就靠这一点点提升的修为。想到这，张涛没有墨迹，服下几颗丹药，利用元法的霸道进行了快速的炼化。很快深夜来临，当张涛炼化一瓶地品中阶丹药后，他看了看自己的储物袋，从袋中拿出最后一瓶师姐送的地品中阶丹药，他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修炼元法真是无底洞，师娘加上师姐给了我这么多的丹药，我竟然连元灵圆满巅峰都没有到达。这些丹药如果换作普通功法来修炼，足够从元灵后期修炼到元清后期了。张涛从一开始就知道元法有多难修炼，只是过去一段时间他虽然突飞猛进，可都是师娘和师姐的暗中相助，他一直都没有靠正常的修炼来提升实力。如今服下了5、6千万的丹药后，他才真正的体会到元法的修炼难度到底有多夸张。见手中还有最后一瓶丹药，张涛也没有留下的打算，毕竟明天就是决赛，如果胜了他将再次一飞冲天，如果败了他将失去实力暴涨的机会。不仅如此，师娘和师姐对他的期望也将付之东流。打开玉瓶，张涛服下丹药，开始了最后的炼化。随着半小时过去，最后一瓶丹药也终于被张涛炼化殆尽。当他收工准备感受一下自身实力时，突然他感到一股比之前强大数倍的精纯元气充斥着他的全身，这让他原本还没到达元灵圆满巅峰的实力瞬间提升到了元灵圆满巅峰，甚至还超出了不少。这莫名的精纯修为让张涛狂喜不已。虽然他一直不明白这些精纯修为到底是怎么来的，可只要是能提升他的实力，那他便通通笑纳。有了这股莫名的精纯修为，张涛的实力已经来到了元清之下的巅峰。至于突破大境界，他暂时不着急，因为元灵突破元清会面临修士最大的敌人镜像的降临。而师娘当初告诉过他，元法之所以成为天下最难修炼的功法，就是因为元法降临的镜像不但免疫元法的克制，而且还比普通修士降临的镜像强大好几倍，甚至10几倍。加上之前在九黎古境时那附身在叶飞身上的镜像，
说等张涛突破时会亲自降临，这导致了张涛不敢在宗门大比决赛前轻易突破。伸出拳头握了握，张涛感受了一下元灵圆满巅峰极致的实力，心中不由得发出感慨：十几天前我还是一名元者中期的实力，可如今竟然凭着元法修炼到了元法能安全修炼的最高境界。至于接下来的修炼，每一次大境界的突破对于我来说都将是一次次的生死考验。不过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岂能苟安于世？之后的岁月将是我书写光辉历史的时刻。此时的张涛已经来到了100万年来修炼元法的修士们将要经历的第一道生死难关，他将面对的是突破元清境时降临的恐怖境象。如果他要想100%防止意外，那9天温泉他就势在必得。而明天将是争夺9天温泉的最后一战。咚咚咚咚，大清早，正在睡梦中的张涛就被屋外响亮的敲门声给惊醒了。还不等他询问门外是谁，屋外就响起了师姐的声音：师弟，快起床了，今天是见证你成为宗内弟子第一人的时候了，你还不起来，我可要闯进来了哦。楚清怡说到最后，可爱的声音中竟然带着一丝异样的兴奋，似乎对此时闯进张涛屋中他有些向往似的。张涛自然不能让楚清怡进来，他昨晚为了今天能有好的精神，他半夜睡觉时穿着极少，这要是师姐闯进来那还得了，急忙将被子盖在身上，慌乱地冲着屋外说道：别，师姐，我马上起床，我没穿衣服，你别进来。屋外的楚清怡原本只是想进来，可当听到张涛这么一说，他直接啪的一声将房门打开了。啊！张涛正起床准备穿衣服，见师姐强行进了屋，一时尴尬的大叫一声。楚清怡见张涛真的没穿衣服，羞红的同时却故作不在意的样子。挡什么挡，又不是没看过。楚清怡之前在白洁房中可是见过的，所以她就像个女主人一样，好像见怪不怪似的。这可把张涛糗到不行，慌忙转过身，脸红的跟个苹果似的，嘴里还急忙高呼道：师姐，你快转过去。楚清怡见张涛比她还害羞，噗呲一笑，真的转过去了。不过转过去的瞬间，楚清怡心里却打着另外的小算盘，等宗门大比结束后，你就是我的男人了，到时候我要把你生米煮成熟饭。楚清怡虽然长得可爱漂亮，可她内心却是个要强的人，她更喜欢主动出击，毕竟在她看来，如果她不主动，张涛恐怕就会和白洁在一起了，那她以后便没了机会，这是她绝不允许的。张涛一大早被楚清怡这么一搞，心里窘迫极了。师姐和王爷可是定了亲的，他并不想夺人所爱。当然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师姐并不喜欢王爷，不然他也不会感到如此别扭了。尴尬的换好衣服，张涛轻咳了一声：师姐，我穿好了，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我几天没见到你，不能早点来找你吗？楚清怡撅着嘴，一副可爱至极的模样。那倒不是，你前几天受的伤如何了？好完了吗？没事了，就是一些内伤而已，服下疗伤药，休养了几天，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不仅如此，你看看我现在的境界。楚清怡将她的修为全部释放了出来，让张涛好生打量。张涛一看之下，微微有些吃惊：师姐，你的境界，我记得你才突破元清初期没几天，你怎么这么快又到了元清中期了？嘻嘻，这是一个秘密，我以后再告诉你。不过我现在可不是元清中期，而是元清中期巅峰。什么？你又快要突破了？张涛并不知道，楚清怡因为之前完成了地级任务，大量的修为奖励让他实力疯长，不但突破了元清中期，还一举来到了元清中期巅峰。突破后，他原本想第一时间来找张涛，但是昨夜太晚了，他不想打扰了张涛的休息，这才一大早就过来显摆了。当听到张涛吃惊的声音，他心中更加自得不已。那是，你可要快点修炼哦，不然我可将你远远的甩在后面了。张涛虽然很羡慕楚清怡，可他却并不着急突破，因为元法和别的功法不一样，一旦到了元灵圆满之后，就会多一层生死危机，所以他必须要为每一次的大境界突破提前做好充分准备，只有做好了准备，他才敢进行突破。师姐，师娘了。张涛看到楚清怡就很容易想到白洁，因为他们俩长得太像了。楚清怡见张涛问他母亲，他心里顿时有些抵触，不过他还是如实回答了。他一大早就去了宗主大人那里，今天是宗门大比的决赛，除了宗门上上下下的高层全部出席外，听说另外3大宗门的高层还有8大家族、皇室都会派高层前来观看，所以他现在应该在忙着接待吧。张涛听到别的宗门高层要来，瞬间想到了五行书院的萧希月，他这次会来吗？萧希月作为五行书院的圣女，下一届的掌门人，她会不会也在观看的人群中？张涛不知道萧希月回去后有没有被发现攻杀没了。他对萧希月虽然没有感情，可他的第一次毕竟给了这个女人，
他无论如何也很难轻易忘掉此女。心里想着萧希月，让他神情有些恍惚，被一旁的楚清怡第一时间察觉到了。怎么了，师弟？你在想啥了？没什么，我们现在就去天之竞技场吧。今天是决赛，想必现场会格外的热闹。那是，今天所有人都将见证你夺冠的那一刻。在楚清怡心里，张涛是必胜的，所以冠军也肯定是张涛的。见楚清怡如此相信他，张涛微微一笑，心里升起了一股暖暖的感觉，也没有再多聊，和楚清怡一起朝着天之竞技场而去。两人刚来到天之竞技场，就被眼前的场景惊住了。之前的比赛虽然观众席也有上万人观看，可和今天的观众席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只见拥有10万个座位的观众席此时早已坐满，甚至有的弟子还在过道上站着眺望。至于主席台上，除了宗主和副宗主的位置外，自家宗门的长老席以及别宗的座位早已宾朋满座。张涛第一时间朝着五行书院的客位望去，寻找着萧希月的身影，却遗憾的未发现萧希月的踪迹。想来这次他并没有出来，心中微微叹息一声。他和这个女人除了那次荒唐的阴阳结合外，他原本和这个女人应该不会有什么交集。可惜人际就是这样，一个上过床和一个没上过床的关系，那简直是天差地别。见萧希月没有来，张涛也没有过多关注主席台上的众多高层，而是和一旁的楚清怡打了声招呼，便朝着选手席的方向而去。楚清怡原本也是和张涛打完招呼后，准备去观众席好好观看张涛的比赛。可当张涛刚转身，他便再次触发了系统任务。恭喜您，您幸运地触发了0级任务，调动门下师兄弟，为您的主人全程加油。完成任务后，可获得双份中量修为以及40女仆币。系统突然触发的任务，让楚清怡轻轻拍了拍额头。我怎么把这事忘了？师弟今天决赛，摇旗呐喊的氛围，我应该帮他拉满才是。楚清怡接到任务后，便在会场上寻找他父亲门下的师兄弟，交代他们一起为张涛助威。就在楚清怡组织啦啦队的工作时，张涛却在选手席上见到了刚来不久的林冰。林冰见张涛来了，有些傲气地走了过来。小子，没想到你那天在八方城的酒店中好一顿的扮猪吃虎，不过今天决赛的第1名我要定了，如果你识相的话就尽早认输，否则将你打成残废，可别怪我心狠手辣。在林冰心里，他和张涛进行决赛多少有些不情愿，因为对于他来说，赢了没有一点荣誉感，毕竟他可是高了张涛4层小境界。可如果要是输了，那他丢人就丢大了，或许这个败绩还会成为他一辈子的心魔，在突破大境界时很容易被镜像乘虚而入。所以他虽然想在比武台上将张涛打败，但还是抱着劝张涛一番的想法，让对方认输最好。张涛根本不吃这一套，略微有些不屑地冷笑一声。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来这种虚的，有意思吗？与其在这聒噪，不如手底下见真功夫。那天你在酒店中对我的师姐不敬，这笔账正好今天一起清算。林冰没想到张涛区区园林圆满的境界，竟然要和他算旧账，一时忍不住呵呵一笑。很好，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敢吹这么大的牛逼。好啊，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不过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你今天输定了，我说的。张涛不想再和此人在这废话，一转身回到自己的备战席上。林冰见张涛如此大言不惭，手中拳头捏得啪啪作响。小子，你也太猖狂了，既然如此，那我只能将你废了。林冰心里原本还有些轻视张涛，毕竟他高了张涛4层小境界，如今被张涛这么一说，他的火气彻底被对方挑了起来。他要用最强的实力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打成残废。不爽的怒哼一声，他也回到了自己的备战席上。就在两人刚互对完一番后，原本空空如也的主席台几个主位上终于来人了。为首的自然是他们9天宗的宗主玄机子了，而他身后跟着3人，其中2人张涛并不认识，而最后一人张涛只是看上一眼，心中就激动不已。那正是他几日未见的师娘白洁。这几天张涛都想去找师娘，可他又不知道以什么理由去找她，加上他这几天忙着炼化丹药进行最后的冲刺，一时之间更抽不出空来。如今终于见到了师娘，张涛心中发自内心的激动。白洁跟着玄机子来到主席台后，也是第一时间朝着备战席上望去。当看到张涛盯着他看时，他竟然没来由的脸红了一下，原本高冷的绝美脸颊微微露出了一些笑容，隔空朝着张涛点了点头。而两者虽然没有说话，可远处的张涛瞬间就明白了白洁的心思，也重重的点了点头。两人隔空传递了一番无言的交流后，张涛在长老席中寻找着师傅的影子。只是奇怪的是，他的师傅楚深竟然没来，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就在张涛疑惑师傅为何迟迟不到时，白洁一旁的玄机子傲立地来到主席台正中央，朝着全宗弟子发表起了感言。这次是我们九天宗开设宗门大比以来第1316次决赛，今天我很荣幸有这么多的道友能来我宗观看比赛，在这我代表九天宗先行谢过了。废话我也不多说，想必大家都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决赛。那此时此刻，我宣布决赛开始。随着玄机子的宣布，张涛和林彬分别从左右两方登上了比武台。只是张涛刚登上比武台，整个天之竞技场瞬间传来轩然大波。卧槽，不是吧，我们这一届的宗门大比决赛怎么其中一人只有园林圆满的境界？是啊，我刚刚还以为是我看花眼了，这里面莫不是有什么猫腻？一时间没有看过之前比赛的绝大多数弟子全都发出了各种质疑声。毕竟过去的宗门大比哪一届最后的决赛不是元清圆满对战元清圆满，而这一次竟然是元清圆满对战元灵圆满，两者之间相差了4层小境界，这还比个锤子。当然发出质疑声的不只是绝大多数弟子，就连长老席以及别宗的所有参观者全都发出了各种疑惑。这九天宗在搞什么名堂？宗门大比的决赛竟然上阵的是一名元灵圆满的弟子，莫非九天宗青黄不接，年轻一辈没落了？哼，这等悬殊巨大的比赛有什么好比的？直接宣布结果不就行了，白白浪费我的时间来此观看。此时的观众席以及主席台、贵宾台，除了见识过张涛真正实力的那些人外，几乎全都发出各种哄堂大笑。毕竟在正常人的思维里，元灵圆满怎么可能和元清圆满较量？这简直就是一场无趣味的碾压之战。主席台主座的玄机子见场面一度有些失控，也是有些疑惑地问向了一旁的一名短眉小眼睛的中年男子：王副宗主，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次的决赛是元灵圆满对战元清圆满？那王副宗主正是王爷的父亲王老五。王老五也对此事也不太清楚，脸上更是一副迷茫之色。这时坐在另一边的白洁凑到玄机子耳边悄悄说了几句。那玄机子听到这，瞬间瞳孔放大，有些震惊地望着比武台上的张涛。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此人可以进入决赛，想来这绝对会是我们九天宗举办宗门大比以来最精彩的一战。如果此人能胜出的话，那绝对能载入宗门史册，万古留名。原本满脸疑惑的玄机子在听完白洁的解释后，对待张涛的态度瞬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站起身，一伸手朝着观众席以及主席台的所有人肯定地说道：此人是经过一轮轮比赛赢上来的，绝对有实力争夺冠军，所以大家先安静下来观看1、2。见玄机子发话了，原本各种怀疑喧嚣的众人慢慢闭上了嘴，他们也想看看这个叫张涛的年轻小子到底有什么本事可以争夺冠军。就在众弟子逐渐安静时，观众席上的楚清怡站了起来，朝着比武台高声呼喊道：张涛师弟，我们相信你，加油，你一定能拿下冠军。楚清怡的助喊瞬间伴随着同门的几百名弟子也同时站了起来，为张涛加油打气。有了他们的助威，之前看过张涛比赛的那些人也跟着站了起来。张涛小兄弟，你是我王大锤的偶像，这次你要再为我们带来一场以弱胜强之战。就是我先给你跪下了，免得一会儿没有下跪的位置。曾经被张涛征服过的观众一时之间用不同的激情来为张涛助威。有了这些人的呐喊，整个竞技场情绪变得更加高涨起来。而比舞台上的张涛此时也被这股气氛感染，唤出自己的黑色拳套，一伸手朝着远处的林彬做出一个绅士动作：请吧。张涛放松的样子让对面的林彬很是不爽，毕竟这可是决赛。他也不再等待，手中唤出他的金色玉扇，一挥扇便是他的底牌之一。既然你找死，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先吃我一招山之上。林彬没有任何试探，上来就是一招地品中阶元技。一瞬间，5到10几米粗的金色扇刃划破着长空，朝着张涛而去。张涛现在虽然和林彬相差4层小境界，可他修炼的却是天下第一功法元法。元法最不怕的就是元技。面对迎面而来威力恐怖的金色扇刃，张涛根本不躲，第一时间发动真元4变的人变，在双倍加成的威力下，快速挥出了平平无奇的5次拳头。眼见那简单粗暴的拳头要和威力恐怖的金色扇刃对撞时，那金色扇刃却像是遇到了天大的克星，金色扇刃瞬间变成了金色横刃，金色横刃又瞬间变成了金色刃丝，直到最后被驱散了七七八八的金色刃丝才和张涛的拳头碰撞到了一起。啪啪啪，5声巨响，原本威力十足的金色扇刃竟然被张涛如此轻易的就给化解了。而这一幕瞬间让在场所有的观众，包括主席台上的长老以及贵宾台上的贵客，全都震惊到目瞪口呆。
几乎所有没见过张涛实力之人，全都统一发出一声来自灵魂的嘶喊：元法！此人竟然修炼的是元法！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靠着元法修炼到元灵圆满，这对于所有人来说，没有比这种事还要令人震惊的了。不少人在发出震惊之声的同时，甚至还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因为元法的大名，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真正能修炼起来的，却如凤毛麟角。别说天都国了，就是周围几十个国家加起来，也找不出第二个20岁左右年纪就将元法修炼到元灵圆满的修士。所以张涛一出手，就让所有人明白，他们的格局太小了，太没见识了。而这平平无奇的武拳，也拉开了所有观看者心中最大的热情。卧槽，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我们这一辈的弟子竟然有这等天才，看来这场比赛有的看了。就是元灵圆满的元法，而且此人只有20来岁，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随着观众们热情的欢呼声，挡下林彬首发攻击的张涛也是发出了一声不屑的冷笑。就这，你莫不是看不起我？张涛紧握着拳头，瞬间朝着林彬冲去。林彬见张涛如此轻松就破开了他的元技，心中的震撼可想而知。他知道元法很强，甚至可以说是强的一逼，可他没想到元法竟然能强到这般变态。如此的话，这场对战他不能再掉以轻心了。好戏才刚刚开始上演，你这什么急？面对张涛的拳头，林彬的金色玉扇瞬间变成了黑色玉扇，第一时间硬扛了上去。当当当当，一瞬间两人交战了100回合以上，却不分胜负。这等局面也让张涛略微有些吃惊。过去他的拳头无往不利，所到之处谁能硬抗一拳？可眼前的林彬竟然能硬抗他的拳头，还一点没事。这让张涛第一次感受到境界相差太大，元法的压制确实会越来越弱。张涛感慨的同时，林彬更是震惊到了极点。他这100多回合可不是用的普通元气，而是他炼化了少许的阴风之气。而就算他用的是阴风之气，张涛轰来的拳头，他依旧能感受到张涛的元法驱散了他1/3以上的元气，这让他心中发出了无尽的感慨，同时眼神也变得更加阴冷了。不愧是天下第一功法，这个名头果然不是吹的。我高他4层小境界，还动用了阴风之力，竟然在硬拼上只能打个平手。如此看来，不拼尽全力，这场争斗我恐怕还有可能会翻车。想到这，林彬不再保留，和张涛硬拼500回合后，他强行将张涛击出20几米外，而他则是退后10几米，手中黑色玉扇猛地朝前一扇，他击败碧霄子的压箱底牌，瞬间朝着张涛挥出。这招风卷残云，我赢定了！哼哼，我看你是想多了。那小型龙卷风的威力，张涛之前就见过，他虽然不惧，但也不可能轻视。只见他跃上3米高空，黑色拳套上瞬间爆发出浓烈的离阳之气，一瞬间他猛地一拳打在地上，看我如何破你！一圈至阳霸道的离阳之气飞速朝着林彬施展的龙卷风而去。吱吱吱，两招元技碰撞到一起，竟然不分胜负，互相抵消，一直到龙卷风变小，离阳圈变淡。而随着两者发出啪的一声，原本恐怖至极的两招竟一同消散开来。这等对抗虽然不分胜负，可强大的反震之力却让张涛和林彬全都喷出了一口鲜血。噗噗，两人都受了不轻的内伤，各退了10几步之远。而这一幕让观众席上的弟子看得热血沸腾，瞬间发出了阵阵崇拜之声。卧槽，这两人也太强了吧！尤其是那张涛，他真的以元灵圆满的实力力抗元清圆满的林彬而不败，这也太他妈屌了！这简直就是我们年轻弟子的偶像啊！不行，我要跪下了，此人已经让我身心折服了。至于长老席以及贵宾席上，全都是十分认可的点头称赞。真是江山辈有人才出，这两人都太出色了。那林彬炼化了一些阴风之力，而那张涛则是炼化了一些离阳之力，两人真是难分胜负。这场比赛果然精彩，没想到这次前来能看到一场阴阳大战，也不知道他们两人最后谁会真正胜出。长老席和贵宾席的看客比观众席上的弟子眼界高出太多，他们虽然心中也很震惊，但是炼化过一些纯元之力的强大修士，他们也不是没有见过，所以吃惊的程度并没有弟子们那么夸张。当然，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担心不已。观众席上的楚清怡以及主席正台上的白洁，两人同时紧握着双手，手心因为紧张都已是捏出了汗水。尤其是刚刚他们见张涛受伤吐出鲜血，心中更是不由得一紧。宝贝徒儿，加油！师娘相信你可以的。师弟，加油！打败那老色逼，你是最棒的。就在两人暗自为张涛鼓励打气时，被震退10几米的林彬心中既震惊又感到羞辱。他可是元清圆满巅峰的境界，如今竟然和一个元灵圆满的对手
打成了平手。他如果最后不能取胜，那传出去将是他一生的笑话。这种结局他是绝对不会允许发生的。一咬牙，他心中做出了一个最艰难的决定，朝着对面的张涛脸部有些扭曲的嘶吼道：很好，小子，你成功的激怒了我。你以为你防下我的最强底牌，你就能获胜了吗？告诉你，我还有最后一招。这招我原本不到最危急时刻是绝对不会施展的，可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这场比赛我必须要拿下。此时的林彬已经彻底疯狂了，他将自身炼化的所有阴风之力全都汇集到了一起，这招将一次性消耗他的所有阴风之力，一旦施展，他体内便再无阴风之力，这等于是一招破釜沉舟的绝技。可就算如此，他也没有别的选择，此战他不能败，也败不起，因为一旦战败，此战将成为他一生的心魔，永远都别想跨过去。小子，此战到此为止吧，你现在可以去死了，吃我最后一招阴风之力。张涛没想到林彬会如此疯狂，竟然将体内炼化的阴风之力全部逼出，用来施展这最后一招。见林彬咬牙切齿，想要以此击杀他，张涛却突然发出仰天大笑，哈哈哈，区区少许阴风之力也想和皓日争辉？既然如此，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纯元之力。面对林彬施展过来一路撕裂虚空的阴风之力，张涛右手手心突然出现了一颗拇指大小的小太阳，这颗小太阳正是张涛炼化的1/4离阳。然而离阳刚出现，在场观看的10来万人全都第一时间感到一股暖洋洋，浑身暖和到极致的舒服感。而这种感觉让长老席、贵宾台甚至是主席台的所有人全都第一时间站了起来，双眼睁到最圆，嘴巴张到最大，甚至连鼻孔都撑到朝天，所有人脸上都浮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惊骇之色。离阳，这竟然是真正的离阳！不，这怎么可能？这竟然是当年九黎聂军炼化过的离阳，7000年了，没想到当年威震诸国的离阳竟然再现人间，难道此人将再次统治我们树国3000年吗？一时间，这些平时在各宗高高在上的强者们第一次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声胆颤。要知道当年的九黎聂军可是凭着离阳外带修炼的元法，统治了他们几个国家长达3000年，如果不是因为一些意外导致此人最后陨落，或许现在他们天都国还在此人的统治之中。所以这种被离阳统治过的压迫感，让每一个人哪怕是玄机子都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不过他们虽然心中恐惧，可还是有眼尖之人发现了其中的猫腻。不对，这小子炼化的离阳怎么有种残缺感？莫非他炼化的不是完整的离阳？是啊，我也有这种感觉，不过也难怪，完整的离阳就是我等遇到也是十死无生，这小子凭着元灵圆满就能炼化离阳，想来是因为离阳残缺的原因。这些刚刚还恐惧万分的众人，当发现离阳不是完整体时，全都大松了一口气。毕竟完整的离阳和残缺的离阳那可是天差地别。哪怕张涛炼化了1/4离阳，可这1/4的残缺离阳却连完整离阳1%的威力都达不到，如此的话，他们也就不用太过担心了。没了恐惧后，他们所有人全都一脸羡慕地望着张涛。毕竟哪怕是1/4的离阳，如果是他们炼化的话，不只能同境界无敌，而且突破大境界时面对降临的境象也可以轻松解决。所以在场没有哪一个人眼中不是羡慕嫉妒恨的。比武台上，张涛唤出离阳后也没有墨迹，对准林彬全力扔了过去。那拇指大的小太阳散发出耀眼的阳光，将林彬所有的路线全部封锁。而直直冲过来的林彬见张涛施展出的并不是离阳之力，而是真正的离阳时，他直接吓得裤子都湿了，脸上的恐惧形成了一副最丑陋的油画。他转身想逃，嘴里高呼认输。可当下这个局面，就是负责裁判的长老也根本不敢出手阻止，因为一个搞得不好，负责裁判的长老都有可能会被重伤抬下去。眼看小太阳离他越来越近，林彬第一次从内心升起了后悔和不甘。他后悔为什么要招惹这种变态人物，他不甘为什么他这一届宗门大比会出现这种灭世妖孽，带着这股极为强烈的后悔以及不甘，那颗让人无比绝望的离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的身上。不，这是九天宗年轻一辈第一战力的弟子发出的最后吼叫。他做梦都想不到，他竟然会被一名元灵圆满的修士打败，而这场战败带走了他的冠军梦，带走了他的自尊心，甚至还带走了他的大半条命。嘣嘣嘣，林彬直接被小太阳击飞了出去，在地上翻滚了无数圈。此时的他已经半死不活了，哪怕是最后救活也基本残废了。而攻击他的小太阳完成使命后也瞬间消散开来，重新回到了张涛体内。这等摧枯拉朽的粗暴攻击
瞬间让在场所有观看的弟子们全都激动地站了起来，所有人统一拍起了热烈的掌声，来回应张涛这场比赛的精彩。天呀，太强了！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如此精彩的以弱胜强，这简直太完美了。从今天起，此人将是我一生的偶像，我一生奋斗的目标，我要让我的后辈也生生世世的崇拜他。这个小哥哥实在是太帅了，不行了，爱了，爱了！一时间，10万弟子全都被张涛的这场比赛所征服，他们从内心深处爆发出了对张涛的敬佩。就在所有人敬佩张涛时，主席台上的白洁则是投来了异样的目光。宝贝徒儿，你真是太棒了！你这样的男人，有哪个女人会不为你心动？白洁感慨之时，观众席上的玉慧则是剧烈地晃动着她的神气。这个小男人简直太帅了，不行了，我的心跳竟然加速了！这么优秀的男人，我一定要找机会拿下他。就在玉慧春心荡漾之时，楚清怡更是两眼放光，这才是我楚清怡看上的男人。师弟，你就等着成为我的男人吧，看师姐我怎么吃了你！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主席台上的玄机子当场宣布张涛获得了宗门大比的第1名。而随着第1名胜负分出，接下来便是第3名和第4名的争夺。那赵坤和毕萧子的实力相差不了多大，不过毕萧子炼化了些许瑞金之力，自然是比赵坤略胜了一筹。最后不出所料，毕萧子拿下了第3名。随着第2场比赛结束，接下来就是颁奖了。张涛上台领取了一块温润的玉牌，玉牌上刻着9天温泉4个大字，应该就是9天温泉的通行令牌。有了这块令牌，张涛可以前往9天温泉，借此突破大境界，并且再次突飞猛进了。心满意足的将令牌收好，张涛简单的发表了几句获奖感言。随后，这一届的宗门大比就此完美结束了。比赛结束后，张涛想去找师娘，奈何他之前的表现太过出色，宗门上上下下的弟子都成了他的迷哥迷妹。所以玄机子刚宣布散会，这些人便像发了疯似的，一股脑冲向了张涛，又是要掰把子，又是想当张涛小弟，甚至还有几10名姿色上佳的美女争着吵着要给张涛暖床。张涛对此自然是尴尬到不行。就当他不知道该如何解围时，一个高冷的声音打断了所有人的围堵。行了，都散了吧，与其崇拜他人，不如私下好好修炼，这才是正道。那声音虽然高冷异常，却好听到了极点。张涛一听到这个声音，脸上立马就浮现出了激动之情，因为来人正是他的师娘。他见师娘来了，刚想说什么，就被师娘伸手止住，直接带着他强行从包围的几万弟子中走了出去。回到师娘的房间，张涛在白洁面前像个开心的孩子跳了起来。师娘，好几天都没看到你了，你的境界稳固了吗？张涛心里非常担心眼前的师娘，所以嘴里满是对师娘的关心。在张涛面前，白洁一改平时的高冷，瞬间变得温柔了许多，一伸手将浑身的修为散发了出来。我现在已经是元孽中期的境界了。什么？师娘又突破了？这真是天大的好事。白洁这么快又突破了，让张涛心中好奇不已。师娘是怎么做到如此之快就突破的？可他并没有问，因为师娘不说，他便知道师娘肯定有不说的道理，他不想让师娘为难。白洁也看出了张涛的好奇，不过他激活的系统在没有达到特定的女仆级别前，他是不能透露系统的存在，所以他伸出洁白如玉的纤纤玉手，轻轻抚摸着张涛帅气的脸颊。宝贝徒儿，等时机允许了，我会将我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好吗？师娘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我不急。白洁看着眼前如此体谅他的徒儿，他内心如少女般蹦蹦直跳。而原本就很英俊帅气的张涛，此时在他眼里变得更加的英俊帅气了。看着让他有些着迷的徒儿，虽然这还是大白天，可他的呼吸却变得越来越急促。张涛也感受到了白洁的异样，这让他也变得有些口干舌燥。就在两人互相对望，即将要被点燃的关键时刻，原本呼吸急促的白洁突然心中一紧，瞬间恢复了正常，收回刚刚着迷的目光，她精美无瑕的脸颊瞬间浮现出了少女的红晕。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小节没烧完的黑色清香，递给了张涛。此香名叫黑莲镜香，是我元阳镜突破元孽境时用来对抗镜像的手段，只是我当时点晚了，这才让镜像占据了主动权。我知道你下午会去9天温泉，到时候你肯定会突破大境界，在突破大境界前将此香点上，会让你风险降到最低。张涛接过剩余的黑莲镜香，感动地将其收了起来。看着白洁那白嫩的纤纤玉手，张涛将手伸了过去，想牵着对方的手说点感激的话，可他作为弟子却不好主动去牵自己师娘的手。原本伸出去的手半路却停下了，只能感激地点了点头。多谢师娘了，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顺利突破到元清境。白洁看着张涛伸来的手又缩了回去，哪会不知道张涛的心思。
在张涛的注视下，他一伸手，竟主动的上前握着张涛的手。去吧，等你突破元清境后，我再去找你。白洁说完这话，整个白皙的脸蛋瞬间羞涩不堪，似乎他的话中蕴藏着多层意思。张涛似懂非懂的听出来了一些，心中激动的重重点了点头。好。答应白洁后，张涛开心的出了白洁的正院。可他刚走出来，突然另一双洁白如玉的可爱小手一把捏住了他帅气的脸蛋，一个略带哭腔的声音从侧面传入他的耳中。好啊，你刚比完就来了这，你难道真的就那么想当我的爹爹吗？此时急得想哭的声音自然是尾随而来的楚清怡。他见张涛跟着他母亲回来了，心中忐忑不安，生怕他母亲先他一步，所以他悄悄跟了回来。可当他走到母亲门外时，他又不敢进去了，很怕见到让他难以接受的一幕，所以兜兜转转的又退了出来。而他这一来也确实打断了他母亲的后续动作。待张涛出来后，他第一时间上来捏住张涛的脸蛋，略带哭腔的询问着张涛。张涛自然没有这个想法，他承认师娘对他很重要，他也知道师娘和师父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所以当师娘对他有意时，他并没有制止，因为他也想，可要说到当楚清怡爹爹，他可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师姐，你冤枉我了，我没有这么想过，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师姐。哼，没有这么想最好，不过你真这么想，我也可以在某些场景时稍微满足你一下。说着说着，楚清怡瞬间面红耳赤，好像刚刚那话让他羞到了极点。张涛自然是没听懂楚清怡什么意思，只能下意识地回道：好，一切都听师姐的。张涛原本就是客套话，可在楚清怡耳里却是另外一层意思，顿时没好气的轻轻戳了一下张涛的肋骨，满脸娇羞的说道：你真是坏死了，就喜欢这种恶趣味，我不理你了。说完，他红到极致的脸蛋瞬间转了过去，飞速的逃离了此地。看着师姐莫名其妙的脸红跑了，张涛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尴尬的抓了抓额头。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师姐，你也不说清楚就跑了，哎，真是无语。张涛没有去追楚清怡，因为他现在的心思都在突破大境界上，如今万事俱备，只差他踏入这最后一步的勇气了。他自然不想在别的事情上浪费时间，而是急速朝着9天温泉而去。只是他不知道的是，他刚走白洁的屋中，他收回屋外的神识，整张脸蛋也是通红到了极点，嘴里若有所指的说道：没想到你竟然喜欢这种，不过既然你喜欢，我也可以做到。9天温泉是9天宗立宗根本，这个温泉不仅仅是圣品的先天宝物，而且这么多年下来也造就了9天宗的繁华和崛起。张涛经过连续的争夺，这才好不容易拿下了宗门大比的冠军，得到了一次浸泡的资格。如今他来到9天山内9天温泉外，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来到温泉入口，张涛正准备进入，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息出现在他身前。这是一名皮肤非常丝滑的中年男子，而他身上的修为竟然达到了元孽后期。只是这个人，张涛从进宗到现在从未见过，不过能出现在这，说明此人肯定是宗内之人。上前一步，张涛恭敬地拱了拱手：小子见过前辈，晚辈得到了宗门大比的冠军，可以享受一次浸泡资格，还请前辈行个方便。张涛将来此的目的说出，那中年男子并未回话，而是直接摊开大手，似乎是向张涛寻要什么。张涛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急忙将玄机子颁发给他的温泉玉佩递了上去。中年男子看了看令牌后，还是什么都没说，朝张涛比出一个24的手势，随后一眨眼的功夫便消失不见了。那中年男子虽然没有说话，但他的手势张涛还是看懂了，意思是让他只能在里面待24小时，如此的话，那他得抓紧时间了。没了中年男子阻拦，张涛急忙走了进去，来到温泉内部。当看到眼前场景时，他微微有些震惊。这9天温泉可是不小，半径起码多有10几米，温泉上飘着浓郁的白色元气，而那白色元气因为太过密集，张涛一伸手，空中的元气竟然化成了元水，抓起一把元水闻一闻，瞬间让人精神一振。除此之外，9天温泉内的泉水则是呈浓浓的乳白色，而且因为太过精纯，从池子上面根本看不到泉底。张涛也没有花太多功夫去欣赏这些东西，急忙将师娘给他的黑莲静香拿了出来，准备随时将其点上。随后他脱去衣物，缓缓进入了泉中。刚下入泉中，他就感觉到了一股极为舒服的感觉。那泉中的每一滴泉水似乎都充满了纯净又温和的纯净之气。张涛很喜欢这种感觉，甚至想在温泉中美美的睡上一觉。当然，浸泡9天温泉，那可是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一次机会，他自然不可能浪费这种机会来睡觉了。
他急忙在泉水中凝神静气，吸收起9天温泉的纯净元气，同时心里做好了随时突破大境界的准备。很快，还不到10分钟，原本就已经到了元灵圆满巅峰极限的张涛，终于压抑不住体内的修为，他的大境界突破终于开始了。在突破大境界前，张涛冲着池外一挥手，剩余不多的黑莲净香瞬间被他点燃。此香刚点燃，整个9天温泉内就缓缓散发出了一股莲花之香。这股莲花之香，张涛只是轻轻闻了闻，便觉得精神为之一振，看来此香有固本守元的效果。点燃黑莲净香后，张涛也不再墨迹，一用力，瞬间捅破了大境界上的那层膜。刚捅破，他便感到气息猛然升高，同时还伴随着一股浓浓的倦意。这股倦意让他忍不住打了一声哈欠，伸了一个懒腰。当他打完哈欠，伸完懒腰后，他发现他竟然躺在一张酥软大床上。这张酥软大床，张涛再熟悉不过了，这是他在丞相府从小睡到大的大床。我怎么会在这里？张涛用手揉了揉脑袋，刚刚他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到他家庭破碎之后饱经风霜，去了一个叫什么9天宗的地方进行了修炼。随后他一路修炼，还成为了9天宗年轻弟子中的最强之人。张涛回想起这个梦，觉得此梦有些过于真实，就像是他亲身经历过一样。就在他有些疑惑之时，屋外响起了一个久违的亲切声音：“孩儿，你还没起床吗？昨天你不是说要和娘亲一起去东篱山采菊吗？”屋外的声音自然是张涛的母亲徐软瑶。他听到母亲的声音，不知为何，他的眼角竟然流下了一滴眼泪，满脸疑惑地擦干了眼泪。张涛急忙回道：“来啦！”翻身下床，准备去给母亲开门，可当他下床的一瞬间，他一个前倾没站稳，竟然摔倒在地。咦，怎么回事？我怎么连下床都不会了？还有，我怎么感觉我像是矮了一大截？张涛一脸疑惑，完全没搞懂这是怎么回事，反而是激动地来到门口，将房门用力地一把打开。刚打开，张涛便看见屋外站着一名五官精美无缺、气质上佳、穿着一身白裙的貌美女子。这名貌美女子自然就是张涛的母亲徐软瑶了。徐软瑶见张涛连睡衣都不换，就走了出来，有些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还不赶紧进屋将衣服换了？你父亲在正厅等着你了。听到这话，张涛深邃的双眼竟然忍不住的哗哗落泪。只是此刻的他并没有动，反而是伸出双手，轻轻地捧着眼前貌美女子的脸蛋。娘，孩儿好想你。徐软瑶见张涛说着莫名之话，也伸手在张涛脸蛋上轻轻捏了一下。咋啦？才一晚上没见，就想为娘了？张涛没有回他的话，反而是一把将眼前的徐软瑶一把搂入了怀中，在其耳边发出一句坚定的誓言：娘亲，你放心，我一定会将你从天牢中解救出来。说完，原本他身上穿着的蓝色睡衣竟然出现了一层温和的离阳之色，而他怀里的徐软瑶在触碰到这股离阳之色后，瞬间发出一声恐惧般的惨叫，随后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了。徐软瑶的消散让他眼前的场景有些摇摇欲坠，而他一抹眼眶的泪花，意志坚定地对着虚空说道：行了，别蛊惑我了，这等伎俩我早就看穿了。张涛刚说完，他眼前的场景瞬间啪的一声消散开来，他再次回到了9天温泉之中，而他的眼前出现了2道长得和张涛一模一样的黑色虚影，其中一道浅一些的虚影对着另一道深一些的虚影惊恐地说道：贪君，这修士身上竟然有残缺的离阳，你为何不早说？嘿嘿，我要是早说了，你怎么愿意和我的分身一同降临？现在你既然来了，就和我融为一体吧。被称为贪君的黑色虚影一口将另外一道和张涛一模一样的虚影吸了进去，一时间他的虚影变得更深了，随后他直接化为一缕青烟融进了张涛的体内。小子，本君说过要在你突破大境界时降临你体内，不过没想到你小子竟然选了这么一块宝地，让我和我的属下只能降临1/10实力的分身。不过我作为你的镜像，你修炼的元始太一真经对我无效，要解决你绝对是手到擒来。贪君刚说完便冲入张涛脑中，想夺得张涛身体的控制权。只是他刚一进入张涛脑海中，便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炙热感，并不断净化着他的黑影。对此他一点不虚，因为他上次见识过张涛的这个底牌，而他这次降临提前带来了对抗的宝物。只见他的黑色虚影中突然出现了一张画皮，这画皮刚一被祭出，便瞬间变为了张涛母亲徐软瑶的模样，将那恐怖的离阳包裹在内。做完这一切，他发出一股桀桀的得意之声，在张涛脑海中不断蛊惑着：小子，你解救父母之心太过执着，成了你内心最大的执念，如今我以此挡下了你的最强手段，你何必再苦苦坚持？其实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刚刚你经历的幻境，难道你不想真实重现吗？让我们彼此合二为一吧，有了我的帮助，我们一定可以解救出你的父母，相信我，跟随我的脚步去实现你心中最大的愿望。人活一世，谁也避免不了七情六欲，贪嗔痴慢疑，人人都具备。此时蛊惑张涛的贪，正是利用了张涛对父母团聚的极度渴望，用镜像的宝物幻化成了张涛母亲的模样，将对他最有威胁的残缺黎阳给直接蒙蔽了。而没了黎阳的帮助，实力远超张涛的贪觉得拿下张涛的身体控制权已是手到擒来之事。张涛听了贪的话，脸上慢慢浮现了纠结之状，似乎镜像说的话触及到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其实镜像的话确实抓住了张涛内心最大的弱点，他这几年的愿望就是想解救出父母，而镜像就是抓住了这个弱点，对张涛进行攻破蛊惑。感受到了张涛内心的渴望，逐步加强，他慢慢粘到张涛意志上，开始尝试掌控张涛的身体。只要拿下张涛的身体控制权，那他便能为圣界除掉一个天大的潜在敌人，而他的实力也将再进一步。就在贪觉得即将大功告成之际，他原本用来包裹黎阳的画皮突然出现了无数裂痕，随后啪的一声，那画皮瞬间破碎开来，无数黎阳之力超近距离的朝着贪涌现而来。而原本快要被贪掌控的张涛却发出了冷冷一笑，哼，小小手段岂能限制得住我？我不过是将计就计，以你深入我体内，我好一举击破你。如今你已经粘到了我的意志之上，你想跑也跑不了了。此时的贪已经被张涛的意志牢牢控制住了，不管贪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见被张涛摆了一道，贪心中大怒，很好，看来还是我小看了你，这次算你走运，你的修为太低，我只能降临1/10的分身，等你突破元阳境时，那时候的界面足以让我真身降临。等着吧，等你突破元阳境时，我一定要让你尝尝我的最强手段。到时候你这具修炼过元始太一真经的魂魄，绝对会让我的实力突飞猛进。结结结结！贪不甘心的嘶吼一声后，再次发出阴森的鬼笑。张涛修炼的是元法，虽然能让突破的镜像界面比普通的元灵境大了接近10倍，可贪的真身相比张涛撕开的界面依旧是大了10几倍。再加上张涛选了个好地方，让突破境界时撕开的界面再次小了1/10左右，这让他降临分身的实力再次被削弱了一些。原本他是想让2个属下连同他1/10的真身一同降临，之后的计划便是他将2名属下吸入体内，来达到增强自身与张涛争夺身体控制权的目的。可他的其中1名属下在降临的瞬间抢先发动了对张涛的幻境攻击，结果被张涛轻而易举的识破，当场被灭。少了1名属下，他只能吸收另1名属下来增强他自身。随后他利用降临时带来的镜像宝物来对抗残缺的黎阳，同时他借此时机想强行控制张涛的身体，可惜他太低估了黎阳的纯净之力，他的镜像宝物被黎阳轻松净化掉了，而他也被张涛用计粘在了意志之上，无法逃离。如此他此次降临算是功亏一篑了。不过张涛修炼的是元始太一真经，这具身体的魂魄他势在必得，只要能得到张涛的魂魄，那他在圣界的实力将往前再进一大步，这也是他非要和张涛作对的根本原因之一。面对贪的威胁，张涛根本不放在心上。哼，好啊，等你下次降临时，我会连同你的真身一同灭掉。如今他才刚刚度过第1次镜像降临，他离下次大境界突破还早着了，这期间他有的是时间寻找对抗的手段，而现在这个企图占据他身体的镜像，他自然是不会放过。调动着体内的黎阳，直接朝着贪而去。贪面对逐渐逼近的黎阳，嘴里发出撕心裂肺的绝望声。不！一个惨叫声后，一个和张涛一模一样的黑色虚影被张涛强行排出体外，而后一个清脆的啪啦声降临到张涛体内的镜像就这么被灭了。镜像被灭的瞬间，张涛的气息猛然提升，一举突破到了元清初期，并逐渐稳定了下来。突破大境界后，他缓缓睁开了双眼，感受了一下元清初期的实力。如今他的实力比元灵圆满巅峰极致时都要强上1倍左右。如果现在再让他对战林冰，他相信就算不祭出黎阳，他光靠黎阳之力也能轻松碾压此人。满意的点了点头，张涛一转头，有些惋惜的看了看不远处燃尽的黑莲镜香。哎，没想到黎阳对镜像克制这么强，这些剩下的黑莲镜香完全就没发挥作用，这倒是有些可惜了。能成为师娘元阳突破元孽境对抗镜像的主要手段，这些黑莲镜香绝对是破镜的好东西，哪怕剩下的并不多，可就这么浪费了，也着实有些可惜。不过他之前点上此香也是为了以防万一，如今轻松解决掉了镜像，张涛也算是第一次体会到了镜像的实力。说实话，
要不是他提前炼化了黎阳，这次的突破他绝对会翻车。毕竟镜像刚刚的蛊惑真的让他动心了，只是因为有黎阳的存在，所以他始终保持着理智，这才没有真正被镜像蛊惑。如今回想起来，刚刚虽然有惊无险，可也侧面的反映了镜像的恐怖。等他元清突破元阳时，那个所谓的贪将再次降临他的体内。他估计仅靠着残缺的黎阳来对抗全盛状态的贪，恐怕有些勉强了。看来我得尽快找到那剩余的3/4黎阳才行，否则下次的大境界突破可就生死难料了。张涛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但可惜的是他现在对剩下的3/4黎阳毫无线索，如此他只能将此事先暂时放到一边。看了看身边乳白色的9天泉水，他收回心思，开始全力吸收炼化。这9天温泉不光有着对抗镜像的辅助作用，那泉水中纯净至极的元气也是实力增长的绝佳宝物。张涛好不容易得到一次机会，自然是不会放过这等增进实力的大好机会。全力调动元法，张涛开始了一整天毫无休息的极致炼化。靠元法提升到元清初期的张涛，吸收炼化的能力根本不是任何一名元清境的修士能相提并论的。那9天温泉的精纯泉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变淡，直到之前那名负责看守的强者出现时，池中的泉水几乎快要清澈见底了。在感受到看守强者的气息后，张涛急忙收了功。他知道他炼化的时间到了。其实以现在9天温泉的密度，他还需要再炼化几个小时才能将泉水中的精纯元气通通炼化干净。可规定就是规定，他只能炼化24小时。如今时间到了，他就算不舍也只能穿好衣服出了9天温泉。出来后，张涛再次感受了一下现在的实力。刚一感受，他震惊地发现他现在的实力已经来到了元清初期巅峰。这等实力的飞速提升让他不禁啧啧称奇。要知道他当初从元灵圆满修炼到元灵圆满巅峰，花了5、6千万的丹药都还差了些许。可如今这9天温泉不仅让他突破了大境界，而且还修炼到了元清初期巅峰，这倒是让他的实力再次往前提升了一大步。握了握拳头，重新感受了一下，他比刚突破大境界时又增强了差不多1/4。不错，我离解救父母又更近了一步。就在张涛觉得未来越来越有盼头时，一个人影正激动地朝着他奔来。随着人影靠近，对方竟然一把撞入他的怀中，担心地哭了出来，呜呜，你出来，你终于出来了。我在外面担心了你1天1夜，我生怕你渡不过镜像，如今看到你完好走了出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此时在张涛怀里又哭又笑的自然是他的师姐楚清怡了。在张涛进入9天温泉后，他便来到9天山外，一直焦急地等待着。他知道张涛修炼的是元法，而元法突破时产生的镜像比普通人的最次都要强上好几倍，有的甚至10几倍。他经历过一次镜像的降临，深知镜像的恐怖。他虽然对张涛信心十足，可女孩子嘛，总会莫名地生出很多担心。不过当他见到张涛平安地走出来，还突破到了元清初期，他知道张涛已经平安度过了镜像。激动之下，他这才又哭又笑地跑了过来。张涛看见怀中如此关心在意他的师姐，轻轻拍了拍师姐后背。师姐，我要是连小小的元清境都突破不了，那我岂不是给师姐你丢人了？听到张涛的调侃，楚清怡没好气地轻捶了一下张涛胸口。你真是坏死了，这个时候还贫嘴。正当两人开起玩笑时，又一个身影朝着他们而来。见有人来了，张涛急忙松开楚清怡，生怕有人误会。毕竟楚清怡可是定过亲的，他不能损了师姐的名声。来人是一名陌生的师兄。那名师兄见到张涛后，脸上瞬间浮现出了阵阵崇拜之意。想来昨天的宗门大比决赛，张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他。他来到后，朝着张涛恭敬地拱了拱手。师弟，掌门有请，让你去一趟聚贤厅，说有要事相商。行，那请师兄带路。张涛和一旁的楚清怡点了点头，示意他先离开了。随后他跟随师兄的身后朝着聚贤厅而去。聚贤厅是9天宗高层的会议大厅，此时的聚贤厅内坐满了9天宗大部分长老，包括几名副宗主以及玄机子。见张涛来了，玄机子一招手示意张涛找个位置坐下。他刚坐下，眼光第一时间就锁定到玄机子身边的绝美女子，那女人自然是他的师娘白洁了。如今的白洁拥有元孽中期的实力，自然是坐在副宗主的位置上。白洁见张涛望来，他也是第一时间担心地望了过去。当看见张涛已是元清初期的实力后，他心中大大的松了口气，似乎压在他心里的一个天大担心终于放了下来。随着人员逐渐到齐，玄机子轻咳一声，开始主持起了会议。这次召开高层会议，主要是皇室那边出现了一些变故，天皇的伤情再次恶化，看来熬不过2个月了。玄机子2句话
瞬间让会议上的绝大多数人炸开了锅。不是吧？天皇真的挺不过去了吗？没了他老人家坐镇，下一届的万朝争霸，我们天都国岂不是任别国欺负？就是现在的皇室，即便是大皇子，也不过是元孽圆满的境界，这等实力在万朝争霸上恐怕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众人关心的自然不是天皇的死活，而是不久之后的万朝争霸。不过玄机子今天召集众人，可不是来谈万朝争霸的。他再次轻咳几声，打断了众人的议论。行了，今天召集你们来，不是谈万朝争霸的，我召集你们来，是谈谈下一任天皇的人选，我们应该支持哪方势力。一个宗门的兴衰，虽然跟皇室的交替没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如果和皇室交恶，对于宗门的良性发展也是相当不利的。所以玄机子这才将所有高层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的意思。坐在下方的张涛自然是支持四皇子张宇了，因为他要想真正的解救父母，就必须铲除掉大皇子。只是他虽然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可他毕竟只是一名弟子，人微言轻的，他根本没有话语权，所以他只能耐心的听着宗门高层们的想法。首先站出来的是一个长得尖嘴猴腮、姓何的长老。我个人觉得，其实支持谁都可以，只要是对方能最终夺权就行。我个人建议支持大皇子，因为此人目前才大势大，是最有机会成为继位之人。何长老刚说完，不少人立马点头表示认同。而这时，之前帮过张涛的刘长老却站了出来。非也，那大皇子虽然兵强马壮，可此人小肚鸡肠，那二皇子怎么死的，天下谁人不知？和这样的人为伍，绝对是与虎谋皮。一旦哪天我们没能顺了他的意，说不定就会被对方联合针对。刘长老反驳后，又有不少长老表示这个危机不得不防。就这样，一时间宗门高层瞬间分为了两拨人，一波说应该支持大皇子，另一波说应该另寻他人。而这时坐在副宗主位置上的王老五却冲着刘长老他们发话了：大家静一静，你们的想法我们都知道了，无非是担心支持大皇子后，此人以后会翻脸不认人。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不支持大皇子，又能支持谁了？三皇子吗？此人就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而已。王老五说到这，突然有人站了出来。其实四皇子挺不错的，为人谦和，而且有勇有谋，只是他的势力相比大皇子有些太弱了。这话一出，又有不少人表示了认同。可王老五却不这么看。李兄，你此话虽是没错，可你别忘了，时势才能造英雄。如果一个人连势力都没有，那他就算人品再好也没用，因为他活不到那一刻。王老五说的话虽然粗糙，却也在理。这让刚刚发话支持四皇子的李长老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了。负责主持会议的玄机子见话题一时僵住了，他不得不拿出个主意。这样吧，我们分三步棋走，不管是大皇子、三皇子还是四皇子，我们都派人与之接触，并私下结交，既不表明马上支持，但也绝不交恶。大家觉得如何？玄机子的办法算是一个折中的办法，虽然不是最好，但也不算最差。一时间所有人都点头认同，表示只能这样。见正事谈完后，玄机子又当众宣布起了另外一件事：我最近偶有所得，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要闭关冲刺大境界了。此话一出，现场再次炸锅了，就连张涛也是投去震惊的目光。一旁的王老五第一时间开口询问道：玄兄，莫非你准备突破到元王境？王老五的这个问题同样是所有人想问的问题。这元王境是元孽境之上的大境界，能突破到这层境界的无一不是国之王者，不管是实力还是自身的影响力，都将远远超过元孽境。要知道，元孽境在天都国不说有几百名，可100-200名还是有的，但元王境整个天都国全部加起来也只有区2-3人而已。如果玄机子真的能踏出这一步，那他们九天宗将凌驾于另外3宗之上，一举成为4宗之首。面对所有人望眼欲穿的神情，玄机子微微点了点头。为了突破这层大境界，我已经准备了15年，如今终于准备好了对抗镜像的强力手段。而且当下国内局势混乱，我要趁着皇位更替之前突破到元王境，这样才能让宗门在这次暗流中得以保全。其实玄机子并不想如此着急突破，虽然他一切都准备好了，可元孽境突破元王境的镜像，那可不是一般的恐怖，他多少还是有点信心不足。可如今皇室暗流涌动，他作为9天宗的宗主，如果实力只有元孽圆满，那肯定是有些不够的。所以他要想保住9天宗祖祖辈辈的基业，他就必须迈出这一步。交代完后，玄机子又交代了一下后面的事情。不过交代到白洁时，白洁脸上却露出了为难之色。玄兄，按理说宗门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坐镇宗内，只是五行书院那边出了一些大事，我不得不过去一趟，
所以这段时间我恐怕不能再宗内了。白洁虽然此话是对玄机子说的，可却有意无意地看向了张涛，似乎是在告诉张涛他要短暂地离开。玄机子听到白洁如此说，也是谅解地点了点头。他深知白洁地位的特殊性，他虽是9天宗的副宗主，可师出却是五行书院。如今五行书院有大事需要他过去一趟，他作为宗主也不能强行阻拦，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好吧，那你速去速回，如果五行书院那边有需要，你就和老五他们说，让他们前去帮忙。那就多谢宗主大人了。白洁感激地拱了拱手，算是成了玄机子的这份人情。将所有事情交代完后，玄机子也没有继续开会，而是一挥手示意大家散了。玄机子刚宣布散会，白洁便第一时间来到张涛身边，用张涛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回去等我，夜深后我去找你。听到师娘半夜要去找他，张涛自然是血气上冲，刚想回去等师娘，这时原本应该各自离开的众长老却围了上来，冲着他不断拱手道喜。张涛小兄弟，恭喜你了，突破到了元清境，这绝对是我们9天宗天大的幸事。就是元法的元清境，我们天都国已经快几百年没有出现过了，以后还请张涛小兄弟在我等突破大境界时相助1、2才是。这些平时高高在上的长老们此时全都满脸客气地拉近与张涛的关系，毕竟元法克制境象是人尽皆知之事，过去的张涛只有元灵境的修为，对他们的帮助甚小。如今不一样了，张涛突破到了元清境，那他们将来如果要突破大境界，张涛修炼的元法便能助他们一臂之力，所以这些人才会拉下老脸在这讨好张涛。张涛和四皇子有私下的合作，自然是需要替对方多拉拢一些强者，所以他也是客气地抱拳回道：长老们谬赞了，如果以后有需要小子的地方，但说无妨，我能帮的一定相帮。所有人见张涛如此好说话，对他的感官一下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全都满意地点了点头，觉得这个年轻人值得深交。这一幕和谐的局面也落入了远处一人的眼中，此人正是王爷的父亲王老五。他眯着双眼，远远盯着被众人围着的张涛，心中似乎在考虑着什么。末了，他一个恍惚消失在了聚贤厅一处金碧辉煌的正厅之中，主座上坐着的正是先张涛一步离开的王老五。他回来后第一时间让人将王爷叫了回来，看着眼前的儿子，他微微叹了口气：我知道你的心思，也知道你的爱好，不过那楚清怡既然和张涛情投，你与楚清怡的娃娃亲，我看就算了。毕竟现在的楚清怡已经是元清中期的修为，而你到现在连元灵后期都不是，两者相差巨大，你就不要再痴心妄想了。知子莫如父，王老五早就知道王爷并不是真心喜欢楚清怡，只是馋对方身子罢了，所以他不想自己的儿子为了一个女人的身子去得罪一个前途无量的强敌。可惜王老五虽然是好意，可王爷心中却极度不忿。父亲，那楚清怡原本就是要嫁给我的女人，那张涛不知道在哪捡到的狗屎运，修炼就跟开了挂一样，蹭蹭蹭的往上升。我自己的女人如果都得不到，还被别人挖了墙角，那你儿子岂不是成为众人的笑柄？王爷其实也知道，就算没有张涛，他现在也已经很难得到楚清怡了，毕竟他和楚清怡之间的差距已经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了。可他就是心有不甘，毕竟10几天前楚清怡还是他的囊中之物，只待时机成熟就可以娶回家随意玩弄。可如今这么可爱漂亮倾国倾城的大美人，他还没玩过就被别人抢了去，他心中自然是不甘到了极点。王老五见王爷听不进去，气得一伸手，啪的一声给了王爷一个耳光。愚蠢，面子值几个钱，只要等你境界起来了，未来想要多少女人不是轻而易举。听为父的，那张涛你招惹不起，一会儿晚点你将此宝送他，算是为你与他的关系打下一些基础。说完，王老五将一只绿色乌龟拿了出来，递给了王爷。王爷见父亲拿出此物，眼中充满了吃惊。父亲，你这也太长他人志气，灭我等威风了吧？这玄武龟可是天品中阶之物，价值连城，你竟然让我送他，你真是目光短浅。现在此物在那人眼中还算是个宝物，等他将来成长起来，此物连个屁都不是。行了，晚点夜深了，你就去找那张涛，将此物赠送于他。王老五无语地摇了摇头，这个儿子他过去对其还是挺满意的，毕竟21岁的元灵中期修为，在同龄中已经是绝对的天才了，可现在和楚清怡以及张涛比起来却什么都不是了。而最关键的是，他这个儿子竟然还想和张涛争夺女人，这无疑是自寻死路。他作为活了200多岁，见过无数风雨之人，自然不想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就这么夭折了，所以他才选择大放血，将这天品中阶的玄武龟
让自己儿子送于张涛。王爷接过绿色乌龟，心中虽然不愿，但他父亲的话他还是不得不听。好吧，我深夜就去找他，将此物送于他。王爷将玄武龟收好，朝着王老五拱了拱手，便出了房门。刚走出来，他心中便恶狠狠地说道：张涛，我不会让你成长起来的，你大伯已经知道你的存在，那些杀手已经在路上了，你就等着去死吧。等你死了后，我会趁青姨伤心之际，利用我常年玩弄女人的心得，攻入她的内心，到时候这个女人还会回到我的手中，节俭节俭。王爷虽然明面上已经斗不过张涛了，可暗地里他早就布置好了暗招，来对付这个抢他女人的可恶之徒。想到这，王爷再次得意地奸笑几声，回到自己住处，等待晚上去见张涛。深夜，张涛的屋中，此时的他在屋内兴奋地等待着，因为下午在聚贤厅，白洁说会来找他。张涛自然是激动万分，在等待的同时，他早就沐浴更衣，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还抽空将自己脸颊的边边角角好好修剪了一番，整个人显得更加英俊帅气了。刚收拾完，他又一次莫名的得到了一些精纯修为。不过此时的他没有心思关注这些，而且这些修为也不足以让他突破到元清中期。就在他在屋内苦苦等待之时，屋外终于传来了脚步声，这让张涛急忙来到门口，一把将屋门打开。刚打开的一瞬间，屋外犹如仙女下凡般的美景立马映入了张涛眼中。来人正是白洁，此时的她竟然穿着一身略微紧身的薄裙，那若隐若现的肌肤让张涛只看一眼就感到气息有些混乱。打开房门后，张涛急忙让出位置。师娘，你来了。白洁有些微微脸红的点了点头，一瞬间窜进了张涛屋中。进屋后，白洁姿态显得有些局促，这么多年来她还是第一次在一个男人面前感受到这种紧张。这种紧张哪怕是面对处身20多年也不曾有过。进屋坐下后，白洁望着眼前更加英俊帅气的张涛，心口咚咚直跳。我来找你其实是因为别的事情。白洁这话刚说出就觉得有些不妥，好像他来找张涛如果没有别的事就该是为了那种事来一样。一想到这，他精美的脸蛋变得更红了。张涛望着眼前含羞待放的师娘，他越看越喜欢，越看越觉得迷人。师娘，你是想说你要去五行书院的事？白洁虽然还没说出口，可张涛已经猜了出来。是的，之前宗门大比结束，五行书院的副掌门就找到了我，说书院的传承秘境出了点问题，想让我回去一趟帮忙修复。而我这次走恐怕短时间内回不来了，所以我想。白洁说到这，满脸通红地看向张涛，眼前这个小男人如今已经彻底进入了他的内心。如果说他和楚深是因为宗门关系不得不在一起，那他对张涛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少女心。而且他们只相隔了20岁，这个年纪在这个修炼的世界根本不算什么，毕竟他突破到了元孽境，整个寿命已经延长到了300-400岁以上，所以他并不觉得自己的年纪比张涛大上多少。张涛感受到白洁眼中炙热的目光，他何尝不想更进一步。虽然这样做他会对不起师父，可他知道师娘和师父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况且师父也有了别的喜欢的人了。过去他是觉得这样做不好，可如今师娘在他心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了。除了父母，他找不出第二个能代替师娘的人，所以当师娘含羞待放地望着他时，他也鼓起了勇气，满是喜欢地回望了过去。白洁感受到张涛对他大胆的目光，让他心脏跳得更快了。在这等氛围之下，别的话都已经是多余，只有用行动才能突破两人的最后一步。张涛作为男人，原本应该由他来采取主动，可他内心还是有些腼腆，下不去手。白洁看出了张涛的青涩，他微微一笑，主动伸出洁白如玉的细手，轻轻抚摸着张涛的脸颊。宝贝徒儿，我想留下来，好吗？我……张涛话还没说出，只见白洁双手捧着他英俊的脸颊，而他那绝美无双的脸蛋已经朝他慢慢靠近。20厘米、10厘米、5厘米，两人互相深情地对望着，只剩最后1厘米就要抒发彼此的爱意时，这时屋外突然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这个脚步声让两人的距离定格在了这1厘米之内。感应到有人来了，白洁满脸通红地放开了双手，往后退了退，与张涛保持了一些距离。而这时屋门哗啦一声被人强行打开了，而打开屋门的不是别人，竟然是楚清怡。此时的楚清怡化了淡淡的妆容，一改平常可爱的穿着，竟然穿上了一套性感的长裙。而她如此打扮，自然是准备今晚先下手了。可当她进屋看到白洁和张涛在一起时，她原本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了，眼角处甚至出现了一些怒意。白洁见楚清怡来了，知道今晚只能到这了，
他上前帮张涛整理了一下衣领，当着楚清怡的面再次轻轻抚摸了一下张涛的脸颊。等我回来后再来看你。白洁这话看似是在和张涛说的，可无形之中仿佛是在向楚清怡宣战一般。这男人我要定了，你奶凉快去奶吧。说完轻飘飘地从楚清怡身边淡淡离去。楚清怡见白洁当着自己的面对自己喜欢的男人说出如此坦白的话，她如何能忍得下去？一反手将房门关上，气嘟嘟地走到张涛面前。师弟，你是不是喜欢上了他呢？楚清怡的问题一下将张涛问住了。他确实是喜欢师娘，非常喜欢，因为师娘是这些年来第一个对他好的女人，所以也是第一个住进他心里的女人。可要让他当着师姐的面承认，他还是有些说不出口。这个哼，你不准喜欢他，你是我的，我不准他抢走你。楚清怡对张涛不想再藏着掖着了。他喜欢张涛，可如果张涛和白洁在一起了，那他们俩就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再说了，他今晚来就是要在这里让张涛成为他的男人。张涛听到师姐这么大胆的表白，顿时吓了一大跳。其实他也挺喜欢师姐的，可他和师姐中间还有个定了娃娃亲的师姐夫王爷，他并不知道师姐不喜欢王爷，根本不想嫁给王爷，所以他这才强忍心中的喜欢，一直不敢越雷池一步。如今听到师姐这番表白，他一时懵逼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而就在这时，师姐趁着张涛恍惚之际，直接将他捆了起来。突发的变故让张涛一时没反应过来，待师姐绑完后，这才回过神来。他想挣脱，可那禁锢之物并非寻常之物，竟然是一件地品高阶的宝物。看来楚清怡为了今晚可是下了血本。其实以张涛修炼的元法，他只要动用全力将这件地品高阶的宝物震碎并不困难，可真要这么做，近在咫尺的师姐肯定会被他震伤，甚至是重伤。这个顾虑让张涛不敢用尽全力挣脱，而他这份担心却成了楚清怡制约他的最强束缚。楚清怡见张涛挣脱不开，竟然一个公主抱将张涛抱了起来，缓缓走向了张涛的木床。张涛见此直接傻眼了，根本不知道师姐这是要干嘛，只能苦苦的求饶道：师姐，你不要这样，我们有话好好说，行不行？你先放开我，我什么都听你的。哼，我才不信你，今晚我必须要得到你，不然你以后就可能不属于我了。刚刚白洁离开时做出的那些举动挑战到了楚清怡的底线，她一直担心对方会将张涛抢走，可刚刚的举动说明对方即将和他摊牌了。如此的话，他要是不早点行动将生米煮成熟饭，那眼前这个他喜欢的男人就可能是别人的男人了。这样的事他是绝对不会允许的。将张涛放到木床上后，楚清怡接下来的举动直接让张涛慌乱了。只见原本就没穿多少的师姐竟然开始哗哗哗的掉落，这样的场景张涛瞬间明白了，师姐这是要准备干嘛。惊慌之下，他急忙向师姐大声求饶：师姐不要这样，你再这样我可要叫救命了。听到张涛要叫救命，楚清怡却不以为然，甩了甩身后两个马尾辫，原本可爱漂亮的脸蛋竟然冲张涛抛起了眉头，嘴角处还发出了一丝荡笑：今晚你是我的，谁来也救不了你。楚清怡此话刚说完，屋外的天空便传来了一阵轰隆雷响，随后哗啦啦的瓢泼大雨，似乎是在对张涛的回应。亲爱的，你刚刚叫我什么？你以后都是我亲爱的，我以后都这么叫你，好不好？楚清怡在张涛耳边轻轻说着。就在这时，突然屋外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张涛师弟，你在屋内吗？我是王爷，我能进来吗？屋外传来王爷的声音，将屋内的张涛吓了一大跳。提着紧张的心，他连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了。是王师兄啊，你有何事？屋外的王爷听着张涛断断续续的问话，眉头微微皱起，心里瞬间充满了疑惑。张涛这小子连说话都捋不直，哼，这样的男人也不知道青姨那臭婆娘到底喜欢他啥。王爷心里骂着张涛，可嘴上却表现得很恭敬。是这样的，我和我父亲一直都很看重你，所以我父亲让我带来了一只天品中阶的玄武龟，希望能和张涛兄弟交个好朋友。王爷说完，从储物袋中将那只绿色玄武龟拿了出来。看着手中天品中阶的玄武龟，当下却要送给屋内的情敌，他心里自然是百般的不情愿。可父亲交代给他的事，他又不得不做。只是此时的张涛因为楚清怡在屋内，他根本没法开门，张涛不得已只能做出一个他最不想做出的决定。王师兄，那玄武龟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代我谢谢王副宗主，玄武龟我就转送给你吧。屋外的王爷听到张涛要将他手中的玄武龟转送给他，他顿时心中狂喜不已。有了这只玄武龟，那他就可以凭此宝物
突破到元灵后期，甚至是元灵圆满了。兴奋之下，他急忙朝着屋中问去：“张涛师弟，你此话可是当真？你真的要将这只玄武龟转送给我？”屋内的张涛此时正百感交集，加上他现在有事，无奈之下，他只能做出这等暴殄天物的决定。是的，这只玄武龟我就送给你了。屋外的王爷听到张涛这句话，差点原地兴奋地跳了起来。原本对张涛的恶意，不知为何竟然生出了一点好感。不过他立马就将这等好感甩出了脑外。哼，这不过是小恩小惠罢了。不过能得到这只玄武龟真是天大的喜事，没想到我王爷也有时来运转的一天。王爷激动地亲了一下手里的玄武龟，他越看这只玄武龟越觉得顺眼，好像这只绿色玄武龟和他十分有缘，和他十分的般配。小心翼翼地将其放进储物袋中，这只玄武龟今后就是他的宝贝了。收好后，他还是满脸感激地朝着屋内拱了拱手。那就多谢张涛兄弟的馈赠了，不过我父亲呢？张涛虽然将玄武龟送给了他，可要是今后他父亲王老五问起，张涛要是说没收到，那他岂不是会被他父亲骂得狗血淋头？放心吧，王副宗主呢，我会帮你圆的。张涛说着此话时，声音听起来有些疲倦，而他刚说完，心里便微微叹了口气。哎，王师兄，是我对不住你，这只玄武龟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吧。屋外的王爷听到张涛会帮他在王老五那圆谎，他便再无后顾之忧了。或许是感到屋内的张涛有些疲累，他也不方便再继续打扰，急忙在门口告辞一声，带着他的玄武龟开开心心地走了。屋内的木床上，张涛抱着楚清怡，脸上却是愧疚难当。师姐，我们这样以后怎么面对王师兄？哼，我不喜欢他，我只喜欢你，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可你们俩定过亲的。张涛要是这个时候还看出楚清怡的心意，那他真是白活了。只是楚清怡和王爷始终是定过娃娃亲的，他这样做有些横刀夺爱了。定过亲又如何？我和他不过是定的娃娃亲，那又不是我的意思，反正我不喜欢他，我只喜欢你。此时的楚清怡已经将张涛生米煮成了熟饭，所以他的言语之间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藏着掖着了，直接将他不喜欢王爷，只喜欢张涛的话全都明明白白的说了出来。听到楚清怡如此简单明了的表白，张涛不知道该说什么。况且他对楚清怡其实也挺喜欢的。一只手抱着怀里的师姐，另一只手枕着自己的后脑勺，张涛微微的叹了一口气。哎，看来我过去的教育真是白上了。什么过去的教育？没什么，就是一些往事。张涛原本的性格是比较正直的，可如今这几个女人让他的三观碎了一地。当然他并不是不负责的男人，既然师姐对他有意，他也喜欢师姐，那王爷那边就只能委屈对方了。转过头，在师姐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张涛郑重地保证道：师姐，你对我如此倾心，此生我定不负你。得到张涛如此誓言，楚清怡心中顿感幸福。我凤尾鸡清晨打鸣的声音将美梦中的张涛吵醒过来。起床后，张涛感到腿脚发软，腰酸背痛，转头看了看还在睡梦中的楚清怡。此时的楚清怡修为竟然已经来到了元清圆满，也不知他是怎么修炼的如此之快。而且他一觉醒来，发现他的境界再次突破了，竟然来到了元清中期，这让他完全没搞懂昨晚为什么会连续2次获得修为。不过能提升实力对于张涛来说绝对是好事，哪怕他一直搞不懂这些精纯修为到底是怎么来的。帮床上的楚清怡盖好被子，张涛急忙穿上一套整洁的衣服。今天师娘要远行，他必须去送一送师娘。来到九天宗大门处，张涛等了好一会儿，终于看到一个美妙的身影朝他这里走来。来人正是师娘白洁。激动地走上前，张涛有些不舍地望着眼前女子。师娘，你路上一定要小心。白洁感受着眼前这个进入他内心的小男人对他的关心，他一向高冷的绝美脸蛋竟然浮现出了一丝幸福的微笑。放心吧，我去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等我回来后，我会去找青爷好好谈谈。听到白洁这么说，张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毕竟他现在和师姐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张涛为难的神情被白洁全都看在了眼里。只是他现在没有时间来处理这些事，上前轻轻抚摸了一下张涛脸蛋，他凑了上去，在张涛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总会找到解决之法的。被白洁吻了一下，张涛的脸蛋瞬间红得跟个娇羞的小女生一样，心口更是蹦蹦直跳。我听师娘的。张涛乖乖的模样让白洁为之一笑，随后一转身快速消失在了张涛的视野之中。望着白洁消失的背影，张涛收回了不舍的眼光，有些纠结的
朝着自家小屋而回。刚回到门口，就听到屋内有别的女人声音，而且还有说有笑的。张涛好奇的在门口听了听，青衣妹妹，你可真是兵贵神速，竟然抢先了我一步，将张涛拿下了。我原本还想捷足先登的，这下我是不是没戏了？哎呀，玉慧姐，你说什么啊？我昨晚只是困了，在这睡了会儿。哦，是吗？和你师弟一起睡的。玉慧姐，你坏死了，不要取笑我好吗？你要是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张涛在屋外听到这话，顿时狂咽一口唾液。我去，这都是些什么虎狼之词？张涛通过那熟悉的声音，可以确定屋内的女人就是玉慧。他没想到这女人这么快就来找他了，想必是为了突破大境界之事。只是他最近忙，一直没想到相助之法，这倒是让他有些难办了。屋内的玉慧似乎对楚清怡的提议并不排斥。你这么说，不怕我把你的男人抢走了吗？不怕，在这个世界，哪个有实力的男人不是三妻四妾？只要他高兴，我什么都可以付出。张涛在屋外听到师姐说出这番话，心里感动到不行。不过他对玉慧目前只是处在经验阶段罢了，毕竟那对惊世神器，哪个男人见了会不惊艳？可要说到喜欢，张涛对这女人连八字都没一撇。屋内的玉慧听到楚清怡这么说，啧地摇了摇头。看来你是真心喜欢这个小男人，不然不会如此处处为他着想。不过你放心，我虽然对他也有些兴趣，但还远不到喜欢的程度，我不会抢你的男人。楚清怡听到玉慧并没有真正喜欢上张涛，微微松了口气。那你刚刚还说那些，我还以为你……嘿嘿，我就是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玉慧打趣的调侃道。那你这么早来找他，所为何事？楚清怡还以为玉慧对张涛有意思，所以这么早就来找张涛。我找他是因为他之前借了我400万元金，答应要帮我度过大境界的镜像，我现在已经到了瓶颈，所以是该他兑现承诺的时候了。玉慧刚说完，楚清怡脸上瞬间变得羞涩不已啊！你想让他帮你对抗镜像，这个恐怕不好办了。哦，为什么不好办？张涛在屋外听着他们聊到相助之法，急忙推门闯了进去，想阻止楚清怡将那个办法说出。可当他进屋后，发现楚清怡已经在玉慧耳边说出，而两人见张涛闯了进来，微微愣了一下，瞬间明白张涛肯定在外面偷听了他们之前的谈话，加上刚刚楚清怡说的办法，一时间两人互相都羞红了起来。尤其是玉慧更是无语的白了张涛一眼，眼中竟然满是风情。玉慧羞红的眼神没好气的白了张涛一眼，你这个人真是坏死了，竟然想用那种办法来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无脑好欺负？玉慧晃了晃，很明确的表明了为什么他会无脑。张涛被这么一说，心里尴尬到了极点。他原本并不想帮玉慧的，可当时1比20倍的赔率，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放过。如今他拿下第一，赚了大钱，对于他来说，或许还有另外一个解决之法。玉慧姐，要不我将押注赚来的钱分一半给你，之前我们定下的约定就这么算了，你再找找别的办法，或者找找别的人来帮你。张涛现在已经处在楚清怡和白洁之间，有些左右不是了，他不想再在中间掺杂一个玉慧。玉慧见张涛想赔钱了事，他如何肯干？对他来说，当下最重要的就是突破到元阳境，而元清突破元阳的镜像，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能帮他绝对克制镜像的帮手，他如何肯为了一些元金补偿，就放弃了这等天大的机会？不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是有用，我答应就是了。玉慧说完此话，整个人从脸一直红到了脖子。她虽然年方25、6，可她一没成过亲，二没有过男人，这让她心中既骚得慌，又觉得羞涩难堪。玉慧坚持的举动不仅让张涛当场傻了眼，就连一旁的楚清怡也是听得心中骚得慌。就当楚清怡不知道这件事应该如何帮张涛以及玉慧处理时，她脑中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恭喜您幸运地触发了0级任务，劝说张涛帮助玉慧，待帮助成功后，您可以获得双份中量修为。系统发布的任务算是给楚清怡指明了一个方向，他当即便冲着张涛说道：师弟，既然玉慧姐都不介意，你就答应帮她一次吧，总不能看着她被镜像控制，最后生死道消吧。玉慧是楚清怡的好友之一，所以站在朋友的立场上，他并不希望玉慧突破大境界失败。加上系统的任务，他对张涛帮助玉慧心里并不怎么抵触。张涛听到楚清怡开口劝说他，一时微微愣住了，有些不可思议地望着对方。师姐，如果真那样了，你不生气吗？如今的楚清怡对于张涛来说已经多了一层关系，他多少要顾及到师姐的感受。我不生气是出从权嘛，再说了，你一个大男人，既然答应了要帮，就应该言而有信，是不是？
听到楚清怡语气中真的没有生气，张涛只能微微点了点头，冲着玉慧有些尴尬地问道：那好吧，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突破？择日不如撞日，我早就准备很久了，就当下吧。玉慧说出这话时，心口蹦蹦蹦的直跳。此时她心中既觉得害臊，可又觉得好奇不已。一旁的楚清怡见玉慧准备现在就突破境界，她识趣地站了起来：那我在门外给你们把关。说完，楚清怡朝着门外走去，屋内只剩下互相尴尬的张涛和玉慧两人。也不知是不是这种事，双方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屋内的氛围一下变得鸦雀无声。随着玉慧将她之前为突破大境界准备的东西全部拿了出来，她低着头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接下来该如何做？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张涛原本想用师娘的办法，可一时说不出口，所以最后干脆表示不知道。要不这样，玉慧晃了晃，这行吧。张涛早就对玉慧心驰神往，只是过去他的定力比普通人好很多，并没有对此抱着什么歪心思。可如今天赐良机，他能真的感受一次，这让他激动的狂咽口水。快，不要浪费了！张涛下意识急迫地催促道。玉慧也没有多想，按照张涛说的去办。末了，他皱着眉头，有些支支吾吾说道：接下来咋办？你现在速度突破大境界，一旦镜像降临，你直接服下便能灭掉镜像。玉慧虽然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100%突破成功，可真的要这么做时，他却心跳加速。不过事已至此，他别无选择，只能在床上盘坐起来，放开自身强行压制的修为，直接朝着大境界平颈而去。张涛见玉慧开始突破大境界，并未就此离去。他既然答应要帮玉慧，就要从头帮到尾，万一玉慧有什么突发情况，他也好再帮一次。眼见玉慧的气息越来越高，突然他的气息出现了混乱，不用说，肯定是镜像已经降临到他的体内。只见此时的玉慧紧皱着眉头，似乎并没有第一时间使用张涛的办法，他是想看看能不能靠他准备的其他手段进行对抗。结果可想而知，他的对抗之路让他脸色惨白，一时间岌岌可危。不得已，他只能按照张涛说的去做。很快，还不到10秒钟，一个和玉慧长得一模一样的黑色虚影从玉慧体内被强行逼了出来。发出一声不甘心的嘶吼声后，那黑色虚影便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了。而黑色虚影刚消失，玉慧的修为便蹭的往上涨，一举突破到了元阳初期，并且逐渐稳定了境界。一直关注他的张涛见对方稳定了境界，他心里知道玉慧有惊无险的成功突破了大境界。待玉慧缓缓睁开双眼，张涛急忙上前询问：境界突破了吗？你说了，用了你的办法，镜像能不被消灭吗？我现在已经是元阳初期了。玉慧娇羞地白了张涛一眼，心中多少有些别扭，感受了一下玉慧的修为，确定对方真的突破了。张涛这才真正的松了口气，抱拳朝着玉慧恭喜道：那恭喜你了，玉长老，你今后可是元阳境的修士了。听到张涛话中有一些调侃之意，玉慧没好气地戳了一下张涛肋骨，眼珠一转，反调砍起来：我和你怎么说也是有肌肤之亲了，你今后可要对我负责哦。啊！玉慧这话可是把张涛吓了一大跳，急忙摆手示意道：玉慧姐，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是你非要我帮你的，你现在这样我没法和师姐交代啊。在这个世界，3妻4妾虽然是再正常不过之事，可他身边的女人已经不少了，除了生米煮成熟饭的楚清怡，以及只见过数面却拿下他第一次的萧希月外，他心中还深深地住着和他情投意合的白洁。这3个女人就已经够让张涛头疼了，他可不想只因为一次帮忙又粘上一个。玉慧见张涛有些不情愿，他原本只是开玩笑的心思，不知咋的却有些不爽了。哼，你们这些臭男人总是事后不想负责，真是渣到了极点。玉慧没来由的生气，让张涛顿感头都大了。玉慧姐，我们相处时间太短了，这种问题等以后再说，行吗？张涛实在是不想和玉慧继续聊这个话题，毕竟感情这种事情怎么说得清楚。玉慧见张涛一脸窘迫的样子，突然她忍不住噗呲一声，无所谓的耸了耸肩：我和你开玩笑的，你还当真了？放心吧，我不会赖上你的。如果我想要的话，你早就是我的男人了。玉慧走上前，用手背调戏了一下张涛的脸蛋，似笑非笑的调侃着。不过她刚调侃完，脸色一下变得正经起来。今天之事只能你知我知，连轻易问起详细过程你也不准说出，听到了没？玉慧略微有些脸红的警告着张涛。张涛自然是急忙点头答应下来。好，没问题，一切都听玉慧姐的。对于张涛来说，只要这个女人现在不要赖上他就行，毕竟他和眼前的玉慧
并没有真感情在里面。谈完此事，玉慧重新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英俊帅气的男子，不知为什么，她发现这个男人比过去看起来更顺眼了。不过此事她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有些好奇地问向张涛：“你和青怡两人到底是怎么修炼的？”他这才过去几天就已经来到了元清圆满，而你更是凭着元法修炼到了元清中期。你们这样的修行速度，别说周围数国了，就是那些远古家族和宗门，也不一定能找出和你们一样妖孽之人。玉慧也算是个修行天才了，她目前只有25岁，却已经是元阳初期的修为。这样的修为，在她知道的同龄之人中几乎找不出来几个。哪怕是之前赢了她的林冰，那也是32、3岁的年纪，比她大了7、8岁。可眼前这个男人以及门外的楚清怡，修行却像开了挂一般，只是几天不见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玉慧对此自然是既好奇又羡慕不已，她也想像张涛和楚清怡那样飞速提升境界，所以她很想知道原因。张涛对此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他这一路修行大部分都是靠着师娘和师姐的帮忙，尤其是那股莫名的精纯修为，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来源，所以他满脸为难，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玉慧见张涛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心中突然生出了一个想法，这个男人绝对藏有天大的秘密，反正来日方长，等以后我和他的感情加深了，到时候还怕他不帮我。玉慧对自身的魅力还是很有自信的，不说别的，就他这对，哪个男人见了不是眼光放直？而且眼前的张涛刚刚还经历过一次，所以他有信心早晚会拿下这个男人的心。想到这，他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不再追问张涛修炼之事，而是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张涛的屋内，楚清怡有些兴奋地打量着玉慧。玉慧姐，恭喜你啊，你终于突破到了元阳境，这还不是你家男人的功劳。说着，玉慧下意识地瞟了张涛一眼，这让一旁的张涛略微有些尴尬和无语，急忙将话题扯到了别的。玉慧姐，你之前说你突破大境界后要去五国站址，要不我们同行吧？之前在八方城拍卖行，张涛得到了黑色全套的残片，那时候他就想去五国站址看看能不能找到剩下的残片。后来玉慧说他要去五国站址，他便想着结伴而行。毕竟五国站址内凶险异常，别看他现在已是元清中期的实力，可稍有不慎，他说不定就阴沟里翻了船。所以多一个同伴，对于他来说就多一份安全。玉慧正想和张涛加深彼此的关系，自然是点头答应下来。好啊，不过就是不知道青怡妹妹愿不愿意了。我当然愿意啦，我也想和玉慧姐一起结伴而行，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玩。楚青怡说到后面，在玉慧耳边悄悄说着，顿时让玉慧听得面红耳赤，没好气的捏了一下楚青怡可爱的俏脸。你这小丫头，怎么着，刚成为一个女人就玩得这么花，连我都算计上了。嘻嘻，有好东西肯定是要和好朋友分享了。一旁的张涛听到两人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一时没听懂什么意思，只能尴尬地抓了抓额头，看着两人在屋内疯闹在了一起。楚身的正院外，张涛见楚青怡回来，急忙上前询问：怎么样，师父答应你出远门了吗？楚青怡微微摇了摇头，我父亲没在屋里，也不知道去哪了，我给他留了张字条，等他回来后便能知晓我的去处。听到楚身没在，张涛微微皱起了眉头。之前宗门大比决赛时，他就没见到楚身出现，如今到现在楚身都没在宗内，也不知道他这个师父到底去哪了。不过楚身有着元阳后期的修为，想来不会有什么大碍，也没怎么多想。张涛和楚青怡一起朝着宗外而去，而两人刚出了宗门，就见到等候多时的玉慧。玉慧见他们俩到了，便唤出一辆地品中阶的飞车宝物，在飞车的正中央空槽处放上3颗价值上万元金的精品元晶，三人乘坐着飞车朝着最近的八方城而去。来到八方城，三人先在城里逛了一会儿，买了不少女人用的东西，什么衣服、包包、靴子、饰品，甚至还有各种美食。当然这些花销都是由张涛来支付，毕竟他之前靠着宗门大比的压注狂赚了8000万元金，赚了这么多元金，自然是包揽了三人一切的日常开销。三人玩了一个下午，便来到了八方城的传送阵，传送到离五国站址最近的五连城。五连城位于五国之间，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管理，而是一座独立的超级大城。因为不属于任何势力管辖，导致这里的治安尤其的混乱，加上来这里的修士基本都是想去五国站址淘金发财的，这也让五连城变得异常的热闹。三人刚传送过来，还没站稳，便围上来了10几波队伍相邀。毕竟玉慧元阳初期的实力，在这里也算得上是值得拉拢的对象了。就在三人一次次拒绝，准备先离开城池再说时，突然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油腻大叔伸手拦住了张涛三人。哟，好漂亮的两个小妞，
跟大爷一对吧，大爷保证晚上让你们玩到开心。那油腻大叔喝得有些醉醺醺的，不过实力倒是不弱，有着元阳初期的境界。他看张涛的队伍，除了一名元阳初期的强者外，其余都只是元清境，他自然不放在眼里。加上他不远处的4名队友也全都是元阳初期的实力，这让他更加有恃无恐。可惜他心中的有恃无恐，在张涛眼里却什么都不是。他见这个醉醺醺的油腻大叔敢出言调戏他的女人，直接唤出了他的黑色拳套，也懒得和此人废话，瞬间施展出双倍元气，猛地一拳朝着此人轰去。面对张涛的突然攻击，油腻大叔瞬间清醒过来，脸上露出不屑的一笑：小子，你找死！元清中期的实力也敢放肆，大爷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拳头。那油腻大叔的武器竟然也是拳套。他见张涛向他攻击，他也是唤出一个紫色拳套，朝着张涛轰来的拳头直接对了过去。就在他准备好好教训一番眼前小子时，嘣的一声之后，伴随着的却是他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我的手啊，我的手成了碎渣，痛死我了！油腻大叔还没说完，一个黑色拳头在他眼中不断放大，随后又是嘣的一声，他肥头大耳的脑袋直接被一拳头爆了白浆。三弟，三哥！油腻大叔身后不远处的4名队友见张涛当场将他们兄弟爆了头，全都愤怒地围了上来，恶狠狠地瞪着他们3人。而这一幕也瞬间让张涛周围围起了无数观众。我去，有好戏看了，双方要打起来了！嘿嘿，赶紧打起来，死的人越多越好。5连城的民风异常的彪悍，周围人全都嫌事不够大，嚷嚷着赶紧厮杀起来，他们好看热闹。而那4人围上来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发动攻击，反而对张涛有些忌惮。他们刚刚都在商量别的事，自然没看到张涛是用了什么手段击杀了他们兄弟。可在极短的时间能击杀和他们相同境界的兄弟，那说明这个才20岁左右的年轻绝对不是普通人。这让他们虽然气愤，但不敢轻举妄动。张涛3人对此自然不虚。玉慧已经是元阳初期的实力，而楚清怡在帮了玉慧完成任务后，也来到了元清圆满巅峰。至于张涛，能一拳击杀油腻大叔，就能轻松击杀另外4人。见这4人不肯善罢甘休，张涛手中拳头捏得啪啪作响，准备就地将这几人全部报废了。就在他准备动手之际，突然一个拍掌声打断了他的进攻。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没想到我们小小的5连城竟然来了这么多天才人物。突然出现之人长得倒是眉清目秀，英俊异常，尤其是手拿折扇的样子更加显得风度翩翩。此人刚现身，立马就引起了周围之人的惊呼：这不是5连城城主之子侯龙涛吗？就是此人，听说他只有27、28岁，可修为竟然已经到了元阳圆满巅峰，绝对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围观者中不少人第一时间认出了侯龙涛，毕竟侯龙涛的大名在5连城乃至周围5国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就在众人对侯龙涛的出现感到略微震惊时，此人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将所有人的震惊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位朋友，你刚刚施展的应该元法吧？20岁左右的元法修士，而且还靠元法修炼到了元清中期，看来你不会是无名之辈吧？侯龙涛虽然只是一句疑问，却让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锁定到了张涛身上。一时间，围观的众人爆发出阵阵不可思议之声。什么？这小子修炼的是天下第一功法元法？我说嘛，这小子怎么可能凭着元清中期，眨眼间就将元阳初期的强者爆了头？原来是修炼了元法！我的妈呀，元清中期的元法修士，而且才20岁左右，这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等修炼资质，恐怕上万年都不一定能出现一个。这些人刚刚还在夸侯龙涛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可转眼间他们就见到了万年都出不了一个的天才。一时间，侯龙涛的风头瞬间被张涛盖了过去。就在众人对张涛感到无比震惊时，张涛也是谨慎地望着缓缓走来的侯龙涛。这位兄台，看来你对我们很感兴趣啊。侯龙涛表现出来的热情断然不可能是好奇。哈哈，我确实有事需要找修炼元法的修士合作。侯龙涛倒是不遮遮掩掩，上来就直言不讳，这倒是让张涛对此人的初步印象还算满意。不过他现在没工夫和此人深聊，因为眼前还有4个忙着投胎的送死鬼。既然你对我感兴趣，那等我解决掉这4人然后再谈。张涛说完，眼神阴冷地望着想为油腻男子出头的4人。那4人见张涛阴冷的目光，顿时忍不住打了个冷战。他们之前并不知道张涛修炼的是元法，所以他们以为张涛用了什么卑鄙手段偷袭了他们兄弟。可如今知道了张涛修炼的是元法，他们4人哪敢对战，直接吓得急忙拱手道歉。这位小兄弟，刚刚是一场误会，我等有眼无珠，还求小兄弟原谅我等鲁莽。就是，还求小兄弟不要和我等无知之徒计较，
我们马上就走，不，马上就滚！四人刚说完，立马转身一挥溜的逃了，似乎跑慢一点就会身首异处似的。张涛并非滥杀无辜之人，这四人既然认错求饶，他自然不好赶尽杀绝，没有去追，而是任其逃走，解决掉了麻烦。一旁的侯龙涛一挥手，示意周围看热闹的人可以散了。很快，原本围上来的众人全都散开了。而这时，侯龙涛饶有兴趣地走上前，打量了张涛一番，很是客气地问道：“不知这位兄台如何称呼？能否借用你的一点时间？我有一个合作，想和你商量一二。”张涛此次来五国战旨，虽然是为了寻找黑色拳套的剩余零件，可他并没有明确的方向。见眼前的侯龙涛想找他合作，他多少还是有些好奇和兴趣。回头问了问楚清怡和玉慧的意思，见两人都没意见，他便自报了身份，同时介绍了一下楚清怡和玉慧。在张涛介绍两人时，侯龙涛看向楚清怡和玉慧，眼神中出现了一缕惊艳之色。毕竟不管是楚清怡还是玉慧，都是一等一的大美人，尤其是楚清怡，那更是倾国倾城级别的。不过他虽然惊艳，眼中却并没有浮现出淫秽的目光，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便再次将兴趣放到了张涛身上。待双方互相简单的认识一番后，张涛三人在侯龙涛的带领下进入了一栋装修豪华的酒楼之中。3楼贵宾包间内，侯龙涛非常热情地帮张涛倒上一杯茶水，伸手一请，简单介绍起来。这是地品中阶的凤舌茶，茶中有着极其微弱的凤阳之气，长期服用能在体内产生一丝凤阳之力，是绝对的上等好茶。张涛没想到杯中黄黄的茶水竟然是凤舌茶，这凤舌茶中的凤阳之力和他炼化的离阳之力都是纯阳下的分支。拿起茶杯，张涛一饮而尽，顿时胃里的凤舌茶和体内的离阳之气有了一些同宗共鸣。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张涛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确实是好茶。茶也品了，客套话也说了。侯龙涛一展折扇，冲着张涛好奇的问道：“不知这位张涛兄弟，你们来我们五连城是路过，还是想去五国战旨？”“我们来此自然是为了去五国战旨，敢问龙兄此问何意？”虽然眼前的侯龙涛在打听他们的去向，可他也没有什么好隐瞒，只是想知道此人为何如此问他们。如果你们要去五国战旨，在下倒是有个不情之请，希望张涛兄弟能帮助一二。哦，说来听听。张涛好奇地望着眼前之人，想听听对方到底想让他帮什么忙。侯龙涛见张涛有了兴趣，微微一笑，不急于说出事情，反而是问向张涛：“不知张涛兄弟知不知道这里为何取名叫五国战旨？”“知道一些，听说是7000年前周围5个国家在此开启了旷世之战，最后留下的战争遗址变成了现在的五国战旨。”张涛小时候倒是听父亲简单谈起过关于五国战旨的来历。张涛兄弟说的没错，不过五国交战并非是五国混战，而是为了对付一人。什么？五国对付一人？何人有如此大的能耐，能让五国联手对抗？侯龙涛刚刚那句话算是让张涛震惊了一二，他没想到五国战旨背后藏着这样的秘密，那人名叫九黎聂军，曾是周围五国共同的主人。什么？九黎聂军？是他？九黎聂军的大名对现在的张涛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炼化的1/4离阳就是从九黎聂军的洞府中得到的。可他没想到的是，五国战旨竟然是5个国家对抗九黎聂军的地方。对，就是他。他当年意气风发，靠着元法修炼到了元孽圆满巅峰，更是炼化了完整的离阳。他凭着这等手段活了3000年，也独霸了周围数国3000年。中途有不少元王境的强者想夺下他的霸权，可最后都惨死在他的手中，就连当时一名元王圆满巅峰的超级强者都被九黎聂军击杀。侯龙涛说起此人往事时，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崇拜。要知道，能突破到元王境的强者，哪个不是一国之王？而元王圆满巅峰，那更是王中之王。可就是这样强大的实力，还是被当年的九黎聂军击杀。可见九黎聂军的实力已经强到无与伦比的地步。张涛听到这，倒是微微点了点头。元法有多强，他自然知道。他就是凭着元法，已经无数次跨境击败过各种强敌。元法确实很强。那后来了，五国对抗九黎聂军，结局如何？听到张涛如此问，侯龙涛眼中出现了一些暗淡之色。五国派出所有高手，连带邀请了外部势力一起来对抗九黎聂军以及他的势力，而九黎聂军双拳难敌4手，最终还是陨落了。听到九黎聂军是如此陨落的，张涛心中微微一叹。也是，一方势力再怎么强大，也架不住群起而攻之。不，九黎聂军之所以战败，是因为他太仁慈了。他为了让更多的人对抗镜像，自己强行将他炼化的离阳分出了1/4，用于了别处。不然凭着那些鼠辈，岂是全盛时期
九黎孽君的对手。侯龙涛解释到这，张涛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九黎古镜中会有1/4的黎阳了。原来是九黎孽君特意分离出来，为了后辈着想的。这倒是让张涛对九黎孽君多少有些敬佩。不过张涛见侯龙涛越说越激动，倒是有些好奇起来。侯兄，九黎孽君已经过世多年，你也不用如此激动吧？还有，你来找我合作之事，莫非和九黎孽君有关？侯龙涛稳了稳心中不忿的情绪，再次平静地解释起来。实不相瞒，九黎孽君正是我的先祖，我找你相帮之事，正是为了那3/4的黎阳。什么？九黎孽君是你的先祖？另外，你找我相帮之事，是为了另外3/4的黎阳？张涛被侯龙涛一句话震惊得目瞪口呆，只是在惊讶之中还带着莫名的兴奋。他没想到侯龙涛竟然是九黎孽君的后辈，他更没想到此人来找他竟然是为了剩余3/4的黎阳。要知道，他现在已经炼化了1/4的黎阳，虽然这1/4的黎阳让他实力大涨，在元灵境突破元清境时轻松解决掉了镜像，可残缺的毕竟是残缺的，他可以凭着残缺的黎阳轻松解决掉元灵境的镜像，却没有信心解决掉元清境的镜像。他之前就一直想找寻剩下的3/4黎阳，如今得来全不费功夫。眼前这个侯龙涛竟然知道剩余3/4黎阳的位置，如此的话，他要是能将其炼化，那他的实力绝对会再次暴涨。不仅如此，元清境降临的镜像他也能轻松解决掉。回头看了一眼一旁的楚清怡，他也是忍不住为张涛激动，包括玉慧也是眼神中透露出兴奋之色。侯龙涛并不知道张涛的想法，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是的，我找你合作之事，就是为了让你助我得到另外3/4的黎阳。侯龙涛会对黎阳感兴趣，张涛不意外，他意外的是为什么要他来帮忙。我虽然修炼的是元法，可实力不过是元清中期而已，你元阳圆满巅峰的实力，还需要我来帮忙？对于张涛这个问题，侯龙涛微微叹息一声。那3/4黎阳之所以一直不现世，是因为先祖陨落前将其安置到了一处阵法之中，那阵法需要修炼元法的修士才能破除。我这些年倒是聚集了不少修炼元法的道友，不过他们的境界全都是元灵境。原本我想带着他们赌一赌的，不过既然提前遇到了张涛兄弟，那破除阵法的重担就交给你了。侯龙涛对此倒是没有藏着掖着，毕竟他来找张涛合作，如果不将目的说清楚，很容易让张涛产生猜疑。而他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将元法修炼到元清境的修士，他自然不想就此错过。侯龙涛如此坦诚相告，倒是让张涛有些为难了，因为他对那3/4黎阳也是势在必得。可他如果答应与此人的合作，那到时候必定要临时反水，背后阴人，这和他正直的性格完全冲突。可如果不答应合作，对方肯定不可能告诉他剩下3/4黎阳的位置。思来想去，张涛决定先把话说清楚，如果对方不愿意，那他再想办法得到信息也不迟。承蒙侯兄看得起，不过明人不说暗话，我也一直在寻找九黎孽君留下的黎阳，所以那3/4的黎阳我也想要，这合作之事恐怕不好达成啊。张涛不想干背后阴人的勾当，所以他也没有藏着掖着，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听到张涛也对黎阳感兴趣，侯龙涛不但没有生气和意外，反而是欣赏的点了点头。不错，是个正直之人，我刚刚还担心与你的合作，不过你敢将你心中的欲望说出来，可见你内心是个光明磊落之人。那3/4的黎阳，天下没人不想得到，你有这个想法再正常不过了，加上你修炼的是元法，自然希望能炼化一种纯元。侯龙涛肯定张涛的同时，也十分理解张涛的想法。不过那3/4的黎阳毕竟是我先祖留下，你想要没问题，不过得我尝试炼化失败后你才能再尝试。如果你能接受，那我们就此达成合作，如果不行，那这次合作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侯龙涛并未强行反对，而是选了个对他有利的折中办法。这个办法对于侯龙涛来说绝对是有利的，而对于张涛来说那可就被动了。毕竟侯龙涛敢这么决定，肯定早就做好了炼化的大量准备，就算不能说100%炼化成功，那起码也是80%-90%。他要是答应，等于是将这等机会交给了别人。可如果不答应，张涛肯定找不到剩下黎阳的所在。而且眼前的侯龙涛修为高了他6层小境界，加上这里又是别人的地盘，其中肯定有着元孽境的存在，所以他想用强也是不行的。所以想了一下后，他最终还是摇了摇头。看来我们没法达成合作了，因为你早就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让你先炼化，基本不会有我什么事了。所以你的办法看似折中，实则对我大大的不利。张涛既然表明了他也想要黎阳，那么关于利益上他就摊开来说了。侯龙涛对张涛的说法
倒是认同的点了点头。张涛兄弟说的倒也在理，那你想怎么办？很简单，到时候我和你公平争夺黎阳，谁先得到就是谁的。张涛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他技不如人，那别人得到也是命中注定，他无话可说。可如果他连争夺的机会都没有，那他心中自然不甘。侯龙涛摸了摸下巴，深思了一下，最后缓缓地点了点头。你这人豪爽正直，很对我胃口，我可以答应你的这个办法，不过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张涛有些好奇地望着侯龙涛。如果你最终得到了黎阳，那你必须用黎阳帮我父亲。帮你父亲？张涛眼中充满了疑惑，怎么又扯到了侯龙涛的父亲？是的，我父亲在2年前尝试突破到元王境，可惜最后被镜像控制了。我为了保住父亲，不得已动用了一块圣品低阶的玄冰之精，将我父亲冻住，暂时保住了他的一条性命。只是玄冰之精虽然能将我父亲和镜像冻住，可时效却只有3年。而我着急炼化黎阳，其实就是想助我父亲一臂之力，将我父亲体内的镜像灭掉。侯龙涛说到这，张涛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看向此人的眼神也和善了很多。因为此人和他很像，他如此努力修炼，也是为了自己的父母，所以他对眼前的侯龙涛竟然生出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看来你是个大孝子，好吧，我们就在这立下一个君子之约，如果我最终得到了3/4的黎阳，我一定全力以赴，帮你父亲渡过难关。张涛语气坚定地保证道。像这种君子之约，寻常人根本不会相信，因为言而有信之人这世间太少了。可侯龙涛却觉得张涛会信守承诺，伸出手和张涛用力地握了握。好，那我也在此立下一个君子之约，黎阳的争夺我会和你公平竞争，绝不借助他人或者背后阴人。侯龙涛的保证，张涛自然相信，毕竟一个有大孝心的人，人品都不会差，许下的承诺一定会坚守到底。两人相握后，同时哈哈大笑起来。随后侯龙涛招呼酒楼上了一些当地的美食，便和张涛约定2天后一同前往黎阳所在之地。酒楼的一间客房内，楚清怡有些担心地望着眼前的张涛。师弟，你干嘛要告诉对方你的意图？这样你多被动啊。张涛伸手轻轻刮了一下楚清怡的可爱鼻头，脸上虽然微笑着，可语气却充满了浩然正气。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当含光明磊落之事，是我的就一定是我的，不是我的，哪怕我用卑鄙的手段得到，也迟早会失去。张涛一席话让楚清怡瞬间眼中放光，满脸崇拜地望着眼前男人。师弟，能做你的女人，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就在楚清怡大秀恩爱之际，一旁的玉慧有些听不下去了。嗨嗨，我还在了，你们俩要卿卿我我，能不能看看场合？嘻嘻，要不你也做张涛的女人，我们一起卿卿我我。楚清怡凑到玉慧面前，嬉笑地打趣着。这句开玩笑的话让玉慧顿时心中咚咚直跳。刚刚张涛那一番浩然正气也让他刮目相看，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还能保持一颗大丈夫之心，真的是凤毛麟角。加上他之前突破大境界时已经和张涛有过亲密的肌肤接触，要说他对这样优秀的男人不心动，那才有怪。再次轻咳一声，他有些娇羞的急忙扯开话题。好了，说正事要紧，那侯龙涛毕竟是元阳圆满巅峰的修为，你就算修炼了元法，就算拥有了残缺的黎阳，可你们境界相差太大，你要想最终抢下黎阳，恐怕难度不是一般的大。玉慧的担心其实也是张涛现在担心的，他现在急需提升实力，不说到元清圆满，能到元清后期，那他也能多出很多胜算。一旁的楚清怡听到玉慧所说，也是有些焦急的朝着脑中的系统问道。系统，有没有任务可接？我想现在做任务，还有我想将我做任务得到的所有修为都给我的师弟。此时的楚清怡已经从最开始为自己做任务，到现在为了张涛而做任务。好的，现在为您搜索任务。对不起，您搜索到的任务级别太高，您无法自动接取，需要您确定后才能接取。级别太高？什么级别的任务？您搜索到的任务是天品任务，您是否要接取？楚清怡之前所做的任务基本都是0品的，地品的也只是接到1-2回，可如今竟然搜索到的却是天品任务，这么高品级的任务完成起来绝对不容易。可他为了张涛，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好，我接取任务。好的，现在为您发布任务。恭喜您，您幸运地触发了天品任务，请帮助您的主人得到另外3/4的黎阳，完成任务，您可以得到双份超量修为以及圣品低阶双剑1把。不是吧，系统，我就是想做任务，让张涛的境界提升，好争夺黎阳，你却给我这种任务，不行，我要换一个别的任务。对不起，您目前的女仆级别还差1%才能到达顺手的女仆，您还无法刷新任务。楚清怡听到他的任务不能更换，心中不爽到了极点。
可他也拿这个女仆系统一点办法都没有，内心有些自责地望着眼前这个他已经深深爱上的男人。师弟，我真的很想帮你，可我……楚清怡想着想着，自责地轻轻哭了出来。一旁的张涛见楚清怡莫名的哭了，急忙上来轻轻搂着对方。师姐，你怎么了？我不能帮你夺得剩下的黎阳，我觉得我好没用啊。楚清怡这句话虽然是在自责，可到了张涛耳中却感动得稀里哗啦。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张涛一把将楚清怡用力地搂入怀抱，轻轻抚摸着对方的秀发。没事的，师姐，争夺黎阳不一定非要靠硬实力，要知道我体内可是有1/4黎阳哦。有了这1/4黎阳的相助，那剩下的3/4黎阳说不定会偏向我了。一旁的玉慧见张涛说的有理，也跟着宽慰起张涛怀中的楚清怡。清怡妹妹，张涛弟弟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他体内已经有1/4黎阳了，起码在先手上他肯定是占了大便宜的，到时候抓住时机，他不是没有可能抢先一步炼化剩下3/4的黎阳。玉慧的安慰让楚清怡心情好受了一些，缓缓坐了起来，微微点了点头。随后他擦干泪痕，和张涛两人聊了一些到时候应该注意的事项。2小时后，玉慧见天色已晚，站起身打趣的告辞道：我就先退下了，不打扰你们小两口，晚上办事了。玉慧说完还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这一笑让张涛和楚清怡都瞬间脸红起来。随着玉慧离开，楚清怡直接凑到张涛身边：今晚你是我的，师姐就3次好不好？那得看你的表现了。2天后的早上，当玉慧来找张涛两人时，一进屋就被楚清怡身上的气息震惊了。你这么快就到元阳境了？要知道1个星期前楚清怡才元灵圆满，如今这么快就和他境界齐平了，这样的修行速度让玉慧既震惊又羡慕到了极点。西西，昨晚我在张涛的帮助下突破了。哦，玉慧秒懂得点了点头，随后意味深长地扬了扬眉头，那眼神似乎是在问战局怎么样。楚清怡哪里听不懂玉慧的意思，没好气地轻拍了一下玉慧的手臂。你难道不知道吗？两人互相打趣着，最后两人都心有灵犀地摇了摇头。就在两人都脸上生出嫌弃之色时，张涛却好奇地走了过来。知道什么？呸呸呸，我们不知道。两人同时一起脸红，异口同声地交斥道。这可把张涛听糊涂了。正当他还想细问时，屋外传来了侯龙涛的声音：张涛兄弟，起床了吗？今天该出发了。起来了，请稍等，我们梳洗一番，马上就出来。五连城大门口，张涛见到了侯龙涛的随行之人，对方带的人不少，有11人，不过修为竟然全部都是元灵境的，而且年纪都不小，甚至有一人还一头白发。见到这些人，张涛若有所思地问道：侯兄，这些人莫非都是修炼元法之人？是的，这次为了以防万一，我将我能邀请到的元法修行者全带上了，你过来和他们认识一下吧。侯龙涛为张涛互相引荐了一番。这些人当听到张涛修炼的也是元法，而且还这么年轻就突破到元清中期时，所有人全都震惊到合不拢下巴。他们作为修炼元法之人，自然比任何人都清楚元法有多难修炼，而他们能成为元灵境的元法修士，自认为自身的资质已经算是高的出奇了。可今天见到眼前小子时，他们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绝世天才，出于内心的敬佩。这10几人全都非常客气地朝着张涛抱了抱拳，互相之间也都交流了1、2。侯龙涛见大家彼此都认识了，也没有墨迹，换出2辆飞车，他们10几人坐一辆车，张涛3人坐一辆车，一同朝着5国战址深处而去。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刚走不久，城门口处便出现了一群人。领头之人长着一对倒8字眉毛，眉毛下生有一对绿豆眼，他表情阴冷地望着张涛他们离去的方向，朝着身后10几人说道：此事要办得干净利落，完事后回去重重有赏。张涛的飞车里，张涛一想到即将有机会炼化剩余的3/4黎阳，心中就激动不已。而一旁的楚清怡却有些认可地冲着他说道：师弟，那侯龙涛也真是个君子，竟然没有带一个强力的帮手，所带之人都是用于破阵所用。是啊，此人如果不是和我有一样的目的，我真想和此人深交一番。那侯龙涛如此坦阔的心胸，以及如此有气度的格局，张涛对此人由心的敬佩。他已经决定，不管黎阳最终能不能争到手，他一定要和这个侯龙涛交个朋友。随着他们深入5国战址，侯龙涛带领的路线开始7拐8弯，不断绕行，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张涛他们也只能跟在其后，不断的拐来拐去。不过半路上那些战争留下来的遗骸，还是让张涛大开眼界。没想到当年的大战是如此的激烈，竟然将这里破坏成了这样。
一旁的玉慧来此之前对五国战址了解了不少，自然当起了解收员。张涛弟弟，你看那些半透明的地方，看似很安全，却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那些都是战争留下来的阵法、陷阱，甚至是夺命机关。当然，这些阵法内也是充满了各种机遇，因为阵法内阵亡的修士会留下大量的遗产。那侯龙涛显然早就规划好了一条安全之路，这才没有触发到任何危险。五国战址之所以危险，除了这里的人为了利益互相厮杀外，更重要的是，当年那场大战留下了无数的杀阵，很多来此淘金之人都是死在这些杀阵之中。所以这次要是没有侯龙涛带路，就算张涛他们知道剩余黎阳的位置，恐怕一路上也是凶险重重，甚至可能还没走到地方就被某一处隐藏的杀阵困住，阴沟里翻了船。很快，在侯龙涛的带领下，张涛他们避过一处又一处的危险，花了3天多的时间，不间断赶路，终于在一处战争废墟中停了下来。下车后，侯龙涛指着一处破碎的遗址说道：“到地方了，那3/4黎阳就在此处之下。”见来到了目的地，张涛内心一下变得更加激动了。行，那我们先去下面破掉法阵吧。等法阵破掉后，我们俩公平竞争，不管谁最终获得，我都想和侯兄交个朋友。侯龙涛坦荡的心胸让张涛尤为敬佩，他觉得这样的人值得深交，所以他不想到时候因为黎阳的争夺让两人再也没有结交的机会，这才抢先开口说出了心中想法。侯龙涛对张涛的人品也是十分满意，所以当张涛提出要和他交朋友时，他也是微微点了点头。我也想和张涛兄弟交个朋友，既然你提了出来，那我们就此结交成友，以后你只要有事需要我侯龙涛出面，我一定在所不辞。侯龙涛表现出来的豪爽让张涛忍不住痛快的哈哈大笑。好，我张涛也是此话，以后你侯龙涛要是有事，我张涛一定义不容辞。两人互相抱着双臂，就像是多年的老友相见一般，互相都由衷的开心。身后的楚清怡两人见原本应该是竞争关系的张涛两人，此刻却成了朋友，也是苦笑的摇了摇头。这些男人就喜欢整一些结拜、交友什么的，就是明明上一秒还是竞争关系，现在倒好变成友谊赛了。楚清怡两人虽然调侃几句，但见张涛能交到挚友，也是为张涛感到高兴。张涛和侯龙涛互相高兴一会儿后，张涛望了望四周，侯兄，那我们行动吧。好，跟我来。等等，侯龙涛刚想带领张涛前往黎阳所在的阵法，却突然大叫一声，止住了所有人的行动。这倒是让张涛有些疑惑不已。怎么了？侯兄，有追兵，而且实力不低，大家速速警戒。侯龙涛一副严阵以待的模样，让张涛也跟着谨慎起来。很快，身后出现了一辆飞车，一直驾驶到他们所在的位置，这才停了下来。这辆飞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踪的他们，如果不是侯龙涛发觉，他们或许都不知道身后被人跟踪了。张涛见被跟踪了，第一时间生出了一些对侯龙涛的怀疑，这些跟踪之人会不会是此人派来的？可他刚产生这种怀疑，心中便摇头否定了。他相信这个好友的人品绝对不会做出这等卑鄙之事。那如果不是侯龙涛安排的，那么这些人肯定是冲着他们尾随而来的，只是不知道这些人是为了侯龙涛还是为了他。随着飞车上的人缓缓走了下来，原本心平气和的张涛突然他怒气冲天地冲着其中一人恶狠狠地咆哮道：“是你！”张涛的这一声发自灵魂的咆哮让楚清怡等人第一时间疑惑地望着张涛，还不等他们询问，张涛已然是浑身颤抖地握着拳头，牙齿更是咬得啪啪作响。韩大元，你个王八蛋，我父母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助纣为虐，伙同我大伯陷害我父母？张涛用嘶吼般的声音指着前方长着道八字眉的中年男子，愤怒地质问道。而这个叫韩大元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张家过去的二管家亨。识物者为俊杰，你父母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服了大皇子的邀请，这种不识时务之人注定了以悲剧收场。不过你倒是让我感到意外，你大伯为了巩固地位以及张家底部势力的支持，当时并没有出手杀了你，没想到这才几年你就成长起来了。不过养虎必为患，你这就跟我回去吧，别逼我扯断你的手脚。韩大元有些震惊地看着前方张涛，他从王爷口中得知张涛实力突飞猛进后，为了夜长梦多，他决定替他的主人，也就是张涛的大伯，解决掉张涛这个后患。只是他之前到九天宗时，发现张涛已经走了。多方打探之下，得知张涛去了五连城，他们这才辗转来到了五连城。来了后，他们又多方搜找，终于找到了张涛的足迹。原本他们是想在城中动手，可五连城可不是随便撒野的地方，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只能等张涛他们出城。而张涛他们出城后，就直接上了飞车，一赶就是3天。
他们不得已只能尾随了3天。如今终于追上了目标，韩大元可不会让张涛逃了。只见他瞬间爆发出元孽初期的实力，五指化爪，直接朝张涛抓去。小子，束手就擒吧，小心！一旁的侯龙涛见韩大元出手，他知道以张涛的实力恐怕会不敌，他作为好友，自然是第一时间冲了上去，帮张涛拦住了这名大敌。侯龙涛虽然比韩大元低了一层境界，可他作为五连城城主之子，在综合实力上自然不输韩大元。韩大元见有人拦住他，对着手下10几人厉声命令道：不管死活，给我拿下那人，回去后家主必定重重有赏。那10几人原本就是为了抓张涛而来，对于韩大元的命令自然是依令行事。随着10几人围了上来，张涛等人也是眉头一皱，因为这10几人当中，元阳初期有5人，元阳中期有4人，元阳后期有3人，而最关键的是元阳圆满还有2人。如此包围之下，张涛就算修炼的是元法，也不可能越阶和这么多人对抗。他见这些人围上来，第一时间朝着楚清怡和玉慧吩咐道：这些人是冲着我而来，你们从右面逃走，我从左面逃走，侯兄，他们俩的安全就交给你了。张涛说完，也不管楚清怡他们愿不愿意，他直接用尽全力朝着左面而逃。那14人见张涛逃走，自然是不会去管楚清怡等人，而是直接朝着张涛追去。张涛见这么多人追他，他知道以双方的境界差距，他很快就会被追上，所以他开启真元4变中的人变，猛地跃上3米高空，一拳朝下轰去。去你妈的，想追杀我都给我去死！一瞬间，一圈浓烈的离阳之力朝着四周散去。那14人原本因为境界高于张涛，根本没将张涛放在眼里，所以对张涛根本没设防。而当他们看到张涛施展出带有如此强大离阳之力的元技后，全都惊骇之下，急忙进行简单的防守。可惜他们不知道张涛修炼的是元法，元法最强大之处便是能驱散掉他人的元气，其中就包括防御元气。这14人以为他们可以轻易放下，可当那一圈离阳之力撞击到他们的防御时，他们才知道前方这小子施展出的元技到底有多恐怖。噗噗噗噗，连续14声吐血之声从追向张涛那14人口中喷出。他们因为轻敌和不了解张涛的真正实力，全都受了轻重不同的内伤，尤其是那5名元阳初期的追兵，更是直接重伤倒地，一蹶不振。这一人 vs 14人的场景，让远处的韩大元以及侯龙涛全都发出了不同的震惊。什么？这小子竟然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不行，这贼子必须得死！这就是张涛兄弟的实力吗？他刚刚竟然施展出了离阳之力，而且还这么纯正，莫非那1/4的离阳已经被他炼化了吗？两人都发出了各自的震撼，而他们震惊之人此时趁着那14人受伤之际，急忙朝着远处逃去。那14人被张涛一个元清中期的小子伤成这样，心中顿感奇耻大辱。除了那5名重伤倒地的元清初期追兵外，剩余的9人全都拼了命地朝着张涛追去。他们是要将这小子斩杀，否则他们将成为所有人的笑柄。而就在他们猛追张涛时，侯龙涛也在全力缠住韩大元。不过他们俩并没有生死之仇，互相之间也都没有拿出全部实力。至于楚清怡和玉慧，他们此时想追上去帮张涛，可他们知道连张涛都搞定不了的事情，他们去了只会添乱，不如先离开这里，然后再想办法。所以他们俩全都不忍地眺望了一眼张涛远去的背影，朝着相反的方向逃去。小子，不要跑了，我们不会对你咋样，你快停下！小子，快站住，我们并不想杀你，你停下，我们有话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追向张涛的9名追兵见9追不上张涛，急忙喊话前方的张涛。张涛根本不吃他们这一套，眼见这9人马上又要追上了，他再次跃上3米高空，一拳轰向地面，又一圈浓烈的离阳之力朝着身后9人而去。这9人之前吃过张涛的大亏，这次哪还敢轻敌，急忙停下来，各自施展出自身的防御元技。啪啪啪啪，连续9声，这9人合力拦下了张涛的元技。不过拦下后，他们这才发现了张涛元技的特别之处。刚刚那招元技的元气好像是元法。对，就是元法。我说我的元气怎么会被驱散开，原来此人施展的是元法。马德，这小子到底是怎么修炼的？元清中期的元法修士，这等资质要是成长起来，我们必死无疑。他们震惊的同时，也坚定了必须杀死张涛的想法。毕竟此人表现出来的实力和潜力实在是太吓人了，如果现在不将其扼杀在摇篮，用不了多久，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的主子都不是其对手。想到这，他们再次奋力朝着张涛追去。很快，双方就这样来来回回
追逐了接近3个小时。而此时的张涛，因为每次都要开启真元4变中的人变，以4倍消耗来施展那招元技，他体内的元气，即便是不断服用恢复元气的丹药，也已经差不多见底了。而反观身后9人，这9人此时也是泪喘吁吁，不比张涛好到哪去。张涛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心中便有了想殊死一搏的打算。而就在这时，他手上的黑色拳套竟然发出了一阵极度渴望的信号，似乎前方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手上的黑色拳套。这种感应，张涛之前在八方城的拍卖会可是亲身感受过，这说明这附近有黑色拳套的残件，这让张涛心中兴奋不已。只是他现在正被追杀，要不要去一探究竟？张涛微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富贵险中求。他一转方向，朝着吸引黑色拳套的方向而去。身后9人也没有多想，急忙跟着转换方向，朝着张涛追去。随着张涛手中的黑色拳套感应越来越强烈，突然原本全力奔跑的张涛竟然停下了。只见他前方有着一层半透明且无比巨大的结界，这竟然是一处被激活了的阵法之地，而黑色拳套所感应之物就在法阵之中。这一时让张涛进退两难。要知道，在5国战旨遗留下来的阵法以杀阵居多，再不济也是困敌之阵，如果他就这么闯进去了，多半凶险异常。可如果不进去，他可能将错失黑色拳套复原的机会，加上身后那9人即将追上他了，他当下必须立马做出决定。张涛望着前方这个半透明的结界，他一咬牙，决定赌上一次，一用力直接钻进了阵法之中。而刚进入阵法，他的身影便从阵法外消失不见了。追来的9人见张涛进入了阵法之中，全都停了下来，不敢进入其中。毕竟5国战旨遗留下来的阵法那是凶险异常，这几千年来死在阵法之中的修士不计其数，他们可不敢冒这个险，只能在外面等着，静待他们的头头韩大元赶来再做决定。张涛钻进阵法后，便做好了立马面对危险的准备。可奇怪的是，阵法内并没有杀招袭来，如此的话，此阵应该是一个困敌之阵了。这让张涛直呼侥幸，同时又担心这该怎么出去是好。在阵中到处走了走，他发现地上有无数被困在此地最后惨死的修士，如此看来，这个阵法不好破除啊。张涛无语地摇了摇头，只能想着先将吸引黑色拳套的东西找到，然后再做打算。跟着吸引而去，张涛找了5分钟，终于在阵法中心一具躺着的新仙女尸旁感受到了最强感应，这让张涛瞬间兴奋不已，急忙徒手朝着地底挖去。刚挖了10几厘米，2个2指宽的凹形圆环突然腾空而起，和张涛手中的黑色拳套互相呼应。随后凹形圆环猛地飞向张涛手中的黑色拳套，只听当的一声，张涛手中的黑色拳套终于凑齐了剩余零件，而原本有着地品高阶气息的黑色拳套气息瞬间猛然提升，天品低阶、天品中阶、天品高阶一直提升到了圣品低阶，这才稳定了下来。卧槽，这对手套竟然是圣品低阶之物，这简直是发大财了。要知道整个天都国也没有几件圣品宝物，可他一个元清中期实力的修士竟然手戴一对圣品低阶的拳套，这也太奢华太豪横了。其实张涛也没想到这对黑色拳套复原后会达到圣品低阶的品质，他从第一次得到这对黑色拳套时还不过是玄品高阶而已，那时候这对黑色拳套差了2个零件，如今2个零件终于凑齐了，这黑色手套也终于恢复了原本品阶。满心欢喜的重新打量了一下手中的黑色拳套，张涛突然发出一个轻一声，这拳套中间的凹槽明显就是用来放置某种东西的，莫非这手套还差零件？对此张涛摇了摇头，他能确定这对手套已经修复完成，可那凹槽如此设计又到底是为何呢？张涛一时也想不通。不过能得到一对圣品低阶的宝物，他的外部实力绝对提升了几个档次，他相信他现在就算出去和那9人对战，凭着这个拳套他也绝对不会落入下风。只是他暂时不可能出去，拿出几颗恢复元气的丹药，张涛将其服下，想着先将元气补满再说。就在他准备打坐恢复时，突然前方的新仙女尸竟然微微动了一下。都说人吓人，吓死人，张涛原本以为已经死掉的新仙女尸竟然微微动了一下，这可把张涛吓得跳了起来。不过那女尸只是微微动了一下，便不再有所动作，这让张涛有些怀疑，刚刚他是不是看错了？平静了一下心情，他打起12分精神，缓缓走了过去。只看了一眼，他瞬间愣在了原地。眼前这个疑似女尸的女人简直美到了极致，柳眉凤黛，肤白如雪，高挑的鼻梁，配着精致无缺的脸颊和白洁
楚清怡以及萧希月相比，都绝不落于下风。只是这女人给他的感觉和另外3人都有所不同。她不同于白洁的高冷，楚清怡的可爱，萧希月的御洁，她给张涛的感觉是一种柔和到极致的美。张涛只是看了一眼，就感觉浑身都柔到了酥软。他没想到这世间还能有如此长相柔和的女子。上前一步摸了摸她脖子，张涛眼睛猛地一睁，这女子竟然没有死，只是处于昏迷状态而已。这倒是让张涛微微松了口气，怪不得此人刚刚动了一下，我还以为诈尸了。张涛并不知道眼前这绝美的陌生女人为什么会昏迷在此，出于好心，他拿出了几颗疗伤药给这个女人服下，随后他在一旁原地打坐炼化起之前服下的恢复元气的丹药。就在张涛恢复元气之时，阵法结界外，摆脱掉侯龙涛追赶至此的韩大元指着那9人破口大骂：你们真是一群废物，连一个元清中期的小子都击杀不了，我们丞相府养你们这些废物有何用？那9人此时也是一脸尴尬的低着头。那张涛修炼了元法，而且还拥有离阳之力，如果张涛不逃和他们硬碰硬，那他们倒是能轻松擒下此人。可这个张涛不但一直逃跑，而且在他们快要追上时还不断放出威力强大的元气，他们一时拿下不此人也是没有办法。不过韩大元作为现在丞相府的大总管，加上对方的境界又比他们高，所以被对方骂得狗血淋头，他们也不好反驳什么。韩大元不爽地骂了10来分钟，这才看着前方的阵法结界，有些无语地叹气一声：马德，这阵法看起来颇有造诣，我刚刚攻击了好几次，居然没有一点裂痕，看来这阵法绝不简单，如果我冲进去，恐怕很难保证自身安全。只是那小子在里面死了还好，如果没死，那可就麻烦了。韩大元说着心中的担忧，而一旁之人则是上前一步拱了拱手：韩总管，这阵法结界一看就非比寻常，即使那小子能在里面苟活住，可他要想出来也是天方夜谭。我觉得这小子必定会死在里面。韩大元自然希望结局如此，他看了看眼前9人，指着其中一名元阳中期长得尖嘴猴腮之人命令道：你留在这，如果有情况就立即回丞相府向我报告。韩大元不可能进入阵法之中冒险，也不可能在这一直等着张涛出来，毕竟要是张涛死在里面，他岂不是要在这等一辈子？所以他让其中一人留下来观察，他自然是先回丞相府。被命令之人心中虽然不愿，可最后也只能点头答应下来。阵法内，张涛花了2个小时炼化了10几颗恢复丹药后，终于将自身的元气恢复到了鼎盛时期。起身活动了一下，看了看一旁还在昏迷不醒的女子，他并不着急出去，毕竟那韩大元可是元孽初期的实力，以他现在元清中期的实力，就算动用了真元4变、元法以及残缺的离阳，也不可能打得过此人，毕竟2人可是相差了7层小境界，其中还隔着2层大境界。所以他恢复元气后，在阵法内开始搜找起来，他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宝物。可惜全部寻找一遍后，他毫无收获。无奈之下，他只能将他在5连城购买的上千万丹药全部拿了出来，开始一瓶瓶的打坐服用。很快1天多又过去了，此时的张涛双手一抬，做出收工状，那上千万的丹药全部服下，他的修为竟然连元清中期巅峰都没达到，这可把张涛郁闷的摇了摇头。哎，这个元法修炼起来真是个无底洞。修炼丹药用完了，张涛一时之间也没事可做，望着周围无数惨死的尸体，张涛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走了上去，将这些人遗留下来的储物袋全部拾取起来，一个接一个查看之下，倒是发现了不少丹药。将全部丹药收集起来，张涛居然再次得到了700-800万的丹药。看着手中死人留下的丹药，张涛虽然有些介意，可最后还是克服了别扭的内心，开始炼化起这些遗产。随着又1天多过去，这些遗产也全被张涛炼化光了。此时他的境界终于来到了元清中期巅峰，感受到自身实力比之前增强了差不多1/5，张涛心情自然是不错。看了看阵法结界，如今他进来已经快3天了，那韩大元如果要进来，恐怕早就进来了。此时还没进来，要么在外面守着，要么早已离去。张涛寻思了一下，像这种见利忘义之徒，怎么可能花时间在外面等他？想来应该是留下几人，然后提前离去了。如此的话，那他倒是不用怕了，毕竟他现在的综合实力可不是进入阵法之前能比的。他手中的黑色拳套可是圣品低阶的宝物，这样的宝物整个天都国都没有多少件。有了这等宝物，他相信在元阳境中，除了那些元阳圆满巅峰的强者外，别的应该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有了如此信心之下，张涛缓缓走向了阵法边缘。咔嚓，张涛开启双倍元气，动用全力之下，利用元法的驱散性以及离阳之力的霸道，
一拳将这个强大的阵法结界打出了些许裂痕。照着那些裂痕，张涛一拳又一拳地轰在上面，只用了30几拳，这个阵法结界就被张涛轰碎了。阵法结界被轰碎，在里面的张涛立马浮现了出来。在远处蹲守之人见张涛破掉阵法出来了，急忙大气不敢出一声，吓得浑身颤抖地躲在一处暗坑。他之前可是见识过张涛的实力，如今他只剩下孤身一人。他虽然比张涛高了4层小境界，可他根本不敢和此人硬碰硬，吓得心中不断祈祷，希望此人千万不要发现他。张涛破阵出来后，确实没有发现此人，而是走回阵中心，将那名一直处于昏迷的女人背起，朝着那处3/4黎阳所在之地而去。蹲守之人见张涛走了，急忙起身往5连城而逃。他得将张涛没死的消息赶紧汇报上去才行。张涛背着昏迷女子再次来到了之前侯龙涛带他们来的地方。这地底有着剩余的3/4黎阳，他之前还想着和侯龙涛公平竞争，如今此人已经离去，而周围躺着10多具元灵境的尸体，想来没了这些修炼元法的修士，侯龙涛想破掉阵法也是没可能了。破不掉阵法，那地底的黎阳对方肯定是得不到了。这倒是让张涛因祸得福，可以免除一场胜算不大的争夺。背着昏迷女子，张涛寻找着地下入口。虽然眼前全是各种战争废墟，可只要知道下面有黎阳，多花点时间寻找入口也没有什么。很快，张涛找了1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通往地下的入口。激动之下，他急忙背着昏迷女子朝着地底深处而去。刚往深处走了不到半小时，他体内的残缺黎阳突然出现了一些波动，似乎前方有极度吸引他的东西。这种吸引，张涛不用猜都知道，剩下的3/4黎阳肯定就在前方。再次往前走了5分钟，张涛终于看到了侯龙涛口中的阵法。那阵法的结界上环绕着无数阴阳5行之气，而且纯净异常，这倒是让张涛恍然大悟。怪不得能困住黎阳，也怪不得需要元法才能破解。元法作为修炼天地最精纯的元气，等于是包罗万象，而普通修士修炼的主功法通常会偏向某一种元气来修炼，这也是为什么元法能驱散掉别的功法的原因所在。张涛将背上的昏迷女子先轻轻放到一处废墟靠着，随后他径直朝着阵法走去。只是他不知道的是，他刚刚将昏迷女子放下，那原本昏迷的女子竟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也不知她是醒了还是昏迷中无意间的骤动。张涛靠近阵法后突然有些迷茫了，他根本不懂阵法之道，也不知道该怎么破解眼前阵法。不过对于他来说，除了用破解之法来解除阵法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只见他调动全身元气于右拳，开启双倍攻击，一拳朝着眼前的阵法轰去。他的办法就是强行破除掉眼前阵法。咚的一声，张涛一拳轰到了阵法之上，原本结界上的阴阳5行之气竟然出现了一些混乱。可惜的是，结界并没有被他一拳打破，甚至没有一丝裂痕。见以力破阵没有成功，张涛并不气馁。他看得出，刚刚那一拳虽然没有破解掉阵法，可他施展的元法确实对阵法造成了混乱。如此之下，他只需要不断强行攻击，这阵法应该坚持不了多久。说干就干，张涛再次调动全身元气，一拳又一拳的朝着眼前的结界轰去，而他这番蛮干还真的将阵法结界打出了无数裂痕。眼看阵法即将被破除，张涛急忙加快攻击速度，每秒都能发出上百拳之多，无数带着元法的拳头不断轰击到阵法结界上。随着裂痕越来越多，突然咔嚓一声，原本无坚不摧的阵法结界竟然被张涛用元法强行击碎了。在击碎阵法结界的一瞬间，他还没反应过来，阵法中被困住的黎阳便第一时间冲向了他。张涛见到这一幕，顿时满脸恐惧。虽说他是来炼化剩余黎阳的，可他提前准备的东西都还在储物袋中，还不等他拿出来，黎阳便已近身。就在他想抗拒1-2时，唰的一声，那剩下的3/4黎阳第一时间进入他的体内，而他整个人瞬间散发出无尽的黎阳之力，将整个地底照得明光锃亮。而这股强大的黎阳之力直接将他举至半空，整个人也被撑得四肢大开。不仅如此，进入张涛体内的黎阳瞬间在张涛体内爆发出超强的撕裂剧痛。面对这等非人能承受的撕裂剧痛，张涛连吭都没吭一声，直接被疼得昏死过去。此时的地底深处，有一个人形的太阳正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如果仔细观看，就能发现此时这个人形太阳不管是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甚至是每一个皮肤孔都变成了黎阳之色。而这个人形太阳就是被瞬间疼得昏死过去的张涛。此时张涛的体内充斥着无数的黎阳之力。不仅如此，新进入他身体的3/4黎阳正和原本被张涛炼化的1/4黎阳在体内不断对抗。
双方都想吞噬掉对方。不过没了张涛源源不断元气的支援，那1/4黎阳渐渐有些不敌，甚至有些溃败之势。如此下去，一旦那1/4黎阳被另一方炼化，张涛将第一时间被烧成灰烬。眼看张涛面临必死无疑的绝境，突然一个轻叹声从远处靠在废墟上的昏迷女子口中发出，随后此女子闭着眼，发出一阵柔和到极点的声音：哎，要不是看你对我有用，哪怕是那个什么狗屁女仆系统，我也不可能出手助你，看来你命不该绝。闭眼女子自言自语后，轻轻一挥手，一道磅礴如大海一般的纯水之力朝着半空中的张涛席卷而去。那纯水之力刚接触到张涛，他体内的3/4黎阳便像遇到了生死大敌一般，极力的双线作战。而张涛因为体内涌入了新的势力，原本并未运转的元法竟然被纯水之力推动着开始了自动运转。那纯水之力流过之处，原本被黎阳之力烤熟的元脉竟然奇迹般的恢复如初。不过纯水之力刚流过，那些被修复的元脉便再次被黎阳之力破坏。被破坏的元脉倒不像刚刚那般被烤熟的模样，但也被黎阳之力烤成了焦糊状。推动功法的纯水之力并没有回头来修复，而是继续根据张涛的元法向前推进。很快一个大周天运转完毕，张涛的元脉被整整修复了一遍，但是他体内的元脉眨眼之间还是再次被恐怖的黎阳烤成了焦糊状。对此纯水之力并未停下，而是开始了第二次的大周天运转。就这样，纯水之力不断修复张涛的元脉，黎阳之力又不断的破坏张涛的元脉。而张涛的元脉从一开始被烤熟的惨烈状态，慢慢到了被烤糊的凄惨状态，随后又慢慢变为了撕毁断裂的破坏状态。之后经过10多天的修复，又来到了伤痕累累的受损状态。每经过一次修复，张涛元脉的强度便会提升几分。经过20多天的修复和强化，张涛的元脉在黎阳之力的烘烤之下，竟然到了只有刺痛的触觉状态。而这时昏迷了20多天的张涛突然睁开了双眼，原本七孔的黎阳之色已经消除，恢复到了正常之色。而醒来后的他重新得到了身体的控制权。得到身体控制权的张涛第一时间快速运转元法，开始对体内3/4的黎阳开始了强行炼化。那3/4的黎阳在这个时候想抵抗张涛的炼化，可他此时才发现张涛对他已经逐渐有了免疫力，加上张涛的元脉经过黎阳之力和纯水之力的双重锤炼，早已今非昔比。元脉坚韧的强度，即使是黎阳之力也已经无法对张涛的元脉造成任何伤害。不仅如此，张涛炼化之下还觉得这些黎阳之力从他的元脉通过，很是舒服暖和。面对这等局面，那3/4的黎阳也感受到了大势已去，不甘心的在张涛体内发出一阵无声的哀嚎。随后他便第一次从主动变为了被动。随着黎阳之力的抵抗越来越弱，也让张涛的炼化速度越来越快。又是10多天过去，当张涛炼化完最后一丝不属于他的黎阳之力后，一瞬间他体内爆发出巨大的黎阳波，朝着四周飞速散去，将地底几万米的范围瞬间照得通亮。在透亮的阳光之下，一个拳头大的小太阳竟然从张涛体内钻出，在小太阳上面有着属于张涛独特的气息，这说明这颗黎阳已经被张涛完全炼化。被张涛炼化的黎阳围绕着张涛转了一圈后，便重新回到了张涛体内。而张涛此时的气息瞬间从元清中期巅峰刷刷刷的往上升，元清后期、元清后期巅峰、元清圆满、元清圆满巅峰。当修为到达元清圆满巅峰极致时，张涛的修为终于停了下来。这倒不是他后继无力，而是他现在还不想突破到元阳境，他想再多准备一些对抗镜像的手段，再进行突破。可这时好巧不巧，1个多月都不曾出现的精纯修为竟然在张涛体内疯狂涌入，张涛根本来不及压缩，他便再次双眼一黑，晕了过去。这是哪里？张涛发现他身边一片白色，不管是天空还是地面都是一片白色。这样诡异的场景让他心中有种不好的感觉，这种不好的感觉让他急忙朝前奔去，想离开这处诡异的地方。可不管他往哪里跑，他的前方永远都是一片白色。就在他跑了很久很久，累得不行时，突然白色的空间中传出来了一个深沉的声音：你已经死了，这里是极乐世界。什么？我已经死了？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会死？我不是成功炼化黎阳了吗？张涛第一时间对这个信息极度的抗拒。他记得他已经成功炼化了黎阳，既然成功了，怎么可能会死？你炼化黎阳失败，被黎阳反给炼化了，如今的你已经到了这个极乐世界。我炼化黎阳失败了，可我明明记得我炼化成功了。张涛一时有些迷茫了，他到底是炼化成功还是失败了？那些都是你临死前的幻觉，
你希望你炼化成功，可惜你炼化失败，你被黎阳反炼化了。如今你已是一片灰烬，你所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听到白色空间所说，张涛整个人犹如天塌地陷一般，精神瞬间崩溃了，无数的眼泪从他眼中疯狂流出。不，我不能死，我还要解救我的父母，我发过誓，一定要救出他们，我要和他们再次团圆，我不能死，不。此时的张涛已经彻底相信了白色空间的解释，他已经相信他炼化失败，生死道消了。就在张涛痛苦不已时，白色空间中再次传来了刚刚的声音：你虽然死了，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极乐世界重塑你内心的世界，不管是谁，你都可以塑造出来，利用你的意志来改变这个世界吧。你心中没有实现的愿望，都可以在这个世界实现。听到可以在这个白色世界实现自己的愿望，张涛瞬间心动了，急忙消耗自身的意志，在白色世界中绘画出他的父母。当他绘画好后，瞬间他4年未见的父母再次在这个白色空间内复活了。看着眼前的父母，张涛激动地哭了，冲上去紧紧地抱着他们。呜，爹娘，孩儿想你们了。被张涛塑造的父母见到张涛伤心的模样，却是一脸微笑的宽慰道：孩儿，你受苦了，以后这里就属于我们了，我们永不分离。说完，他们两人一起伸出手，示意张涛牵着他们。来吧，孩儿，牵着我们的手，让我们一起重新过上温馨的生活。张涛重重地点了点头，伸手便要去牵。可就在他的大手即将牵到自己父母时，突然张涛父母的肌肤变为了黎阳之色，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痛苦。孩儿，快牵着我们的手，我们一起离开这里。望着眼前痛苦不已的父母，张涛原本激动的眼神慢慢平静了下来，微微闭上眼，发出了一声无奈的轻叹。贪，你真是厉害，利用人心的欲望，无孔不入，我差点就上了你的道，可惜我早已今非昔比。你看看我手中之物为何？张涛猛地睁开双眼，右手上瞬间出现了一个拳头大的黎阳，而黎阳的出现让这处白色世界开始变得了混乱不稳。随后一阵啪的破灭声，这处白色世界瞬间被黎阳净化掉了。这时一个和张涛一模一样的黑色虚影出现在了张涛对面，只是这个张涛脸上竟然浮现出了无尽的恐惧。黎阳，完整的黎阳，这就是完整黎阳的恐怖实力吗？小子，难道你想走九黎孽君的老路？尊上他老人家不会放过你的，你别想成长起来。张涛不知道这个贪口中的尊上是哪个镜像，但他知道这个较贪的镜像即将不复存在。是吗？那就让他降临到我的体内吧，我会将你们这些残害修士的镜像通通灭掉。张涛的豪言让贪发出最后的不屑冷笑。哼，一个小小的元阳修士，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我承认我这次栽了，可你也别太得意，你炼化了完整的黎阳，尊上他老人家不会放过你的，你就等着步九黎孽君的后尘吧。贪临死前发出最后的自我安慰之声，而一下秒，张涛并未让他继续说下去，手中黎阳朝着对方猛地扔去。和张涛一模一样的黑色虚影瞬间发出一声惨叫，便化为一缕黑烟消散开来，而他的修为也瞬间突破到了元阳初期，并且因为之前涌入体内的修为太多，一举来到了元阳初期巅峰，这才缓缓停了下来。地底之下，张涛再次睁开了双眼，不过这次睁开，他并没有在什么白色空间之内，而是回到了地底深处。看着周围熟悉的场景，张涛微微松了一口气，还好我提前炼化了完整的黎阳，否则这次镜像的降临，我肯定阴沟里翻了船。回想起之前在白色空间中的一切，他当时好像入了魔障一般，竟然不自觉地相信了那个镜像所说的一切。还好他炼化了完整的黎阳，在对方露出破绽的一瞬间，他利用黎阳恢复了理智，破除了贪的最强手段。如今虽然解决掉了这个麻烦，可这个贪最后提到的尊上以及九黎孽君，似乎当年九黎孽君的阵亡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简单。只是他现在的实力，即便是到了元阳初期巅峰，可也不足以调查九黎孽君的死因。看来这事的今后有机会了再详细查查。收回心思，张涛握了握拳头，感受了一下元阳初期巅峰的实力。如今的他比起之前元清中期巅峰厉害了岂止2-3倍，以他的估计，他目前的实力最起码厉害了10倍以上。这样的实力，就算让他对上韩大元，他也不会有丝毫担忧，甚至他有信心可以轻松将此人斩杀。感受完自身暴涨的实力，张涛内心第一次对解救父母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大伯还有大皇子，你们给我等着，我们之间的冤仇马上就到清算的时候了。张涛唤出黎阳，看着黎阳在手中跳动，他心中突然生出了一个疑惑。他记得当时黎阳进入他身体后，他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剧痛，瞬间就让他疼晕了过去。可等他醒来后，
却发现体内的元脉竟然可以承受离阳之力的摧残，甚至他炼化剩下的3/4离阳时，感觉离阳对他已经毫无威胁。想到这，张涛百思不得其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会大难不死了？张涛实在是想不通，他急忙查看储物袋中提前准备的对抗离阳之物，结果发现那些宝物竟一件不差都在储物袋中，这让他更加想不通其中的原因了。抱着疑惑不解的心，张涛下意识朝着周围看了看，当发现靠在废墟处的昏迷女子时，张涛突然眼睛猛地一睁，莫非我能平安炼化离阳和这个女人有关？张涛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轻轻蹲在这女人一旁，伸手摸了摸对方脖子。他发现这女子还处于昏迷之中，如此看来，他能炼化离阳和这个绝美女子应该没有关系。可这样一来，他就更想不通了。见找不到原因，张涛无语地摇了摇头，也懒得去找原因了，因为他身上有太多解不开的疑惑，而疑惑多了，他反而不想刨根问底了。算了，知道真相又如何？反正我已经成功炼化了离阳，这样就足够了。张涛不再去想这些问题，看了看还处于昏迷状态的柔美女子，他将对方一把背起，朝着地面而去。回到地面后，张涛猛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那地底虽然不缺空气，可毕竟是地底，空气有些浑浊，远不如地面吸着那么舒服。回头望了望身后的通道，张涛跃到一旁，一拳之下将一栋20来米高的石柱轰倒，将通道重新封上。做完这些后，他背着柔美女子朝着五连城的方向而回。12天过去后，张涛灰头土脸的来到五连城城下。他之前去藏有残余离阳的地方只花了3天时间，可他这次回来却花了整整12天。之所以花了这么多时间，除了他走了不少弯路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在五国战旨中被好几处隐藏的阵法所困，其中好几处还是威力强大的杀阵。虽然他每次都有惊无险的将其破掉，可还是搞得非常狼狈。如今的他经历了无数波折，终于回到了五连城。回来后的张涛第一时间背着昏迷女子朝着城主府而去。他之前被韩大元手下追杀时，他让侯龙涛帮忙照顾一下楚清怡和玉慧，如今他回来自然是去接他的女人了。来到城主府，正准备进去，负责守卫的士兵见张涛蓬头垢面的邋遢模样，直接上前将他拦下。站住，你是什么东西，也敢来这里乱闯？这可是城主府，不是你这种乞丐该来的地方。士兵不屑地驱赶着，可下一秒，张涛瞬间将他元阳初期的修为散发出来。那名只有元灵初期的士兵立马被吓得腿脚发软，哐的一声瘫软在地，急忙朝着张涛磕头认错。小哥，不，前辈，刚刚是我有眼无珠，还请您不要见怪。您要找谁，我立马给您通报。张涛自然不会和这种小人物一般计较。行了，我要找你们城主之子侯龙涛，快替我通报吧。听到张涛要找少城主，他不敢再轻慢，急忙朝着城主府内而去。10分钟后，一个熟悉的痛哭声从城主府内一路传了出来。你终于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楚清怡远远就看见了张涛，虽然张涛现在蓬头垢面，邋里邋遢的，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张涛，飞奔而来，一头撞进了张涛的怀抱，在张涛怀里哭得稀里哗啦。张涛见楚清怡哭成这样，紧紧抱着怀里的楚清怡，轻声安慰道：师姐，我回来了，没事了，不哭了哈，乖。张涛不断安慰着怀里的楚清怡。这时侯龙涛带着玉慧也走了过来，当两人看到张涛时，瞬间惊得目瞪口呆。张涛弟弟，你的修为，你居然突破到了元阳初期。就是张涛兄弟，你莫非炼化了剩余的3/4离阳？面对两人的疑问，张涛肯定的点了点头。九死一生之下，我确实炼化了3/4离阳，实力也得到了突飞猛进。见张涛炼化了离阳，楚清怡和玉慧还没表现得多高兴，侯龙涛反而是激动的双手紧握，不断的颤抖着，兴奋的第一时间走上前，一把抓住张涛的手臂。张涛兄弟，还请你救救我父亲，不管你开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侯龙涛当初想炼化剩余的3/4离阳，就是想救他父亲。如今眼前的张涛抢先他一步炼化了剩余的3/4离阳，那他父亲的命就有救了。如此之下，他心中憋了快3年的苦恼，终于等来了最后的希望。感受到侯龙涛的孝心，张涛并未提出任何要求。侯兄客气了，我能有机会得到剩余的离阳，也是靠你带的路，这份恩情我无论如何都记在心里。帮助你父亲之事就包在我身上了，只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消灭掉你父亲体内的镜像。张涛倒是知道一种办法，可那种办法是针对女人的。侯龙涛的父亲是个男人，显然不可能用那种办法。见张涛答应下来，侯龙涛立马安心了许多。这个倒是很简单，我前2年就准备了一套阵法，
这套阵法是专门针对镜像的，只是需要黎阳作为驱动力。听到侯龙涛早有准备，张涛微微点了点头，重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侯龙涛。这时他发出一个轻一声：“侯兄，这才1个多月不见，你突破到元孽境了，这真是可喜可贺啊！”张涛的恭喜却让侯龙涛无奈地摇了摇头：“哎，没办法，我要为父亲之事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不突破，一旦我父亲走到最后一步，那5连城便没了稳定军心之人。所以，我这1个多月闭关突破到了元孽境。不过，我这点提升和弟妹的提升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听到侯龙涛这么说，张涛这才查看启怀中楚清怡的修为。只见此时的楚清怡竟然已经到了元阳圆满的境界，这等境界的提升顿时让张涛目瞪口呆。师姐，你的修为怎么暴涨了如此之多？嘻嘻，这是我的秘密。之前的楚清怡回到5连城后，每天都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她担心张涛被那些仇家追上，惨遭不幸了。中途她还想再回5国战址寻找张涛，不过却被玉慧和侯龙涛拦住了。毕竟5国战址内危险异常，那些战争遗留下来的杀阵，只要一个不慎，就有可能要了他的命。在阻拦之下，楚清怡没有回来寻找，可她每天都惶惶不安，望着5国战址的方向发呆。直到10几天前，系统突然发出提示，告诉她任务已经完成。她当时就明白了，张涛没有死，而且还成功炼化了黎阳。提交任务后的她境界猛然提升，从元阳初期一路提升到了元阳后期巅峰。而她的这次突破也让张涛提前突破了大境界，导致张涛差点被镜像控制。随后的10几天，他因为女仆级别提升到了顺从的女仆，开启了女仆商城，利用过去做任务得到的女仆币，接了几个跟张涛相关的任务，再次一举突破到了元阳圆满。当然，这一切他现在还不能和张涛说，因为他的女仆级别还不够。楚清怡不愿意说，张涛自然不会强问，而是高兴地点了点头。就在他们聊到这时，玉慧却走了上来，疑惑地望着张涛背后背着的女人。张涛弟弟，你可真是有女人缘啊，1个月不见，你又有新的相好了。玉慧虽然没有见到张涛身后柔美女子的真容，可她从对方的身形和微微的侧脸就能看出张涛背着的女人绝对是个大美人。被玉慧如此调侃，张涛尴尬的连忙解释道：“这是我被追杀时在一个阵法中捡到的一个女人，我见她昏迷，怕她有危险，就一直背着，想将她带回来，找个安全的地方安置。”听着张涛急忙解释，楚清怡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反而玉慧却是不太相信的轻轻一笑。张涛对此自然不想过多解释，而是冲着一旁的侯龙涛说道：“侯兄，这女人你先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安置，我这就随你去对抗你父亲体内的镜像。”张涛的安排正是侯龙涛此时此刻最想做的，激动的点了点头。他满心感激的重重拍了一下张涛肩膀：“好兄弟，你的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随我来。”侯龙涛随手叫上一名随从，想让随从从张涛手中接过那名昏迷女子。可当随从接过昏迷女子时，突然那名随从一瞬间双眼无神，犹如灵魂被抽走了一般，傻傻地站在了原地。这等变故让原本准备带着张涛去他父亲之处的侯龙涛顿时大惊失色，急忙一挥手，周围士兵连带别的随从全都将这名昏迷女子团团围住。张涛也是对此感到有些莫名，他之前一路背着这名女子并未有任何异样，怎么换了个人来背她，却像是被抽走灵魂一般？这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时间不少人都望向了张涛，想听听张涛作何解释。可张涛对这柔美女人也是毫无所知。要不我来背她吧。张涛再次上前将柔美女子背上，却并未出现灵魂被抽走的现象，这倒是让侯龙涛等人全都大惑不解。走上前，侯龙涛出于好心提醒了张涛一声：“这女人绝对不简单，张涛兄弟，你可要多小心一些。”在这个柔美女子身上，侯龙涛察觉到了一股若隐若现的恐怖危机感，似乎这个女人的实力远远凌驾于他之上。这种感觉虚无缥缈，他也不知真假，只能好心提醒张涛一句，让他小心一些。张涛对此倒是淡淡一笑，他和这个柔美女子已经相处40多天了，如果这女人要害他，早就害他了。或许这个柔美女子身上有着某些秘密吧，比如在别的男人沾上她时会被瞬间抽走灵魂。至于为什么他不会，张涛对此也搞不明白。不过这女人既然对他无害，他自然也没有过多提防的道理。这样吧，我先将她安置，然后再去你父亲那。也行，随我来吧。侯龙涛见张涛背着柔美女子没事，想了想，带着张涛朝城主府的后园而去。安置好柔美女子后，侯龙涛再次带着张涛朝着城主府的一处密室而去。来到密室，
张涛看见密室内放着一块棺材大小的玄冰之晶，晶中一个剑眉大脸的中年男子被玄冰封在了里面。张涛兄弟，这就是我父亲，一会儿我会将密室内的阵法启动，那玄冰之晶便会逐渐融化，到时候就麻烦你配合阵法，用离阳之力将我父亲体内的镜像灭掉。侯龙涛神情极为紧张地望着张涛，每一个字他都放慢了语速，生怕张涛没有听清楚。放心吧，我会尽全力的。得到张涛的答应，侯龙涛也不再墨迹，缓缓退出了密室，并将密室大门紧紧关上。随后，张涛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法阵，从法阵上冒出浓浓火焰，这火焰竟然带有一丝天火之力。这天火之力乃是纯火之下的分支。张涛没想到，这阵法如此厉害，竟然还带有这等纯元之力。随着从阵法中冒出无数的天火之力，这些天火之力开始缠绕在玄冰之晶上。那玄冰之晶带有一丝玄冰之力和天火之力天生互克，一时间双方不断抗衡抵消。不过那玄冰之晶毕竟是无根之源，虽然它也是纯元之力，但和源源不断供给的天火之力相比，这玄冰之晶很快就出现了融化的迹象。随着玄冰之晶逐渐融化，突然啪的一声，冻住侯龙涛父亲的玄冰之晶瞬间破碎。破碎的一瞬间，侯龙涛父亲猛地睁开双眼，那双眼中只剩下些许的纯白之色，其余几乎全是黑色，而且无数的黑气从侯龙涛父亲体内散发出来。看来情况正如侯龙涛所说，他父亲已经马上要被镜像控制了。见此情况，张涛自然不会墨迹，直接唤出拳头大的离阳，将离阳随即融入到阵法之中。一时间，惊天的离阳之力从阵法中涌出，将阵法中间的侯龙涛父亲包裹其中。包裹的瞬间，侯龙涛父亲脸上立马浮现出了无尽的恐惧。离阳之力，不，这是离阳，完整的离阳，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侯龙涛的父亲发出一阵绝望的嘶吼声，随后一个长得和侯龙涛父亲一模一样的黑色虚影从侯龙涛父亲体内抬了出来。还不等这个黑色虚影说什么，便听到啪的一声，黑色虚影直接换作了一缕黑烟，消散不见了。而黑色虚影消失的瞬间，在阵法中的离阳也脱离了出来，重新回到了张涛体内。至于脚下的阵法，因为承受了离阳强大的威力，也跟着咔嚓一声碎裂开来。阵法消失后，阵法中间的侯龙涛父亲气息猛地提升，来到了元王初期。不过境界刚提升完，他便双眼一闭，原地昏死过去。想来镜像差点控制他的身体，对他的消耗也是极为严重的，让他刚刚突破境界便再也承受不住，昏迷了过去。见到侯龙涛父亲成功突破境界，张涛知道此人已经转危为安了，重重敲了敲密室大门。很快大门被侯龙涛打开，当他看到地上已经平安无事，只是晕倒过去的父亲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父亲，父亲！他激动地冲上去将自己的父亲抱起，感受到父亲只是精力耗尽才导致的昏迷，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而一旁的张涛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心中不禁微微一叹，唉，我什么时候才能救出父母？想到这，张涛手中用力一握，快了，爹娘，孩儿接下来就能将你们从天牢中解救出来。从密室中出来后，一直在外面守候的楚清怡第一时间冲了上来。师弟，你没事吧？没事，那镜像虽然是元孽境的镜像，可在我离阳的净化下不堪一击。看着眼前自己的男人轻描淡写的叙述，楚清怡心中生出了浓浓的崇拜。你真棒，不愧是我心目中的男人。说完，他满是崇拜地靠在了张涛怀中，这让一旁的玉慧羡慕地摇了摇头，心中微微有些失落感。哎，当初我还以为可以轻松拿下这个男人，如今看来我和此人的距离已到了天差地别，就连他的女人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我，或许他终究是一个让我仰望的男人。玉慧之前还觉得凭着他的绝世神器能让这个男人拜倒于他，如今看来是他太小看了这个男人。或许这个世界有一种男人注定了此生是女人们渴望得到却难以得到的存在，而张涛就是这样一个让女人着迷的那种男人。轻咳一声打断了张涛和楚清怡的甜蜜，他不得不将心里的另外一个担心说了出来。张涛弟弟，你背回来的女人是谁啊？她那美貌柔和到了极点，一看就不是邪恶之辈，可为什么别的人碰到她会瞬间被吸收了灵魂？这也太匪夷所思了。玉慧的担心其实也是张涛的一个担心，他之前见到这一幕时曾怀疑过这个女人是不是被镜像控制了，可他从对方身上感受不到敌对之意，这也就是说那个神秘的柔美女子并没有被镜像控制，这让他对那名女子更加好奇不已。微微摇了摇头，张涛也不知该怎么回答。见张涛苦思不解，在他怀中的楚清怡却反而宽慰道：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觉得能长得如此柔美漂亮的女人，肯定不是凶恶之辈，或许是她的功夫特性才会造成那样的局面。楚清怡的话多少有些道理，这让张涛也不再将心思放在那名神秘的柔美女子身上，而是松开楚清怡，朝着刚刚走出来的侯龙涛恭喜道：“侯兄，令父有惊无险，突破到了元王境，真是可喜可贺啊！”修士一旦突破到了元王境，除了实力和寿命的增长外，也有了真正雄霸一方为王的实力。张涛接下来要准备前去解救他的父母了，他自然希望眼前的侯龙涛能助他一臂之力。侯龙涛抱着父亲，冲着张涛感激地点了点头：“张涛兄弟，我从弟妹那得知了你的身世，你放心，我会助你一臂之力。”得到侯龙涛的承诺，张涛顿时心情大好，这可是一个强大的后援，对于他对抗大皇子一派的人来说，绝对是超级杀手锏。张涛同样感激地朝着侯龙涛点了点头：“那多谢侯兄了。”侯龙涛帮助张涛，并不只是为了报答张涛救了他父亲，他更主要的目的是因为张涛表现出来的惊人潜力。不管是对方以元法突破到了元阳境，还是炼化了完整的离阳，都值得他倾心相帮。再说了，张涛只有20岁左右，这样的年纪，只要未来不夭折，绝对是惊世人物。他能早早的和此人相交，并在关键时刻帮对方一把，未来他能得到的反馈绝对是成倍的。所以他不等张涛开口，就将张涛心中所想说了出来。两人达成一致后，侯龙涛告辞一声，便抱着他父亲离开了密室，而张涛也牵着楚清怡的纤纤玉手和玉慧一起离开了密室。久别胜新婚，张涛从楚清怡的房中双腿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又是30多个小时，这真是要了我的老命啊！张涛望着屋内大床上心满意足的楚清怡，张涛无语地关上了房门。走出门后，张涛感觉走路都轻飘飘的，心中大感，身体需要好好补一补才行。离开了楚清怡的住所，他朝着神秘柔美女子的住处而去。他对这个女人多少有些担心，毕竟这女人太过神秘了。打开房门，他刚走进去就瞬间原地愣住了，随后脸上浮现出了惊喜之色。你醒了。那一直昏迷的柔美女子此时正坐在大床上，虽然没有睁开双眼，但是张涛能感觉到此人是清醒的状态。他走上前想询问一下这个女人是否有恙，那女人却发出一声柔美到极点，以及让张涛大吃一惊的一句话：“我一直都是半清醒状态，只是你不知道罢了。”什么？你之前没有完全昏迷？张涛被柔美女子的一句话惊得张口结舌。他曾多次检查过，这女子确实是处于昏迷状态，可对方却说她一直是半清醒的，这如何不让张涛大吃一惊？哼，我要是昏迷状态，你在炼化离阳时早就死了，还能活到今日？柔美女子发出不屑的一笑，可这个笑声虽然是不屑，却依旧是听起来很柔和，让人生不出一丝反感。听到柔美女子这么说，张涛瞬间明白了，为什么当初他醒来后自己不但完好无损，而且还对离阳产生了抵抗。原来这一切都是此人在暗中帮他，原来是你帮了我。我说我醒来后为什么炼化离阳如此轻松？你知道就好，没有我相助，你已经生死道消了。柔美女子的承认让张涛心中生出无尽的感激，急忙上前弯腰行了一个大礼：“多谢姐姐出手相救，不知姐姐如何称呼？姐姐之前一直保持半昏迷状态，如今醒来，莫非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张涛也不是傻子，第一时间就猜出这个女人肯定是对他有所需求，不然不会一直故作昏迷，而如今醒来，定然是要交代他什么。姐姐，哼哼，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敢占我的便宜。那柔美女人看似生气了，可说话的声音依旧是如此柔美，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怒意。被柔美女子这么一说，让张涛有些尴尬不已。他见这女人年纪不大的样子，所以这才张口叫对方姐姐。而对方如此说他，莫非对方已经很老了？那这位奶奶，我该如何称呼您了？奶奶。柔美女子眉头一皱，身上气息瞬间变得阴冷起来。张涛见对方真的生气了，心中大感不好，急忙改口说道：“不是，是姐姐，好姐姐。”张涛虽然感觉不到对方的实力，可他知道眼前这个女人实力绝对超乎了他的想象。他在没有搞清对方真正实力前，他不想轻易得罪了此人。柔美女子见张涛又改口叫回她姐姐，原本阴冷的气息逐渐消散开来。最后她微微摇了摇头，再次发出柔美到极致的声音：“罢了，姐姐就姐姐吧，我这次醒来并非真正的醒来，我一会儿还会再次半昏迷过去。这段时间你必须将我带在身边，待我完全清醒后，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事情办完后，我们就算两清了。当然，事情我不会让你白帮忙，你也会得到天大的好处，绝对会让你的实力达到一个让你无法想象的高度。”
行了，我该说的都说了，我要继续昏迷了。也不等张涛询问别的，那柔美女子竟然扑通一声再次晕倒在了床上，这让张涛急忙走了上去，微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手摸向了对方洁白如玉的脖子处。当发现对方真的又昏迷了，张涛有些无语的抓了抓额头，这都什么跟什么啊？你要我帮什么也不和我说清楚，就这么昏倒过去，难不成还要我一直背着你吗？张涛有些不忿的撇了撇嘴，他接下来会有很多事要办，他并不想一直带上这个柔美到极点的大美人，可对方之前又救过他一命，他不得不为此回报对方。无奈的叹息一声，他将柔美女子放平在床上，替对方盖好被子，悄悄地走了出去。只不过他刚出去，那柔美女子竟然眉头一皱，朝着虚空自言自语地说道：“女仆系统，我已经完成任务，你答应让我恢复1%的伤情，现在该兑现了吧？”他刚说完，脑中便出现了一个和白洁他们脑中一模一样的声音：“好的，您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为您恢复1%伤情。另外，您还需要接取新的任务吗？”“不用了，我自己的伤势我自己可以进行修复，就不用你操心了。”柔美女子对激活的女仆系统十分的抵触，似乎并不想多靠这个系统来恢复她自身的伤势。而随着柔美女子拒绝了系统后，房间内再次变得鸦雀无声。回到自己屋中的张涛对那柔美女子之前说的话不断琢磨着，他可以确定对方肯定对他身上某样东西感兴趣，可感兴趣的是什么了？是元法吗？或者是离阳？还是什么未知的东西？否则那女人不会粘上他。张涛不敢肯定地摇了摇头，不管对方为什么对他感兴趣，总之对方救了他一命，还帮他炼化了离阳，光是这一份恩情他就愿意为对方赴汤蹈火。想通后，张涛伸了个疲惫的懒腰，这2天被楚清怡折腾得够呛，是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张涛直倒在床上，还不到2秒便呼呼大睡过去。清晨的太阳显得格外舒服，张涛一大早起床，第一时间找到了侯龙涛。此时的侯龙涛心情大好，当见到张涛时，还不等张涛开口，他便发出了邀请：“张涛兄弟，我父亲今早醒了，而且状态很不错，他说要见你一面。”“行，我正好也想和他商量一点事。”侯龙涛微微点了点头，他知道张涛想和他父亲商量什么，他在来之前就此事已经和他父亲提前说过了。朝前带路，很快他们来到一处豪华的正房外。进入房中，侯龙涛的父亲此时已经换上了一套优雅的服饰，见张涛进来，他热情地上前迎接：“这位小兄弟就是救我的大恩人吧？快请坐。”邀请张涛坐下后，侯龙涛父亲便和张涛互相闲聊了几句。在闲聊中，张涛得知侯龙涛的父亲名叫侯渊。侯渊在感激一番张涛后，提出要以重金答谢张涛。对此，张涛自然是笑了笑，他帮侯渊并不是为了重金而来。见对方好像有点避开他想聊的话题，张涛不得已只能开口说道：“侯城主，想必侯兄已经将我的身世和您说了，现在天都国正卷入一场夺嫡之争，我希望您能助四皇子一臂之力拿下皇位，而我也能借助他的势力将我父母解救出来，还我父母清白。”张涛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想救出他的父母，可如果不将大皇子扳倒，他要想实现这个愿望，那就有点天方夜谭了。面对张涛的直言，侯渊重重的叹息一声，脸上满是愧疚之色：“小兄弟，其实按理说你与我有救命之恩，我理应全力报答，可五连城太过特殊，我们之所以能代代相传，不被周围5国管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一条祖传的遗训，不准卷入他国的国事。所以你的这个请求我不能答应，不过你要是有别的需求，我可以尽最大可能满足你。”侯渊的拒绝让张涛心里顿时有些失落，不过对方把话也说得很清楚了，他不是不想帮，而是他们五连城从古至今从不卷入他国国事。对此，张涛只能遗憾地叹了口气。既然如此，那我等就此离去，以后有机会再来叨扰。见得不到帮助，张涛也没心情留在这了，毕竟他还需要多拉一些强力帮手，否则仅凭他和四皇子的势力根本扳不倒大皇子。一旁的侯龙涛见父亲不肯帮张涛，而且张涛还准备要离开，他立马朝着侯渊说道：“父亲，我和张涛兄弟一起去吧，虽然你不能以五连城的名义相帮，可我作为朋友对他进行帮助，这总没问题吧？”侯渊似乎早就知道侯龙涛会这么说，微微叹气一声，缓缓点了点头：“我不是不懂感恩之人，我明面上肯定是帮不了你们，可我暗地里倒是能帮你们一些。”说到这，侯渊拿出一封信递给了张涛：“这是我在天都国的一名老友，我已经将你的事写到信中，你带着这封信前去找他，他一定会全力帮你。有了他的帮助，我想你口中的四皇子起码能多3成的几率
听到侯渊如此说，张涛激动地将信封接了过去，好奇地问道：“敢问这封信交给谁？”四方商会天都国的总会长骆冰。骆冰，这名字听起来好像是个女人的名字。张涛对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对方应该是个女人。是的，你别看她是个女人，可她的交际手腕非常的高超，天都国的重臣王爷有一大半都和她有深交，有了她相助，你们肯定能事半功倍，比起我对你的支持要胜过10倍。对于这个叫骆冰的女人，侯渊似乎非常看好，似乎这个女人有着很强的能量。张涛对此反而有些不确定了，毕竟能如此吃得开的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轻易的站队相帮。张涛也不好质疑眼前的侯渊，只当是多一些机会吧。收好信封后，张涛对一旁的侯龙涛感谢地拱了拱手：“侯兄，你的相助之情，我一辈子铭记在心。以后你要是有用得着我张涛的地方，只管来找我便是。”如今张涛的势力可以说是微弱至极，可侯龙涛却毅然而然地选择帮他，这份恩情，张涛自然是没齿难忘。侯龙涛对此倒是毫不在意地挥了挥手：“我们俩是好朋友，说这些作甚？待我准备一番，就同你一起上路。”那好，我也要准备一些东西。出来之后，张涛就将楚清怡叫上。如今他的实力虽然突破到了元阳初期巅峰，可他这个实力和他大伯以及大皇子对抗还是弱了太多，他还需提升一番实力才行。这五连城作为大城，城内自然是拥有不少丹药店，他想临走时买上一些，最好是能够让他突破到元阳中期最好。出了城主府后，张涛带着楚清怡在城中转悠，不断购买各种丹药，不管是地品低阶还是地品中阶，甚至是地品高阶，只要是修炼丹药他都通通买下。很快，还不到半天，他储物袋中剩下的5000多万元金全部换成了修炼丹药。就在他收获满满，准备再次回到城主府时，突然10几人冲了出来，将他们团团围住，而一个熟悉的阴笑声在这群人当中响起：“哼哼，没想到你还真的活着，很好。之前我为了避免麻烦，没敢在城内动手，如今我顾不了这么多了，小子，你这次死定了！”拦住张涛他们，将他们团团围住之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追杀他们的那群人，而领头的也正是韩大元。韩大元原本以为张涛会死在阵法之中，所以就提前回了丞相府，结果才隔了几天，留下之人便回来汇报，说张涛从阵法中出来了。他无语之下，只能再次带人前来。不过他在城中包括5国战旨，来来回回找了1个多月，都没有找到此人。正当他以为张涛是不是离开了5连城时，他终于找到了此人。见到眼前的张涛，韩大元这次是要手刃了这小子，以除后顾之忧。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今的张涛已经不是1个月前的张涛了。张涛还没去找他们，他们就自动送上门来，这倒是让他省去不少事。不过为了楚清怡的安全，张涛还是冲着一旁的楚清怡说道：“师姐，你先走，我收拾完这些人就去追你。不，这次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离开你了。我现在已经是元阳圆满的实力，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了。”楚清怡果断地回绝了张涛的提议。他之前和张涛分开，让他这1个多月每每想起都后悔不已。如今见张涛的仇敌又找上门来，他自然不会再独自离开。而且就在刚刚，这些人出现时，他收到了系统的任务，让他和张涛一起对敌，完成任务可以得到一份大量修为的奖励，他自然不会离开。一伸手换出他之前做任务得到的圣品低阶双剑，这对宝剑一换出，顿时散发出一圈圈的晶莹宝光，十分耀眼。而这种自带宝光之物，最次都要是圣品类的宝物才会散发出这等光芒。张涛见楚清怡拿出这么高品阶的宝物，微微一愣，有些吃惊的冲着楚清怡点了点头。没想到1个多月不见，你不仅实力大涨，而且自身的外部实力也得到了提升。很好，那就看看我们俩今天谁杀的最多。张涛见楚清怡换出圣品低阶的宝剑，瞬间对楚清怡放心了很多。他也不墨迹，换出他的圣品低阶拳套，满脸愤怒地朝着韩大元抢先攻击。韩老贼，你背信弃义，害我父母，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韩大元见张涛和楚清怡的武器都是圣品低阶，顿时吓了一大跳，尤其是见到张涛的实力竟然从元清中期突破到了元阳初期，这直接让他原地愣住了。好在2人还有一点距离，不然他恐怕还没还手就被张涛趁势灭掉了。见张涛如此凶猛，韩大元心中咯噔一跳，一股极不好的感觉涌上心头。他急忙使唤他带来的10几名元阳境随从，和我一起冲上去，乱刀砍死他们。他身先士卒，第一时间唤出他天品中阶的黑色爪子，朝着张涛抓去。
而周围10几人有5人围攻楚清怡，其余10人配合着韩大元一同攻向张涛。面对这等围剿的局面，张涛不屑一笑。如今的他实力暴涨，不但境界提升到了元阳初期，连手上的兵器也已是圣品低阶。这些虾兵蟹将对于他来说就是放个屁的事。只见他猛地跳起，带着浓烈的离阳之力，一拳打在了地上。一瞬间，大半圈的离阳之气朝着韩大元11人而去。当然，他这次施展这招元技是刻意控制了一下，毕竟他的女人楚清怡也在他的周围。不过，就算是刻意控制了一番，这11人对他来说也是不堪一击。那11人包括韩大元在内，见张涛这招威力强大，全都大惊失色，急忙运转全身元气，各自施展出他们的最强元技来防御，或棍影，或剑气，或刀罡。当他们觉得凭着他们11人合力能轻松挡下张涛这招元技时，那离阳之气已经撞击到他们的元技之上。一瞬间，他们引以为豪的元技全都被元法驱散的七七八八，触者即破，根本没有一丝抵抗之力，全部啪啪啪的破碎开来。而剩余的离阳之力第一时间撞击到他们身上，10声绝望的惨叫同时发出。韩大元手下围攻张涛的那10人全都同时被张涛的那招元技震得5脏6腑当场破裂，原地死得不能再死。而他们的首领韩大元此时也噗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他虽然还苟延残喘，却受了极重的内伤。他没想到张涛的实力竟然变得如此之强，只用了一招就将他打成了重伤。要知道他可是元孽初期的实力，虽然他只是刚突破元孽初期没几个月，连元孽初期巅峰都不是，可他和张涛相比，他还是高出了对方4层小境界。可就算这样，他还是被对方一招打成了重伤。这小子实力怎么会如此变态？望着满脸阴冷，眼中全是杀意，缓缓向他走来的张涛，他感到一股来自死亡的恐惧，直接吓得他浑身发抖，急忙磕头求饶道：小少爷，是老奴不对，是老奴利益熏心，老奴错了，求求你饶了老奴吧。老奴在你小的时候还抱过你，念在旧情上，求求您不要杀我。此时的韩大元被张涛一招打成重伤，他知道他这次栽了。他心里好恨，当初为什么不在5国战止的阵法外等着这个小子出来？如果当初他将这小子杀了，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等危局了。张涛缓缓走过去，看着在他脚下不断磕头认错，还想对他打感情牌的韩大元，张涛发出一声不屑的冷笑：你还知道念旧情？当初你伙同我大伯陷害我父母时，你何曾念过旧情？如今想起旧情，晚了。眼前的韩大元在张涛小时候对张涛确实挺不错的，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当一颗人心变黑时，一切都回不来了。韩大元见张涛不会放过他，他心中一狠，右手化作一条巨型蜈蚣虚影，借着近距离猛地朝着张涛抓去。那你去死吧！这是韩大元的最强元技，一招带有阴毒之力的天品中阶元技。韩大元想凭着这招带有纯元之力的元技就近发起突袭，将张涛重伤，好借此逃跑。可他太低估了张涛对他的恨。当一个人恨透了另一个人时，是不会给对方任何活着的机会。他早就做好应对韩大元偷袭的准备。见韩大元施展出了带有阴毒之力的最强元技，他嘴角发出不屑的冷笑：区区萤火之光也想撼动皓日之力，给我破！只见张涛一伸手，一个拳头大的离阳出现在他手心。而韩大元施展出的阴毒之力虽然和离阳互克，可区区少许阴毒之力如何能和整个离阳对抗？张涛轻松就将此招破除掉了。破掉韩大元的最强元技后，张涛一把抓住身前的韩大元，将离阳之力席卷对方全身。那烈日烘烤的炙热感让张涛手中的韩大元发出撕心裂肺般的惨痛之声。啊，张小子，你敢炼化完整的离阳，你死定了！那些人不会放过你的。一阵绝望的嘶叫后，韩大元除了头颅外，脖子以下直接被张涛烤成了一具干尸。手中一用力，将韩大元的头颅摘掉，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个精美的盒子，将其装好。张涛发出一声阴狠的冷笑：大伯，这是侄儿送你的第一件礼物，下一个就该轮到你了。张涛摧枯拉朽将韩大元以及围攻的10人全部斩杀后，楚清怡也轻松地将围攻他的5人轻松斩杀掉。毕竟这些围攻他的敌人最高也就元阳后期的实力，在楚清怡元阳圆满外带圣品低阶武器之下，这些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两人如此快速地消灭掉韩大元以及他带来的15人，让周围远远观看的群众们发出阵阵惊呼之声。卧槽，这两人谁啊？看起来年纪不大，怎么实力如此之强？尤其是那个男的，他刚刚最后施展出的好像是离阳，完整的离阳。难道当年9黎孽军的时代又要重现了吗？一时之间，这些围观者
对张涛和楚清怡既发出阵阵崇拜之声，又感到内心恐慌不安。毕竟这里的五连城以及五国战旨，就是当初五国联合外部势力对抗九黎孽军留下的。如今7000年过去，又有人成功的炼化了完整的黎阳，他们不得不担心历史将会再次重演，到时候恐怕又是一场生灵涂炭的对抗。张涛自然不会去管这些，他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救出他的父母，别的他都不会去管。解决掉韩大元等人后，围观的人群中挤出来一群骂声不断的士兵。是谁敢在五连城撒野？不想活了吗？这群士兵冲出来，想收拾一下在城中乱来之人。可当他们见到发生冲突的是城主府的贵客时，刚刚还在骂街的士兵顿时没了气焰，急忙点头哈腰地走上前，满脸客气地问道：几位贵客，你们没事吧？遇到一些找死的爪牙，顺带收拾了。这些士兵终究是侯龙涛的手下，即便这些人一开始怒骂，可既然对方最后变得客客气气，他也不好计较什么。这些士兵听了后恍然大悟，急忙冲着周围围观之人大声驱赶道：看什么看？这是我们城主府的贵客，全都给我散了！驱散掉众人后，士兵客气地朝着张涛抱了抱拳：两位贵客，少城主让我等寻找你们，还请您回城主府一趟。行，走吧。城主府内，侯龙涛的正房之中，侯龙涛将一个储物袋递给了张涛。我父亲对不能明面上帮你感到有些愧疚，加上你救了他一命，还帮他突破了大境界，这份恩情他必须要回报你一些。我知道你最近在城中购买了大量的修炼丹药，这储物袋内有价值1个亿的修炼丹药，算是对你之前相助的一些报答。侯龙涛知道如果直接送钱，张涛不一定会收，所以他特地将这1个亿全部换成了丹药。张涛倒是没有矫情，微微点了点头。按理说你父亲给了我那封信，算是已经帮了我大忙，不过我现在正需要修炼丹药提升一下境界，所以这些丹药我就不推辞了。你们的相助之情我也会铭记于心的。张涛接过储物袋后也没有查看，直接装了起来。随后他和侯龙涛聊了一些关于行程之事，决定明早就出发，一起回到天都国。夜晚，张涛赴完宴后，一个人来到后花园转转。这时他看见前方一个熟悉的身影，急忙走上前打起了招呼：玉慧姐，今晚宴会怎么不见你来？玉慧望着眼前这个过去比他境界低，可如今却已经超过他的帅气男人，他心中满是不舍。上前几步，在张涛诧异的目光中，他眼神浮现出些许迷离，伸手轻轻摸了摸张涛脸颊：你真是个迷人的小男人，你这一生注定会让无数女人为你着迷，也不知道今后我还能不能再遇见你，或许在见到你时，你已经到了让我无法仰望的地步。听到玉慧话中有些伤感，以及话中有分别的意味，张涛心中多少也有些不舍。玉慧姐，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天都国吗？玉慧苦笑着摇了摇头：我只有元阳初期的实力，我去了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再说了，我当初来五连城就是想在五国战旨中探险，好借此提升自己的实力，所以我就不和你回去了。不过你临走前能抱抱我吗？玉慧和张涛这段时间的相处，让他第一次真正为一个男人动了春心。可惜他知道这样的男人他想拥有会越来越难，所以他想暂时离开他，去提升一番自己的实力，希望有一天能以有用之身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张涛听得出玉慧话中的女儿情长，其实他和这个女人相处了这么久，多少还是有些日久生情，再加上他感受过玉慧那绝世的神气，要说他不迷恋那是不可能的。只是他现在的心思都在解救父母，帮父母报仇上面。玉慧这边只能等他帮父母报完仇后再找机会寻他了。伸出双手将身前的玉慧用力地抱入怀中，张涛有些不舍地嘱咐道：那你在五国战旨要小心一些，如果有任何难处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一定会赶来帮你。好，不要动，让我多感受下你的拥抱。玉慧见张涛要放手，她不舍得反手用力抱住张涛，想多感受一下此刻月下的温馨。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本是镜中博缘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滴不舍的眼泪从玉慧眼角轻轻落下。清晨的阳光之下，张涛从楚清怡的房中走了出来，刚伸了个懒腰，身后的楚清怡便为他披上了一件衣服。早上凉，师姐，你对我真好，等我回去后，我去和王师兄谈谈，争取和平解决此事。好，不管他答不答应，反正我这辈子是你的人了。楚清怡幸福地靠在张涛怀中，在清晨的阳光下异常的温馨。两人温存了一会儿后，楚清怡站起身，有些不舍地问向张涛：玉慧姐真的不和我们回去吗？她想留在这里去五国战旨探险，
我们就不要强求他了。哎，可惜了，我还想必有我师，这下好了，就我一个人被你折腾。听到楚清怡惋惜的声音，张涛有些无语的抓了抓额头。师姐，每次都是你要的最多，好不好？也不知道是我折腾你，还是你折腾我。哼，我不管，反正在别的女人出现前，我要让你天天把我喂饱。说着，他一双如玉般的纤纤细手勾着张涛的腰带，抛出妩媚可爱的眼神往屋内拉去。啊，师姐还来啊？来嘛，亲爱的。屋外，侯龙涛朝着屋内大声问道：张涛兄弟，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可要出发去天都国了。等等，马上，快了。侯龙涛听着屋内的声音，无语的摇了摇头。唉，年轻人真是精力充沛。五连城的传送大厅内，侯渊带着几人前来送侯龙涛一程。在传送阵外，侯渊不断嘱咐侯龙涛一些注意事项。侯龙涛自然是像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听上几句后就觉得有些不耐烦了。见侯龙涛不想听了，侯渊也不再多说，朝着一旁的张涛客气地拜托道：张涛小友，我家小子就拜托给你了。放心吧，叔叔，我不会让侯兄涉险的。听到张涛的保证，侯渊满意的点了点头，而一旁的侯龙涛则是无语的摇了摇头。父亲，我好歹也是元孽初期，就算对战元孽中期也不会落入丝毫下风，你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什么信心不信心的，我要的是你平安回来。侯渊强硬的怒斥了一句，随后转身朝着身后三人吩咐了几句。这三人全是侯渊的心腹，是他最信任之人，而这三人全都拥有元孽后期的超强实力。侯渊虽然不能明面上支持张涛，可为了他儿子的安全，他也不得不将他的这三个心腹派给了侯龙涛。交代完后，张涛几人走上了传送阵。在他们走上传送阵准备传走时，一处角落，玉慧满眼不舍地望着阵中心的那个男人。张涛弟弟，祝你得偿所愿，救出父母，希望我在有生之年还能再遇见你。随着玉慧说出心中的希望，传送阵发出一道白光，张涛等人便消失不见了八方城内。走在街上，背着神秘女子的张涛心中不禁有些感慨。1个半月前，他去五连城时，他还只有元清中期的实力，而且他当时的目的只是想去五国战址寻找黑色拳套的剩余零件。如今黑色拳套不但复原了，他还突破到了元阳初期，甚至他还得到了另外的3/4离阳。他这次出去，整体实力可以说是得到了一次大大的提升。来到一处酒店，张涛冲着侯龙涛等人商量道：侯兄，我要先和师姐回一趟九天宗，你们在八方城先等等我们，你看可否？行，没问题，我们毕竟不是九天宗门人，一起前去的话，万一引起误会，对你不好，我们就在这家酒店等你们。交代完侯龙涛等人，张涛带着楚清怡并背着神秘女子一同朝着九天宗而回。回来后，张涛先将神秘女子安置在他简陋的小屋内，随后和楚清怡去了一趟师娘那里。可师娘屋内并没有白洁的身影，他想找师傅楚生问问，可他师傅房中也是空无一人。无语的抓了抓额头，也不知道他们两人干嘛去了。不得已，他只能先将此事放下，朝着宗主府而去。他这次回来就是想和宗主玄机子谈谈，他想让玄机子支持四皇子，这样他才能更好的抗衡大皇子的势力。来到宗主府外，张涛略微有些吃惊，此时的宗主府张灯结彩的，好像有什么大喜事。张涛走上前想找人问问，这时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上前去，张涛客气地抱了抱拳：刘长老，宗主府这是怎么了？怎么如此喜庆？张涛遇到之人正是当初买过他离阳果，后来在宗门大比中私下帮过他的刘长老。刘长老见来人是张涛，刚想回答，顿时他双眼鼓得比牛眼都大，指着张涛，一副活见鬼，完全不可置信地颤抖着问道：你的修为，你竟然突破到了元阳境？张涛微微一笑，让出一些位置，指着一旁的楚清怡说道：是的，我师姐也成功突破到了元阳圆满。刘长老见到一旁的楚清怡也突破到了元阳圆满，一股无力感立马涌上他的心头，瞬间他被震惊的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通常情况下，普通的修炼者能在10年之内从元清初期修炼到元阳圆满，那已经算是修炼奇才了。可楚清怡却只用了1个多月就完成了7层小境界的提升，从刘长老的晚辈一跃成为了比他强大的存在。这等修炼速度将刘长老的修炼之心着实重重地打击了一番。至于张涛，他更是被此人的修行速度毁掉了他的世界观。他过去一直以为能将元法修炼到元灵境，那已经算是天才中的天才了。可张涛此人不过20岁左右，竟然以元法突破到了元阳境。要知道，几百万年下来，能将元法修炼到元清境的都少之又少，能修炼到元阳境的
最起码他们周围10几个国家现在是绝对找不出第二人。而且张涛还只有20岁左右，这直接让刘长老怀疑眼前之人真的修炼的是元法吗？此人真的还是人吗？或许他根本不是人，他是神，他是传说中的神。此时的刘长老看向张涛的目光早已没了长辈看待晚辈的眼神，而是满满的崇拜，一个不应该属于他这个年龄段的崇拜。他面对张涛之前的问题，整个人瞬间变得恭敬了很多。宗主大人成功突破到了元王境，这是在为他老人家准备庆祝大典。听到玄机子成功突破了，张涛心中也是一喜。如今的玄机子已经是元王初期的修为，如果对方能站出来支持他，对于他和大伯以及大皇子的对抗，绝对是一个超强的后援。那宗主大人现在在里面吗？我有要事要找他商量。在的，他正在里屋会见贵客。贵客？听说是大皇子派人来了，正在商量结盟之事。什么？快带我去里屋。张涛听到大皇子派人来了，心中咯噔一跳。他可不能让玄机子和大皇子的人达成共识，不然他再想争取恐怕就非常难了。跟随刘长老身后，张涛带着楚清怡急速赶到里屋，敲门几声，在得到玄机子的允许后，张涛两人走了进去。刚进屋，张涛就眯起了双眼，里面和玄机子相谈之人，张涛有些印象。此人长得娘们唧唧的，一副太监模样。不过此人的实力倒是不弱，拥有元孽后期的修为，而此人正是天都国的太监总管李英。张涛记得他小时候跟随爷爷上朝时曾见过此人一面，他没想到此人竟然投靠了大皇子。玄机子见张涛进来了，刚想为张涛引荐李英，便瞬间被张涛身上的修为愣住了，有些张口结舌地望着张涛。你的修为？嗨，宗主大人，我有事想和你私下商量。张涛急忙打断了玄机子的震惊，毕竟李英在场，他还不想将自己的一切这么快就暴露给对手。玄机子自然明白张涛来此何意，之前张涛夺得宗门大比第一后，他就派人多方打听过张涛的来历，所以他知道张涛的身世以及张涛心中的仇恨。而张涛如今前来，多半是为了皇室之事而来。他微微点了点头，示意张涛他们去后屋等待他一会儿。而待张涛他们去了后屋后，一旁的李英却是有些好奇地问道：玄兄，这年轻人谁啊？看起来不过20来岁，竟然修炼到了元阳初期。哼，就是我们宗内的一名普通弟子。玄机子通过之前的打听，知道张涛和大皇子不是一路人，所以他并没有将张涛的真实身份和李英道出，反而是刻意的遮掩了一二。李英也听出了玄机子不想谈及张涛的身份，也很识趣的没有再多问，而是继续聊起他们之前的话题。大皇子的意思，等他拿下皇位后，你们九天宗奉为4宗之首，并且绝不干预你们宗内的事务。这样的条件可是千载难逢啊，还望玄兄能尽早决断。这李英似乎和玄机子有一些交情，所以在语气上比较随和一些。玄机子对大皇子开出的条件多少有些心动，毕竟他们九天宗和另外3大宗门已经明争暗斗了不少年，如果九天宗能被皇室认可，成为4宗之首，那对宗门的后续发展绝对是非常有利的。微微点了点头，玄机子对此并没有立马答应下来，只是模棱两可的回道：大皇子开出的条件我已经知晓，放心吧，我会从宗门的角度考虑的。玄机子的回答算是给李英一个半肯定的答复，这让李英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行，那我就静等玄兄的抉择了。两人谈完后，在玄机子的护送下，李英离开了宗门。送走李英后，玄机子回到屋内，冲着里屋的张涛说道：出来吧，接下来该谈谈你们的条件了。正厅之中，玄机子十分客气的一挥手，帮张涛泡好了热茶，一伸手邀请张涛入座。如今的张涛早已不是九天宗弟子那么简单了，不管是张涛过去的身份，还是他如今的境界，都不容玄机子小视。张涛也没有客气，直接坐了下去，拿起茶水淡淡的喝一口。不错，这应该是地心茶吧？茶中含有微量的地心之力。哼，丞相府的公子果然有眼力，不错，这正是地心茶。玄机子也是品了品他杯中茶水，微笑着望着张涛，却并没有找话题继续聊下去。张涛见玄机子摆着架子，知道如果他不先开口，对方肯定不会往下聊，不得已他只能主动提出话题。宗主大人，那李英给出的条件你应该有些心动了吧？是的，能得到皇室承认，让我九天宗成为4宗之首，确实让我有些心动。不过吗？玄机子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并未继续说下去。张涛如何听不懂玄机子想表达什么意思？这明显就是嫌大皇子给的还不够，这对于张涛来说绝对是一个机会。他急忙接过玄机子的话，继续说道：不过嘛，我觉得
我们九天宗不应该只是四宗之首，我觉得应该成为天都国的国宗。张涛这句话让玄机子眼神猛地一亮，似乎张涛这个条件说进了他的心里。重新认真地打量了一番张涛，他对张涛极为认可地点了点头。怪不得你能修炼得如此之快，像你这么聪明的后辈，你不成就一番作为，那该轮到谁了？没错，一个小小的四宗之首确实满足不了我的胃口。不过，如果你能让九天宗成为天都国的国宗，我倒是愿意支持四皇子。玄机子在调查张涛的时候就知道张涛已经投靠了四皇子，所以他知道张涛是在帮哪方势力。得到玄机子如此肯定的答案，张涛这下知道了此人的胃口在哪里。只是这种事他虽然可以提议，但做不了最终的主，他还得和四皇子商量一下才行。不过他相信四皇子肯定会答应的，毕竟九天宗的支持绝对是皇位争夺的超强助力。所以张涛点了点头，提前替四皇子答应了下来。好，没问题，这件事交给我来办，我一定会说服四皇子答应宗主大人的需求。对于玄机子来说，张涛虽然只有20来岁，而且实力只有元阳初期，可张涛却是靠元法突破到这般境界。不说多了，一旦张涛靠着元法突破到元孽境，就连他遇到恐怕都得惧怕9分。所以与其说玄机子支持的是四皇子，不如说他支持的是张涛的潜力。毕竟当年九黎孽军凭着元孽境称霸周围数国3000年的岁月，那在史书上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后来有恐怖的势力介入，联合了周围5国，发起了对九黎孽军的围剿，九黎孽军说不定还能往前再迈出一步，成为元王境的元法修士。所以见张涛答应下来，玄机子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英雄出少年，我们九天宗能培养出你这么优秀的弟子，我真心感到骄傲。只希望张涛小友未来成长起来后，不要忘了师出何处就行。玄机子非常看好张涛的潜力，他也想趁着张涛势单力薄，还没完全成长起来前，好好的结交这个晚辈。张涛自然明白玄机子的心思，当即站起身，慎重的保证道：九天宗对我的帮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后但凡九天宗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全力相帮。张涛的这个承诺让玄机子十分激动，他作为九天宗的传承宗主，自然将九天宗的发展和未来放在了第一位。那我们就说定了，只要四皇子答应让我们九天宗成为国宗，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会举全宗之力来全力支持你。玄机子的保证也是张涛最想听到的。两人互相承诺之后，这一老一少竟然同时开心的哈哈大笑起来。一旁的楚清怡见张涛越来越有英雄豪情，眼中对张涛也是越看越崇拜，越看越喜欢。待两人谈妥此事后，张涛话题一转，问起了他心里最在意的一件事。请问一下宗主，我师娘她从五行书院回来了吗？还有我师父也一直见不到人影，他在这2个月期间有没有回来过？其实张涛最关心的自然是师娘，至于师父那只是顺带问问。玄机子对这个问题倒是略显有些尴尬。你师父的行踪我知道的不多，毕竟宗内长老来去自由，从来没有任何行动限制。至于你师娘，这个我正想和你说。张涛见玄机子谈起他师娘时神色有些异样，顿时一股不好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宗主，莫非我师娘出了什么意外？意外倒不全是，他之前随五行书院的副掌门离去后一直就没有回来。我中间派人去打听了一下，听说是在修复传承秘境时出了点变故，他和这一届的圣女都被困在秘境之中，暂时出不来了。什么？张涛和楚清怡同时站起身，一起发出了阵阵担忧之声。随后两人急忙和玄机子抱拳告辞一声，一同朝着宗外而去。对于张涛来说，尽管他和身边的楚清怡感情越来越深，爱意越来越浓，可在他心里，除了父母外，师娘始终排在第一位。当听到玄机子说他师娘出了一些意外，他第一时间就带着楚清怡朝着八方城而去。来到八方城后，张涛找到了侯龙涛等人，说他要先去五行书院一趟。侯龙涛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他表示他就不去了，他先去天都城一趟，先帮张涛铺一铺路。张涛自然是感激的点了点头，在八方城的传送阵和侯龙涛先暂时告别了。通过传送阵，张涛两人来到离五行书院最近的五行城。出了传送大殿，他和楚清怡马不停蹄地朝着五行书院而去。很快，只用了2个小时不到，他们就来到了五行书院。找人通传一声后，一名五官不错的中年女子脸色略带怒气地冲了出来。见到张涛两人，先是微微一愣，他对张涛两人散发出的修为和他们两人的年龄感到大为震惊。不过他拥有元孽中期的修为，虽然很吃惊张涛两人到底是怎么修炼得如此之快，可他还是遮不住心中的怒气。一见面，他就指着两人怒斥道：好啊，我们五行书院一向和你们九天宗携手共进，
你们却在背后阴了我们一招。今天你们俩来了正好，抓住你们俩，正好逼迫他们两人出来。”说罢，这中年女人也不给张涛回话的机会，手中拿出一对灵砂，就对张涛两人攻去。张涛被突然偷袭，一时有些忙乱，他急忙一把推开楚清怡，独自一个人换出黑色拳套，朝着灵砂一拳打了上去。死了！那灵砂怎么说也是天品低阶的宝物，可是刚和张涛一接触，就被张涛用元法一拳击碎成了好几截，直接当场报废。中年女子见张涛如此轻易就挡下了她的攻击，她没有再继续发动攻击，而是手指有些颤抖地指着张涛：“你就是三妹说的那个修炼元法之人？不对，你的境界天了，你竟然靠着元法修炼到了元阳初期。”中年女子似乎从宗门同僚口中听说过张涛的存在，她见张涛施展出了元法，心中的震惊可想而知。张涛见对方没有继续攻击，他也没有还击，毕竟他这次来可不是为了打架，而是为了师娘的安危。他急忙双手抱拳，客气地问道：“前辈，有话好好说，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哼，你们九天宗的弟子夺走了我们圣女的宫纱，让其不能以处女之身继承传承。那白洁见此事败露，竟然强行庇护，带着圣女硬闯进传承秘境，还在里面进行了封锁。这种毁我五行书院根基之事，岂是用误会二字能形容的？”中年女子此时越说越气，手中重新换出一根灵砂，准备再次对张涛等人攻击。张涛见此，急忙带着楚清怡后退几步，拉开一点安全距离。“前辈，我等来此就是为了此事。那白洁是我的师娘，要不由我上前劝说，大家化干戈为玉帛，毕竟我师娘当年也是五行书院的圣女。”张涛在当下这个即将面临皇室夺嫡的关键时刻，他并不想和五行书院这种大宗门为敌，所以他想尽最大的可能化解双方的恩怨。中年女子听张涛这么一说，原本准备攻击的态势也停了下来，稍微消了一点点气，可还是有些不爽地说道：“哼，如果不是看在白洁那丫头是从我们五行书院出去的，此时我们已经去你们九天宗兴师问罪了。也好，既然白洁是你的师娘，你去劝说一番也行，如果能化干戈为玉帛，那自然是最好了。”中年女子也不想真的将此事闹僵，因为白洁毕竟师出他们五行书院，一旦真的闹了下来，他们自身也是有着连带责任的。两方暂时谈妥后，中年女子带着张涛朝着五行书院最深处而去。很快，双方来到一处5米高、2米宽的白色光门外。中年女子指着前方的光门，略微解释道：“这是我们五行书院的传承秘境入口，每一人少掌门的培养都必须进入其中。你师娘和我们这一代的圣女就在秘境之中，他们将秘境门口封锁住了，搞得我们根本不敢硬闯。”听到师娘他们就在前方光门后面，张涛急忙上前几步，冲着光门内部有些心急的大声询问道：“师娘，我是张涛，您在里面没事吧？您先将封锁解除掉，我现在就要进来。”说完，张涛上前一步就准备进入秘境之中，可这时中年女子却伸手拦住了张涛：“你并非本书院之人，不得进入我们传承秘境。万一你在里面胡作非为，那我们五行书院几万年的根基岂不是要毁于一旦？”张涛被中年女子拦住，内心顿时心急如焚。他现在只想进去找师娘，他担心师娘在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意外。见中年女子以他不是五行书院为由不准他进去，他顿时眯起了双眼，立马换出黑色拳套，准备硬闯进去。而这时一旁的楚清怡却轻轻拉住了他：“师弟，不用冲动，让我来说。”楚清怡越过张涛，上前几步，冲着中年女子客气地抱了抱拳：“我是白洁的女儿，同时也是她的女人，由我来做人质，你应该放心了吧？”楚清怡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她刚刚接取到了系统任务，系统让她自己当作人质，来让张涛进入传承秘境，而完成任务后，她将得到双份超量修为，外带一招天品高阶的元技。有了这等超高的奖励，加上她原本就心系张涛，她便第一时间拉住了张涛，说出了那些话。而楚清怡刚说完，张涛和中年女子全都为之一惊。张涛自然是不允许自己的女人去当人质。“师姐，不可，这样太危险了。”楚清怡并未对此有多少担心，反而是轻松一笑：“放心吧，不会有事的。你只需进去，将母亲平安带出来，不就没事了？”在楚清怡宽慰张涛的同时，前方拦着他们的中年女子则是震惊地打量起了楚清怡。没想到青出于蓝胜于蓝，白洁这丫头的女儿竟然都已经修炼到了元阳圆满。好吧，看在你们一个为了师娘，一个为了母亲，两人都如此孝道，我允许这小子进去。不过他没出来之前，你不准离开这里半步。其实按中年女子的想法，她不想让任何外人进入传承秘境，只是双方就这么僵着，对谁也不好。
不得已，他只能选择各退一步，希望张涛能将白洁带出来。终于谈妥后，张涛冲着中年女子点了点头，也不墨迹，缓缓走向白色光门。当他触碰到白色光门时，并未有任何抵挡，想来里面的师娘已经撤去了封锁。踏进白色光门，张涛眼前的画面瞬间变了，秘境内竟然摆放着一具具棺材，少说有30-40具之多。而最里面，张涛夜夜思念的师娘竟然和五行书院当代的圣女萧希月相互盘坐在了一起。张涛见到这一幕，心中喜悦之下，急忙朝着师娘走去。可刚走几步，他却发现他走不动了，脚下似乎被什么东西粘住了。低头一看，竟然是一对魂手从地底伸出，将他牢牢困在了原地。对此，他体内瞬间散发出浓浓的离阳之力，将那双魂手直接净化掉了。刚净化掉困住他的魂手，整个秘境内竟然爆发出了阵阵强烈杀机。一时间，那30-40具棺材内涌现出了无数的阴魂，全都拿出各种不同的兵器，朝着张涛杀来。小子，你找死，竟敢在这里撒野！无知之辈，你敢搅扰我们的清静，拿命来！这些杀来的阴魂，绝大多数都爆发出了元孽圆满的修为，其中2具还爆发出了元王初期的修为。这样的实力，应该是他们生前的实力。面对这些阴魂的攻击，张涛嘴角发出不屑的一笑：你们这些死了还留恋世间的残魂，也想要我的命？如果你们是活着的全盛时期，我或许不敌你们，可当下由不得你们做主。张涛右手一伸，直接唤出他炼化的离阳，一股至纯至净的离阳之力充斥着整个秘境之内。一时间，那些攻向张涛的阴魂全都发出凄惨无比的声音。不，这是纯元之力，小子，快收起来！小英雄，不要再释放纯元之力了，我们认输，我们不敢再为难你了，还请你大人有大量，快将纯元之力收起来吧。像这些没有身躯的残存阴魂，根本抵挡不住离阳的纯净之力，所以张涛刚拿出来，他们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瞬间没了刚刚的嚣张。张涛自然是不会轻易收起来，厉声质问起这些阴魂，说他们2人到底怎么了？是不是你们对他们动了什么手脚？其中达到元王初期的阴魂强忍着燃烧炙热的剧痛，痛苦地解释道：他们没有事，只是在继承我们的传承而已。听到这个解释，张涛这才恍然大悟，一收手，离阳回到了他的体内。继承你们的传承，这是怎么回事？那名元王初期的阴魂见张涛将离阳收了起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仿佛大难不死一般。这是说来话长，我们五行书院之所以能传承几万年，一直屹立不倒，是因为我们这处传承秘境可以让死后的阴魂无法消散。当然，并不是什么阴魂都行，必须得是境界达到元孽圆满以及以上的阴魂才能做到无法消散。听到这，张涛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他说，这个所谓的传承秘境内怎么全是棺材？而且这些死人的阴魂为何一直没有消散？原来这个秘境内有这样的奇效。那你们死后不散，是为了将你们的修为传给下一辈吗？张涛大致猜出了一些，不过还是需要对方来确认。是的，我们为了宗门能传宗接代，在我们生命快要结束之前会在这里圆寂，死后的灵魂也就被困在了这处秘境之中，死而不消。而后辈进入秘境后，我们每次都会挑选出一名阴魂，将毕生的修为传承给此人，以此让他们实力大涨。而传承者需要保持纯阴之体，也就是处女，这样能更好地吸收我们的传承。当然，不是处女也能传承，只是传承的效果会降低一半。听到元王初期阴魂的解释，张涛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初师娘会说，如果萧希月不是处女，将会受到五行书院极其严重的处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师娘和萧希月在那盘坐着，原来是在接受传承。原来是这样，那我师娘和萧希月此时已经在接受传承了。是的，我们已经选出了2名元孽圆满的前辈来对他们进行传承。得到肯定的答案，张涛心中突然出现了一些别的想法。既然如此，那你们就排好队，将你们所有人的修为全部传承给他们吧。张涛一句话顿时让整个传承秘境直接炸开了锅。什么？这怎么行？我们的修为都给了这2人，那今后宗门的后辈我们拿什么来传承？就是我们在这待了上万年，生也不能，死也不成，就是为了宗门的发展。如果全给了这2人，万一他们在外面陨落了，我们的传承也就断了。秘境内存活的40具左右灵魂全都异口同声地拒绝着。可张涛却不管那么多，这些人早就死了，如今能用残存的修为为他师娘做出一些贡献，那是他们3生有幸。见这些人不从，张涛直接唤出离阳，强行威胁道：从或不从，由不得你们。现在我给你们2个选择，一个是你们全部传承给他们，让他们一飞冲天，从此你们五行书院也跟着一飞冲天；另一个
就是我把你们全部炼化吸收了，让我一飞冲天，但是我可不会光大你们五行书院。张涛此时做坏人也是没有办法，这些阴魂都活了几万年，如果不来点硬的，他们如何就范？再说了，这些阴魂上万年苟活在此，其实内心深处也想早点解脱。张涛这么做，既是帮了师娘他们，同时也是变相帮了他们自己。至于他不选择自己吸收，最主要还是这些阴魂，如果是由男性来吸收，最后效果恐怕连1/10都达不到。不得已，他只能选择利益最大化。而这些残存的阴魂见张涛祭出离阳，全都吓得瑟瑟发抖。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至纯至净的纯元之力是他们最大的克星，一个稍不注意就会被净化得干干净净。不得已之下，他们只能2选1，做出相对更好的选择。其中一名元王初期的阴魂微微叹气一声，冲着所有阴魂说道：哎，看来我们五行书院的结束到了，既然如此，一切就看天意了。与其便宜了外人，不如在这2个同宗之人身上赌上一把吧。说完，他朝着白洁冲了上去，化作一缕精纯至极的元气，进入到了白洁体内。元王初期阴魂的妥协，让剩下的阴魂也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声。如果可以，他们自然不愿意将所有的希望全都放在这2个人身上。可张涛祭出的离阳太过克制他们，他们要是不传承给那2个同宗的女人，就得被这个外人炼化吸收了。所以相比之下，他们也只能跟着赌一把了。一时间，40来道阴魂化作2股精纯元气，分别朝着萧希月和白洁而去。这么多精纯元气进入2人体内，2人的修为飞速一般的往上提升。那白洁原本就已经是元孽中期的修为，因为吸收了20来道阴魂，修为很快便来到了元孽中期巅峰，随后突破到了元孽后期，元孽后期巅峰，元孽圆满，元孽圆满巅峰。当来到元孽圆满巅峰时，白洁身上气息瞬间出现了混乱。很显然，进入他体内的修为太多了，他完全压制不住，必须突破当前的大境界。如此，他将面对镜像的降临。而现在，他气息混乱，应该是在对抗元孽境的镜像。当然，不仅白洁此时气息混乱，连一旁的萧希月气息也是混乱到了极点。如果说白洁的脸色微微惨白，那萧希月的脸颊此时已经惨白到了扭曲的地步。这个萧希月的修为，在之前9离古境中完成任务，得到超量修为后，一举突破到了元阳初期。如今，他的境界却直接来到了元阳圆满巅峰，而且他的体内还有着海量般的精纯修为等待他炼化。他要是不能短时间内突破到元孽境，恐怕就算镜像不吞噬了他，他也会被体内海量的精纯修为直接撑爆身体。张涛见2人同时面对镜像降临，他情急之下赶忙转过身，拿出一个瓶子，不断的努力着。快点出来！张涛着急的同时，脑中突然浮想起当初师娘帮他的场景。此时要是师娘帮我，我恐怕……刚这么想着，下一秒有了。看着瓶子里的东西，张涛急忙来到师娘身旁，红着脸有些不好意思的冲着师娘说道：师娘，不是徒儿占你便宜，我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你就将就一下吧。说完，他将瓶中之物慢慢喂到白洁嘴里。待喂下白洁喝完一半后，张涛又将瓶中剩下的另一半喂给了萧希月喝。萧希月不同于白洁，这个女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圣洁无瑕的气质，为这样的气质女人，张涛生出一种异样的成就感。待2人喝下瓶中之物后，白洁和萧希月的眉头都涌现出了挣扎之色。很快，还不到1分钟，2人体内都排出了一个长得和他们一模一样的黑色虚影，而虚影刚被排出，便出现啪的一声，化作一缕黑烟，消失不见了。随后，师娘的气息猛地提升，不但突破到了元王初期，还一路提升到了元王初期巅峰，这才缓缓停了下来。至于萧希月，或许是那2名元王初期的阴魂都没有进入他体内的原因，他的修为一路提升到元孽后期巅峰，也跟着停了下来。如此，2人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将传承秘境中的所有传承阴魂全部吸收殆尽。随着2人炼化完毕，同时一抬手收了各自的主攻法。张涛见白洁收了功，急忙兴奋地凑了上去：师娘，您没事了吧？白洁睁开眼，第一眼看见的是张涛，还听着张涛对她的关心，她脸上浮现出了少女般的娇羞。有你帮忙，想有事都难。说完，红着脸还没好气地白了张涛一眼，那眼神中可以说是风情万种，媚态横生。这一幕让张涛看得眼睛都直了。见张涛痴痴地看着他，白洁轻咳了几声：行了，你的媳妇在旁边了，你不去问问她？白洁这么一说，张涛这才想起萧希月在一旁，有些尴尬地冲着萧希月问了问：萧仙子，你没事吧？张涛对萧希月没什么感情，所以他自然和这个女人不怎么亲近。见张涛对他和白洁是2种不同的态度，萧希月眼神中多少有些失落。
望着张涛这张英俊帅气的脸蛋，他说出了让张涛绝对意想不到的一句话：“少爷，你真的忘了月月了吗？”月月，萧希月一句话让张涛直接傻了眼，这个称呼怎么有些熟悉？可他一时之间又有点想不起来。天都城石桥边，萧希月简单的6个字，让无数的回忆全部浮现在张涛眼前。那年他还只有10岁，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在天都城的石桥边救下了一名即将被饿死的小乞丐。随后，这个小乞丐每天都跟着他，和他一起快乐的玩耍。那个小乞丐一直叫他少爷，而他则是叫对方月月。这段回忆让张涛瞬间明白了，眼前之人到底是谁？是你，你是月月。对，少爷，是我就是月月。萧希月见张涛回想起了他，眼中顿时饱满了激动的泪花，那含泪待放的样子，犹如天使含泪一般，既纯洁又让人感到怜惜。萧希月兴奋的泪水，此时却并没有换来张涛的兴奋。不仅如此，张涛还皱起了怀疑的眉头。我记得你那时候黑黑瘦瘦的，而且长得还很矮，可你现在不但长高了这么多，还变得如此漂亮。你真的是月月？不是张涛不相信，在他的记忆里，那时候的萧希月又瘦又黑，和现在的萧希月简直是天差地别。这也难怪他自始至终都没认出此人。一旁的白洁见张涛满脸不相信，捂着嘴噗呲一笑：“你没听说过女大18变，越变越好看吗？再说了，她作为圣女来培养，在成长的过程中肯定是服用了无数的天材地宝来改善她的身体，最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也很正常嘛。”白洁这么一解释，张涛觉得很有道理。在认同的同时，他看向萧希月的眼神也一下变得温柔了很多。“你当初不辞而别，我找了你很久很久，我记得我当时还绝食了好几天，让我爷爷派兵找你，没想到你竟然到了五行书院。”听到张涛找过他，萧希月破涕为笑，眼中瞬间充满了欢喜。“我当时被我师父，也就是现在的五行书院掌门人给带走了，一直待在书院出不来。后来等我开始修炼后，我来找过你，可是你那时……”说到这，萧希月没有再说下去了，因为他知道这些事是张涛的逆鳞。果然，萧希月提到这里时，张涛脸上立马怒气横生，手中拳头捏得啪啪作响。“我那时已经被赶出了丞相府，在四处流浪。”萧希月见张涛怒气冲天，内心也是跟着不忿。“少爷，月月现在已经有了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的实力，你以后将月月带在身边，好不好？”萧希月和白洁以及楚清怡不同，他的系统技能可以临时将所有修为全部一次性传渡给张涛，让张涛实力临时暴涨，所以他希望留在张涛身边，好随时协助张涛。对此，张涛自然是求之不得。他现在对萧希月的态度和之前可不一样了。他之前觉得和萧希月感情很淡，很陌生，可如今在得知萧希月就是当年的月月时，他对此人瞬间就充满了亲切感。而且如今的萧希月可是拥有元孽后期巅峰的实力，对他对抗大皇子以及他的大伯绝对是一大助力。对此，他自然是不会拒绝了。见到张涛答应下来，萧希月露出了天使般开心的笑容。